出卧牛镇往东，官道走上大半个月，上山，山腰处就是了。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青瓦白墙，气派得很。庄阳回忆着打听来的路线，寻到了一处青瓦粉墙的宗门外。此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的香气，让人有些头晕目眩。不太对吧？说好的白墙，这怎么是粉墙？也可能是重刷了。不过这味道跟清净不太沾边啊。门方上的字磨损的看不清了，是清净门吗？怎么第3个字像是宗字？庄阳胎穿到这玄天大陆18年，吃着百家饭长大，好不容易摸到修仙的门槛，测出了杂灵根。本想着拜入宗门，踏入仙途，改变人生，结果找了几家都不收他。多方打听之下，得知了有一处小宗门，名为清净门，有教无类，连他这样的杂灵根都收。于是乎便又打听到了清净门的位置，特地寻了过来。算了，来都来了。庄阳沉了口气，硬着头皮越过了高大门方。刚走没几步，就看见了一个穿着淡紫色罗裙的少女，约莫20岁左右，媚眼如丝，皮肤白得晃眼，身材前凸后翘，好的不像话。少女也看见了庄阳，眼睛刷的一亮，快步迎了过来。男人，快过来，你是来拜入宗门的吗？庄阳脸颊一红，2辈子单身的他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人，被主动搭讪更是头一遭。还没等回应，就被一只温软玉手抓住了手腕，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将他往宗门内带去。美女姐姐，咱们这是清净门吗？庄阳一边踉跄的走着，一边不好意思的问道。清净门啊。少女打了个哈哈，旋即不由分说将庄阳带飞了起来，又祭出了一柄飞剑。站稳了，我带你去找掌门。说话间，御剑低空飞行，加速向着宗门内部而去。哎，庄阳身形摇晃，堪堪稳住，低头朝着下方望去，景象让他微微一怔。没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只有一片朦朦胧胧的粉色雾气。空气中甜香的气息愈发浓郁，丝丝缕缕，一个劲往鼻子里钻。你是自己找来的吗？突然紫衣少女回头看了庄阳一眼，嘴角弯弯，目光中透着玩味。庄阳点了点头，又试探地问了句，咱这到底是不是清净门啊？他总感觉女人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但哪里不对劲，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少女媚笑一声，回应道，是，你说是那就是。哥，小弟弟，咱们马上到了。庄阳微微颔首，将信将疑。不一会的功夫，飞剑穿破粉色雾气，豁然开朗。一座极其雄伟的大殿进入到了视线之中。殿宇外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全是女人，穿着各色华丽或素雅寻常的绝色女子。从殿门一直延伸到白玉台基前，他们的目光在庄阳穿越粉雾的瞬间便齐刷刷地聚焦过来，成百上千道视线，好奇的、审视的、惊喜的、灼热的，甚至是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像是一群饿了3天3夜的狼，突然看见一只懵懂无知自己走进包围圈的小羊羔。紫衣少女按下剑光，拉着庄阳的手走上前去，对最高处的那道身影躬声道，掌门，人带到了。最高处站着一位宫装美人，云鬓高耸，环佩叮咚，容貌之美堪称绝世。宫装美人微微颔首，目光落在庄阳身上，温柔的能滴出水来，轻启朱唇道，我乃。话音未落，他突然微微一愣，识海之中接到了紫衣少女的传音，旋即清了清嗓子道，我乃清净门掌门苏如，来者何人？听见这话，庄阳稍稍松了口气。清净门看来是来对地方了。至于这宗门内的情况，为什么跟清净2字不沾边，大概清净是宗门的目标吧，也只有这个解释了。思及至此，庄阳躬声回答道，弟子庄阳听闻清净门招收弟子，有教无类，特来拜入宗门，寻求大道。苏如眯了眯眸子，莲步轻移，缓缓走下台阶，所过之处，两侧的女修们自动分开一条道路。很快他走到庄阳面前，依旧笑得温婉动人，好，有志气，今后你就是我清净门的弟子了。庄阳闻言眼前大亮，没想到居然如此顺利。他当即就想行个大礼，却发现手依旧被紫衣少女拉着，目光看去，脸色有些尴尬。苏如觉察到了情况，摆了摆手，不必多礼。庄阳转头看向苏如，躬声道，多谢掌门。说完他又环顾四周，眉头微微皱起，掌门，有一事弟子不知当讲不当讲，咱们这。苏如会意，干脆地问道，你想问宗门内为何只有女修吧？庄阳点了点头。苏如轻叹一声，解释道，自100年前那场大劫，我清净门便气运凋零，阴盛阳衰，竟再无一位男弟子入门。好在天可怜见，将你这身具灵根的孩子
送到我清净门门下。说话间，他伸出手，轻轻搭在庄阳的肩头，动作亲昵自然，语气郑重了几分。庄阳，宗门的未来，道统能否重现昔日荣光，就全系于你一人之身了。话音落下，殿内所有女修的眼神变得更加炽烈，甚至有几个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喉头轻轻滚动了一下。啊，责任这么大吗？庄阳没有察觉到众人的反应，只是愣愣地看着苏如，面露疑惑之色。掌门，我这才刚入门，未来道统的恐怕跟我……嗨嗨，苏如觉察到有些失言，清了清嗓子，找补道：“我的意思是，对你期望很大，不要紧张。”庄阳松了口气，点头道：“原来如此，弟子一定努力修行，尽量不辜负掌门的期望。”苏如微微一笑，转头看向了紫衣少女青离，带庄阳去休息。说着，他又抬头看向其他弟子：“其他人跟我到议事大殿开会。”庄阳只觉手腕一热，已被那紫衣少女牵着，脚下生风，离了广场，朝宗门深处行去。一路走过，亭台水榭隐约在粉雾之中，景致旖旎，与他想象中清净二字的朴素相去甚远。空气中那股甜香也始终萦绕不散。庄阳忍不住偷偷打量身前的女子，紫衣少女步履轻盈，腰肢摇曳，散发着一股迷人的韵味。那个美女姐姐，还未请教您怎么称呼？庄阳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问道。少女回过头，眼波流转，嫣然一笑：“我姓苏，苏青离。咱们宗门没有什么称呼上的规矩，即便是炼气弟子遇见结丹，也称呼师姐。你叫我青离师姐便好。”青离师姐，庄阳从善如流，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他也姓苏，和掌门是？苏青离看穿了庄阳的心思，轻笑道：“掌门是我姐姐。”庄阳干笑两声，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又冒了出来，但具体是什么，依旧抓不住。不多时，两人来到一处殿宇前。这殿宇虽不比方才那主殿雄伟，却也精致非常。青瓦粉墙与宗门整体风格一致，殿前悬着一块匾额，上书3个清秀大字：静心阁。到了。苏青离松开手，指了指眼前的殿宇：“庄阳师弟，今后你便住在这里，这整座静心阁都是你的。”什么？整座都是我的？庄阳愕然，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栋2层高的华丽殿宇，这规模，这气派，搁前世那就是带前后花园的豪华别墅啊。整座都是。苏青离含笑点头，看着少年脸上毫不掩饰的震惊，眸中笑意更深。庄阳看着眼前的静心阁，再想想自己前世租住的狭窄单间，以及这辈子在卧牛镇住的破旧柴房，一时间心潮澎湃。这宗门待遇也太好了吧，自己一个杂灵根，何德何能啊？但他转念一想，是了，这宗门里看来就自己一个男弟子，其他都是师姐，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看来自己是沾了这独一无二性别的光了。如此一想，方才那点受宠若惊的不安倒是减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庆幸。庄阳回过神，连忙对苏青离保证道：“青离师姐，宗门待我如此之后，我一定努力修炼，绝不辜负掌门和师姐的期望。”苏青离见庄阳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唇角弯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柔声道：“那以后师姐可就看你的表现了呀。不过今日时候不早了，你一路劳顿，先好生休息，熟悉一下环境，其他事情明日自有安排。”说罢，他纤手轻抬，掐了几个法诀，只见数道流光自他指尖飞出，悄无声息地没入静心阁四周的虚空之中，显然是布下了某种禁制。师姐这是？庄阳疑惑。宗门规矩，新弟子居所需设下禁制，以防打扰，也保安全。苏青离随口解释了一句，旋即道：“你且安心住下，我还有事需去议事大殿。”庄阳目送苏青离御剑离去后，怀着几分激动与好奇，推开了静心阁的大门。殿内布置典雅，熏香袅袅，与外面甜腻香气不同，更显清幽。1楼是宽敞的客厅、书房、练功静室，甚至还有一处引了活水的温泉浴池。2楼则是寝卧，雕花大床，锦被软枕，极尽舒适。庄阳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只觉得如梦似幻，越发觉得这清净门简直是天堂。与此同时，合欢宗议事大殿内，掌门苏如端坐主位，下方挤挤一堂，皆是容貌淑丽、气质各异的女修，此刻却少了几分平日的慵懒媚意，多了几分肃然。苏如目光扫过全场，沉声道：“人都到齐了，今日召大家前来，只为庄阳一事。”他顿了顿，语气加重：“此子乃自行寻来，阴差阳错入了我合欢宗，且至今仍以为此地是那清净门，此乃天赐良机，是我合欢宗100年来唯一的变数。故而在其筑基之前，绝不可令其知晓本宗真实底细，
以免惊走这唯一的炉鼎。话音刚落，一名身着红衣、容貌妖娆的女子便迫不及待地开口：“掌门，难道就这么一直瞒着？姐妹们可是等了太久，眼看肉到了嘴边，却不能动，着实心痒难耐啊。”她的话语引来不少附和之声，许多女修眼中都流露出渴望与急切。苏如眉头微蹙，斥道：“红手，收敛些，急什么？她如今修为低微，过早采补，效果实不存一，暴殄天物。至少也需待其筑基之后，元阳稳固，方是最佳时机。届时，宗内弟子按其贡献，轮流使用，人人皆有份。”说话间，他目光又扫过众人，带着警告意味。但有一点，须谨记于心：此人乃我宗重现辉煌之关键，绝非一次性之用具。行事须有度，循序渐进，细水长流，万不可竭泽而渔。若有人胆敢私自用强或过度索取，宗规处置，绝不轻饶。众女修闻言，虽仍有不甘，却也明白其中厉害，纷纷应诺。有人悠悠叹息：“唉，都怪天道盟的禁令，好不容易来了个小师弟，还得省着用，真烦人。”旁边一人接话，语气带着愤懑与无奈：“是啊，天道盟那帮伪君子给我们定下规矩，严禁我等主动招收男弟子，连我等出山门的范围与时间都严加限制，形同囚禁。唉，当初若是我宗老祖赢了那场大战就好了。”又一人低声感慨，话语中满是唏嘘。此言一出，殿内气氛顿时压抑了起来。苏如一时默然。数百年前，合欢宗乃是玄天北域当之无愧的霸主，宗内老祖妙玉夫人修为通天，以一己之力压得各方势力抬不起头，奈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最终引得数家大宗门联手围攻。老祖虽悍勇，却终是双拳难敌四手，重伤败退。男弟子们也被一纸禁令，全被迫离开了宗门。自那以后，合欢宗便封山闭门，日渐凋零。后来招收的女弟子，直到如今还都是完璧之身，甚至连他这个掌门也放在合欢宗内，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如今虽靠着老祖余威尚存，外界不敢过分逼迫，但合欢宗自身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在这禁令下苟延残喘。够了，往事休提。苏如挥挥手，压下心中的色意，重新提振精神。当前首要是稳住庄阳，助其修行，令其早日筑基。诸位务必配合，演好这出清净门的戏码，莫要暴露了合欢宗的真相。唉，散了吧。话音落下，众女修各自散去，心思各异。离开议事大殿后，目光大多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静心阁的方向，一道道目光中满是渴望。次日一早，天光熹微，庄阳从那张柔软得不像话的雕花大床上醒来，只觉神清气爽，连日步行赶路的疲惫一扫而空，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不愧是仙家之地，他心中赞叹，干劲满满的翻身下床，推开殿门，清新的空气涌入，带着院中花草的微香，发觉那无处不在的甜腻气息竟淡了不少。走到院中，舒展筋骨，活动着有些僵硬的四肢。忽然看见几个身着各色裙长的女修，步履轻盈地从院外的青石小径上路过，或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皆是容貌绝美，体态婀娜。庄阳心头一热，鼓起勇气，主动朝着路过的师姐们打招呼：“师姐们早。”他的声音清朗，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朝气。路过的女修们反应各异，有的微微颔首，回以浅笑：“师弟早。”有的则掩口轻笑，眼波在庄阳身上流转一瞬便移开。更有几个面皮薄的，见庄阳望来，竟羞得满脸红晕，如同受惊的小鹿般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离开了。看着那一道道翩然远去的身影，庄阳只觉得脸颊发烫，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2辈子加起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女子，更别提打招呼了。前世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没想到这辈子。庄阳喃喃着摸了摸还有些发烫的脸，心里不由得美滋滋地冒出一个念头，这岂不是相当于上大学直接进了女子学院，以后找到侣，嘿嘿。念头刚起，他又立刻警醒，用力摇了摇头，仿佛要把那些旖旎的想法甩出去。不行不行，庄阳啊庄阳，你是来求仙问道的，怎能如此浮躁？掌门和师姐对你寄予厚望，必须努力修行，不能辜负这份机缘。正自我反省间，他又瞥见几个眼熟的身影从院外走过。庄阳愣了愣，揉了揉眼睛，这几个师姐是不是刚才已经路过一次了，又回来了？还没等他细想，一个略带清冷的声音从高空处响起：“都聚在此处作甚？无需修炼了吗？速速散去，莫要打扰庄阳师弟清修。”正是苏青离。话音落下，那些偶然路过的女修们立刻收敛了神色，纷纷快步离开，不敢再多做停留。苏青离这才落下剑光，手中托着一个精致的食盒，
莲步轻移走到了庄阳面前。庄阳师弟，休息得如何？多谢青离师姐关心，休息得极好。庄阳连忙回答，看见苏青离手中的食盒，有些受宠若惊。师姐，这早餐，宗门惯例。苏青离将食盒递给庄阳，笑盈盈道：看你精神饱满，想必是迫不及待想要开始修行了吧？正是。庄阳用力点头，眼中充满期待。师姐，何时开始修炼？苏青离很满意庄阳的态度，手腕一翻，掌心出现一本略显古旧的线装书册，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系着红绳的青铜铃铛。修行之道，欲速则不达，你先不必着急接触具体的法术神通。这是我清净门的基础功法，名为清净诀。你且拿回去，仔细参悟几天，理解一下其中精义，夯实根基。若有任何不明之处，不必顾忌，随时可唤我。说着，又将那个小铃铛放到庄阳手中。此乃幻铃铃，你只需在静心阁内摇动此铃，我感知到便会前来。庄阳接过功法和小铃铛，激动不已。是，弟子明白，定当潜心参悟，不负师姐厚望。去吧，先用早饭，再看功法。苏青离柔声吩咐。庄阳再次道谢，捧着食盒和功法，满怀欣喜地转身回到了静心阁内。苏青离望着庄阳的背影，直至店门关上，脸上那温柔的笑意才渐渐敛去。随即指尖轻弹，一道流光加固了店外的静止，确保庄阳不会被人轻易打扰，或者说不会轻易被别人偷尝。店内，庄阳将食盒放在桌上，迫不及待地翻开了那本清净诀。书册有些年头了，纸质泛黄，封面右侧有一处破洞，像是被什么灼烧过。正中央竖排写着3个大字清净诀，墨迹还是新的。清净诀果然是我清净门的基础功法。庄阳府心潮澎湃，一定要好好修炼，绝不能辜负了这份机缘。说完，他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接着右手打开食盒，左手翻动功法，认真阅读起了开篇总纲。不多时，又拿起筷子朝着食盒内伸去，下意识地瞄了一眼，不由得惊呼出声：这么丰盛！只见食盒内分区摆放，不仅有一碗米粥，还有几碟精致、香气扑鼻的小菜，甚至还有一碗红烧肉。霎时间，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涌上心头。庄阳放下筷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宗门不仅不嫌弃自己杂灵根，还提供如此优渥的住宿条件和饮食待遇，真是太仁厚了。怪不得说有教无类，这宗门比那些只看天赋、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宗门强太多了。庄阳心中感慨万千，对清净门的归属感和好感度瞬间飙升到了顶点。宗门待我如此，我必不负宗门，一定要努力修炼，早日有所成就。怀着这份感激与决心，快速用完了早餐，紧接着不敢耽搁，立刻捧起清净诀，认真参悟。开篇总纲讲述的是如何感应天地灵气，引气入体，于丹田构筑气旋，乃是修行之始，炼气之基。然而随着庄阳尝试按照功法描述的方法，意念沉入丹田，引导灵气流转时，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这灵气运行路线怎么感觉有点别扭，尤其是还要经过下面的某些特定窍穴，隐隐让身体躁动难耐，与清净之意南辕北辙。庄阳放下功法，面露疑惑，陷入了沉思。不对劲啊，这功法怎么感觉有点邪门？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猛地摇头否定了。不对，我怎么能怀疑宗门呢？庄阳自言自语，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俗话说得好，万事万物相克相生，越要静心，必先经历扰心之考验。越想越觉得有理，恍然大悟般一拍大腿，我明白了，妙啊，实在是妙，是我愚钝，险些误解了宗门的深意。这清净诀看似路径奇特，引人遐思，实则正是对心性的绝佳磨砺。只有在这看似不尽的功法运行中，依然能守住灵台清明，不为所动，才能真正达到清净的最高境界。这就好比只有见识过、经历过诱惑，才能真正懂得如何抵御诱惑。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吗？宗门这是把最高深的修行智理蕴藏在了最基础的功法之中。他再次拿起清净诀，眼神已变得无比炽热和虔诚，先前的疑虑一扫而空，只剩下对创派祖师的无限敬仰。好，那就让我来亲身实践，看看经过这番考验，心性能否真正达到清净无为。庄阳不再有任何犹豫，完全放开心神，全力引导体内那丝微弱的灵气。掌门殿内，苏如意袭宫装，却不见平日雍容，正来回踱步，眉宇间凝着一丝化不开的忧色。他见苏青离进来，立刻停下脚步，急切问道：合欢诀给他了？给了，姐姐。苏青离点头，语气带着几分笃定，
功法封面已处理过，功法名也改成了清净诀，他并未起疑。苏如闻言，眉头并未舒展，反而叹了口气：哎，虽说如此，但功法终究是我和欢宗的路子，修炼起来气息运转与正道法门迥异，他在懵懂，时间一长也难免会察觉到不对劲啊。姐姐多虑了。苏清离上前一步，柔声宽慰。那庄阳刚踏足修仙界，如同白纸一张，毫无根基，更没有其他功法作为对比，他如何能分辨这功法是正是邪？只要无人点破，他只会以为天下功法皆是如此，不会出岔子的。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而且我给了他幻灵灵，若是对功法有疑问，他就来找我了。清离，那你一定把庄阳盯好了，他现在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苏如郑重嘱咐，犹豫了片刻后又道：你可别对他动什么歪心思。苏清离媚笑一声：放心吧姐姐，一切以宗门为重。时间一晃7日过去，依旧是在掌门殿内，苏如又叫来了苏清离，询问道：庄阳可曾摇过那幻灵灵？有无询问功法疑难？不曾。苏清离黛眉微蹙，摇头道：这几日我每日按时送去3餐，他接过食盒，恭敬的道谢后便回去继续用功了，从未主动找过我。听见这话，苏如的心猛地一沉，脸色微变，一次都未曾。这不对劲啊！寻常弟子修炼新功法，哪能没有疑问？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什么了？只是隐而不发，伺机而动。此话一出，苏清离也跟着慌了神。若庄阳真有所察觉，他们这戏还怎么唱下去？到嘴的鸭子说不定就飞了。不行！苏如当机立断：经理，你找个机会，不，就今天中午，你在送餐时务必旁敲侧击询问他一下关于功法修炼的进展和体会，一定要摸清他的真实想法。是，姐姐，我明白。苏清离连忙应下。午时，苏清离提着食盒再次来到静心阁外，他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表情，推门而入。庄阳正盘坐在蒲团上，周身气息比几日前凝实了一丝。听见动静，见是苏清离，立刻起身恭敬行礼：清离师姐。师弟不必多礼。苏清离将食盒放在桌上，状似随意地问道：看你气色不错，修炼可有进展？那清净诀参悟的如何了？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一听问起功法，庄阳顿时来了精神，双眼放光，滔滔不绝。师姐，这清净诀果然玄妙非常。弟子初时修炼，觉得这灵气运行路径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与想象中的清净之意略有出入。苏清离心中咯噔一下，面上却不动声色。哦，那你是如何理解的？庄阳若有所思地分析道。弟子愚钝，思索良久方，才恍然大悟，正所谓万事万物相克相生，欲得真境，必先利扰。这功法看似路径迂回，引人遐思，实则是宗门前辈设下的无上妙法，意在磨砺弟子的心性。唯有在这看似不尽的功法运行中，坚守本心，灵台空明，方能真正领悟清净的真谛，达到至高境界。师姐，我说的对吗？苏清离听得瞠目结舌，红唇微张，半晌没合上。他设想了100种庄阳可能提出的疑问，甚至准备好了各种搪塞的解释，却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自行理解出了如此清奇又自洽的逻辑。庄阳这悟性到底是高还是低？说高吧，理解的驴唇不对马嘴，但说低吧，也没耽误他修炼啊。师姐，我理解的对不对？庄阳见苏清离迟迟没有开口，又主动询问道。师弟。苏清离回过神来，看着庄阳那充满求知的眼神，重重点了点头。对，太对了，你能有如此见解，举一反三，洞悉功法深意，说明你悟性很高吗？未来大有可期。得到肯定，庄阳更是信心百倍，激动道：多谢师姐肯定，弟子定不负期望。说着，他还主动运转功法，指尖凝聚出一缕微弱的灵气，展示给苏清离看。苏清离一眼便看出，庄阳竟已在这短短7日内成功引气入体，正式踏入了炼气7亿层。苏清离以最快的速度御剑回到了掌门殿。如何？他怎么说？苏如急切迎上。苏清离表情古怪，将庄阳那番考验论原封不动复述了一遍。苏如听完，美眸圆睁，绝美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他真这么说的？千真万确。苏清离用力点头，笃定道：而且庄阳已经踏入炼气7亿层了，我看他那灵气纯度，根基打得相当不错。苏如愣了片刻，随即脸上忧色尽去，绽开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抚掌笑道：好，能自行悟出这番道理，还能如此顺利踏入炼气期，此子果然是天赐予我和欢宗的机缘。清离，你功不可没，接下来更要好好引导他修炼，
务必让他在这条清净大道上一路高歌猛进。苏清离也笑了起来，眼中异彩连连。是，姐姐。夜色深沉，静心阁四周一片寂静。一袭红衣，容貌妖娆的红芍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静心阁外。他看着被朦胧静止笼罩的殿宇，撇了撇嘴，喃喃自语：在这合欢宗待了这么久，连个真正的男人都没见过，当初就是冲着合欢宗这招牌才来的，结果倒好，百年封山，规矩比天大。唉，说着烦躁地跺了跺脚，目光灼灼地盯着静心阁。现在好不容易老天爷开眼，送来了一个掌门还不让碰，说什么要等筑基之后用一下又不会掉一块肉。而且姐姐我一定会很小心很温柔的。欲念终究压过了理智，红芍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伸出手指，指尖凝聚起一缕灵力，轻轻向着禁制点去。这禁制是筑基初期的苏清离布置的，对筑基中期的红芍而言，破解起来虽需费些功夫，却并非难事。片刻后，禁制光幕如同水波般荡漾了几下，发出细微的啵的一声轻响，便悄然消散。红芍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意，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潜入了殿内。他循着气息一路摸到2楼卧房，借着窗外透入的微弱月光，看见了床榻上正安然熟睡的庄阳。少年面容俊秀，呼吸平稳，胸膛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红芍看着那起伏的轮廓，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只觉浑身燥热，心跳也加快了几分。他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魅惑，低语道：小师弟别怕，姐姐一定会好好宠幸你的。说话间放轻脚步，缓缓靠近床榻，伸出手，目标直指庄阳的衣襟。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庄阳胸膛的瞬间，庄阳猛地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红芍没料到庄阳会突然醒来，动作一僵，脸上闪过一丝错愕，但他应变极快，随即发出一声娇笑，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就是将身体往前倾了倾，媚眼如丝。哟，小师弟醒了，是师姐吵到你了吗？我是你红芍师姐，听闻师弟入门，特来看看你。说着，目光在庄阳指着内衬的身上流转，意图再明显不过。庄阳被看得头皮发麻，心脏狂跳，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咽了口唾沫。红芍师姐，这么晚了，你这样进入弟子寝居，怕是不太妥吧？有什么不妥的？红芍轻笑，又靠近了些，吐气如兰。长夜漫漫，师姐是怕师弟一个人寂寞，特地来陪你说说话，解解闷儿。师弟这般俊俏，在凡俗界时可有心仪的姑娘，或者有没有过露水情缘？庄阳被这大胆的言语弄得面红耳赤，老是摇头，没有。哦，红芍眼睛更亮，那就是没碰过女人咯。庄阳脸更红了，点了点头。红芍闻言，心中狂喜，脸上笑容越发妖娆。那正好，师姐我也没碰过男人呢。说话间，他那只不安分的手再次伸出，直接按向了庄阳的胸膛。庄阳浑身一颤，感觉一股燥热席卷全身，大脑也变得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还有这种好事。然而就在他心神摇曳，几乎要把持不住的刹那，脑海中顿时有一道清泉流过，清净诀。同一时间恍然大悟，考验，这一定是宗门安排的针对心性的一重考验。欲得真境，必先利扰，白日功法扰其内，夜晚美色扰其外，宗门前辈用心何其良苦。想到这里，庄阳原本有些迷离的眼神恢复了清明，他猛地一个翻身，动作敏捷地滚到床榻内侧，紧接着跳下床，与红芍拉开了好几步的距离，气息微乱，但神情肃然。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把正准备更进一步的红芍直接搞懵了，伸出的手还将在半空。红芍有些傻眼地问道：庄师弟，你这是？庄阳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一种我看穿你了的笃定。红芍师姐，你不必再演了，我明白了，这又是宗门对我的考验，对吗？考验弟子在美色诱惑面前能否坚守本心，不忘清净大道。红芍瞪大了美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考验？我这是真心实意的，我看上你了，想给你做道侣。怎么？你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你吗？师姐误会了。庄阳态度坚决，如同磐石。弟子深知自身修为低微，道心不顾，不敢有丝毫懈怠，更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弟子定当勤加修炼，不辜负宗门期望。红芍被庄阳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堵得胸口发闷，眼看软的不行，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准备用强。他筑基中期的修为，对付一个刚练气一层的小家伙，还不是手到擒来。然而红芍正准备动手，耳尖忽然一动，听见屋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心头顿时一紧。要是被人发现深夜擅闯庄阳寝居，
还想用强的，就算他是筑基中期也吃不了兜着走。他连忙环顾四周，目光锁定在墙角的那个大衣柜。我来这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洪韶看着庄阳嘱咐一句过后，也顾不上多想，身形一闪，直接钻入了衣柜，然后将柜门轻轻掩上，只留一道缝隙观察外界。这……庄阳一脸懵逼，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见一道白色的倩影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房门口，款步走了进来。来人身着素雅白裙，身姿窈窕，与洪韶的炽烈妖娆不同，更像月下幽兰，带着一种清冷又勾人的魅惑。女子眉眼含情，唇边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眼波流转间自有一股风流韵味。庄阳师弟，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可是知道姐姐要来？女子声音柔媚，挠人心扉。我叫白芷，听闻师弟天赋异禀，师姐特来探望。庄阳心里咯噔一下，怎么又来一个？今晚这是怎么了？考验还带车轮战的？他硬着头皮行礼。白芷师姐好。白芷走近，目光在庄阳身上打量，眼神仿佛带着钩子。长夜寂寥，师弟独自修炼，想必辛苦，师姐于心不忍，特来为师弟排解寂寞。说着，他伸出纤纤玉手，指尖带着一丝凉意，就要抚上庄阳的脸颊。庄阳后退了几步，语气坚决：白芷师姐，弟子一心向道，不敢有违。这考验，弟子心领了。听见这话，白芷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眼中闪过一丝不悦考验。师弟可真会开玩笑，你这话的意思，难道是看不上师姐？不过我管你看不看得上，这事可由不得你。说完，他周身气息微微波动，显然也动了用强的念头。炼气一层在他筑基初期面前，同样没有反抗之力。可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刹那，哒哒，屋外再次传来了脚步声。白芷有所察觉，脸色一变，连忙收敛气息，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那个大衣柜上。别告诉别人我来过的事情。同样嘱咐一句过后，身形一晃，也钻了进去。可下一秒就被吓了一大跳。洪韶师姐，你……嘘！两人大眼互瞪，一时无语，只能一起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透过缝隙紧张地观察外面。不多时，苏清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脸上带着一丝尴尬，心中更是有着说不清的躁动。清离师姐。庄阳看清来人，不由得一愣。苏清离清了清嗓子，努力维持着平静。庄阳师弟，你怎么还没睡啊？这就睡了。庄阳说着，目光不自觉地瞄了衣柜一眼。虽然不明白两位师姐为什么那么嘱咐，但既然话都交代了，也不好不听。这样啊，那功法你练得可还好？苏清离说着，情不自禁地靠近庄阳。师弟，其实师姐我……话音未落，脸色骤变。这个气息是姐姐。苏清离感知到了苏如的气息，顿时就慌了神，也顾不得许多，目光同样锁定了那个衣柜。师弟，别告诉掌门我在这里。嘱咐完后，他一个闪身来到衣柜前，拉开了门，正准备往里钻的时候愣住了。只见衣柜里，洪韶和白芷正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挤在一起，三人面面相觑，空气仿佛凝固。就在这尴尬到极点的时刻，苏如带着妩媚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庄阳，你休息了吗？听见声音，苏清离心头一紧，连忙往衣柜里硬钻。你们让一让，给我点地。洪韶，不行啊，挤不下了。白芷，你换个地方。来不及了。苏清离一咬牙，硬生生挤了进去，关上了衣柜门。这是闹哪样？庄阳瞄了衣柜一眼，面露尴尬之色，随后又看向门口，见苏如迈着莲步走了进来，他连忙躬身行礼：掌门，弟子正准备休息了。你还没休息正好。苏如嫣然一笑，扭动腰肢向着庄阳走去，朱唇再起。然而还没等他继续开口，那拥挤不堪的衣柜突然承受不住，哐当，衣柜门被猛地挤开，三道窈窕的身影踉踉跄跄，姿态各异的从衣柜里跌了出来，狼狈地摔在了地上。苏如循声望去，小嘴微张，俏脸上写满了惊讶，三人连忙爬起身子，发髻微乱，脸上尽是惊慌和措手不及，都低着头悄声问候道：掌门好。你们三个。苏如俏脸涨红，她哪里不知道这三人怀的什么心思，关键她也是有着同样的想法，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霎时间，卧房内寂静的落针可闻，最终还是由庄阳率先打破沉默。他看着苏如，小心翼翼地问道：掌门，弟子方才应对，应该算是经过考验了吧？苏如一愣：考验？对，考验。要说是掌门呐，反应就是快。苏如俏脸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就立马顺着台阶下端起掌门的架子道：庄阳，
你悟性不错，被你看出来了，今晚就是宗门对你心性的特别考验。他越说越顺，语气也恢复了平时的温婉。你面对多重诱惑，仍能坚守本心，不忘修行之志，表现得非常优秀。很好，非常好，你先好好休息吧，明日还需勤加修炼。说完，他几乎是立刻转身，生怕自己绷不住，又头也不回的对着那3个女弟子斥道：你们3个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别打扰你们小师弟休息。是，掌门。苏清离、红芍、白芷如蒙大赦，又羞又骚，耷拉着脑袋鱼贯而出，脚步一个比一个快。庄阳目送着4道风情各异却同样迷人的倩影消失在门外，重重咽了咽口水，又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我的天，这考验还真是难啊！都这么漂亮，还会撩人，差点就把持不住了。喃喃自语间，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几位师姐的绝色容颜和曼妙身姿，心里不由得泛起涟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一个当自己道侣，随便谁都行啊！要是能有这样极品的道侣，这辈子就值了。这个念头刚升起，就立刻摇了摇头，脸上露出自责的神色。庄阳啊庄阳，你想什么呢？师姐们修为都那么高，至少都是筑基期，掌门更是结丹大能，你一个刚练气1层的小杂鱼，他们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他们如此考验，正是为了鞭策你努力修行。要是不抓紧修炼，提升实力，别说是找道侣了，只会给师姐们拖后腿，成为宗门的累赘。想到这里，庄阳心中那点旖旎念头被强烈的危机感和进取心取代，不再胡思乱想，重新躺回床上，闭上双眼，心中默念清净诀口诀，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与此同时，静心阁外，苏如面若寒霜，看着眼前3个垂头丧气的女弟子，气得胸口微微起伏。她二话不说，双手掐诀，迅速在静心阁外围布下了一层坚固无比、光滑流转的强力禁制。以他结丹中期的修为布下的禁制，筑基期的修士绝无可能强行破开。苏清离、红芍、白芷3人眼巴巴看着禁制，心里无奈到了极点，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也彻底破灭。苏如转过身，目光严厉地扫过3人，最终定格在苏清离身上，语气冰冷：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全都给我烂在肚子里，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以后也给我断了这些不该有的心思。他尤其盯着苏清离，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尤其是你，清离，我将庄阳交给你全权负责，是让你引导他修行，看好他。结果你呢？你带头胡闹。苏清离被训得抬不起头，但听到带头胡闹，还是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姐姐，你不也……还敢犟嘴？苏如俏脸唰的一下再次涨红，凤目圆睁，威势十足。苏清离吓得脖子一缩，脑袋垂得更低了，声音细若蚊蝇：弟子知错，以后一定注意。苏如又瞥了一眼旁边同样不安的红芍和白芷，心中烦躁更甚。光是口头警告，对这些压抑了10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女修来说效果有限。他眼眸微眯，闪过一丝冷光，沉吟道：看来光是禁制和门规还不够，得想办法炼制一批特殊的静心法器，给你们都带上，禁锢一下你们躁动的心。啊！苏清离猛地抬起头，美眸中满是错愕。红芍和白芷也是面面相觑。静心法器，掌门这是要给他们上枷锁了。半夜，庄阳猛地从床上坐起，烦躁地揉了揉眉心，只觉得体内那丝依照清净诀运转的灵气，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宁静，反而像是一根轻柔的羽毛，不断撩拨着他的心弦，让他心浮气躁，难以入眠。看来还是我境界不够，练得不到位啊。庄阳叹息一声，将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愚钝和不够努力。既然睡不着，他干脆起身，披上外衣，走出了卧房。月色下的静心阁庭院显得格外清幽。庄阳走出大殿，来到后院，目光扫过墙角，落在了一把锄头之上。既然功法静不下心，那就用最朴实无华的劳作来助眠。干活累了，自然就睡着了。说干就干，庄阳走上前，拿起锄头，又来到后院那片荒芜的空地，深吸一口气，挥动锄头，一下下地翻啃了起来。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沉重的体力劳动很快让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脑海中那些纷乱的念头，身体里那股莫名的躁动，也在这纯粹的疲惫中渐渐平息了下去。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机械地专注地挥舞着锄头，将土地翻松。足足干了2个多时辰，将静心阁后院这片不小的荒地彻底犁了一遍。看着变得松软平整的土地，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庄阳又回到阁内，翻找出了一些不知名的灵芝种子，也不挑，将这些种子均匀地撒进了新翻的土地里。做完这一切，庄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卧房，几乎是沾枕急着，陷入了沉沉的睡眠。就在他离开后院不久，
那些刚刚撒下的灵芝种子，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顶破种皮，冒出了嫩绿的幼芽。次日，庄阳悠悠醒来，虽然身体还有些酸痛，但精神却格外饱满。简单洗漱过后，穿好衣服，便来到庭院活动筋骨，呼吸着清晨新鲜的空气，目光不经意间瞥向院外，果然又看到了不少师姐步履匆匆的路过，似乎比昨日更加忙碌。隐约间听到了几句零碎的议论飘来：快走快走，丹房发布新任务了，贡献点给的不少，我得赶紧去福店排队，必须得名列前茅，多攒贡献点，到时候嘿嘿就能优先享受了。为了贡献点，拼了！庄阳听得一愣，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任务，贡献点，优先享受，享受什么？正当他疑惑之际，苏青离提着食盒款款而来，他腰间悬挂着一枚散发着柔和白光的玉佩，正是凭借此物，才能无视苏如部下的强大禁制，自由进出静心阁。庄阳师弟，用早饭了。苏青离来到庄阳面前，将食盒递了上去。庄阳接过食盒道谢，忍不住好奇地问道：青离师姐，我刚才听几位师姐议论什么任务，贡献点的，那是什么？怎么领取任务？积攒多了，贡献点能干什么呀？苏青离闻言，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下意识咽了口唾沫，心头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这些师姐师妹们如此拼命做任务，攒贡献点，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小师弟？自打你来了之后，这原本死气沉沉、暮霭沉沉的合欢宗，意外重新焕发了生机。以前发布任务都没人接，药田都荒废了70%以上，现在倒好，大家为了积攒贡献点，以便未来能优先获得与你双修的机会，抢着建设宗门。那些荒废的药田，这几天都快被抢种满了。这话他当然不能说出口，只能强自镇定，含糊其辞道：哦，那是宗门为了激励弟子修行和建设宗门设立的制度，做些杂物，完成任务就能获得贡献点。至于用处嘛，师弟你现在不必考虑这些，专心修炼，尽快提升修为，早日筑基才是正事。庄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看来这领取任务和使用贡献点是需要筑基之后才有资格的宗门福利，自己得更努力才行。就在这时，苏青离瞥见静心阁外的青石小径上，又有几个女修看似无意的徘徊，目光时不时飘向院内。他眉头一皱，提高了声音，带着一丝训斥的意味喊道：都聚在这里做什么？没听到钟声吗？快去广场集合，领取法器佩戴。外面的女修们闻言，这才依依不舍地散去。庄阳闻言，又被勾起了好奇心。青离师姐，领什么法器啊？我有没有份？苏青离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支吾道：那个是宗门统一配发的一些辅助修炼的小玩意儿，你暂时用不到，专心修炼清净诀就好。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那是姐姐连夜赶工炼制出来，防止他们再跑来骚扰你的静心所啊。你这块香饽饽，现在可是被看得死死的了。好吧师姐，那我去修炼了。庄阳虽然有些遗憾，但并未多问，提着食盒回屋继续他的清静修行去了。苏青离看着庄阳离开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这看护独苗的任务可真是不轻松，既要防着外面的恶狼，还得防着自己心里那头时不时蠢蠢欲动的小鹿。与此同时，宗门广场之上，一群容貌姣好、身姿曼妙的女修聚在一起，看着前方玉台上摆放着的法器，一个个愁眉苦脸。那些正是苏如连夜炼制的静心锁。掌门，我们可是合欢宗啊，居然要带这东西！一个胆大的女修忍不住抱怨，引来一片附和。就是啊，掌门，我保证，我发誓绝不会去骚扰庄阳师弟。这东西能不带吗？另一个女修可怜兮兮的求情。不是吧，掌门，淑女也防。有人试图蒙混过关。苏如站在玉台前，面沉如水，心中也是无奈，但为了长远之计，不得不行此下策。他清了清嗓子，运起一丝法力，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弟子耳中。肃静！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苏如身上。苏如目光扫过众人，语气缓了缓，带着一丝语重心长：诸位，我知大家心中不解，甚至委屈，但你们须明白，宗门如今正值100年未有之关键时刻，庄阳的出现是天赐机缘，是我和欢宗能否重现昔日辉煌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谨慎，绝不能因一时之快拔苗助长，毁了我宗根基。这静心锁并非禁锢，而是助你们收敛心神，沉淀修为，更好地为宗门未来积蓄力量。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暂且配合。此话一出，不少弟子虽然依旧不情愿，却也不好再明着反对。就在气氛有些僵持之际，一道白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广场。来人身着素白长裙，不染尘埃，她容颜绝美，眉眼清冷，眸光淡薄，周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意，与整个合欢宗那无处不在的魅意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女人径直走向玉台，
对周围投来的目光视若无睹，甚至没有看苏如一眼，只是伸出纤纤玉指，随手从台上拿起一只静心锁，灵力微吐，那锁子便化作一道银光，自动戴在了身上。做完这一切，他面无表情地转身，莲步轻移，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广场。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整个广场在他出现到离开的短暂时间里，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寂静，直到那抹白色的身影彻底消失，窃窃私语声才如同潮水般涌起。紫婉圣女什么时候出关的？她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不愧是咱们宗的圣女。她就那么干脆地戴上了。谁知道呢？这位圣女的心思谁能猜得透？感觉她和我们合欢宗格格不入啊。不过她戴上的样子好像也没受影响，还是那么仙气飘飘。苏如看着紫婉离去的方向，眼神复杂。紫婉，合欢宗当代圣女，也是宗门内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天赋异禀，修为精深，却性情清冷，对合欢宗的传承功法似乎并无太大兴趣，常年闭关追求着他自己的大道。紫苑的配合出乎苏如的意料，却也无形中给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有了圣女以身作则，再加上苏如之前的安抚与警告，其他女弟子也只得乖乖上前领取了各自的静心锁。对了，忽然苏如想到了什么，连忙化作遁光升空，不多时落在了紫苑的身后，轻声喊道：紫苑师妹且慢，师姐可有事情？紫苑连步一顿，缓缓转身，声音清冷：是这样的。苏如向紫苑解释了庄阳的事情，随后嘱咐道：希望师妹配合，现在合欢宗上下都瞒着庄阳，叫亲进门。紫苑眼眸低垂，若有所思，片刻后轻声应了句：明白了师姐。苏如微微颔首，心中倍感欣慰。这位师妹虽性子清冷不合群，但向来识大体，做事极有分寸，只要稍加提点，定然不会出岔子。他放下心来，转身继续主持广场上的静心所发放事宜，浑然不知自己信赖的师妹下一刻便化作遁光，径直朝着静心阁而去。与此同时，静心阁内，庄阳正盘坐在蒲团上，眉头微皱，努力研习着那本月练月诀的深奥的清净诀。忽然吱呀一声轻响，殿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开，下一刻一道清冷如月华的身影迈步而入，瞬间吸引了庄阳的注意力。来人一袭白衣，容颜绝美，气质空灵，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玄女，与他之前见过的所有师姐都截然不同。她的美不带丝毫媚意，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冷冽。一时间庄阳看得出神，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应该是宗门里最漂亮的一位师姐了吧？你就是庄阳？紫苑清冷的声音响起，向着庄阳迈步走去。身后屋门无风自动，悄然关闭。庄阳回过神来，慌忙起身恭敬行礼：弟子庄阳见过师姐，不知师姐是？然而他话未说完，一变陡升。原本清冷如冰山的紫苑，目光落在庄阳脸上时，仿佛冰雪初融，一双淡薄的眸子里骤然爆发出炽热的光芒，他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红晕，呼吸似乎也急促了几分。下一瞬，在庄阳惊愕的目光中，紫苑身形一晃，来到了庄阳的面前，一股清冷的幽香钻入鼻尖。紧接着，庄阳只觉得两片柔软而清凉的唇瓣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重重地印在了他的嘴唇上。庄阳双眼猛地瞪大，下意识地想要推开对方，双手抵在紫苑的肩头，却发现对方的身躯看似纤细，力量却大得惊人，纹丝不动。他拼命挣扎，却像是浮游撼树，只能被动承受着这个突如其来的霸道无比的吻。缺氧的感觉逐渐袭来，感觉快要窒息，脸颊憋得通红。就在庄阳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的时候，紫苑才猛地松开了他，向后退开一小步。原本白皙的俏脸此刻涨得通红，胸脯剧烈起伏，呼吸急促的不像话。那双原本清冷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眼神迷离而混乱，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占有欲和满足感，与他那深清冷出尘的气质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是。庄阳深呼吸几口，想要询问情况，然而紫苑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深深看了庄阳一眼后，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这什么情况？庄阳望着紫苑快速消失的背影，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只觉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下一刻，一屁股瘫坐在了蒲团之上，唇上还残留着那微凉而柔软的触感，以及清冷的幽香。抬手摸了摸嘴唇，脑袋里嗡嗡作响，一片混乱。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位美得不像话，气质冷得像冰山的师姐居然是什么更高级别的考验吗？我算是考验失败了。庄阳喃喃自语，心里七上八下。纳闷之余，丹田处忽然传来一阵异样，一股带着寒意的灵气
不知从何而来，猛地在他刚刚形成不久的气旋中炸开。这灵气极其霸道，完全不受控制，在他尚且狭窄的气海中横冲直撞。啊！庄阳惨叫一声，感觉气海在被撑大，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渐渐的，他整个人蜷缩在地上，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起来，额头上青筋暴起，冷汗浸透了衣衫，几息之间便再也支撑不住，疼得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在一片朦胧的黑暗中，庄阳隐约听到一个焦急而熟悉的声音在呼唤：“庄阳师弟，庄阳，你怎么了？快醒醒！”是苏青离的声音。庄阳挣扎着，眼皮沉重地掀开一条缝隙，模糊的视线逐渐聚焦，看到了苏青离那张写满担忧的俏脸。“师姐。”他声音沙哑，浑身像是散架了一样酸痛。“你醒了，太好了。”苏青离松了口气，连忙扶着庄阳坐起身。“你怎么了？为什么会昏倒？是不是修炼出了岔子？”庄阳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努力回忆刚才。思索间却忽然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异常。庄阳察觉原本狭窄的气海竟变得宽阔了许多，原本那细若游丝的灵气也壮大了数倍不止，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盈感。修为境界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从炼气1层飙升到了炼气3层。我突破了。庄阳感受着体内澎湃了许多的力量，满脸的难以置信。苏青离一愣，放出神识仔细探查庄阳的情况。这一探，美眸瞬间睁大，掩口惊呼：“炼气3层，师弟，这才几天功夫，你这进境也太快了吧！”庄阳自己也处于懵逼状态，讷讷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就突破了？”苏青离看着庄阳这副茫然的样子，迅速脑补出了真相，定然是庄阳太过刻苦，急于求成，导致灵气运行过度，一时昏厥过去，却阴差阳错冲开了关窍，得以突破。他既欣喜于庄阳的快速进步，又不禁有些担忧，连忙板起脸，拿出师姐的派头告诫道：“庄阳师弟，修行之道，张弛有度，凡事过犹不及，你切不可太过勉强自己，若是伤了根基，反而得不偿失。”说完这话，他心里也有些矛盾。按理说，庄阳早点筑基对大家都好，宗门上下都盼着呢。可他若是修炼太猛，把自己练废了，那才是天大的损失，必须得把握好这个度。啊，好。庄阳应了一声，还沉浸在修为暴涨的茫然之中。行了，庄师弟，你好好休息吧，饭菜我都给你放桌上了。苏青离看着庄阳，只觉心跳越来越快。我突然想起还有要紧事没处理，先走了。说完，猛地站起身，快步离开了静心阁，心中腹诽，得快去领几副清心散，这小师弟真是要命了。庄阳目送苏青离离开，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努力回想昏倒前的情形，似乎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好像有个白色的身影，还带着一股清冷的香气。可任凭他如何努力，那段记忆就像蒙上了一层浓雾，模糊不清，无论如何也抓不住细节。哎，看来真是修行过度，有些过犹不及了。庄阳想不明白，决定暂时不再多想。事到如今，先吃饭吧。吃完饭后，再好好巩固一下这炼气3层修为。与此同时，在合欢宗深处，一处灵气异常充沛的私人洞府内，一袭白衣的紫苑盘坐在寒玉床上，清冷无波的绝美面容上浮现出了罕见的诧异之色。怎么会？毫无效果。静心阁内，他看似冲动的强吻庄阳，实则运转了一门采补之术。这门术法能悄然汲取难修的元阳之气，用以滋养自身，冲击瓶颈。紫苑卡在结丹初期已有数年，寻常方法难以寸进。庄阳这个炉鼎的出现，对他而言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也是能打破僵局的契机。他自恃修为高深，手段隐秘，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这份机缘，甚至可能借此一举突破到结丹初期巅峰。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瓶颈非但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体内气息甚至出现了一丝紊乱，好似泄了少许元气。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以他结丹初期的修为去采补一个炼气期的小修士，本该是手到擒来，绝无可能出现这种反效果。是他的体质有异，还是说我太着急了，功法施展的不对？紫苑黛眉微蹙，陷入了思索。说来也是，这功法之前从未用过，初次使用会出岔子也是情理之中，看来应当是初次施展操之过急了，得抽空再试一试才行。他心中定计，清冷的容颜上闪过一丝决然，下次必须更谨慎一些，绝不能再如此莽撞了。事不宜迟，时间就定在今晚。另一边，掌门殿内，苏青离向苏如详细汇报了庄阳莫名昏厥却又因祸得福，
连续突破至炼气3层的情况。炼气3层，这么快？苏如闻言，先是惊喜，但随即黛眉微蹙，心中隐隐浮现出了一丝不安。这修炼速度固然可喜，但这昏厥突破，总觉得有些蹊跷。联想到之前红芍、白芷，甚至自己和妹妹都差点把持不住的情形，宗门的希望绝不能出任何岔子。苏如沉吟片刻，做出了决定：青离，你继续负责庄阳的日常，但接下来我会亲自在暗中观察他一段时间，确保万无一失。是，姐姐。苏青离连忙应下，心中也稍稍安定，有姐姐亲自看着，总归更保险些。是夜，月明星稀，苏如悄无声息地悬浮在静心阁上空，身形与夜色融为一体。强大的结丹中期神识如同无形的水波，笼罩住了整个静心阁，仔细感知着其内的任何动静。庄阳似乎已经入睡，气息平稳。然而正当苏如以为一切平静之时，忽然一道带着清冷气息的遁光正如同鬼魅般朝着静心阁前行而来。那气息是紫苑。苏如心中猛地一沉，他怎么会来这？只见紫苑按下遁光，来到了静心阁之外，随即手中掐诀，周身泛起一层灵光，竟在不惊动静止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前行了进去。紫苑，你在做什么？眼看紫苑要推门而入，苏如立刻传音质问。听见识海中响起的声音，紫苑娇躯一颤，动作瞬间僵住。片刻后，愕然抬头，朝着高空望去。当看见苏如身影的那一刻，他清冷的脸颊上第一次浮现出慌乱之色。师姐，你怎么也会在此？苏如冷哼一声，我来此是为了护着庄阳修行，就是怕有些不守规矩、胆大包天的猫耐不住性子跑来偷腥。紫苑目光微垂，避开苏如锐利的视线，声音依旧清冷，却底气不足。师姐这话说的，师妹我岂是那般不知轻重之人？我前来只是……你还敢说不是？苏如语气加重，深更半夜隐匿行踪，悄无声息潜入。你还能做什么？难道是找师弟秉烛夜谈，论道修行吗？紫苑被噎了一下，知道抵赖不过，沉默片刻，竟是直接承认道：师姐，我是来偷腥又如何？那也是为了盗图，还请师姐行个方便，我保证很快就好，绝不会伤他根基。苏如气急反笑，断然拒绝：不行，给我等到庄阳筑基之后再说，这是宗门定下的铁律，谁也不能例外。你难道想为了一己之私，毁了合欢宗未来的希望吗？见苏如态度如此坚决，紫苑知道今晚是绝无可能达成目的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不甘与躁动。行吧，既然师姐执意如此，那便依宗门规矩，等他筑基之后，我要第一个。苏如冷笑一声，贡献点高者才有优先的资格。紫苑师妹，你常年闭关，不问宗门事务，若我没记错的话，你如今的宗门贡献点还是0吧？紫苑闻言，清冷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冷哼一声过后，周身遁光亮起，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静心阁，转瞬消失在夜幕之中。苏如看着紫苑离去的方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只觉得心累无比。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紫苑，竟也会在深夜做出这等偷偷摸摸、意图不轨的事情。这宗门内真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次日天光未亮，庄阳便已醒来，他盘膝坐起，感受着体内比之前磅礴了数倍的灵气，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没有丝毫懈怠，直接摒弃杂念，开始运转清净诀修炼。在入定的间隙，2世为人的记忆碎片偶尔闪过脑海。第一是他在孤儿院长大，靠着社会救济和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但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奋发图强，凭着悬梁刺股的劲头苦读，终于拿到了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命运弄人，在去学校报到的路上，一场车祸突如其来，许是苍天垂怜，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庄阳闭着眼睛低声呢喃了一句，又想到这一世胎穿到这玄天大陆，依旧是个小乞丐出身，靠着卧牛镇的百家饭磕磕绊绊长大成人，一路走来艰辛倍长，直到如今进了这清净门。宗门不仅不嫌弃他杂灵根，掌门温婉可亲，青离师姐照顾有加，其他师姐也都貌美心善，住宿饮食皆是上乘，无人欺辱，无人轻视。这简直是2世人生中最幸福最安稳的时刻了。宗门待我恩重如山，承蒙如此厚爱，我庄阳绝不能辜负这份期望，必须努力修炼，早日筑基。庄阳突然睁眼，眸中金光大放，心中信念愈发坚定，修炼起来也更加拼命。接下来的日子，庄阳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除了必要的吃饭和短暂的休息，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修炼之中。1日3餐依旧由苏清离准时送来，
每次都格外丰盛。只是每次都是放下食盒后便匆匆离开。庄阳只当是苏清离宗门事务繁忙，然而如此忙碌还抽出时间照顾自己这个小师弟，心中更是感激。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一连半个月过去，修为境界再无寸进。庄阳从最初的充满干劲，渐渐变得有些焦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之前那次莫名其妙的昏迷，心里留下了阴影。修炼时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全力冲击，所以才导致了停滞。不行，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畏首畏尾，必须放开了努力。他给自己打气，决定更加拼命。于是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庄阳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吃饭时候都在参悟功法，甚至通宵达旦，眼眶都深陷了下去。可是结果依旧令人沮丧。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庄阳缓缓收工，感受着体内的状况。气海中的灵气的确比刚入炼气3层时浑厚了一些，气海的容量也拓宽了，但是境界却毫无提升的迹象。难道遇到瓶颈了？不是吧，炼气3层就瓶颈？杂灵根的上限就止步于此了吗？庄阳自言自语间，一股苦涩涌上心头。之前在其他宗门被拒绝的时候，听人提起过，杂灵根资质低劣，修炼缓慢，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卡在炼气，无法筑基。之前连续的突破导致自己以为会是特殊的那一个，可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把人浇了个透心凉。如果修为无法再提升，那些对他期许甚高的师姐和掌门会不会失望？庄阳在焦虑与自我怀疑中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次日清晨，庄阳还在大厅的蒲团上打坐，苏清离提着食盒照常走了进来。一进门正准备放下食盒离开，下意识地偷瞄庄阳一眼，可看到的却是庄阳一副精神萎靡，脸颊眼眶深陷的模样，哪还有往日的英俊朝气，活像是身体被掏空了一样。苏清离娇躯一颤，手中的食盒差点没拿稳，连忙探出神识检查静心格外的静止，静止完好无损，并无被强行破除的痕迹。有实力能无视这静止直接进来的，除了姐姐就只有几位常年闭关的长老，然后就是苏清离心念急转，脑海中浮现出紫苑那张清冷绝尘的脸，还有紫苑，可不对劲啊！姐姐之前跟自己说了紫苑想夜袭的事情，但紫苑自从那晚被姐姐抓包后，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不再闭关，反而疯狂地接取宗门任务，大小任务不挑不拣，什么都接，而且格外勤快麻利。短短1个多月，紫苑的宗门贡献点就从0开始飙升，如今竟已冲到了前50名，而且排名还在持续上涨。拼命赚贡献点是为了什么？用脚趾头都想得到。紫苑这反差，这变化，自然在宗门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让师姐师妹们都瞠目结舌。现在私底下都在议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也对庄阳动了心思，可紫苑倒是不以为意，不解释，甚至不说话，只是一个劲的埋头苦干。如果紫苑没来过，庄阳这副模样又是怎么回事？苏清离想不明白，慌忙将食盒放在桌上，快步走到庄阳面前，干脆直接问道：庄阳师弟，你老实告诉师姐，是不是有谁碰过你了？庄阳一脸茫然的抬头，清离师姐，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人碰我？苏清离俏脸微红，换了个说法，就是有没有其他师姐私下里来找过你，对你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庄阳摇了摇头，没有啊，除了清离师姐你每日来送饭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进来过。而且最近在静心阁外路过的师姐都少了很多，偶尔几个也是脚步匆忙，还说什么赶着去做任务，不然就比不过之类的话。苏清离一愣，喃喃道：那就奇了怪了，那你的身体怎么会？庄阳虽然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但两世为人让他比同龄人见识多了不少。他陡然反应了过来苏清离话里的意思，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师姐你误会了，我这是修炼过度，心中焦虑所致。庄阳连忙解释道，说完叹了口气，又将自己苦修1个多月，修为却毫无寸进，怀疑自己遇到瓶颈的事情告诉给了苏清离，脸上写满了苦涩。苏清离听完，先是松了口气，然后哭笑不得，原来是自己想多了，这小子纯粹是修炼钻了牛角尖，把自己给熬成这样的。他看着庄阳失魂落魄的样子，语气放柔，说道：修行之路漫长着呢，讲究的是水滴石穿，水到渠成，可不能用凡俗的时间观念来衡量啊。即便有停滞，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说了，你才1个多月没有进境，这算哪门子瓶颈？而且我的傻师弟，你进入宗门才多久？2个月不到就已经是炼气3层，这速度已经是优秀了。庄阳闻言心里也好受了不少，
但依旧焦虑，忍不住将最大的心结说了出来。可师姐，我是杂灵根，他们都说杂灵根上限很低。杂灵根？苏青离面露诧异之色，下意识反驳：你是杂灵根不会吧？你是不是搞错了？短时间内从炼气1层越级突破到炼气3层，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杂灵根能有的表现啊。之前我去其他宗门测试过，那个测灵根的石头亮起了5种颜色。庄阳苦涩道：他们说这是杂灵根的表象，不肯收我，会不会是那个测灵石出了问题？苏青离若有所思：这事我帮你问问掌门吧。不过你即便是杂灵根也用不着心急，杂灵根是修炼慢些，但也绝不可能在炼气3层就遇到瓶颈。说着，为了让庄阳彻底宽心，他心一横，编造了句善意的谎言：师姐偷偷告诉你，昔日就曾有凭杂灵根资质最终结丹成功的前辈，甚至还出过元婴期的大能呢。真的？庄阳眼眸瞪大了几圈，激动道：杂灵根也能结丹，甚至结元婴？当然。苏青离笑容越发灿烂，心想当然是假的，但嘴上却道：师姐还能骗你不成？所以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顺其自然。庄阳点了点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多谢青离师姐解惑，是弟子钻牛角尖了。行了，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找我，别再自己一个人闷着。苏青离临走前不忘嘱咐了一句：修炼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你先把身体养好，养得结实一点。说罢便红着俏脸转身快步离去。掌门殿离开静心阁后，苏青离便立刻前来寻苏如，将庄阳因修为停滞而焦虑消瘦，以及自述是杂灵根的事情详细汇报了一遍。苏如闻言，俏脸显露意外之色。庄阳是杂灵根？说来也是，当初他自行找来，我们只庆幸天降机缘，并未测试他的灵根资质。说着，他又敏锐捕捉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不对啊，青离，若庄阳所言非虚，此前在其他宗门测试却为杂灵根，那他杂灵根的资质是如何直达炼气3层的？这速度便是天灵根也未必能有。苏青离犹豫了片刻后，试探说道：姐姐，难不成庄阳并非真正的杂灵根，而是身具某种特殊体质？苏如美眸一亮：极有可能。修仙界无奇不有，有些特殊体质只有那些顶级宗门的测试手段才能测出，仅凭测灵石是测不出来的。比如紫苑的天阴之体，用测灵石测试时仅有水属性外显，不知情者会以为他是单一水灵根的天才，实则他资质还胜过天灵根，更能毫无挚爱地修习水、木、土3种属性的功法，进境神速。听见这话，苏青离顿时激动起来。若庄阳真是某种特殊体质，那我们合欢宗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苏如重点了点头，神色陡然严肃了几分：你务必再照顾得细心一些，绝不能让庄阳再钻牛角尖。是，姐姐，我明白。苏青离连忙应下。苏如没有着急让苏青离离开，而是取出了自己的储物袋，神识探入其中，仔细感知，半晌却无奈地叹了口气，脸上泛起愁容。本想拿些资财助庄阳修行，可如今莫说我身上，便是翻遍整个宗门库藏，怕也找不到几样像样的资财了。百年封山早已消耗殆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眼见姐姐发愁，苏青离也面露为难，但很快她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眸骤然一亮：姐姐，你可还记得再过几个月便是天道盟组织的新晋弟子比试大赛？苏如抬眼望去，自然记得。你的意思是，按照惯例，大赛前4名的宗门可以获得10年一度的古修士洞府秘境探索资格。苏青离加快了语速：那秘境据说是上古大能遗留，其中天才地宝、灵丹妙药乃至失传功法皆有可能出现。若是我们能争取到一个名额……苏如闻言，脸上并未露出喜色，反而更加凝重。想法虽好，但我和欢宗已有10年未曾招收新弟子，该筑基的早已筑基，除庄阳之外没有筑基的。凭他们的实力，如何能与其他宗门精心培养的天才弟子抗衡？姐姐，我们并非毫无胜算。苏青离上前一步，目光灼灼：若我们倾全宗之力，将这数月时间所有能动用的资源悉数用于培养庄阳一人呢？不等苏如回答，继续分析道：即便最终未能闯入前4，只要能跻身前10，天道盟赐下的丰厚灵石奖励也足以让我宗喘息许久。而若是侥幸夺得第4，获得10个秘境名额，届时我们不强求顶级的机缘，只寻找那些能帮助突破瓶颈的天才地宝即可。炼气圆满弟子顺利筑基，筑基后期弟子顺利结丹，甚至结丹的长老们突破元婴。等到庄阳顺利筑基，宗门整体实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那我和欢宗复兴便真正有望了。苏如被苏青离的情绪感染，呼吸急促了几分，跟着分析道：
天道盟为了维持秘境，细水长流，一直以来都限制筑基以上修士进入。如此一来，在秘境探索中，我们和欢宗和其他宗门的差距不会太大，说不定真的有机会。苏青离重重点了点头。是啊，姐姐。坐以待毙，终非良策，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破釜沉舟，搏这一线生机。即便只得一些炼制筑基丹的药材，也值得一拼。只要筑基丹充足，庄阳道途无忧，宗门内那些卡在炼气大圆满的弟子也有望突破，我宗底层力量也将大增。苏如当机立断，清点库房，将所有能动用的灵石、药材、法器、符箓统统整理出来。我再去与几位长老商议，看看他们是否还有私藏可以贡献。从即日起，举全宗之力助庄阳修行，务必让他在几月之后的比试中有争锋之力。3日后下午，庄阳正在静心阁内盘膝修炼，周身灵气运转比前几日顺畅了许多，脸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就在他刚刚完成一个大周天循环时，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庄阳睁开眼，有些意外地看到苏青离推门而入。这个时间并非往常送饭的时辰。青离师姐，庄阳起身相迎，虽然疑惑，但还是忍不住第一时间分享喜悦。师姐，我突破了炼气4层，多谢师姐前几日开导，让我念头通达了不少，修炼起来果然顺畅多了。苏青离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欣喜，笑盈盈道：恭喜庄阳师弟。说话间，他走到桌前，郑重取出了一个颇为古朴的储物袋。庄阳面露好奇之色，苏青离神识微动，开始从里面一件件的往外取东西，并逐一摆放在桌上。首先是一小堆闪烁着微光的石头，灵气盎然，这里是576块下品灵石。接着是一叠厚厚的略显橙黄的纸张和几个小瓷瓶，这里是107张符箓纸，还有这3瓶半的灵墨，品质尚可。然后他开始拿出几件形态各异的防御法器，这些是防御法器：玄铁盾、灵龟盾、冰晶盾，还有这个精灵盾。一会儿我教你如何使用。不等庄阳消化完，苏青离又取出了兵刃，这是1柄上品飞剑秋水，这3柄是中品飞剑，这7柄是下品飞剑。他的动作还没停，又取出了几样东西。这次是10几张现成的符宝，这些是金光印、火龙符、土牢符，关键时刻能发挥出筑基修士一击的威力，务必慎用。见庄阳似懂非懂，苏青离简单解释了一下法器、符宝和符箓的区别，又取出了一件薄如蝉翼、几乎透明的轻纱，这是隐匿纱，上品辅助法器，灌注灵力后可以隐匿身形和气息。你目前用的话，结丹期以下修士都难以察觉，无论是对敌还是探查情况都很有用。庄阳眼花缭乱，而苏青离还没完，从储物袋里取出了一摞线装书册，放在桌上。火球术、雷光术、冰锥术、敛息诀、御风术、阵法详解、炼丹心得、炼气要领。庄阳看着这琳琅满目，几乎涵盖了修行各个方面的易因物资，张大了嘴巴，好半晌才回过神来。青离师姐，这些都是我接下来要学习的教材和配套用具吧？宗门考虑的真周到。苏青离正在整理符箓的手微微一顿，俏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之色。是啊，这么多，之前听外人说咱们清净门只是个小宗门，现在看来那都是谣言啊。庄阳说着，忽然察觉到失言，连忙道：师姐你别见怪，我不怎么会说话，我的意思是咱们宗门太有实力了。苏青离应了一声，强作镇定地开始给庄阳讲解。庄阳师弟，你且听好，我先教你如何用神识摄取物品，时间紧迫，你需尽快掌握。庄阳收敛心神，认真聆听，心中充满了对宗门的感激和敬佩。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他现阶段试用的资财是搜遍了宗门库房以及掌门、长老、圣女以及师姐们勒紧腰带硬凑出来的家当。入夜，静心阁内，烛火摇曳。苏青离从最基础的神识外放、探查、摄取物品教起，到稍复杂些的御剑飞行诀窍，都耐心讲解示范。令他暗自心惊的是，庄阳的悟性极高，学习速度快得惊人。虽然刚入门还显生疏笨拙，但半日时间能入门就已是天纵之才。这份天赋让他更加确信庄阳拥有特殊体质。只是这教学过程对苏青离自身而言，着实是一种甜蜜的煎熬。少年专注的神情，偶尔因成功而露出的纯粹笑容，以及靠近时的独特气息，都让他心惊摇曳。苏青离不得不时常在心中默念清心咒，才能勉强维持祝师姐的端庄模样。好了，师弟，今日便到此为止吧。你已初步掌握，接下来便是勤加练习，熟能生巧。苏青离压下心中的躁动，起身告辞。接下来的功法还有制服、炼气、炼丹之类，会有其他师姐来教你。
多谢青离师姐悉心教导，弟子定当努力练习，绝不辜负师姐心血。庄阳恭敬行礼，眼神清澈，充满了感激。送走苏青离后，他毫无倦意，反而精神奕奕。回到房中，继续细细揣摩今天所学的要领。很快，目光落在桌上的一支普通毛笔上，心念一动。起初，神识如同不听使唤的触手，笨拙地拂过笔杆，却无法将其抓起。经过一遍又一遍尝试，终于毛笔轻轻一颤，晃晃悠悠地脱离了桌面，悬浮在他身前尺许之处。成功了！庄阳心中一喜，这一分神，毛笔啪嗒一声又掉了下去。但他毫不沮丧，很快又继续练习了起来。夜色渐深，静心阁内，少年不知疲倦的修炼，一次接着一次。月光洒落在合欢宗的山峦殿宇之间。苏青离御剑飞行，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居所，脑海中还在回味着庄阳那惊人的学习速度，嘴角不自觉带上了一丝笑意。就在这时，一道白色的盾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前方，拦住了去路。盾光散去，露出紫苑那张清冷绝尘的脸。青离师妹。紫苑主动开口，依旧是那复生人物镜的模样，询问到我的隐秘杀折算的5000贡献点还未给我计入。苏青离语带歉意，师姐放心，此事我记得，只是今日事务繁多，还没来得及在事务堂登记，我回去后立刻就办，绝不会忘了师姐的贡献。紫苑闻言微微颔首，有劳师妹。说罢也不多言，周身盾光再起，化作一道白虹离去，干脆利落。苏青离神色复杂的目送紫苑离去，又回头望了一眼在月色下轮廓依稀的静心阁。小师弟啊小师弟，整个合欢宗的未来可都指望着你了。翌日清晨的薄雾尚未完全散去，一道炽烈如火的剑光便落在了静心阁外。光芒敛去，来者竟是一袭红衣身姿曼妙的红芍。他今日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眉眼描画的比平日更显精致，唇上点着鲜艳的胭脂，嘴角噙着一抹势在必得的笑意。庄阳小师弟，人未至，升仙道。那嗓音带着天然的魅意，穿透殿门，落入正在巩固修为的庄阳耳中。庄阳睁开眼，连忙起身开门。红芍师姐，他记得眼前这位正是那晚第一个闯入卧房的师姐。红芍莲步轻移走进殿内，带来一阵香风，灼热的目光在庄阳身上流转一圈，笑道：怎么不欢迎师姐？接下来的法术基础由我来教你，岂敢有劳红芍师姐了。庄阳连忙行礼，心中告诫自己，这是宗门的安排，不可怠慢。红芍满意的点点头，也不多废话，直接步入正题。他手腕一翻，掌心向上，体内灵力微微涌动。看好了，这是火球术。话音刚落，只听见噗的一声轻响，一团拳头大小橘红色的火球骤然出现在他掌心之上，火焰凝而不散，散发出灼热的气息，光芒将红芍妩媚的脸庞映照得更加明艳动人。庄阳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啧啧称奇。灵力巡守少阳经，引动意念，凝而不发，发则如始。红芍朱唇再起，一边讲解运功路线和口诀，一边控制着火球在掌心缓缓旋转，演示着灵力的精细操控。庄阳凝神记忆，下意识地跟着比划。讲解完毕，红芍散去火球，拍了拍手：来，师弟，你试试。庄阳一言，沉心静气，回想口诀，调动体内灵力。毕竟初学，尝试了几次，掌心只是冒出了几点零星的火花，便后继无力。别急，慢慢来。红芍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带着温热的气息。庄阳浑身一僵，不知何时，红芍已贴近他身后，几乎与他背脊相贴，一只温软的手附上了他掐诀的手背，另一只手则轻轻搭在他的腰侧。灵力要这样走，感受我的引导。红芍的声音低柔，确实在引导庄阳的灵力运转，但那过于亲密的姿势，那萦绕在鼻尖的浓郁香气，以及手背和腰间传来的温热触感，都让庄阳心猿意马，脸颊泛红，灵力运行更是滞涩了起来。师姐。庄阳身体僵硬，想挣脱又不敢。专心，小师弟。红芍在庄阳耳边轻笑，气息拂过他的耳廓，法术修行容不得半点杂念哦。嘴上这么说，手上的动作却愈发暧昧，指尖在庄阳手背和腰侧轻轻滑动。庄阳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心脏砰砰狂跳，拼命在心中默念这是考验，这是考验，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却难以抑制。就在红芍得寸进尺，玉手开始不老实地滑向其他地方之时，苏如的传音陡然在红芍的脑海中响彻。红芍脸上的媚笑瞬间僵住，动作也戛然而止。掌门居然一直在外面暗中盯着他，连忙松开了庄阳，转身来到庄阳面前，随即轻咳一声，佯装出了严肃模样，仿佛刚才那个媚眼如丝动手动脚的人不是他，
嗨嗨，庄师弟，看来你对灵力的操控还欠缺火候，不过无妨，熟能生巧，我们继续。接下来是雷光术，你看，红勺的转变之快，让心神未定的庄阳有些懵，但庄阳也不敢多想，只当是自己刚才表现不佳，惹得师姐不悦，于是更加收敛心神，认真听讲。接下来的授课过程，红勺再不敢有任何逾越之举，规规矩矩地讲解其他法术的关窍。庄阳刚入门，施展起来十分笨拙，但理论理解和灵力运转的要领已掌握了个七七八八。入夜，红勺看了看天色，道：今日便到此为止吧，师弟你好生练习，修行之路基础尤为重要。这一番话倒是没了媚态，说得诚恳无比。是，多谢红勺师姐悉心教导。庄阳恭敬行礼，发自内心感谢。虽然这位红勺师姐有时行为古怪，但教授法术时却是倾囊相授。红勺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转身离开静心阁，遇起了剑光。可刚起飞没多久，他就被吓得娇躯一颤，悬停在了半空。只见在更高处，一道宫装倩影悄然悬浮，正是苏如。红勺看着苏如，神色尴尬到了极点，远远传音道：掌门师姐，淑女也防啊。苏如闻言，没好气地瞪了一眼，传音回道：整个宗门就属你最不老实，若再敢有下次，贡献点清灵。红勺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评，连忙拱手：师妹知错，先行告退了。说罢，驾驭剑光，逃似的向自己洞府方向飞去。苏如看着红勺仓皇离去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再次投向下方的静心阁。阁楼内，庄阳并未休息，送走红勺后，便立刻投入到了法术的练习之中。只见他站在院中，时而凝聚火球，时而指尖电光闪烁，时而又施展敛息诀，将自身气息尽力收敛，一遍遍的失败，又一遍遍的重新开始。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眼神却始终明亮而坚定。好苗子，资质或许有疑云，但这份心性与毅力却是做不得假。苏如欣慰一笑，轻声低喃道：继续努力吧，庄师弟。接下来的时间，红勺一连来了7日。他虽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撩拨，但那双媚眼时不时流转的电光，以及讲解时偶尔不经意的靠近，依旧让庄阳时常面红耳赤。好在成果是显著的，庄阳对几门法术的掌握已初具雏形，灵力操控也精细了不少。红勺离开的次日，静心阁迎来了一位新的老师。来人身着素雅白裙，身姿窈窕，正是那位气质清冷中带着勾人魅惑的白芷。他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药篮，里面分门别类放着数十种形态各异的灵植，有些还带着露水，散发出草木清香。庄阳师弟。白芷步入店内，目光平静地扫过庄阳，他相较于红勺外露的热情，显得内敛了不少。白芷师姐。庄阳连忙行礼。白芷微微颔首，将药篮放下后，抬手一挥，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砂锅大的小丹炉。这丹炉是白芷的私人物品，作为炼丹世家出身的他，随身携带。今日起，由我教你炼丹之术。白芷开门见山：你莫要看炼丹是辅助之道，便心生轻视。修行之路漫漫无涯，争斗受伤，灵力枯竭乃是常事。一枚上好的回气丹，可在瞬息间恢复部分灵力，于生死关头便是逆转之事。一瓶精良的疗伤药，可助伤势快速恢复，保道体无瑕。更有那激发潜能之丹药，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实力。当然，其后患亦是不小，非到万不得已不可轻用。说到此处，他话语一顿，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庄阳年轻的面庞，声音放缓：甚至还有一些丹药可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改。对于女修而言，其价值有时更胜于功法利器。庄阳听得心驰神往，连忙道：弟子明白，绝不敢轻视炼丹之道。明白便好。白芷微微一笑，开始讲解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如何处理移栽灵植，如何辨识药性，如何把控火候，如何炼制丹药。白芷讲解清晰，条理分明，显示出极深的丹道造诣。然而随着教学的深入，那潜藏的考验又开始了。庄阳第一次尝试预热丹炉时，手法生疏，控火不稳，炉温时高时低。控火乃炼丹第一要义，心浮气躁乃是大忌。不知何时，白芷已站到庄阳身侧，距离极近，一只微凉如玉的手附上了他掐诀控制火焰的手腕，另一只手则轻轻按在他的后背上。静心凝神，灵力当如此运转，细若游丝，绵绵不绝。白芷柔声指导着，但那过于贴近的身躯，那透过薄薄衣衫传来的微凉体温，以及手腕和后背清晰的触感，使得刚刚稳定的炉火又剧烈波动起来。师姐。庄阳感觉浑身肌肉都绷紧了，
鼻尖萦绕的幽香引得身体一阵躁动。专心，白芷声音严肃了几分，单道一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这般心绪不宁，莫说成丹，便是药液也炼不出来。好的师姐。庄阳点了点头，强行提振精神，稳住炉火。这就对了。白芷看着庄阳泛红的耳根和微微颤抖的眼睫，嘴角扬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他格外喜欢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尤其是见庄阳乖乖听话，身体有种莫名的兴奋。正当他沉浸于这种掌控式的教学，想要命令庄阳做些炼丹之外的事情时，苏如的传音毫无征兆地在他的识海中响起。白芷动作一滞，脸上的从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慌乱之色。庄师弟，你学得很快，看来不需要手把手教学了。白芷说着，连忙和庄阳拉开距离，不敢再放肆。是，白芷师姐。庄阳咽了咽口水，愣愣的点头。入夜，白芷留下了灵植和丹炉，临走前叮嘱庄阳好生回想今日传授的控火要诀与基础要领，明日会来检查，并且教导新的内容。辞别庄阳后，白芷快步走出了静心阁。夜风一吹，他这才感觉脸上有些发烫，下意识抬头望向夜空，月光皎洁，却看不到任何人影，但心里清楚，掌门师姐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他。白芷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对着高空处微微点了点头，随即便立刻御剑而起，背影竟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片刻后，苍穹之上，苏如身形浮现，望着白芷离去的方向，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个两个都不让人省心。罢了，也不是第一天跟这些丫头打交道，她们什么品性再清楚不过。想着，他又将注意力落回到了庄阳的身上。合欢宗的未来经不起任何闪失了，无论如何也都必须守住这颗好苗子。静心阁内，庄阳看着那尊上有余温的丹炉，长长舒了口气。这位白芷师姐的考验方式与红芍师姐截然不同，但凶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炼丹之道果然高深莫测，连教学都如此考验心性。他喃喃自语，再次将这一切归咎于宗门对弟子心性的磨砺，甩了甩头，不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触感和香气，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控火和药理知识上，开始温习。7日后，白芷的炼丹教学在苏如无声的监督下有惊无险地度过。随后的日子里，静心阁仿佛成了百家讲坛，擅长炼器的师姐带来了一些低阶矿石和炼器炉，教导庄阳如何提纯材料、刻画符文。过程中，这位师姐对手把手矫正庄阳控火和刻画符文的姿势格外热衷，直到苏如的传音响起，才让他讪讪的收敛。接着是精研阵法的师姐，她在静心阁的庭院内用阵旗部下一个个简易阵法讲解阵理时，总喜欢借着指点方位的机会揩油，无意间发生些肢体接触，同时声音柔媚地讲解着生门死门的变化。但有了之前师姐的经历，庄阳的心态愈发稳固，他只当这是考验，应对考验时也愈发从容了。后来又来了传授制服之道的师姐，教导灵兽、灵虫知识的师姐，如此这般，2个月的光阴转瞬即逝。这2个月里，庄阳学习着各类修仙技艺，从法术攻伐到丹药炼制，从法器锻造到阵法布置，再到符箓绘制，灵虫、灵兽的理论知识，几乎将所有门类都涉猎了一遍。寻常修仙者往往只会选择1到2条道路专精，但当下情况特殊，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道盟组织的新晋弟子比试大赛。大赛期间难免遭遇各种敌人，让庄阳对各道都有所了解，并非要求他能赢下专精的修士，而是让他在面对不同手段的敌人时，能大致判断出对方的路数，明白其优劣势，不至于因为一无所知而措手不及，连应对哪怕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同时，各类技艺之间也是相互关联，触类旁通。学习炼器能加深对灵材和符文的理解，对制服和阵法有帮助；炼丹能增加对灵气的掌控力，对法术和其他方面亦有裨益。这2个月，庄阳过得无比充实，也异常辛苦。修为也在这种高强度的灵力消耗、恢复的循环中，水到渠成地突破到了炼气7、5层。或许是因为体质原因，这一层的提升，气海扩大的程度比寻常修士进阶时多出了不止1倍，体内灵力也变得更加精纯浑厚，神识范围和精细度更是壮大了不少。对各种法术、技艺的运用也是今非昔比，尤其是几门攻击法术，已然算是学有小成，施展起来如臂指使，威力可观。这一日，苏清离再次来到了静心阁，他见在蒲团上打坐静修的庄阳，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回想几个月前，庄阳还只是个初入仙途，会因为修为停滞而焦虑的懵懂少年，如今身体结实了不少，气质也沉稳了许多，
变得更有魅力了。青离师姐，你来了。庄阳察觉到了苏青离的到来，眸子猛然睁开，起身迎上前去，打起了招呼。嗨嗨，庄阳师弟。苏青离压下了心中的躁动，挤出笑容。这2个月来，宗门各位师姐倾囊相授，术、丹、气、阵、符乃至基础的御兽、灵虫常识，你都已初步涉猎。该教的理论上都已经教给你了。说话间，他忍不住在庄阳壮硕的身体上打量，尤其是衣服下轮廓明显的胸肌，脸颊上泛起了一抹红晕。修行之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续更深的造诣需要你自行去钻研和感悟。现在你仔细回想一下，在所有学过的这些东西里，可还有哪方面觉得晦涩难懂或者心存疑虑的？尽管跟我说，我去找对应的师姐，让她再单独给你补习一下。庄阳闻言认真思索了片刻，每种技艺的确都有或多或少的难点，但都是碍于生疏，只要反复练习，熟能生巧，便可以克服。至于理论方面，还真没什么心存疑虑的了，不必麻烦师姐特地来一趟。于是他抬起头，诚恳回答道：各位师姐教导的都非常仔细，弟子受益匪浅，目前暂时没有特别需要单独请教的问题。若后续修炼中遇到不解之处，弟子会先自行查阅功法典籍，仔细领悟。若实在无法参透，在后言麻烦各位师姐指点也不迟。好。苏青离微微颔首，压下心中的杂念，郑重叮嘱道：你有此心自是最好，但切记修行非闭门造车，若有疑难，万不可藏着掖着，更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明白吗？弟子明白。庄阳用力点头，心中又不免感叹，宗门氛围实在太好，师姐们都对自己关怀备至，实在是令人感动，必须更加努力修行，尽早回报师姐们和宗门。这时苏青离再度开口，话锋一转道：对了，庄师弟，你勤奋刻苦，掌门和众师姐们都看在眼里，如今你已初窥门径，宗门也有一事需你出力。庄阳闻言精神一振，立刻挺直了腰板。师姐请讲，弟子定当竭尽全力。苏青离语气郑重了几分。宗门已为你报名参加3月之后由天道盟主办的新晋弟子比试大会。不等庄阳回应，他又连忙继续说道：不过你不必担心，此次比试限定住机器以下弟子参与，正和你目前的境界届时，你便将之视为一次与同道切磋，验证所学的机会便好。切记，安全第一，名次第二，莫要有太大压力，尽力而为即可。庄阳目光灼灼，拱手抱拳：弟子明白，定不负宗门所托，全力以赴。好，你且安心修行，比试相关的具体事宜、行程安排，我都会替你办妥。苏青离微微一笑，有什么消息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随后又细心嘱咐了几句，便转身离去。新晋弟子比试大会，庄阳目送着苏青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低声的喃道：原本以为至少需要筑基之后才能有机会为宗门做些贡献，回报这份知遇之恩和悉心栽培，没想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夜色如墨，万籁俱寂，静心阁内，庄阳正心无旁骛复习着所学，周身灵气氤氲。与此同时，合欢宗山门之外10余里处的夜空，一青一蓝2道遁光以极快的速度破空而来，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云层之中。光芒敛去，露出2道身影。左侧是一位女子，身着天剑门青色劲装，背负长剑，眉宇间带着一股阴气；右侧则是一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子，同样身着天剑门服饰，气息沉稳。此2人正是玄天北域大宗天剑门的长老，男的名为赵干，女的名为柳晴。2人悬浮空中，强大的神识向着合欢宗内急速探去。赵干率先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丝玩味：这次天道盟的新晋弟子比试大会，这苟延残喘的合欢宗居然也报名参加了。柳晴嘴角勾起一抹冷俏的弧度：是啊，每个宗门最多可报名6人，合欢宗却只报了1人，登记名册上写着叫庄阳。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几分：而且性别男。赵干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哼，合欢宗如今竟敢招收男弟子，公然违背了当年天道盟给他们定下的规矩。如此一来，我们便有了十足的理由向盟内提议，联合天道盟麾下其他宗门，对合欢宗群起而攻之。柳青闻言，眼中露出势在必得的光芒。合欢宗封山100年，资源想必早已枯竭，但他们这处山门所在的地脉灵运却是不差，而且距离我天剑门最近。若能借此机会拿下合欢宗，这片地脉非我天剑门莫属。赵干舔了舔嘴唇，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合欢宗内那些貌美如花的女修身影，心中暗道：还有那些女修可都是上好的资源啊。
就算不能自己享用，拿去与其他宗门交换，或者卖给某些特殊场所，也能换来大把的灵石。就在这时，柳琴神识一动，低喝道：“师兄，找到了！东南方向最深处的阁楼殿宇，周边还有禁制保护。”赵干闻言，立刻将神识集中，转瞬锁定了柳琴所指的方位。静心阁随即加大了神识探查力度，不多时便看到了阁楼内正在蒲团上打坐修炼的庄阳。呵，还真是个男弟子，模样倒是挺周正。赵干嗤笑一声，语气带着不屑：“合欢宗这些娘们儿，终究是耐不住寂寞了。”哈哈哈。柳琴也冷笑道：“如此一来，证据确凿。合欢宗坏了规矩，自寻死路。”赵干眼中厉色一闪：“待我传音，先跟这小子聊聊，说不定还能套出点东西。”然而，就在他凝聚神识，准备向庄阳传音的刹那，异变陡生，一道接着一道防护禁制自静心阁四周升起，接连4层加固，彻底将赵干和柳琴二人的神识隔绝在外。赵干和柳琴同时一愣，脸上露出错愕之色。不等他们反应过来，4道强大的盾光袭来，转瞬间在他们前方不远处悬停。盾光散去，露出4道风华绝代的身影。为首者正是合欢宗掌门苏如，他一袭宫装，面容清冷，凤目寒微，周身散发着结丹中期的强大灵压。其身侧是一袭白衣，气质清冷如雪的圣女紫苑。她面无表情，但那双冰湖般的眸子里却蕴含着令人心悸的寒意。另外2位则是合欢宗的执法长老，2人皆是少妇模样，风韵犹存。此刻同样面罩寒霜，眼神锐利，周身灵力暗涌，大有一言不合便出手的架势。苏如朱唇轻启，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在这夜空中清晰回荡。2位天剑门的道友，夜深人静，不请自来，以神识窥探我宗，是何道理？面对4位结丹修士的威压，赵干与柳琴虽神色微凝，却并未露怯。他们同样身为结丹修士，虽说一个初期，一个中期，实力远不如合欢宗4人，但背后有着天剑门这等大宗撑腰，自然有恃无恐。赵干冷笑一声，浑厚的嗓音带着讥讽：“苏掌门，何必动怒？我等得知贵宗有男弟子，心中好奇，特来验证一番罢了。”说话间，他声音陡然抬高，语气转严：“毕竟当年天道盟定下的规矩，你合欢宗不得招收男弟子，如今这般可是公然违背盟约。”苏如凤目寒霜，声音平稳地反驳道：“规矩？天道盟的规矩是禁止我合欢宗主动招收男弟子，但我宗这位唯一的男弟子庄阳，乃是他自行寻来，诚心拜入我宗门下。我等念其向道之心虔诚，不忍拒之门外，何来主动招收一说？又何曾破坏规矩？自行寻来。”赵干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放声大笑，笑声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哈哈哈！苏掌门，你是要告诉我，一个男修士，老子出了问题，自己主动跑到你们这名声在外的合欢宗来，上赶着给你们当炉鼎？苏如脸色骤然一沉，语气转寒：“赵干，你休要血口喷人！我合欢宗传承悠久，功法玄妙，岂是你能妄加揣测？宗内同样有玄奥的采阴补阳之法，若他自愿，阴阳互补，共同精进，又怎会是亏待了他？”柳琴冷笑一声，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采阴补阳，苏掌门，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况且我对此道也略有耳闻，据说你们能互利互惠的采补秘法，早失传了大半，如今留下的不过是些损人利己的残篇吧？拿这种话搪塞，是把我们当3岁孩童糊弄吗？”此话一出，苏如以及他身后的紫苑和2位长老脸色都变得更加难看。苏如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气血，冷然道：“我合欢宗内部传承之事，功法完整与否，就不劳2位道友操心了。倒是2位深夜擅闯我宗地界，这笔账又该如何算？”邪魔外道，能得天道盟收留庇护，已经是千年修来的福分，你们好自为之吧。赵干自知多说无益，若真逼急了对方，动起手来只会自讨苦吃。放下狠话后，他便看向柳琴：“师妹，我们走。”赵干和柳琴化作青蓝2道盾光，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合欢宗4人依旧悬浮在半空，衣袂在夜风中轻轻飘动，气氛却比方才对峙时更加凝重。苏如看向身旁的2位长老，声音沉重：“没想到只是报名参加比试，便将天剑门这头恶狼引了过来。看来我们想借比试寻求一线生机，当真是祸福相依，前景难料。”其中一名长老恨声道：“天剑门欺人太甚，当年围攻我宗，他们便是主力，如今100年过去，依旧贼心不死，处处针对。”另一位长老也叹息道：“天道盟当年定下那等苛刻规矩，恕我宗手脚，
如今我宗稍有动静，便引来恶犬窥伺，未来的重振之路恐怕也不会顺遂。三人言语间充满了对天剑门和天道盟的愤懑与无奈。百年积弱，让曾经辉煌的合欢宗举步维艰，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引来无数目光窥探，甚至打压。就在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中，一直沉默不语的紫苑忽然悠悠开口：天道盟的可恶之处，何须再多议论？当务之急是想想该如何跟庄阳解释。苏如闻言，俏脸一僵。是了，庄阳一直以为此地是清净门，对我们合欢宗之事还一无所知。他之前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培养庄阳和应对可能的外部威胁上，却忘却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谎言中有被戳穿的一天。这时，其中一名长老急声道：此事确实是个难题，一旦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另一名长老忧虑地附和道：庄阳若心生怨恨，认为我们一直在欺骗利用他，莫说为宗门出力，恐怕会立刻转身离去，甚至反目成仇。苏如扶着额头，太阳穴隐隐发胀，是本座的疏忽，光想着如何培养他，却把这最关键的一环给忘了，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啊。说话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庄阳那双清澈信任的眼眸，想起庄阳每次称呼清净门时那自豪感激的语气，心中一阵刺痛。这个由他们亲手编织的谎言，如今却成了悬在合欢宗头顶的一把剑。紫苑冷静地看着神色各异的三人，说道：天剑门今日虽退去，但此事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庄阳若从外人口中得知真相，与我等离心，那天剑门的污蔑便成了事实，我终将百口莫辩。届时庄阳反目是小，倘若引得天道盟借机制裁，引得一众宗门联合起来对付我合欢宗，事才是大。苏如闻言重重沉了口气，目光朝着静心阁方向看去。当下唯有让庄阳提前知晓，并且让他自愿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此天剑门的指控便不攻自破。一名长老问道：如何做呢？另一名长老看着苏如，目光中满是担忧之色。苏如沉了口气，好在是距离比试还有3个月时间，这期间务必对外封锁消息，然后好好想想办法吧。夜色深沉，合欢宗议事大殿内却是灯火通明。苏如高坐主位，下方济济一堂，皆是宗门内的核心弟子，包括苏清离、紫苑、红芍、白芷以及10几位修为资历较高的女修，一众容貌淑丽、气质各异的女子，此刻面面相觑，不明白掌门为何在深更半夜突然紧急召集。掌门，可是出了什么大事？苏清离率先开口询问，语气带着关切。苏如神色凝重地环视众人，将今夜天剑门长老前来窥探，以及由此暴露出的最大隐患，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话音落下，大殿内顿时一片哗然。什么？天剑门居然？他们是怎么知道庄师弟的？比试报名上面的信息得知的呗。坏了，庄师弟他还以为咱们是清净门呢。这要是让他知道了真相，众女修议论纷纷，脸上都露出了担忧和焦急的神色。在他们看来，这个谎言一旦被戳破，引发的后果难以预料。苏如抬手压下议论，沉声道：召集大家前来，正是为了此事。天剑门绝不会善罢甘休，就算比试前再来骚扰，我们能压下去，那他们比试之时也必定发难。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让庄阳知晓真相，并且要让他心甘情愿留下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否则我和欢宗危矣。他目光扫过众人，如今情况紧急，希望诸位能积极献言献策。大殿内安静了片刻，每个人都在飞速思考。就在这时，一道火红的身影唰地站了起来，正是性格泼辣大胆的红芍。他脸上带着自信满满的笑容，拍了拍高耸的胸脯，朗声道：掌门，我当是什么天大的难题？这事好办，交给我红芍便是。众人目光齐刷刷聚焦在他身上。你有什么办法？苏如眼前一亮，说来听听。红芍媚眼流转，声音带着十足的把握：让我去跟庄阳小师弟结成道侣，凭我的手段，3个月时间，绝对有把握让他对我死心塌地，眼里心里只有我一人。到时候别说他是合欢宗还是清净门，就算告诉他咱们是魔窟，他也会心甘情愿留下陪我。他越说越激动，甚至朝前走了2步，眼巴巴地望着苏如。掌门，只要你点头开口，我现在就去静心阁，3个月不3周不3天，我就能让他。你回去做好。苏如没好气地打断，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红芍这点小心思，他哪里看不出来？就算可行，也会引起更多麻烦。红芍撇了撇红唇，悻悻地哦了一声，不情不愿地坐了回去，嘴里还小声嘟囔：明明就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嘛。苏如捏了捏眉心，语气加重：都认真点，此事关乎宗门存亡，不是儿戏。话音刚落，另一道清冷中带着强势的声音响起：
掌门，我有办法。众人望去，只见白芷缓缓站起身，她依旧是一袭白裙，气质清冷，但此刻一双美眸中却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我不需要与他结为道侣。白芷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但同样可以让庄阳心甘情愿地留下。届时我让他往东，他绝不会往西。苏如闻言，心里升起一丝希望，追问道：什么办法？说来听听。白芷没有立刻回答，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她那清冷的俏脸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一层红晕，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美眸闪烁间，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似乎是在想什么难以启齿之事。行了，别说了。苏如翻了个白眼，你也给我坐下。白芷激动地上前几步，试试吧，掌门，就让我挑。苏如抬手打断，打住，你比红芍还不靠谱。白芷抿了抿唇，无奈地坐了回去。大殿内再次陷入沉默，众女修面面相觑，她们心里的办法和红芍白芷大差不差，可有了二人的榜样，都不敢开口多说。苏如看着底下这群平日里各有风姿，此刻却都想不出正经主意的核心弟子们，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他揉了揉眉心，语气放缓了些许，罢了，临时将你们叫来，也确实为难你们了。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去，好好想想，3日之后，我们再聚于此地，商讨对策。届时，希望诸位能拿出些，更稳妥的办法来。众女修闻言，心怀愧疚，纷纷起身行礼告退。3、5成群，低声议论着离开了议事大殿。待众人散去，苏青离却留了下来。他走到苏如身边，轻蹙着黛眉，开口说道：姐姐，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确认庄阳对合欢宗的看法。若他本身就对合欢宗抱有极大的偏见，那我们的任何解释和挽留，恐怕都会事倍功半。苏如闻言点了点头，青离，你所言正合我意，我正想吩咐你去办这件事。明日你去给庄阳送饭时，找个机会旁敲侧击地问一下他对于合欢宗的看法，先探探他的意思，我们再做打算。是，姐姐，我明白。苏青离连忙应下。苏如又不放心地嘱咐道：切记一定要小心措辞，循序渐进，莫要引起他的怀疑。一旦察觉他情绪不对，就立刻收住话题，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苏青离微微颔首，姐姐放心，青离有分寸。次日清晨，苏青离照常提着食盒来到静心阁。庄阳刚刚结束一轮修炼，气息平稳，眼神明亮，见到苏青离立刻露出笑容，上前接过食盒。有劳青离师姐了。师弟不必客气。苏青离微微一笑，闲聊了起来。庄师弟，看你气色不错，近来修炼可还顺利？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庄阳笑着回答：多谢师姐关心，修炼一切顺利，暂时没有遇到难题。那就好。苏青离点点头，话锋看似不经意的一转，说起来，庄阳师弟，你入门也有一段时日了，你觉得咱们宗门怎么样？可还习惯？庄阳闻言，表情变得十分认真，语气诚挚地说道：师姐，宗门待我恩重如山，不仅不嫌弃弟子资质低微，还倾囊相授，提供如此好的修炼环境。掌门和各位师姐都对我关怀备至，弟子心中唯有感激。家的感觉应该就是如此了吧？苏青离微微颔首，心里松了口气。可见庄阳说完，表情却又多了一抹为难之色。他敏锐察觉，连忙问道：庄师弟，还有什么？你但说无妨。听见这话，庄阳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红晕，有些尴尬地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宗门的考验有点多，不过我知道这定是为了磨砺弟子的心性，是好事，很锻炼人。说着，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各位师姐教学时那婀娜曼妙的身姿，以及各种不经意的贴近和触碰。这几个月能坚守本性熬过来，实属不易。苏青离闻言，哪里不明白庄阳话里的意思，也是面露尴尬，清了清嗓子道：你能理解宗门的深意，很好。二人又聊了一些，见气氛融洽，苏青离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借着话头引入了正题。对了，庄阳师弟，你这么用功也是为了比试，虽说还有3个月才开始，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师姐好好跟你讲一讲这天道盟的一些宗门情况吧。庄阳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多了一抹认真。师姐请讲，弟子对此确实知之甚少。苏青离开始娓娓道来。天道盟乃是由玄天北域的12家宗门于1000年前结成的盟会，旨在维护北域秩序，协调资源分配。盟内事务主要由其中最大的2个宗门主导，其一是落霞宗，其二是赤阳门。天道盟亦是玄天大陆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他顿了顿，观察着庄阳的反应，继续问道：其他宗门你可曾听说过？庄阳茫然地摇了摇头，老实回答：
弟子之前一心只想寻个宗门踏入仙途，只去过天剑门和百草谷试着拜入，但都被拒绝了，对其他宗门一无所知。苏清离点了点头，心中稍定，开始逐一简单介绍几个主要宗门的特点。如天剑门剑修众多，功法凌厉，百草谷擅长炼丹疗伤，玉兽宗善于驱使灵兽等等。最后他的语气微微放缓，对了，还有一宗名为合欢宗。合欢宗，庄阳听到这个名字，眼睛倏地一亮，脱口而出：咦，修仙界里还真有这个宗门啊！苏清离心头猛地一颤，声音带上了一丝紧张：你知道合欢宗？庄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只是听闻过这个名字，知之甚少。不过师姐所说的这个天道盟麾下的合欢宗，和我听过的肯定不是一个。他脑海中浮现的是上一世网文中的合欢宗，设定五花八门，情况各异，但又绕不开几个共同点：男女双修的修行方式，以及让人面红耳赤、靡靡奢华的生活作风。想到这里，庄阳不由得感觉脸颊有些发烫，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哦，那师弟所了解的合欢宗是什么样子的？苏清离强作镇定地问道，心跳却如同肋骨。庄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根据我看过的一些杂书画本里的描述，那合欢宗大抵应该算是魔道宗门吧。据说其修行法门有些奇特，门风也比较开放，当然那都是凡夫俗子的臆想，编撰的故事罢了，当不得真。对了，师姐方才提到天道盟里也有个合欢宗，既然在天道盟麾下，想必是名门正派了，定然与我听闻的那些画本故事截然不同。师姐，这天道盟的合欢宗究竟是什么样的？弟子愿闻其详。说完，他看着苏清离，眼神里隐隐透着期待。修行奇特，门风开放，师弟所言倒也有几分道理。苏清离硬着头皮，话锋一转道，合欢宗的修行方式确实有其特别之处，但这并非其全部，而且不光是合欢宗，每个宗门传承不同，修行法门自然各有其独特之处。但不管是什么宗门，其内绝大多数弟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依旧是按部就班的吐纳灵气，参悟大道，并无二致。每个宗门的独特法门更并非人人适用，也非时时行之。庄阳闻言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立刻举一反三：我明白了师姐，就像咱们清净门时常会进行各种针对道心的考验，以此磨砺弟子心性，但这考验并非修行的全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也是打坐研习各种技艺，按部就班的修行，考验只是辅助，是为了让修行更有成效。师姐是这个意思吧？孺子可教，正是此理。苏清离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至于师弟所说的门风开放吗？他们宗门内部究竟是什么光景？是严谨还是散漫？是清苦还是奢靡？外人如何得知？他们关起门来自己过得如何，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作为外人实在不好妄加评价。你说对吧，师弟？说完，他紧紧盯着庄阳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心再次提了起来。庄阳听后深以为意，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认真道，师姐说的极是，弟子觉得一个宗门内部如何，只要没有影响到外界，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内外不分的事情，那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外人确实不该指手画脚，更不该凭借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就妄下论断。顿了顿，语气多了一丝明悟，但这合欢宗既能位列天道盟之下，想必是懂得分寸、严守底线的。如此看来，确实与画本里那些胡作非为的魔道宗门截然不同。苏清离闻言压下翻腾的思绪，总结道，天道盟麾下的几个宗门情况大致就是如此了。庄阳一脸诚恳，多谢清离师姐解惑，弟子对玄天北域宗门有了初步了解，受益匪浅。你心中有数便好。苏清离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食盒上。行，先用饭吧，之后好生修行。若在修炼上遇到任何不解之处，随时可以摇晃幻灵灵找我。是，师姐慢走。庄阳行礼相送。苏清离不再多言，转身离开了静心阁。掌门殿内，苏清离将方才与庄阳对话的详细经过一字不落的复述给了苏如。苏如静静听完，在殿内缓缓踱步。宫装裙摆叶地，无声无息。这小师弟……忽然，苏如停下脚步，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说话倒是滴水不漏，思路清晰。听他之言，不知是本性使然，天生一股正气凛然，还是仅仅对事物评价公正客观，不掺杂个人喜恶。他微微蹙眉，继续分析道，一时之间竟让人摸不清他对合欢宗真实的看法究竟如何，是深是浅。一个最坏的推测浮上心头，让苏如的心猛地一沉。若他本性便是那般正气凛然，眼里揉不得沙子，恪守所谓正道准则，那一旦得知他所以为的清净门其实是合欢宗，
得知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欺骗他，甚至曾经都对他怀有那种不轨的企图。苏如没有再说下去，店内气氛有些焦灼，但很快苏如摇了摇头，语气振奋了些许。不能总往坏处想，至少从他今日的言辞来看，他对何欢宗本身并无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愿意理性看待，为其辩解，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说话间，他看向苏青离，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开始部署下一步计划。青离，既然庄阳对何欢宗并无恶感，那我们便有机会。接下来你要改变一下策略。苏青离精神一振，连忙应道：姐姐请吩咐。苏如斟酌着语句，缓缓说道：从明日开始，你日常去送饭，与他接触时举止可以稍微放开一些，不必再像之前那般刻意保持距离，拘谨守礼。看到苏青离眼中瞬间亮起的光芒，苏如立刻板起脸，严肃警告道：记住，是稍微让你放开，不是让你为所欲为，目的是让他开始逐渐接受适应我和欢宗弟子相对不那么清心寡欲的相处方式。他强调着关键，这个过程必须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如春雨润物，细而无声，绝不能操之过急，吓到了他反而弄巧成拙。苏青离被说中心思，脸上飞起两抹红霞，但他深知此事关乎宗门未来，连忙收敛心神，郑重保证：姐姐放心，青离明白，定会掌握好分寸，绝不会胡来。你素来懂事，我信你。苏如点了点头，语气缓和了些。记住，我们的目的是让庄阳一点点卸下心防，逐渐接受真实的我们，最终心甘情愿留在合欢宗。是。苏青离再次应下，心中已然开始盘算，明日该如何自然而又不经意地拉近与庄阳的距离。入夜，静心阁，庄阳在卧房的蒲团上盘膝入定，潜心运转功法。忽然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让他心神难以集中，看来最近确实有些辛苦了。庄阳心中闪过这个念头，想起了苏青离之前关于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嘱咐。他并非迂腐之人，知道强撑无益，便缓缓收功，压下体内奔流的灵力。下一刻，一股深深的疲惫感便弥漫开来。庄阳直接爬上床，合衣躺下。不过片刻功夫，均匀的呼吸声便在卧房内响起。与此同时，静心阁外高空处，一道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影子悄无声息地悬停在那里。此人身着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衣，在月光下笼罩着一层清辉，正是圣女紫苑。她朝着庄阳所在方向单手掐诀，周身灵气氤氲，施展着一门独门秘术入梦诀。静心阁最内层的禁制是由紫苑布置，他以禁制灵气为引，悄然运转着这门耗费2月心血才初步领悟的入梦诀。此法门精妙，却也苛刻，只能对修为远低于自身者施展。庄阳恰好符合条件，术法的作用便是让人出现困意。入睡后，施术者可以潜入对方梦中，甚至可以将梦中之事反馈到现实。梦境之中，庄阳正于静心阁内照常打坐，四周景象与现实中一般无二。忽然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庄阳。庄阳睁眼，只见一袭白衣的紫苑不知何时已立于他身前，清丽绝俗，宛如月宫仙子。他虽觉此女眼熟，记得似乎是宗门地位崇高的圣女，但关于被强吻的记忆却如同被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不清。庄阳连忙起身恭敬行礼：弟子庄阳见过圣女师姐。紫苑微微汗酸作回应，清冷的眸光扫过四周，开口问道：庄阳，你可知道此地是何处？庄阳一愣，下意识回答：回师姐，此地是静心阁。说完，心里有些纳闷，圣女师姐为何会问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紫苑继续追问，声音平淡无波：那这又是什么宗门？自然是清净门啊。庄阳回答的理所当然，心中疑惑更甚：非也。紫苑淡淡道：这里是合欢宗。合欢宗。庄阳闻言瞳孔骤缩，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惊愕之色。这个名字白天才从青离师姐那里听说，怎么转眼间自己所在的清净门就变成了合欢宗？不待庄阳发问，紫苑便以特有的不带感情的声音陈述起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数百年前，合欢宗乃是玄天北域，自那以后，合欢宗便封山闭门，日渐凋零。天道盟更定下规矩，严禁我宗主动招收男弟子。这一连串的真相如同惊雷般在庄阳耳边炸响，让他彻底愣在原地，心神俱震。紫苑见状，并未给庄阳思索的机会，继续抛出更震惊的消息：你阴差阳错来到合欢宗，误以为是清净门，因是你主动前来，所以不算破坏天道盟的禁令。于是乎，大家就想着将你留下，可又怕你受惊离开，只好假装宗门是清净门了。此外，
待你筑基之后，便需以双修之法助师姐们提升修为。不过你放心，宗门不会竭泽而渔，不会真将你视作炉鼎。当然，此事若过度，终究会损伤你些许元气。如今是去是留，由你自己抉择。信息量过于巨大，庄阳呆立了许久，一言不发。梦境中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良久，庄阳走到床边，缓缓坐下，长长吐出了一口浊气。紫苑见状，问道：“看你的样子，是打算留下？”庄阳轻轻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这反应反倒让紫苑有些意外，清冷的语气中多了一丝探究：“你就不恨我们欺骗于你，也不担忧未来的职责？此地可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个清净门。”庄阳闻言耸了耸肩，轻声道：“为什么要恨？无论是合欢宗也好，清净门也罢，对我来说其实都无所谓。”说话间，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苦涩。不瞒师姐，我从小就无父无母，靠着乞讨长大，能有一个宗门愿意接纳我，给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对我来说就已经很知足了。而且宗门待我不薄，给我这么大的静心阁居住，暖衣宝食。各位师姐虽然，但待我态度是好的，也悉心教导我修行。合欢宗在外名声可能不佳，但我所见到的师姐们都不是什么坏人。顿了顿，语气带着发自肺腑的感恩。可以说，在合欢宗的日子是我过得最安稳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不必颠沛流离，不必为吃喝发愁。紫苑沉默了。是了，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脱离凡尘俗世太久，早已忘记了底层挣扎的苦楚。对于一个曾在尘世中艰难求存，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凡人来说，一个能提供庇护和温暖的宗门，其意义远超乎名号的正邪、功法的特异。他们纠结于欺骗与真相，而庄阳看到的却是最根本的生存与善意。庄阳追求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正道名分，而只是一个能够接纳他的家。你好好休息吧，庄阳，师姐我决定先不坏规矩了。紫苑看着庄阳结实的身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虽然只是浅浅一笑，却格外动人。梦境开始微微波动，紫苑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化作点点荧光，消散不见。阁楼外，紫苑缓缓睁开美眸，散去秘术，清冷的目光再次投向静心阁。次日一早，天光透过窗棂洒在庄阳脸上，他眼皮颤动了几下，悠悠转醒。意识回笼的瞬间，昨夜那个光怪陆离、信息量巨大的梦境又浮现脑海。合欢宗老祖重伤，男弟子被驱离，筑基后双修，一幕幕一言一语都如同亲身经历。庄阳坐起身，怔了片刻，随即用力揉了揉脸颊，长舒一口气，看来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天青离师姐才跟我提过合欢宗，我晚上就做了这么个荒唐梦。说着，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了红晕。难不成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希望这清净门就是合欢宗？一个大胆而羞耻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如果真是合欢宗，那这么多貌美如花的师姐岂不是都能？红芍的妖娆，白芷的清冷霸道，苏清离的温婉关切，还有那一个个容貌靓丽、身材窈窕的师姐们，以及之前惊鸿一瞥却留下深刻印象又出现在梦境中的紫苑圣女，甚至掌门苏如。庄阳的心跳不由得加速了几分。呸呸呸！庄阳啊庄阳，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他连忙用力摇了摇头，试图将这些旖旎的念头甩出去，脸上尴尬之色更浓。但紧接着又悄声嘟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也没什么吧？况且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偶尔想想也挺正常的吧。”就在他心绪不宁，脸上红白交错之际，静心阁外传来了苏清离的声音：“庄师弟，师姐来了。”庄阳连忙收敛心神，压下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快步朝着门口走去，心中却暗自嘀咕：奇怪，怎么感觉今天青离师姐的声音有点不太对劲？庄阳推开卧房门，快步迎了出去。来到大厅，见苏清离正提着食盒，俏生生地站在门口。她今日似乎特意打扮过，穿着一身淡紫色的束腰长裙，领口比往日开得略低些许，勾勒出曼妙的曲线，脸上施了薄粉，唇色嫣红，一见到庄阳便绽开了一个明媚的笑容：“师弟早呀。”声音依旧柔美，但那语调格外绵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撩人意味。“师姐早。”庄阳连忙行礼，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苏清离的胸前，只觉得那抹雪白和惊心动魄的弧度格外引人注目。他心头一跳，赶紧移开视线，心中暗道：今天青离师姐的衣着是不是有些过于清凉了？这深不见底的，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他竟如此有料。这个念头一出，顿时觉得脸颊发烫。刚刚压下的那些旖旎想法又有抬头之势。苏清离见庄阳这个反应，
心里很是满意，但面上不显，仿佛没有察觉一般，提着食盒款款走入店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放下食盒就走，而是贴心地帮着打开了食盒，将饭菜一一摆放在桌上，随即在庄阳常坐的隔壁位置缓缓落座，接着单手托腮，笑盈盈地看着庄阳：“师弟，快来，趁热吃。”庄阳有些受宠若惊，一言坐下，乖乖吃起了饭。苏清离在一旁再度开口，主动找着话题，从最近的天气聊到宗门内一些无关紧要的趣事，声音轻柔，眼波流转。庄阳一边吃饭一边静静听着，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被苏清离那动人的风情所吸引。那微微敞开的领口，那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的轮廓，都像是有魔力一般牵引着他的视线。所以说啊，那小家伙真是调皮的紧，师弟你说是不是？苏清离说着娇笑一声，目光盈盈地望向庄阳，等待他的回应。然而庄阳心猿意马，正神游天外，脑子里全是那深不见底的风景和乱七八糟的念头，根本没听清他后面说了什么。庄师弟。苏清离见庄阳愣神，又唤了一声啊。庄阳猛地回过神来，脸颊涨红，眼神慌乱地看向苏清离，尴尬得无地自容。清离师姐，我刚才有些走神，没听清。苏清离见状，非但没有不悦，眼中反而掠过一丝笑意。没事，师弟定是修炼太辛苦了。说话间，他忽然轻身向前，伸出纤纤玉指，在庄阳还没反应过来时，轻柔地将他唇角沾着的一粒米捏了下来。庄阳见状，不由得一愣，更让他大脑空白的是，下一刻苏清离将那粒从他嘴角取下的米粒极其自然地放入了口中，随后还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指尖。不要浪费了。苏清离抿唇一笑，眼波妩媚的如同春水荡漾。庄阳呆呆地看着苏清离嫣红的唇瓣，脑海中一片空白，脸颊、耳朵、脖子都红透了，心脏更是如同肋骨般狂跳起来，几乎要撞出胸腔。两世为人，可上一世止步少年，而这一世刚从小镇走出，就遇见了这样的顶级魅魔，谁能遭得住？更别说这样的魅魔除了苏清离外还有几百个。苏清离看着庄阳那副面红耳赤几乎要冒烟的模样，微微蹙起了黛眉。没想到只是稍微撩拨一下，庄阳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庄师弟还真是纯情。他心中警醒，可不能再继续撩拨下去了，若是耽误了庄阳的修行，甚至影响了道心，那才是因小失大，违背了宗门的初衷。于是他脸上的妩媚笑意稍稍收敛，缓缓起身，语气也恢复了平时的温和。师弟你慢慢吃，师姐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了。说完便如来石一般步履轻盈地离开了静心阁。庄阳愣愣地目送苏清离的倩影消失在门外，过了好一会儿才长长舒出一口气，感觉心脏依旧跳得厉害。他看了一眼桌上还冒着热气的食物，旋即大口大口地快速将早餐吃完，收拾好碗筷后立刻回到蒲团上，试图通过修炼来平复心情。然而清净诀一运转，体内躁动却愈发强烈了起来，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苏清离的倩影，回忆着他轻身靠近时带来的香气，以及将米粒放入口中时那诱人的唇瓣和舌尖。庄阳硬熬了半日，心情丝毫没有平复的迹象，无奈之下只好起身直奔静心阁外走去。当下这情况，想要精心只能用老办法了。很快庄阳便扛着锄头来到了后院，目光所及却让他微微一愣。上次他翻垦后撒下种子的土地上灵植居然长出来了，只是这些日子忙于修炼和学习，完全忘了照料。此刻这些灵植都蔫巴巴的，绝大多数叶片发黄卷边，萎靡不振。庄阳感到一阵尴尬和心疼，疏忽大意了，这些种子岂不是都浪费了？他环顾一圈，过去不认识的这些灵植，如今已然能够辨别，其中有不少还是珍稀品种呢，说不定还有救。庄阳沉了口气，脑海中回忆着白纸教导的灵植移栽和养护知识，琢磨着该怎么补救，尝试一把，实在不行就只好请白纸师姐了。想到这里，庄阳不再犹豫，立刻沉心静气，回忆着白纸所授，小心翼翼地将一丝温和的木属性灵力通过指尖缓缓渡出，如同涓涓细流般轻柔地包裹住那株拈黄灵植的根系。他本意只是想用灵力护住根系，方便移栽，减少损伤。然而就在他灵力触碰到灵植的那一刻，异变突生，那株原本萎靡不振、叶片枯黄的灵植茎干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挺立了起来，枯黄的叶片迅速褪去颓色，焕发出莹润的绿意，逐渐变得鲜亮饱满。庄阳陡然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停止了灵力输出。
那灵植依旧保持着焕然一新的状态。是我的灵力。庄阳隐隐有所猜测，深吸一口气，再次尝试。这次他选中了旁边另一株状态更差的灵植，不再刻意控制，直接加大灵力输送。令人震惊的景象出现了，那株濒死的灵植不仅瞬间恢复生机，其茎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舒展。原本只有寸许高的幼苗，在几十个呼吸之间便拔高到了半尺有余，叶片变得宽厚油亮，脉络清晰，隐隐散发着微弱的灵光。其形态、色泽以及散发出的灵气波动，赫然从足月的状态跨越到了至少生长了1年的程度。这……庄阳彻底惊呆了。白纸说过，灵植的年份影响效果，哪怕一株最普通、最不值钱的灵植，只要到了1000年以上的年份，也能达到几百灵石甚至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说，随着年份提升，灵植的价值水涨船高，甚至药效在突破某个年份的时候，还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曾提问过如何让灵植年份增加的问题，当时白纸的回答是只能静待时间，强求不得。然而现在，我的灵力竟然能催生灵植。庄阳回过神来，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若是能培育出年份足够的灵植，无论是用于修行还是换取资源，都是极大的助力。就在庄阳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之际，静心阁前院传来了苏清离的声音：“庄师弟，该用午饭了。”庄阳如今修为尚浅，还未能完全辟谷，1日3餐仍是必不可少。庄阳闻声，连忙收敛心神，高声回应道：“师姐，我在后院呢。”不多时，苏清离便拎着食盒，步履轻盈地来到了后院。他特意换了一身保守素雅的衣裙，将之前的妩媚风情收敛，温柔笑道：“师弟怎么跑到后院来了？修行可还顺利有没有？”话未问完，庄阳迫不及待地打断道：“青离师姐，你来得正好，我发现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什么事让师弟如此激动？”苏清离莞尔，只当庄阳是修炼有了什么新突破。庄阳指着身旁那株已然郁郁葱葱的灵植，激动道：“师姐，我的灵力好像能催生灵植。你看这些，刚才还都蔫黄快死了，我用灵力一试，他们就活过来了，还长大了好多。”苏清离笑容一僵，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道：“庄师弟，你可真会开玩笑，催生灵植，这怎么可能？别说这完全不符合常理规律，退1万步讲，真要如此，那庄阳简直是人形自走灵脉，活的宗门宝藏，无数宗门都要抢破头的。”庄阳见苏清离不信，便急于证明道：“师姐，我展示给你看。”在苏清离目不转睛的注视下，庄阳选择了一株濒死的灵植渡入灵力。只见原本都快死了的灵植枯黄褪去，绿意勃发，茎秆挺立，叶片舒展，在短短10数息内便完成了从垂死到生机盎然，甚至年份增长的奇迹蜕变。这……苏清离看得真真切切，情不自禁地瞪大了美眸，纤手掩住了因震惊而微张的红唇。食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也浑然不觉。巨大的震惊过后，是如同海啸般涌来的狂喜。他上前几步，猛地抓住了庄阳的手臂，语气急促：“庄阳师弟，听着，这件事绝对不能再告诉任何人，明白吗？”庄阳被苏清离突如其来的严肃吓了一跳，愣愣地点了点头：“你待在这里，哪也别去，等我。”苏清离松开庄阳，也顾不上掉落的食盒，转身御剑而起，化作一道流光，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掌门殿疾驰而去。在高空中还不忘传音嘱咐了一句：“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掌门殿内，苏如正在处理宗门事务，忽见苏清离失态地闯了进来，不由得蹙起黛眉：“清离，何事如此慌张？”苏清离快步上前，气息微乱，直接将庄阳催生灵植的事情连同自己亲眼所见的震撼景象叙述了一遍。“什么？催生灵植？清离，你确定你没看错？”苏如豁然起身，绝美的脸上写满了震惊，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姐姐，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苏清离语气斩钉截铁。苏如正在原地，古籍之中一个被认为早已绝迹的名称，如同惊雷般炸响在他的脑海。难道庄阳的体质是那纯阳仙体？稍稍回过神，苏如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惊骇到了极点。纯阳仙体身具至阳本源生机，其灵力蕴含时间法则，对天地灵植有着无与伦比的滋养催生之效。但那仙体万年难遇，上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早已飞升上界不知多少岁月了。说完，他吞咽了一口唾沫，俏脸因过度激动而涨红。如果庄阳真是这等传说中的体质，那其意义，我和欢宗是真的捡到惊天之宝了，不是仙宝。苏清离再度开口。
与苏如对视，二人的美眸之中都满是欢喜。苏如最先冷静下来，好奇地问道：“如此隐秘之事，庄阳就直接这么告诉你了？”苏清离点了点头。我一去送饭，他就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展示，根本没有保密的意思。苏如闻言，先是愕然，随即忍不住抬手扶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中更是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这小子怎么如此单纯？这等逆天之能，竟也敢随意示人，简直不敢想象，若是这消息泄露出去，会在修仙界引起何等滔天巨浪。届时合欢宗定然护不住他，甚至天道盟也会被盯上，整个玄天大陆定会引发一场争夺庄阳的大战。走，立刻去静心阁。苏如当机立断，再无半分迟疑，身形一晃便已出现在殿外。苏清离紧随其后，一道遁光，一道剑光如同流星赶月，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静心阁方向激射而去。静心阁后院，庄阳听了苏清离临走前那郑重其事的嘱咐，虽然心中仍因这新发现的能力而激动不已，却也老实了下来，不敢再到处声张。他想着反正无事，便继续用灵力处理那些尚未恢复生机的蔫巴灵植。在他专注的催动下，一株株濒死的灵植迅速焕发生机，茁壮成长。后院这片荒芜的土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郁郁葱葱。正当他处理到最后几株时，高空之上一道迅疾的遁光落下，尚未完全落地，强大的神识便已将庄阳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来人正是苏如。即便已有心理准备，苏如心中仍是掀起了惊涛骇浪，那最后一丝疑虑也彻底烟消云散。果然是纯阳仙体，他心中震撼莫名。这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体质，竟重现世间，还阴差阳错地落在了他合欢宗。很快，遁光轻巧地落在庄阳身后不远处。庄阳察觉到动静，回头一看，见是掌门亲至，连忙恭敬行礼：“弟子庄阳见过掌门。”苏如脸上带着笑意，莲步轻移，走到庄阳身边，目光扫过周围生机勃勃的灵植，淡淡开口：“方才青离已跟本座说了你体质特异之事。”体质？庄阳一愣，苏如神色一正，语气严肃了起来：“庄阳，你并非杂灵根，你身负的乃是传说中万年不遇的纯阳仙体。”纯阳仙体？庄阳满脸茫然。苏如没有急着解释仙体的玄妙，而是话锋一转，声音低沉了几分：“庄阳，你可知怀璧其罪的道理？又可曾明白这修仙界的残酷？”他不等庄阳回答，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你以为修仙界是何处？是逍遥外的仙境吗？不，你错了，这里比那凡尘俗世要凶险100倍、1000倍。凡间争的是金银权势，尚且血流成河，而这修仙之路争的却是长生机缘，是大道根基。为此，师徒反目，道侣成仇，同门相残，不过是寻常之事。表面与你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转瞬便能为了一件法宝、一枚丹药、一处机缘，毫不犹豫将利刃捅入你的丹田。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披着光鲜的外衣，内里行的龌龊勾当，比之魔道亦不遑多让。我修行数百载，亲眼所见，为了一株能延寿10年的不死草，便有元婴老祖不惜屠戮一成凡人，银血祭炼；为了一部残缺功法，整个宗门上下千余口，一夜之间被盟友杀得鸡犬不留，山门化作焦土，止于白骨，暴于荒野。一个个自诩求道之人，挖空心思，用尽手段，明枪暗箭，无所不用其极，争抢那虚无缥缈的长生机缘，妄图做那传说中无欲无求的逍遥仙。殊不知，这条路上早已铺满了累累白骨与无尽的血腥。苏如的话语一层层剥开了修仙界那华丽而虚伪的外衣，将其中最赤裸、最残酷的丛林法则血淋淋地展现在庄阳面前。庄阳听得目瞪口呆，心神俱震。两世为人，前一世虽在底层挣扎，见识过人情冷暖，却也有限；这一世踏入仙途，虽在清净门感受到温暖，但也仅限于此。何曾听过如此直指本质、揭露黑暗的言论？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前世偶尔看过的那些无脑爽文，主角总是轻易获得奇遇，一路顺风顺水，坏人也都智商堪忧。此刻与苏如所描述的真实的血淋淋的修仙界一比，那些故事显得如此苍白可笑。庄阳，我知道你生性单纯，不会猜忌人心。苏如语气稍缓，但依旧凝重。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纯阳仙体，这催生灵植之能，在那些贪婪之辈眼中是何等逆天的碧玉。若消息泄露，立马就会有如饥似渴的豺狼虎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择手段的魔头找来。他们会将你囚禁起来，当作培育灵药的工具，榨干你最后一滴价值，甚至抽魂炼魄，研究你这体质的本源奥秘。届时别说宗门，便是元婴老祖
也未必能护你周全。庄阳重重吞咽了口唾沫，紧接着打了个寒战。苏如描绘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直到此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这看似美好的金手指背后隐藏着何等恐怖的杀身之祸。苏如看着庄阳煞白的脸色和惊惧的眼神，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庄阳的肩膀，语气重新变得温和。不过庄阳，莫怕，既然你入了我宗门，宗门便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但前提是你需谨记今日之言，藏拙守愚，在外人面前绝不可再显露此能力分毫，明白吗？庄阳重重点头，声音带着后怕。弟子明白了，多谢掌门教诲。苏如见庄阳将自己的话听了进去，倍感欣慰，但依旧不敢有丝毫放松，继续谆谆告诫道：庄阳，你需牢记，关于你这体质与能力，无论面对何人，包括宗门内的长老、师姐，甚至包括本座，都绝不可再提。须知秘密唯有藏在心底，才真正属于自己。施展此能力时，更要慎之又慎。你以为躲在净室，隐于后院便万无一失，筑基修士神识便可外放数里，结丹修士神识笼罩数十里方圆，易如反掌。至于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元婴大能，神识扫过，百里之内风吹草动皆难逃其感知，纤毫毕现。有些时候你自以为行事隐秘，无人察觉，却不知你的一举一动或许早已落在某些存在的眼中。修仙路之险，远超你想象，绝非你如今所见这方寸之地的安宁。就在这时，苏清离的剑光也轻盈落下。他听到姐姐的告诫，连忙上前补充，语气关切：庄师弟，掌门所言极是，你切不可再有半分大意。对了，你手中不是有那件隐秘纱吗？此物玄妙非常，你将其贴身穿戴，当作内衬，日后便一直穿着，不可离身。这隐秘纱一旦催动，可彻底隔绝结丹期以下修士的神识探查。即便是结丹修士，若非刻意集中神识，专门针对你，也难以察觉。有他护身，能为你省去无数麻烦。庄阳闻言，心中凛然，彻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前确实有些天真，如今听了掌门和师姐的嘱咐，才知自己犹如井底之蛙。他连忙重重点头，郑重应道：是，掌门，青离师姐，弟子记住了，绝不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施展能力时定会万分小心。我回头就去将隐秘纱穿上，绝不脱下。苏青离心中稍安，不忘强调：切记，隐秘纱须以微末灵力持续温养，平日穿戴时也要分出一丝心神维系。庄阳郑重点头：师姐放心，弟子定会时刻谨记，不敢懈怠。这时苏如目光转向了苏青离：青离，今日之事关乎庄阳性命，除你我之外，绝不可再入第三人之耳。纵是宗门长老乃至其他核心弟子，亦不得透露分毫，明白吗？苏青离神色一凛，立刻应道：是。青离明白其中厉害，定当守口如瓶。苏如微微颔首，又看向庄阳，语气缓和下来：庄阳，你也不必过于忧惧，我既知你身负隐秘，自会竭力护你周全，稍后便会在这静心阁外设下几重隐秘与防护禁制，以确保万无一失。你如今要做的便是如常修行，稳固境界，切勿因此事乱了心神，徒生心魔。顿了顿，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虽说体质特殊，机缘非凡，但你也莫要因此背上沉重负担。该警惕时自当警惕，但平日修行还需放平心态，张弛有度。大道漫漫，心性亦是根本。庄阳心中暖流涌动，恭敬行礼道：弟子谨遵掌门教诲，定当调整心态，努力修行，不负宗门厚望。如此便好。苏如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不再多言，对苏青离使了个眼色，两人便转身离去。离开之前，苏如又设下了数道禁制，对静心阁加以严防。庄阳目送二人离开，立刻返回静心阁，第一时间将那件隐秘纱取出。薄纱入手冰凉丝滑，隐有流光暗转，他一言将其贴身穿戴妥当，同时分出一缕细微的灵力，开始持续温养这件保命法器。做完这一切，重新坐回蒲团之上，却并未立刻入定，心中思绪翻涌。纯阳仙体，庄阳低声喃喃，依旧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没想到我竟然是这等传说中的体质。回想起苏如描述的修仙界杀人夺宝、危机四伏的黑暗面，再想起苏如和苏青离在得知情况后，非但没有心生贪念，反而第一时间提醒他，保护他，为他设下重重防护。两相对比，庄阳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感动与庆幸。修仙界如此险恶，杀人夺宝如同家常便饭，可掌门和青离师姐却并未如此，反而谆谆告诫，竭力相护。幸亏我加入的是这样一个宗门，遇到了这样的掌门和一群师姐。他越想越是后怕，
若当初拜入的是那些看似光鲜正派，实则内里龌龊的宗门，秘密一旦暴露，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份雪中送炭般的维护之情，远比锦上添花更令人动容。感慨良久，庄阳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苏如放平心态的嘱咐回荡在脑海，他开始有意识地收敛纷乱的思绪，驱散心中的杂念。无论如何，既然宗门待我已成，我更不能辜负这份厚望。当前首要之事便是提升实力，3个月后的比试便是我回报宗门的第一步，必须全力以赴，为宗门争光。心意既定，庄阳不再犹豫，缓缓闭上了双目。静心阁内，灵气徐徐汇聚，庄阳的修行之路少了几分之前的懵懂与躁动，多了几分历经点拨后的沉静。掌门殿内层层禁制不下，隔绝了内外。苏清离的俏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色。姐姐，我和欢宗复苏，真的有望了。过去庄阳来了，我们只当是百年难遇的机遇，指望着靠这唯一的男弟子助师姐师妹们突破瓶颈，能提升部分宗门实力，便已是侥天之幸。但现在看来，我们的目标或许可以放得更远更大些了。苏清离越说越激动，有了庄阳这催生灵芝的逆天之能，何愁资源？假以时日，宗门底蕴必将远超以往，再加上他本身资质，我们和欢宗不仅可以恢复昔日荣光，甚至有机会问鼎天道盟，成为北域魁首宗门也未必不可能。苏如抬眸看了苏清离一眼，眼中虽也有一丝难以磨灭的火热，但更多的却是沉甸甸的忧虑。他轻轻摆了摆手，冷静道：清离，莫要被惊喜冲昏了头脑。怀璧其罪这4个字，说的不仅是庄阳自身，更是我整个合欢宗。一旦庄阳的体质之秘泄露出去，你以为那些虎视眈眈的宗门会坐视我和欢宗凭借此子崛起吗？届时我们面对的将是比100年前那场大战更加凶猛，更加无所不用其极的围攻。这机遇更是一场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的豪赌。苏清离闻言，脸上的兴奋迅速褪去了大半，神色凝重了几分。姐姐所言极是清离想得太简单了。迟疑了片刻后，他将心中另一个纠结的问题问了出来：姐姐，那待庄阳筑基成功之后，我们难道真的要将他当作炉鼎吗？说话间，语气中透出了些许不忍。虽说以其纯阳仙体的根基，裁不起来效果定然远超寻常，对他自身道基损伤或许也有限，但终究是会损耗其元气的。如此对待一个对宗门心怀赤诚的弟子，是否太过？要不定下严苛的规矩，让师姐师妹们节制一些。听见这话，苏如却是轻轻摇了摇头。清离，你须明白，如今想这些毫无用处。宗门存续高于一切个人情感与道义，若真是为了宗门好，为了和欢宗重现辉煌，莫说是让庄阳做炉鼎，便是将全宗上下，连同你我在内，统统献出去给他做炉鼎，助他一人登临绝顶。只要他能念及旧情，庇护宗门香火不灭，那也未尝不可。一切为了宗门。苏清离闻言备受震撼，心中五味杂陈。他怔了半晌，才悠悠叹息一声，语带遗憾。若是能阴阳互补、互利共赢的合欢仙经完整传承还在就好了，可惜如今只剩残篇，裁不起来必定会让一方有失，否则又何须如此？清离，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庄阳身负仙体，却自行投入我合欢宗，这是天道与我宗的一线生机。而合欢仙经传承残缺，亦是天道设下的桎梏与考验。凡事盈满则亏，过刚易折，世间难得双全法，又岂能奢求尽善尽美？苏如神色淡然，语重心长，故而无需过多沉溺于无谓的忧虑与遗憾。当务之急，并非纠结于那残缺的功法，而是要想尽办法让庄阳心甘情愿地留下，让他从心底里接纳合欢宗。唯有他真心归属，一切后续才有可能，否则即便他体质再逆天，心不在此，亦是镜花水月。苏清离闻言，娇躯一怔，随即露出恍然之色。姐姐说的是我一时被仙体的惊喜冲昏头，竟忘了这根本。说话间，他回想起了早晨庄阳那纯情至极的反应，不由觉得好笑，又有些担忧。姐姐，庄师弟他有点过于单纯和纯情了。我早晨其实并未做什么出格的举动，只是姿态比往日稍显清静，替他拂去嘴角米粒，他便脸红得如同煮熟的虾子，眼神躲闪，心猿意马，连我说的话都听不全了。这般反应，我怕。苏如听着苏清离的描述，非但没有担忧，反而露出一丝微笑。纯情单纯并非坏事，反而说明他心思纯净。放开依旧要放开，但要侧重于情，而非单纯的欲。目的不是让他意乱情迷，而是通过个人进而对整个宗门产生归属感。苏清离听得连连点头，姐姐的意思清离明白了。下午时分，静心阁最深处的练功房内，庄阳将在院内采摘的几株
用于炼制凝气丹的灵植放在一旁。这些灵植连根带土，生长在几个花盆里，依旧生机勃发。他心念一动，那本得自宗门的炼丹心得便悬浮于身前空中。书页无风自动，翻到了记载凝气丹药方和炼制方法的那一页。凝气丹有助凝聚、提纯灵力，辅助修炼。主药：凝露草，年份10年以上为佳。辅药：聚灵花、地根藤。庄阳目光扫过药方，确认了基本年份要求，然后伸出右手，掌心向下，开始向花盆中的灵植注入灵力，持续催动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这些灵植已然从不足年的幼苗，成长到了药方要求的10年份标准，甚至有过之。他没有停下，继续催生。又过了近半个时辰，花盆里的几株主药和辅药皆变成了生机勃勃、灵气盎然的100年份植株，甚至在植株旁边还自发萌发出了新的嫩芽。庄阳缓缓收工，定了定心神，接下来便是正式的炼丹。他取出白纸所赠的小丹炉，摆在面前，目光再次投向炼丹心得，开始阅读炼制步骤。第一步，预热丹炉，去除杂气。目光扫过，手掐法诀，一道火球术打入丹炉底部。霎时间，一团稳定的橘红色火焰在炉底生成，缓缓灼烧着丹炉。庄阳控制着火焰温度，让丹炉均匀受热。不一会的功夫，有股淡淡的带着金属和烟火气息的味道散发出来，这便是杂气，需要预先驱除。预热了约莫半盏茶的时间，杂气已除，丹炉内壁温度也达到要求。庄阳开始了第二步。第二步，依次投药，化液提纯。首先是那株100年份的凝露草，迅速将药材投入丹炉，立刻盖紧，神识沉入丹炉，密切关注着药材的变化。在高温的影响下，凝露草迅速萎缩，叶片和茎秆中的精华被提炼出来，化作一小滩碧绿色的液体，一些灰黑色的残渣则沉淀下去。庄阳观察着，小心翼翼控制着火候，既不能让精华被烧毁，又要确保杂质被充分剔除。待凝露草精华提炼完毕，依法炮制，依次投入聚灵花、地根藤等辅药，分别将它们炼化成不同颜色的药液，并小心地用法诀引导。第三步，药液相融，凝聚成丹。庄阳深呼吸，屏息凝神，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根据新的上的记载，开始调整火焰温度，同时打出凝聚药力的法诀。在神识引导和法诀操控下，丹炉内分隔的各色药液开始缓缓靠近融合。庄阳全神贯注，不断微调火候，引导着药力相互渗透。过程持续了将近1刻钟，原本颜色各异的药液最终完全融合成了一团拳头大小、色泽均匀的深绿色液体，在丹炉中心缓缓旋转，散发出浓郁的丹药香气。第四步，文火运丹，分丹定型。庄阳神念一动，火势渐小，在文火的烘烤下，酝养着这团药液，使其中的药力更加圆融。同时又双手接触分丹印，将药液团均匀分割成数份。在精致细微的操纵下，分割开的小份药液逐渐收缩凝固，最终形成一颗颗龙眼大小、表面略显粗糙的深绿色丹丸雏形。第五步，收丹。丹丸形状稳定，药香内敛，火候已到。庄阳迅速掐灭炉火，同时揭开炉盖，抬手一挥，旁边准备好的一个玉瓶飞起，瓶口对准丹炉，几道深绿色的流光从丹炉中飞出，准确投入玉瓶之中，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至此，丹成。庄阳长舒一口气，拿起玉瓶，将里面的丹药倒在掌心。一共5颗丹药，颗颗圆润，色泽深绿均匀，表面虽然不如一些顶级丹药那样光滑如玉，却也无明显瑕疵，散发着凝气丹特有的药香。心念再动，从储物袋中取出了另一个玉瓶。这玉瓶是之前苏清离连同那些法器、符箓、功法一起所赠，里面装着2颗凝气丹。庄阳倒出2颗进行对比，宗门发放的凝气丹颜色稍浅，药香也淡了不少，仔细感知远不如刚刚炼制的这5颗精纯，竟比宗门现成的品质还要好。庄阳又看向亲手炼制出的丹药，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成就感。100年份药材炼丹，效果果然非同凡响。接下来有着取之不尽的凝气丹辅助修行，庄阳眼前一亮，嘴角微扬，毫不犹豫将1颗凝气丹放入口中。可下一刻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庄阳觉察到，这丹药刚进入腹中，便化作一股灵力暖流，涌向4肢百骸，几乎不需要过多引导，便自发融入自身的气旋之中，被吸收转化。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的时间，澎湃的药力便已彻底平息，完全被吸收殆尽，使得体内灵力浑厚了一丝。白纸师姐不是强调过，所有辅助修行、提升境界的丹药，服用后都需要在体内缓缓炼化吗？庄阳面露诧异，喃喃自语。即便最基础的凝气丹，
炼化一颗也至少需要数十个时辰，高阶的丹药甚至需要耗费数天、十数天乃至数十天炼化。渐渐的，一个念头浮现在了脑海，难不成这也和我的纯阳仙体有关？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心一横，又拿起一颗凝气丹吞了下去。结果依旧，药力在体内迅速化开，然后又以惊人的速度吸收、转化、融入气海，整个过程顺畅无比，丝毫没有滞涩或胀满之感。他的身体对丹药有着极高的亲和度与消化能力，看来的确是这样了。庄阳面露喜色，如果这等丹药都没了限制，那岂不是可以？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成型，目光灼灼地看向了一旁花盆中的灵芝幼芽。接下来的半个月，庄阳完全醉心于炼丹大业之中。先是批量对栽种在多个花盆里的灵芝进行灵力滋养，一片片郁郁葱葱、年份十足的凝气丹主辅药材被不断培育出来，然后便守在丹炉前一遍又一遍的炼丹。从最初的生疏到后来的驾轻就熟，炼制凝气丹的成功率和成丹品质都稳定在了极高的水平。炼功房的一角原本空置的地方，渐渐堆起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是的，麻袋。玉瓶很快就不够用，庄阳干脆找来了这些麻袋，将炼制成的一颗颗圆润的凝气丹，如同装粮食一般装进了麻袋之中。这一日，庄阳盘膝坐在蒲团上，身前悬浮着数本功法秘籍，参悟的间隙，右手习惯性的隔空取物，嘴巴时不时张开一下，不远处麻袋中的凝气丹一颗接着一颗排队飞入了他的口中。丹药入口即化，药力迅速被吸收，缓慢而持续地提升着灵力、修为。中午时分，苏清离照常提着食盒来到静心阁，刚踏入阁内，神识习惯性的扫过，当感知到庄阳气息的那一刻，美眸中不禁闪过一丝诧异，居然已经炼气6层了。照这个速度，在比试前突破到炼气10层也大有可能。如此一来，在比试中也能更有底气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柔声呼唤：“庄师弟，师姐给你送午饭来了。”话音刚落，庄阳便快步从炼功房走出。清离师姐。苏清离微微一笑，正准备将食盒放在桌上，却见庄阳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师姐，以后就不用麻烦你每日给我送饭了。”苏清离一愣，有些疑惑，为何以师弟现在的境界还不能辟谷？若是强行辟谷，只会适得其反。那倒不是。庄阳摇摇头，笑着道：“是我自己炼制了一些丹药，服用丹药便足够饱腹了。”丹药饱腹？苏清离愈发好奇了。他知道庄阳学了炼丹，但丹药这玩意能当饭吃？师姐，来，我带你看看。庄阳热情的邀请，转身向着炼功房内走去。苏清离将信将疑，放下食盒紧随其后。当炼功房的门被推开，苏清离看见那一堆堆用麻袋装的丹药时，不由得停下脚步，愣在了原地。庄阳转头看向苏清离，解释道：“清离师姐，我发现我服用这凝气丹炼化的特别快，白纸师姐说的那些禁忌在我身上好像不适用。”为了让苏清离更直观的理解，他心念一动，隔空从远处的麻袋里射来一颗凝气丹，当着苏清离的面放入了口中。不多时，又射来一颗，接连吞入。这真是奇了。苏清离看得美眸异彩连连，忍不住惊叹出声。倘若他炼气70，这样接连服用凝气丹，莫说是炼化了，反而会导致经脉堵塞，疼得满地打滚。他算是亲眼见识到了纯阳仙体的又一桩神异之处。惊叹过后，苏清离迅速冷静下来，郑重提醒道：“庄阳师弟，此事与你催生灵植之事一样，关乎重大，绝不可在外人面前显露。”师姐放心。庄阳立刻肃然应道：“掌门和师姐的教诲，弟子时刻铭记于心。”苏清离闻言，心中稍安。随后两人又聊了些关于炼丹和修行的话题。庄阳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师姐，我打算接下来闭关2个月，专心提升修为，为比试做准备。有这些丹药辅助，应该能有不小的进步。”苏清离闻言，想都没想，便柔声支持道：“既然师弟有此决心，那是好事。你放心闭关便是。若在修炼上遇到任何疑难，或者有其他需要，随时摇晃唤灵灵唤我即可。”多谢师姐。庄阳感激道谢。苏清离微笑着点头，又嘱咐了几句闭关注意事项后，转身离开了静心阁。只是当他走出阁楼，忽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笑容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纠结之色，光顾着惊讶麻袋装丹药和庄阳体质的事情了。这一下他闭关了，那姐姐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到时候别关系没有进步，再变得生分了。苏清离想着，回头朝静心阁内望去，犹豫着要不要跟庄阳说一声，让其打消闭关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决定不擅作主张，御剑升空，向着掌门殿而去。静心阁内。
庄阳送走苏清离后，便彻底沉下心来，一边服用凝气丹，一边继续参悟各种基础功法秘籍。师姐，情况就是这样了。然后庄阳就闭关了。掌门殿内，苏清离将情况告知给了苏如清离。你这……苏如面露无奈之色，看在妹妹办事牢靠的份上，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怎么连她也……哎，姐，我……苏清离欲言又止，耷拉下了脑袋。苏如轻轻叹了口气，正想说些什么，忽然察觉到紫苑的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掌门殿，盾光落在殿门前，光芒敛去，一袭白衣的紫苑迈步而入。他目光先是扫过苏如，微微颔首算是见礼，随后便直接看向苏清离，语气平淡无波：清离师妹，我登记贡献点，去事务堂见你不在，便到这来寻了。苏清离连忙上前一步，脸上堆起笑容：紫苑师姐，劳你亲自跑一趟，我这就随你去事务堂登记。他心中暗自庆幸，紫苑的到来暂时打断了姐姐可能的责问，但这事也不能拖下去，帮紫苑登记完后，还是得回来和姐姐商议。紫苑应了一声，却没有着急走，清冷的眸子在二人脸上停留了一瞬，敏锐地察觉到了气氛有些微妙。他并非多事之人，但想来与他在意的庄阳有关，还是开口问了句：掌门，清离师妹，你们仍在为庄阳之事发愁？苏如没想到紫苑会主动问起，微微一愣，随即顺着紫苑的话叹了口气，半真半假地答道：是啊，紫苑师妹你也知道，庄阳至今仍以为自己是清净门弟子，此事关乎宗门未来，也关乎那孩子的道心。这半月来召集大家商议过几次，奈何你都在忙，未曾到场。我们讨论了许久，也未能想出个万全之策，眼看比试之期日益临近，我这心里实在是有些愁得慌。他并未提及庄阳体质之事，只将愁绪归结于该如何坦白。紫苑听完，微微颔首，冰封般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原来如此，不过掌门不必过于忧心。顿了顿，在苏如和苏清离略带疑惑的目光中，继续用他那特有的平淡却笃定的语气说道：关于庄阳的态度，我已然探明，他那边无碍，掌门大可放心。啊！苏如俏脸诧异地问道：紫苑师妹，你是何时探知的？又如何探知的？苏清离也好奇地看着紫苑，然而紫苑并未详细解释，总不能说用了独门的入梦诀潜入庄阳梦境，进行了一番开诚布公的交谈，那等手段终究是有些上不得台面，更是他个人的秘密。紫苑微微偏过头，避开了苏如探究的视线，语气依旧平淡：具体过程不便细说，但请掌门相信，庄阳对宗门的归属之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定，他不会因宗门名号之变而轻易离去，此事可以安心。说完便不再多言，转身看向苏清离：清离师妹，我们去事务堂吧。苏清离还处在震惊与茫然之中，下意识应了一声：哦，好的，师姐。苏如看着紫苑那清冷孤绝的身影，心中虽然仍有万千疑问，但见对方一副不欲多谈的模样，也知道问不出更多了。尽管过程不明，可紫苑性子清冷，从不说无把握之言，既然敢如此断言，想必确有依据，如此便是有劳紫苑师妹费心了。苏如最终只能这般说道。紫苑点了点头算作回应，不再停留，与依旧有些懵懂的苏清离一同离开了掌门殿。苏清离办完事务堂的登记，匆匆回到掌门殿，脸上还带着未散的惊讶与困惑。姐姐，我刚才又试着问了紫苑师姐几句，她语气十分笃定，说庄师弟那边绝无问题，让我们安心，可具体是何原因，她始终不肯透露半分。苏清离汇报完，又关切地问道：姐姐，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还按原计划，等庄阳出关后，想办法让他接纳宗门吗？苏如坐在玉座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沉吟片刻后，缓缓开口道：紫苑性子虽冷，但向来言出必践，从不几乎不妄言。他既然敢如此肯定，定然是掌握了我们不知晓的某些情况。而且你想想，他这数月来几乎不眠不休地接取任务，积攒贡献点，所谓不就是等庄阳筑基之后能优先？这本身也说明他对庄阳势在必得，绝不会在此事上无的放矢。分析着，俏脸之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如此看来，庄阳是否能接受合欢宗这个最大危机，算是可以解除了，实在是天佑我合欢宗。说完，苏如长长舒了一口气，压在心头许久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心情放松之下，他又忽然想起一事，随口问道：对了，你方才去事务堂，可知紫苑如今的贡献点排名如何了？苏清离道：紫苑师姐如今的贡献点已然冲进前3了，照这个趋势下去，等到庄师弟筑基之时，他登顶第一，恐怕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前3了。苏如闻言，美眸瞬间瞪大，
他这速度也太快了。知道紫苑拼，但没想到如此拼。那我呢？我现在排第几？苏如再度开口，试探地问道。作为掌门，平日虽公务繁忙，但也时常处理一些高阶任务，贡献点一向稳居前列。苏清离闻言低下了脑袋，支支吾吾道：姐姐，你现在是第二。第二。苏如声音陡然拔高，差点从玉座上站起来。我之前不是一直第一吗？那现在第一的是谁？苏清离俏脸涨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嗫嚅道：是我。掌门殿内陷入了寂静，苏如怔怔地看着眼前满脸通红的妹妹。千算万算，防着长老，防着紫苑，防着红勺白芷那群如狼似虎的师妹，却万万没想到，悄无声息偷摸冲到贡献榜第一的，竟然是平日里跟在自己身边的妹妹苏清离。被苏如复杂难言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声如细丝的辩解道：我就是帮庄阳师弟之余，顺便做了几个任务，也没想到贡献点那么多，意外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行吧。苏如捏了捏眉心，心中无奈到了极点。意外第一，清离也不知道找个好点的借口。哎，可欢宗上下为了一个庄阳，当真是群芳竞艳，各显神通啊。看样子接下来得加把劲，多接点高贡献点的任务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庄阳闭关苦修中转瞬即逝。静心阁最深处的练功房内，庄阳缓缓睁开眸子，远比2个月前磅礴凝练圆融的气息自他体内散发而出，炼气13层大圆满。若是有人能内窥其气海，定会震惊地发现其气海广度与深度远超同阶修士数倍不止。房间的角落里，原本堆放的10几个鼓囊囊的麻袋已然全部干瘪下去，数不胜数的高品质凝气丹被庄阳尽数炼化吸收，化为了他修为突飞猛进的基石。不多时，静心阁外传来了苏清离轻柔的呼唤声：庄师弟，还有3日便是比试之期，你准备的如何了？庄阳闻声长身而起，推开练功房的屋门，迈步走了出去。苏清离在见到庄阳的那一刻，本能用神识探查，旋即美眸瞬间睁大，下意识地掩住了朱唇。庄师弟，你居然已经炼气大圆满了，这才2个多月啊！从炼气6层到13层大圆满，这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即便知道他有纯阳仙体和丹药辅助，这般进境也实在太过夸张。庄阳看着苏清离震惊的模样，谦逊道：闭关略有所得，让清离师姐见笑了。苏清离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难掩激动道：看来这纯阳……话未说完，庄阳便立刻抬起手，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提醒道：师姐，此事绝密。苏清离见状，点头如捣蒜：对，是师姐失言了。迅速收敛情绪过后，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散发着微光的玉牌，递给庄阳：庄师弟，这是通行玉牌，可穿过宗门禁制。掌门要见你，交代比试事宜，我带你过去。庄阳接过玉牌，点了点头，随苏清离向着静心阁外走去。这也是他自踏入这清净门以来第一次离开静心阁的范围。苏清离来到院内，率先祭出飞剑，庄阳也唤出那柄秋水，二人先后御剑而起。苏清离在前方指引，朝着掌门殿方向飞去。路上，苏清离时不时与庄阳聊天，发觉庄阳与2月前没什么区别，依旧是那个单纯纯真的小师弟，这让他心里的担忧消散了不少。同时，他还发现庄阳御剑飞行之时，身形稳健，剑光凝实，速度掌控自如，显然在这2个月里，对那些基础法术和技艺的练习也未曾落下，已然运用得颇为纯熟。剑光掠过上空，下方不少女弟子注意到了空中御剑而过的2人，尤其对庄阳格外注意。许多弟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宗门内唯一的男弟子。只见庄阳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因修为大劲儿更添了几分出尘的气质。御剑之时衣袂飘飘，女弟子们看得美眸亮了又亮，心中小鹿乱撞，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不少人都目光灼灼地追随着庄阳的身影，颇有些蠢蠢欲动的架势。不多时，2人便来到了掌门殿前，落下剑光，步入殿内。苏如端坐于玉座之上，见庄阳来了，神识下意识地探查。此刻庄阳并未催动隐秘杀，加之以他结丹中期的修为，轻易便看穿了庄阳的境界。纵然心中早有准备，苏如的眼底深处还是掠过一丝惊讶之色。炼气大圆满，短短2个多月连破7层，纯阳仙体之威尽至于斯。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波澜，绝美的脸上维持着掌门的雍容，朝着庄阳微微颔首，声音温和道：看来庄师弟闭关收获颇丰，很好。不等庄阳回应，又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庄阳，关于此次比试，经过宗门商议，决定不参加了。不参加了。庄阳闻言
脸上顿时露出错愕之色。掌门，这是为何？要知道，他为了这次比试苦修2个月，已然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苏如轻轻叹了口气，解释道：只因此次比试的规则临时有了变动，并非往年的擂台淘汰制，而是所有报名参赛的炼气期弟子将同时进入一处预设的场地进行无差别混战，最终能留在场中的10人便是此次比试的前10名。混战！一旁的苏青离失声惊呼，俏脸上满是震惊。这可是天道盟新晋弟子比试从未有过的规则，往年至少也是分组对抗，怎会？苏如又是叹息一声，解释道：这是天剑门联合其他几个宗门一力推动申请修改的规则，而落霞宗与赤阳门不知出于何种考量，也已点头同意，规则便如此定下了。苏青离俏脸一沉，背齿紧咬。天剑门，他们这分明是故意真。未说完，他便看到苏如警示的眼神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只能愤懑地低下头，玉手紧握，强忍住怒气。庄阳心中疑惑更甚，不解地问道：掌门，即便如此，为何混战我们就不参加了？弟子虽不才，也愿奋力一搏。庄阳，你有所不知，这比试虽落霞宗与赤阳门不会派遣弟子参赛，但其他9个宗门都是全力以赴。苏如面露苦涩，除了我宗之外，那些宗门皆派足了6名弟子参赛，而我们只有你一人。唉，这规则修改的消息是在报名截止之后才公布的。倘若早知是这般凶险的混战之局，宗门就算临时硬凑，也定要再报上5人，绝不可能让你一人孤身陷入重围。可如今木已成舟，规则无法更改，也无法再报名，让你一人去参加这等混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其他宗门弟子见你落单，定然会率先将你清除出场，届时莫说取得名次，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既然如此，我们倒不如干脆放弃，不趟这趟浑水。虽然可惜，但也胜过让你去冒此奇险。话音落下，店内陷入了沉默。苏青离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明白姐姐的良苦用心，只是对天剑门的卑劣手段愤恨不已。庄阳站在原地，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他明白苏如的顾虑，那确实是一个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局面。就算其他宗门不联手，但单独一个宗门的人数也有6人之多，以1敌6，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当他看到苏如眼中的关切与愧疚，看到苏青离那强忍愤懑却无可奈何的神情，再回想起宗门的培养，想到掌门和师姐们的期望，想到自己夜以继日苦修提升的实力，以及体内那远比同阶修士磅礴浩瀚的灵力，一股不甘与豪情混合着对宗门维护之情在他胸中汹涌奔腾，最终冲破了错愕与犹豫。庄阳忽然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向苏如，依旧青涩的脸庞上竟透出了一股与年龄不符的决断。掌门，您的顾虑弟子明白，您担心弟子孤身一人陷入重围，安危难料，这份维护之心弟子感激不尽。但是正因如此，弟子更不能不战而退。掌门与师姐多次耳提面命，告诫弟子修仙界之险恶，需藏拙守愚。然而藏拙并非一味退缩，有些时候，有些局面退一步非但不是海阔天空，反而会让人以为我宗心虚力怯，引来更多窥伺与欺压。说话间，庄阳向前迈出一步，拱手朗声道：掌门，青离师姐，弟子如今炼气圆满，有信心与任何同阶修士一战。他们若想凭借人多势众欺我，弟子亦有应对之法。此次比试凶险固然有之，但亦是向天道盟所有宗门展示我宗弟子风骨与实力的机会。若我能杀入前10，甚至取得更好名次，看谁还敢再轻易小觑我宗。请掌门允许弟子参赛，弟子愿以此战扬我宗之名，回报宗门栽培之恩。即便前方是龙潭虎穴，弟子也愿一往无前，绝不后悔。苏如怔怔地看着庄阳，看着他眼中的自信与坚定，耳边回荡着方才那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藏拙不是一味退缩，有时候退一步并非海阔天空，反而会引起更多欺压。原本以为庄阳心思单纯，需要他们时时呵护引导，却没想到这少年已然悄然成长，拥有了如此锐气与担当。苏青离更是听得美眸异彩连连，激动得几乎要拍手叫好。他看向庄阳的目光中，除了之前的关切，更多了几分欣赏与悸动。苏如沉默良久，店内落针可闻，最终深吸一口气，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好一个一往无前，绝不后悔。是本座过于求稳，险些折损了你的锐气与宗门声誉。他站起身，走到庄阳面前，目光如炬。既然你意已决，有此豪情与担当，那宗门便做你最坚实的后盾。这3日，你好好准备，调整状态，
等到比试之时，切记要先引而不发，伺机而动。说话间，手腕一翻，掌心出现了2枚灵光氤氲、符文流转的符宝，一枚呈现锐利的金色，隐隐有剑鸣之声；另一枚则是厚重的土黄色，散发着沉稳如山的气息。苏如将2枚符宝正重递到庄阳手中，这一枚是金红贯日符，注入灵力激发后，可释放出相当于结丹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威力巨大，但需慎用，乃是关键时刻的搏命之物。这一枚是雾土守护符，可在你周身形成一道坚固的灵力护壁，足以抵挡数次筑基修士的猛攻，你且收好，以备不时之需。庄阳看着手中这2枚价值连城、气息强大的符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收起后深深行了一礼，多谢掌门厚赐，弟子定不负所托。3日时间转瞬即逝，比试当日，天色微曦，合欢宗山门处已是人影绰绰。苏如祭出了一件飞行法器，那是一艘通体由洁白灵玉雕琢而成的楼船，船身流转着柔和的光晕，两侧有薄如蝉翼的灵力光翼舒展，正是合欢宗历代掌门传承下来的流云玉舟。庄阳、苏清离、紫苑以及红芍、白芷等数十名核心弟子纷纷登上了玉舟，他们今日皆换上了正式的宗门服饰，虽依旧是姹紫嫣红，各具风姿，但神色间都带着一丝肃穆。此行第一要务是为庄阳打气，保护庄阳安危，同时这也是合欢宗100年来首次在天道盟众多宗门面前亮相，意义非凡。很快，玉舟化作一道流光，划破天际，朝着比试地点疾驰而去。约莫1个时辰后，远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片无比壮观的景象，那是一座悬浮于云海之上的巨型环形建筑，其规模之宏大，堪比一座小型山脉，整体由青色巨石垒砌而成，风格古朴，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巨石之上雕刻着繁复的符文，隐隐散发着灵力波动。环形建筑的中央是一片极为开阔的场地，目测直径足有数十里。地面并非普通的泥土，而是犹如金铁般的暗色岩石，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痕与焦黑的坑洼，显然是历经了无数场激烈战斗所留下的印记。这便是此次比试的场地——悬空演武场。环形建筑的四周则是一层层的看台，由低到高，如同梯田般向上蔓延，足以容纳数万人。看台被划分成了10几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悬挂着不同宗门的旗帜徽记，代表着各自的阵营。此刻也有不少区域的看台上坐满了人影，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而在演武场与看台的上空，更是景象非凡，数百道颜色各异的剑光如同流星般穿梭飞舞，那是各宗前来观战或助威的弟子。更高处还能看到10几道盾光静静悬浮，散发出强大的威压，那便是各宗的结丹7长老。整个场景犹如上古角斗场被搬到了云端，恢宏肃杀，又充满了令人热血沸腾的竞技氛围。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属性的灵力波动，以及无数修士汇聚在一起的磅礴气息。流云玉舟缓缓降落在属于合欢宗的那片看台区域，这片区域位置偏僻，但也颇为宽敞。苏如率先下了玉舟，庄阳紧随其后，苏清离、紫苑等人也依次跟上。他们的到来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合欢宗清一色绝色女修本就引人注目，更何况其中还夹杂着庄阳这唯一的男子。苏如等人却是目不斜视，完全不在乎众人的指指点点和议论。苏清离站在庄阳身边，低声介绍了起来：“庄师弟，这里便是比试的场地——悬空演武场。据说是上古时期遗留的试炼之地，周围设有强大的禁制，既能防止战斗的余波伤及看台，也能确保比试的公平。”他抬手指向高耸的环形看台，那些不同的区域便是各宗的观礼席。你看那最高处，灵力最为氤氲、旗帜最为华丽的区域，便是落霞宗与赤阳门的专属看台。他们虽不参赛，但每次比试都会前来观礼，地位超然。说话间，声音陡然转冷。再看那边剑气冲霄的区域，便是天剑门的位置。他的目光又扫过其他几个区域，继续介绍：那边是百草谷，那边是玉兽宗，还有那边。苏清离详细为庄阳介绍着，最后郑重叮嘱道：切记掌门嘱咐，混战之初，场面必然混乱，切莫成为众矢之的，先保全自身，观察局势，寻找机会。庄阳认真聆听，目光扫过恢宏的演武场和周围密密麻麻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悬浮于高空的结丹盾光，眼前种种让他深刻感受到了此次比试的规格之高，但心中并无惧意，反而有一股激情在燃烧。我明白，清离师姐。庄阳点了点头，我会见机行事的。合欢宗众人落座，等待着比试的正式开始。无数道或好奇、或审视、或带着恶意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而来，集中在了庄阳这个合欢宗唯一的男弟子身上。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际，忽然
上空一道如同洪钟大吕般的声音骤然响起：时辰已到，各宗参赛弟子即刻前往准备区集结。声音源自一位悬浮在最高处、身着落霞宗服饰的结丹修士。苏如立刻收敛心神，看向庄阳，最后嘱咐道：庄阳，千万警惕，记住我的话。庄师弟，小心啊！苏清离也忍不住再次开口，美眸中满是担忧。红芍、白芷等其他师姐也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低声嘱咐着。唯独紫苑依旧安静坐在一旁，清冷的眸子望着下方的演武场，仿佛置身事外。庄阳回应着师姐们的嘱咐，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紫苑身上，似乎想从这位圣女师姐那得到一丝确认或鼓励。紫苑感受到了庄阳的视线，缓缓抬起视线，冰湖般的眸子对上庄阳的目光，语气平淡无波：这么看着我做甚？快去啊！庄阳有些尴尬，讪讪一笑：是，紫苑师姐。随即转身朝着被单独划分出来的准备区走去。眼看庄阳的身影消失在准备区内，身形被禁制隔绝，和欢宗看台这边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红芍性子最急，第一个忍不住压低声音道：你们说天剑门的那些混蛋还有其他宗门的人会不会跟庄师弟贬低我们和欢宗？此话一出，旁边几位女弟子脸色也都变了，纷纷露出紧张之色。很有可能，天剑门肯定没安好心，万一庄师弟知道了真相，心神大乱怎么办？那些家伙肯定会趁机嘲笑围攻庄师弟的。担忧的低语在看台上蔓延。苏如沉默着，没有立刻开口，但紧握的玉指显示他内心并非毫无波澜。苏清离更是紧张的手心冒汗，目光紧紧盯着准备区的方向。不少女弟子见掌门和苏清离都未说话，下意识看向了一脸淡然的紫苑。紫苑见状，黛眉微蹙了一下，清冷的声音打破了压抑的气氛：你们也看我做什么？安心看比赛便是。说完，他看向苏清离，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对了，清离师妹，我如今的贡献点排名是多少了？苏清离正心神不宁，被这突兀疑问弄得愣了一下，下意识回答道：昨天去事务堂看时，紫苑师姐已是第2了。话音刚落，旁边原本端坐的苏如猛地坐直了身子。什么？第2了？紫苑闻言只是淡淡撇了撇嘴，似乎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但也没再多说什么，重新将目光投向了下方的演武场。苏如看着紫苑云淡风轻的模样，又感受到周围弟子们投来的带着探究和疑惑的目光，意识到有些失态。他缓缓坐了回去，清了清嗓子：好了，不必胡思乱想，专注比试，待会儿一起为庄阳打气助威。与此同时，准备区域内10大宗门55名炼气期弟子齐聚，除庄阳外，其余9宗弟子泾渭分明地按照宗门所属6人一队，或低声交谈，或是用审视警惕的目光打量着周围潜在的对手。唯有庄阳孤身一人，显得格外突兀。庄阳能清晰感觉到有目光时不时落在他的身上，那些目光中有好奇他身份的，有惊讶于他炼气大圆满修为的，但更多的是一种看待异类和软柿子的玩味与不怀好意。就在这寂静与打量中，一对身着天剑门服饰、气息凌厉的炼气期弟子径直朝着庄阳走了过来。他们的动作立刻吸引了准备区内所有人的注意。那为首的青年在庄阳面前站定，上下打量了一番。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未口出恶言，反而抱了抱拳，语气带着几分客气：这位道友请了，在下天剑门弟子周通。庄阳神识微动，探知道此人是炼气12层的修为，气息凝练，不是庸手。他面色平静，依礼回应道：庄阳，清净门弟子。听到清净门3字，周通眉头微微一挑，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其他天剑门弟子眼中则都闪过一抹讥诮，他们回想起之前赵干师祖和柳琴师祖的特意交代，心中了然。周通再度开口，声音提高了几分，确保周围其他宗门的弟子都能听清：庄阳道友，你莫非是被迫加入这清净门的？他刻意在清净门3字上加重了语气，带着浓浓的暗示意味。庄阳闻言心中一凛，眼神也变得警惕起来，沉声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周通准备继续开口，进一步煽风点火之时，准备区的入口处光幕一阵波动，3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身影骤然走了进来。强大的结丹威压笼罩了整个准备区，让所有炼气弟子都感到呼吸一滞，纷纷色变望去。来人正是天剑门的赵干，以及落霞宗和赤阳门的2位执法长老，3位结丹修士联袂而至。这阵仗让所有弟子都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何事。赵干目光锐利，直接锁定在庄阳身上，脸上挤出一丝看似和蔼，实则意味深长的笑容，声音洪亮地说道：庄阳小友，我等前来是特地来为你做主的。此话一出，整个准备区顿时一片哗然，所有炼气修士都惊疑不定地看着庄阳，
又看看3位结丹长老。做主。庄阳也是心头一震，看着步步逼近、面带和善笑容的赵干，以及身后那2位面无表情、目光深邃的落霞宗与赤阳门长老，顿时意识到这是天剑门的针对。赵干来到庄阳面前，脸上伪善的笑容不变，声音放缓道：“庄阳小友，不必紧张，我们只是前来了解一下情况，确保比试的公平公正。”他刻意停顿，目光盯着庄阳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本座问你，你可是自愿加入宗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杀机，直接关系到合欢宗是否违反了不得主动招收男弟子的天道盟禁令。落霞宗与赤阳门2位执法长老眼眸皆是微微眯起，等待庄阳的答复。庄阳心中疑惑，但面上不显，淡定地回应道：“弟子庄阳乃是自行寻到宗门，诚心叩拜，承蒙掌门收留，心中甚是感激。”听见这话，赵干有些意外，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本以为庄阳是被蒙骗或者胁迫，可以轻易撬开缺口，现在看来还真是让合欢宗撞上，捡了个漏。2个执法队长老相视一眼，皆是摇了摇头，准备离开。2位且慢！赵干连忙叫住了2人，这事还有蹊跷。庄阳要加入的是清净门，而合欢宗装作清净门，蒙骗弟子，同样罪孽深重。合欢宗，庄阳瞳孔骤缩，心脏猛地一跳，一股难以言喻的惊诧涌上心头。他瞬间想起了之前那个被认为是荒唐梦的梦境，梦中那位清冷如仙的紫苑师姐也曾清晰地告诉他，宗门是合欢宗，并讲述了宗门的过往。当初只当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胡思乱想所致。难道说那并不仅仅是梦？难道师姐们和掌门口中的清净门真的只是一个幌子？就在庄阳心神俱震、陷入混乱思索之际，那2位原本准备离开的落霞宗与赤阳门执法长老听到赵干的呼喊，停下了脚步，疑惑地回头。赵长老，还有何事？落霞宗的执法长老开口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他们身为裁判，并不想过多卷入宗门间的私人恩怨。赵干见成功引起了2人的注意，立刻指着庄阳，义正辞严地说道：“2位长老明鉴，此子要拜入的分明是那小宗清净门，而合欢宗却假借清净门之名，行蒙骗弟子之实。其目的无非是想将此子留下，当作他们修炼邪功、采补元阳的炉鼎此等行径，与主动招收何异？更是恶劣百倍，同样罪孽深重，不容姑息。”他直接将炉鼎之事说出，并且扣上了一顶大帽子，意图将事情的性质上升到邪魔外道、残害修士的高度。2位执法长老闻言，眉头再次皱起，目光重新落回庄阳身上，带着审视。若真如赵干所言，合欢宗此举确实有欺瞒和恶意利用之嫌。赤阳门的执法长老沉声向庄阳确认道：“方才赵长老所言，你可听清了？你当初所欲拜入的究竟是清净门还是合欢宗？你需如实回答。”此刻庄阳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冷静下来，脑海中一个个片段如同走马灯般闪过。掌门苏如的温和叮嘱，青离师姐无微不至的关怀，各位师姐用心的教导，以及得知他体质秘密后掌门竭尽全力的保护与提醒，这些细节与赵干口中那将人当作炉鼎压榨的邪恶形象截然不同。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目光清澈地看向2位执法长老，故作委屈道：“2位长老明鉴，弟子实在不明白这位天剑门的前辈为何要如此戏弄于我一个小小炼气弟子。”赵干一愣，没想到庄阳会是这个反应，厉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庄阳转向赵干，神情坦然：“赵前辈，晚辈当初就是冲着合欢宗去的啊，我也一直都知道，我所拜入的宗门就是合欢宗，何来蒙骗之说？”“你放屁！”周通忍不住跳了出来，激动地喝道：“你刚才明明还自称是清净门弟子，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现在又想改口？”庄阳面对周通的指责，非但没有慌乱，反而轻轻笑了笑：“这位道友何必如此激动？清净门不过是我对自家宗门的一个爱称罢了，就如同有人称自家宗门为仙门、圣地一般，难道叫了爱称就改变宗门的本质了？我心向合欢宗，觉得宗门内氛围清静祥和，以此自称有何不可？”这话完全是无赖的狡辩，奈何周通又不好多说什么，人家自己认，他又能怎样？这时赵干的脸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死死盯着庄阳，从牙缝里挤出声音：“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本座直接对你搜魂，看你还如何狡辩！”说罢，他竟真的抬起手，携带一股强大的威压，就要朝庄阳冲去。“赵长老，不可！”落霞宗的执法长老立刻出声阻止，语气严肃：“搜魂之术对低阶弟子伤害极大，且极易造成不可逆损伤。既然此子坚称是自愿加入，那合欢宗便无强迫行为。
按照天道盟规章，合欢宗也不算是违反不得主动招收男弟子的禁令。此事到此为止。赤阳门长老也点了点头。比试即将开始，莫要因无谓争执耽误了正事。赵长老，走吧。2位执法长老态度明确，不再给赵干纠缠的机会，转身便朝着出口走去。赵干看着2位长老离去的背影，又狠狠瞪了一眼一脸无辜的庄阳，胸中怒火翻腾，却无可奈何。看来合欢宗已经跟这小子达成了某种协议，这小子绝对不可能是自愿说出这番话的。片刻后，他也转身离开，但临走前却暗中向周通传音道：周通，比试之中给我盯紧了这个敬酒不吃罚酒的小子，找机会给我往死里弄他，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天剑门的下场。周通眼中寒光一闪，立刻传音回应：师祖放心，弟子明白，定让他好看。天剑门几人恶狠狠地瞪了庄阳一眼，向着准备区其他地方走去。而其他宗门作弊上官的弟子们看向庄阳的目光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有人的眼里浮现出了深深的同情之色。毕竟合欢宗的名声在正道宗门中实在不算好。庄阳没有理会这些目光，独自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随意的盘膝坐下。他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内心波涛汹涌。合欢宗宗门竟然真的是合欢宗，师姐们，掌门留我，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把我当成炉鼎吗？这个念头让他心中泛起一丝苦涩和寒意。昔日那些看似考验的举动，此刻也都有了答案。但紧接着，苏清离送饭时的温柔关切，苏如赠予保命符宝时的郑重，各位师姐教导功法时的耐心细致，以及掌门和苏清离得知他体质后那份不惜一切的维护，这些真切切的关怀与付出又不断浮现在眼前，与炉鼎2字显得格格不入。真相究竟是什么？庄阳闭上双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无论如何，眼下最重要的是应对即将开始的残酷混战。至于宗门的真相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只能等比试之后再去探寻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起码现阶段，无论是掌门还是长老，还是诸位师姐以及圣女，都待自己不薄。至于今后如何，就交由今后论说吧。不多时，威严洪亮的声音再次响彻整个悬空演武场，也清晰地传入了准备区每一位弟子耳中。比试期间不得故意伤人性命，违者严惩不贷。一方认输，失去反抗能力或身受重伤时，周身镜智慧自动激发，将其传送出战场。最终留在场中者依序定名次。所有参赛弟子准备，比试开始。随着开始2字落下，准备区4周的光幕屏障瞬间消散，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包裹住所有弟子。下一瞬，55道身影便被随机传送到了直径数十里的巨大演武场各处。庄阳只觉眼前一花，身形已然出现在一片嶙峋的怪石区域，几乎是落地刹那，便毫不犹豫的全力运转敛息诀，同时贴身穿戴的隐匿纱微光一闪，整个人的气息瞬间变得若有若无，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紧接着，他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滑入2块巨石的阴影缝隙之中，收敛了所有声息。几乎在他隐匿好的同时，不远处便传来了剧烈的灵力爆炸声和修士的怒喝声。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各色灵光在场中疯狂闪耀碰撞，火球呼啸，冰锥飞射，雷光炸裂，藤蔓疯长，剑气纵横。百草谷的弟子们不主动进攻，依托着藤蔓阵法进行防御，偶尔撒出带有麻痹或致幻效果的粉末，极为难缠。御兽宗的弟子则与各自的灵兽配合无间，或扑击，或施展天赋法术，令人防不胜防。其他宗门的弟子们也都各显神通，为了那仅有的10个名额，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激战。惨叫闷哼声，法术对轰的爆炸声，法器交击的铿锵声不绝于耳，时不时便有灵光护照破碎的弟子被静止光芒包裹，惨白着脸被传送出场，宣告淘汰。场面混乱到了极点，不时有偏离目标的法术轰击在庄阳藏身区域附近，炸得碎石纷飞。庄阳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每当有攻击余波袭来，或是有人靠近，便提前一步施展御风术，配合着数月来苦练出的步伐，悄无声息地变换位置，动作轻盈而迅捷，往往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危险，始终游弋在战场的边缘。此刻，天剑门弟子们在周通的指挥下结成了一个凌厉的剑阵，剑光所向，寻常弟子根本不敢硬撼。天剑门6人四下张望，神识一点点探查，显然是在搜寻庄阳的踪迹。但场中混乱，人影交错，加之庄阳隐匿功夫了得，一时间竟未能发现。时间一点点过去，场中的人数在不断减少，50人、45人、40人，
淘汰的速度开始放缓，能留下来的无一不是各宗的精英，战斗变得更加谨慎和激烈。天剑门周通等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们已经清理掉了几个不开眼的散兵游勇，也联手击溃了一个小宗门的队伍，却始终没能找到庄阳的踪影。那小子难道一开始就被打出去了？一个天剑门弟子忍不住嘀咕，不可能，我一直留意着被传送出去的人，没有他。周通咬牙切齿，这混蛋肯定像只老鼠一样躲起来了，给我仔细搜。这时间2名御兽宗弟子为了追击一名百草谷女修，打出的数道锋刃和一团火球，好巧不巧，正好覆盖了庄阳最新藏身的一片低洼草丛。攻击来得又快又突然，范围极大，几乎封死了所有闪避路线。不好！庄阳心中一惊，猛地从草丛中窜出。御风术被催动到极致，在千钧一发之际，从锋刃与火球的缝隙中硬生生穿了过去，动作之快，时机之准，让看台上的观众都暗自吃惊。然而他这一动，气息难免泄露了一丝，身形也彻底暴露在了空旷地带。在那里，周通一直紧绷的神识立刻捕捉到了异常，目光瞬间锁定了庄阳的身影，随即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终于找到你这只老鼠了，结阵，围住他。话音落下，剑光连成一片，带着凌厉无匹的剑气朝着庄阳绞杀而来。剑阵位置，那森然的剑意便让人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混账！庄阳心中一沉，知道避无可避，毫不犹豫，双手齐扬，霎时间灵光爆闪，数十张符箓同时激发，朝着剑阵袭来的方向甩去。轰轰轰！首先爆开的是5张冰锥符，数十根粗大的冰锥凭空凝结，带着刺骨的寒气迎面撞向剑阵。虽然被凌厉的剑气搅得粉碎，但也成功让剑阵的速度为之一致，剑光表面覆盖上了一层薄霜。紧接着是4张土牢符，地面猛地隆起，四面厚实的土墙拔地而起，试图阻挡剑阵。剑阵锋芒虽利，破开土墙也耗费了些许时间。最后是3张雷光符和2张火龙符，刺目的电蛇与火龙交错着扑向剑阵，雷火交加，爆发出剧烈的轰鸣，总算将天剑门6人联手的这第一波冲击彻底挡了下来。趁着这个间隙，庄阳心念一动，玄铁盾、灵龟盾、冰晶盾、精灵盾，4盾齐出，化作一面面门板大小的盾牌，围绕周身悬浮于空，缓缓旋转间，将身体护得密不透风。同时手中已然扣住了那柄上品飞剑秋水，剑身寒光流转，灵力灌注其中，发出轻微的嗡鸣。这一连串的反应快如闪电，符箓运用之熟练，防御法器祭出之及时，让周围观战的其他宗门弟子都看得一愣。天剑门6人看着眼前这豪横的一幕，无不面露诧异之色。周通更是又惊又怒，恶狠狠地吼道：你小子，东西怎么他娘的这么多？他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合欢宗炼器弟子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丰厚的身家？这符箓，这法器，比起他们这些天剑门的精英都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片刻后，周通想到了什么，朝庄阳厉声道：哼，我明白了，合欢宗都穷得揭不开锅了，你还如此富裕，定是那些女人把东西都给了你一个人，妄图让你在比试上拿名次，简直是痴人说梦。是啊，我早该知道，宗门怎么可能会给炼器期弟子发如此之多的宝贝。庄阳说着，眼眸一狠，目光之中迸发出了一抹凌厉之色，周身杀机纵横。正因如此，我庄阳亦不能辜负宗门的期望。周通听着庄阳那掷地有声的话语，脸上不屑之色更浓，嗤笑道：期望？就凭你，靠着女人堆出来的资源也敢大言不惭？诸位师弟不必留手，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宗门底蕴。话音落下，6人剑势再起，剑阵运转到极致，几十道细密凌厉的剑气如同疾风骤雨，从4面8方朝着庄阳传射而去。剑鸣之声响彻，将庄阳周身数10丈范围完全笼罩。庄阳瞳孔微缩，心知硬抗绝非上策，脚下御风术催动到极致，身形如鬼魅般在场中穿梭腾挪，4面盾牌环绕周身，随着他的移动而飞速旋转，精准的格挡开一道道致命的剑气。当当当，密集如雨的剑气撞击在盾牌之上，发出连绵不绝的金铁交鸣之声。灵龟盾沉稳，玄铁盾厚重，冰晶盾带着寒气，能略微迟滞剑气，精灵盾则灵巧异常。4盾配合，竟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防御。但庄阳深知久守必失的道理，在闪避格挡的间隙，双手掐诀不止，火球术、雷光术、冰锥术、低阶法术信手拈来。虽然单个威力不足以破开剑阵，但胜在施法迅捷，角度刁钻，
总能打断天剑门弟子的攻势节奏，逼得他们不得不分心防御或闪避。偶尔抓住机会，还会操控秋水飞剑，化作一道惊鸿，直刺剑阵运转的薄弱之处，迫使对方阵型出现瞬间的紊乱。一时间，场中灵光爆闪，剑气纵横，法术轰鸣。庄阳以一敌六，凭借着远超同阶的浑厚灵力、精妙的御风步法、层出不穷的法术，偶尔甩出的符箓以及4盾一剑的娴熟配合，竟真的与天剑门6人打得有来有回，难分难解。这一幕让看台上所有观战者都为之动容。此子竟如此了得，以一敌六，面对天剑门的剑阵还能支撑这么久，他这灵力储备和法术操控当真只是练气期。那4面盾牌法器配合的妙到毫巅，绝非一日之功。惊叹声在各宗看台响起，原本对合欢宗不屑一顾的人，此刻都收起了轻视之心。合欢宗看台上，苏如、苏清离等人更是看得心潮澎湃，又紧张万分。苏如美眸中异彩连连，心中震撼无以复加。纯阳仙体，竟恐不如斯。庄阳居然凭借一己之力，与天剑门6名精英炼气弟子组成的剑阵抗衡到如此地步。他清楚地知道，虽然宗门给了庄阳不少资源，但这等实力绝不仅仅是资源堆砌就能做到的。对时机的把握，对灵力的精细操控，在巨大压力下的冷静判断，都不是光靠资源就能赋予的。更何况庄阳满打满算来宗门还不到1年时间啊！苏清离更是紧张地攥紧了衣角，手心全是汗。他既为庄阳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感到骄傲，又为他此刻明显渐渐落入下风的处境而揪心不已。是的，庄阳虽然表现惊人，但毕竟是以一敌6，天剑门剑阵变化无穷，攻势如潮，彼此配合默契，灵力消耗远小于孤军奋战的庄阳。随着时间的推移，庄阳的闪避不再如最初那般灵动，盾牌的格挡也显得有些迟滞，显然灵力和心神都消耗巨大，败相已露。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一位合欢宗女弟子忍不住低声叹息，语气中充满了失落。苏如看着场中那个依旧在咬牙坚持，身形却已见狼狈的少年，脑海中回荡起他之前那一往无前的誓言和方才不辜负宗门期望的呐喊，心中不由得一痛，泛起一丝苦涩。他轻轻叹了口气，语气带着认命般的无奈，转头对苏清离及其他弟子吩咐道：看来我们还是太过天真了，指望庄阳一人创造奇迹，拿到禁地资格罢了。诸位准备好疗伤丹药，一旦庄阳被传送出来，立刻上前救治。未来我们要更加竭尽全力地培养他，今日之败非战之罪，他已然。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旁边一个清冷的声音突兀打断。还没结束呢。出声的正是紫苑，他依旧面无表情，但那双冰湖般的眸子却盯紧了战场的一角。苏如一怔，顺着紫苑的目光再次投向演武场。就在天剑门6人将全部心神都放在围攻庄阳，剑阵运转到极致，眼看就要将庄阳的防御彻底压垮之际，6道属性各异的法术洪流毫无征兆地从他们身后猛然爆发。啊！背后，小心！猝不及防之下，天剑门6人组成的剑阵瞬间被这来自背后的袭击打散，护体灵光剧烈摇曳，闷哼声和惊怒的吼叫声同时响起。周通强行扭身挥剑隔开了一道袭击，但也被震得气血翻涌，连连后退。当看清偷袭者后，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怒之色，厉声喝道：神符阁，你们竟然偷袭我们！神符阁那名为首的弟子是一个面容白皙、眼神精明的青年，他闻言只是冷笑一声，手中再次亮起一枚闪烁着危险红光的符箓，根本懒得废话，直接挥手研爆符。其他5名神符阁弟子也是同样的作风，毫不拖泥带水，各种攻击性符箓如同雨点般朝着天剑门弟子砸去。一时间，符箓灵光再次将天剑门众人笼罩。就在这时，一道感激之声响起：神符阁的道友们，多谢元首了。正是刚刚压力大减的庄阳，他此刻看上去有些狼狈，气息微乱，但眼神却异常明亮。神符阁弟子们对于庄阳的道谢没有任何回应，依旧专注于攻击天剑门的人。周通见状，猛地恍然大悟，一边狼狈地抵挡着符箓轰炸，一边气得脸色铁青，指着神符阁的人怒吼：你们什么时候和这小子达成了交易，竟然联手阴我们？为首的神符阁弟子一边操控符箓，一边嗤笑道：淘汰你们天剑门6人，总比只淘汰他一个落单的弟子要划算得多，这笔账我们算得清。其他神符阁弟子面露冷笑，不约而同的腹诽：何况等收拾完你们，剩下那个消耗不小的庄阳，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到时候一口气淘汰7人，我们神符阁晋级的希望就更大了。
就在神符阁与天剑门双方对峙，言语交锋，注意力都被彼此吸引的这电光石火之间，看似在喘息，实则一直等待时机的庄阳眼中金光一闪。就是现在，他打出几道法术，目标并非战团中心，而是精准轰向了一名刚刚被神符阁偷袭震伤，正踉跄后退，与其他同门稍稍脱节的天剑门弟子。那弟子根本没想到庄阳会在此时发难，更没想到目标是自己。护体灵光瞬间破碎，惨叫一声过后，禁制光芒亮起，被传送出场。一击得手，庄阳毫不停留，甚至看都没看结果，立刻运转敛息诀，全力催动隐匿杀，凭着御风术的灵活步伐，几个闪烁便消失在了一片乱石堆的阴影之中，气息瞬间收敛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快到让人反应不过来。周通正对着神符阁的人怒目而视，刚感觉到身后有异动，猛地回头，却只看到一名同门化作白光消失，而庄阳原本所在的位置已然空无一人。人呢？周通又惊又怒，神识疯狂探查四周，却哪里还能找到庄阳的半点痕迹。神符阁的6名弟子也是齐齐一愣，他们也没料到庄阳竟然如此果决和狡猾，利用他们制造的机会，不仅淘汰了一人，还转瞬远遁隐藏，完全脱离了他们的视线和神识锁定。周通气得几乎要吐血，猛地转向神符阁6人，咬牙切齿道：看到了吗？你们被这小子利用了，现在他躲起来了，是想等我们两败俱伤。不如我们暂时联手，先把这个狡猾的小子找出来淘汰掉，我们再决一胜负，如何？然而神符阁几人在短暂的错愕之后，脸上却露出了更加冰冷的笑容。他们扫了一眼如今只剩5人且个个带伤的天剑门队伍，又看了看自己这边阵容齐整俘虏充足的6人，嗤笑道：周通，你当我们是3岁孩童吗？废话少说，你们如今只剩5人，怎会是我神符阁6人的对手？联手？先担心你们自己能不能撑过下一轮俘虏吧。诸位师弟，结阵，送天剑门的几位道友出场。话音落下，6名神符阁弟子迅速变换方位，手中符箓光芒大盛，灵力开始交织汇聚。周通脸色巨变，知道势不可为，神符阁是铁了心要对他们动手了。他自知退无可退，只得怒吼一声，带着剩余的4名同门硬着头皮结起残破的剑阵，迎向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法术洪流。天剑门看台上，赵干与柳晴星都提到了嗓子眼，其他天剑门弟子更是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拳头紧握。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神符阁的袭击与护体剑阵对撞，激起漫天烟尘，将那片区域完全笼罩，一时间看不清其中具体情况。柳晴猛地从座位上站起，目光死死盯着那团翻涌的烟尘。赵干也随之起身，脸色铁青，转头瞪向不远处神符阁的看台。神符阁的带队的长老是一位留着山羊胡、眼眸细长的中年修士，正好整以暇地捋着胡须，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对眼前的结果颇为满意。李长老，赵干强压怒火，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寒意：贵宗弟子真是好手段啊。神符阁的李长老闻言转过头，脸上笑容不变，慢悠悠地说道：赵道友，比试场中各凭本事，难免有所胜负，何必如此激动呢？他话语一顿，意有所指地继续说道：况且此事真要追根溯源，恐怕也怪不到我神符阁头上。说完，目光轻飘飘地转向了远处未处角落的合欢宗看台方向。赵干和柳晴的视线随着李长老的目光看去，当看到苏如、苏清离等人时，柳晴立刻紧咬了贝齿，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合欢宗。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演武场上那片区域的烟尘渐渐散去，此刻能隐约看见周通狼狈逃窜的身影。至于另外4名天剑门弟子已然被淘汰出局。赵干看到这一幕，胸中怒火再也压制不住，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他盯着合欢宗看台的方向，咬牙切齿地低吼道：欺我太甚！区区一个庄阳，一个没落的合欢宗，竟敢如此算计我天剑门，此仇我必报之。这时神符阁的李长老看着下方仅存的周通，摇了摇头，故作惋惜地叹道：哎，赵道友，你们宗门这位小弟子方才若是选择与同门共进退，硬抗那一击，不至于败得如此之快，说不定还能有转机。然而现在却让贵宗一下子折损4人啊，可惜，实在是可惜。他这话看似惋惜，实则是在阴阳怪气的讽刺周通独自逃生。赵干正在气头上，闻言更是火冒3丈，猛然瞪向李长老，怒喝道：李老鬼，你给我闭嘴！李长老被呵斥也不生气，只是摇头咂舌。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欣赏一下天剑门的狼狈时，异变再生。嗖嗖嗖，
受到法术灵光，骤然从神符阁6名弟子侧后方的阴影中激射而出，目标直指他们因施展完符阵而略有松懈的后背。哎呀，小心啊！神符阁李长老脸上的悠闲瞬间消失，转瞬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失声惊呼：万万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刚刚才作为螳螂偷袭了天剑门的神符阁，转眼间也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庄阳躲入了暗处，继续静观其便解决了天剑门那几个刻意针对我的修士，接下来应该能顺利不少，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庄阳想着，远胜过同阶范围的神识散开，默默观察起了附近的风吹草动。偷袭神符阁的是以阵法与御水之术闻名的玄武谷，6名玄武谷弟子身着水蓝色道袍，出手间云雾缭绕，水气氤氲，数道凝练的水剑术与带着禁锢之力的云雾锁精准袭向神符阁众人后心，时机刁钻狠辣。神符阁弟子刚全力施展符阵击溃天剑门，灵力正值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际，护体灵光也比平时暗淡几分，骤然遇袭，顿时阵脚大乱。噗啊！一名神符阁弟子躲闪不及，被数道水剑穿透护体灵光，惨叫着传送出场。结阵防御，快！神符阁领队青年脸色巨变，嘶声大吼，手中慌忙拍出一张金刚符，耀眼的金光瞬间笼罩几身。其余4名弟子也反应过来，纷纷激发防御符箓，五颜六色的护罩亮起，试图抵挡玄武谷紧随其后的攻势。然而玄武谷显然有备而来，6人步伐变换，竟在现场快速布下一个简易的云雾幻杀阵。阵法一成，大片浓雾凭空生出，不仅遮蔽视线，更能干扰神识探查。雾中隐有剑光与水龙穿梭，时而凝聚，时而分散，诡异莫测地攻击着神符阁弟子的防御。卑鄙！神符阁李长老在看台上气得山羊胡直抖，刚才的从容笑意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焦急，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场中神符阁弟子空有大量攻击符箓，却在云雾阵法中难以锁定目标，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只能凭借符箓狂轰滥炸，试图驱散迷雾，灵力如同开闸洪水般消耗。反观玄武谷弟子依托阵法，进退有据，攻击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效率极高。不多时，又一名神符阁弟子在抵挡一条雾中凝聚的水龙时，被侧面悄无声息袭来的一柄水蓝色飞剑击中肋部，护罩破碎，黯然离场。神符阁只剩4人，李长老额头一见冷汗，死死盯着战场。玄武谷阵法变换，雾色骤然加深，一条完全由灵力构成的巨大水蟒在雾中成型，带着沛然巨力，猛地撞向神符阁剩余4人合力支撑的防御符阵。轰！巨响声中，符阵应声破碎，强大的冲击力将4名神符阁弟子狠狠抛飞。人在空中，便有2人口喷鲜血，身上尽致光芒接连亮起，直接被淘汰。另外2人也是气息萎靡，重重摔落在地，失去了再战之力。玄武谷弟子岂会放过如此良机？云雾一卷，剑光水剑紧随而至，将最后2名神符阁弟子也送出了场外。神符阁全员淘汰。同时玄武谷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一名弟子在最后关头被神符阁弟子拼死激发的一张爆炎符波及，惨遭淘汰。玄武谷剩余5人。李长老脸色不忍地观看了全程，扑通一声颓然跌坐了回去，一瞬间好似苍老了10几岁。赵干见状，心中积郁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忍不住冷笑出声：李长老，看来你方才笑得太早了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滋味如何？起码我天剑门此刻还有1人尚在场上。说完，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演武场某个偏僻角落，心中默念：周通，给我藏好了，千万别出来，等到他们拼得2败俱伤，你就有机会。思索间，他再度看向场中，玄武谷5人刚刚松了口气，准备重整阵型，打扫战场，收集掉落的符箓等物。嗖嗖嗖嗖！突然4道凌厉的破空之声骤然从侧翼响起，4名身着土黄色劲装、身形矫健的修士从暗处窜出，人手一柄厚重的开山刀，刀身上土黄色灵力凝聚，带着劈山裂石的气势，悍然斩向玄武谷弟子。是盘石宗的弟子，他们修炼土系功法，肉身强横，力量惊人，擅长近身搏杀。玄武谷弟子刚经历恶战，灵力消耗巨大，哪料到旁边还潜伏着这样一群恶狼。仓促间撑起的云雾和水遁，在盘石宗弟子狂暴的刀光面前，如同纸糊一般被轻易撕裂。不好！惨叫声中，2名玄武谷弟子几乎没做出什么有效抵抗，就被刀钢劈中，瞬间淘汰。另外3人反应稍快，急速后退，同时施展水遁术，试图拉开距离。
但磐石宗弟子如影随形，刀势连绵不绝，死死缠住其中2人。仅有一名玄武谷弟子凭借精妙的水遁，险之又险地拖出战圈，头也不回地扎进远处的乱石林中，消失不见。而被他抛下的2名同门，在磐石宗4人默契的围攻下，没能支撑多久，也相继被淘汰出局。磐石宗以雷霆之势淘汰玄武谷4人，自身毫发无伤。合欢宗看台上，一众绝色女修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苏清离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庄阳藏身的那片区域，庄师弟，稳住，一定要稳住，现在就剩12个人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就能拿到名次了。苏如表面镇定，但微微急促的呼吸暴露了内心的紧张。在场的已经没有人员齐整的宗门了，人数最多的当属磐石宗，气势正盛，是眼下最强大的势力。洪韶忍不住低骂：磐石宗这4个人状态怎么还这么好，真是可恶。白芷则蹙眉分析：他们近身极强，庄师弟若被他们缠上就麻烦了。紫苑依旧沉默，清冷的眸光扫过磐石宗4人，又瞥向庄阳藏身之处，无人知晓他在想什么。场中磐石宗4名弟子并未因轻易得手而得意忘形，他们迅速背靠背结成一个小型战阵，4道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围，神识向着四面散开。那为首的一名身材格外魁梧的弟子声如洪钟：嗖，把剩下的老鼠揪出来，名额就在眼前，速战速决。说话间，4人开始警惕地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很清楚，现在场上的都是独狼或者残兵，正是他们横扫战场奠定胜局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庄阳屏住呼吸，将隐秘杀的效果催发到极致，更是全力运转敛息诀，能清晰地感觉到磐石宗修士的神识有好几次从藏身之处扫过。但隐秘杀不愧是上品法器，隐匿效果极佳。但庄阳也清楚，这并非长久之计。磐石宗4人正在稳步推进，搜索范围在一点点缩小，一旦被他们肉眼观察到，同样在劫难逃。磐石宗4人组成的战阵在场中稳步推进，他们很快锁定了一处看似平静的洼地。为首那名魁梧弟子冷哼一声，手中开山刀猛然劈出，一道凝实的土黄色刀罡呼啸而去。轰！洼地炸开，2名身着淡绿色衣裙的百草谷女修被迫显出身形，他们脸色煞白，仓促间防御却被紧随而至的另外3道刀罡轻易轰碎，护体灵光暗淡，静止光芒亮起。下一刻，看台上属于百草谷的区域响起一阵无奈的叹息，只差一步就能跻身前10，获得天道盟的灵石奖励，却在此刻功亏一篑，确实令人扼腕。第11名，第12名，太好了，庄师弟进入前10了。苏清离激动地站起身子，俏脸因兴奋而泛红。前10的灵石奖励就足够宗门缓一大口气了。洪韶也用力一挥拳头：干得漂亮，这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合欢宗。白芷舔了舔舌头，轻声嘟囔了一句：没想到庄师弟这么厉害，让他主动倒也未尝不可。周围其他合欢宗女弟子同样面露喜色，互相交换着激动的眼神。姐，掌门，前10了，只要庄师弟再加把劲，跻身前4，我们就能拿到禁地试炼的名额了。这时苏清离抓住苏如的手臂，声音微微颤抖：禁地试炼，天才地宝，至少也能获得大量筑基丹主材，甚至还有想象不到的机缘。然而苏如脸上却不见太多喜色，沉声道：莫要高兴太早，磐石宗4人实力完整，庄阳仍处险境，现在才是最关键时刻。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忽然从一片乱石区域主动现身，青衣磊落，面容平静，正是庄阳。他竟不再隐匿，选择了直面磐石宗4人。庄师弟。苏清离见状，俏脸一僵，美眸中的期待被惊诧所取代。洪韶和白芷也同时面露疑惑与焦急之色。面对4人合击，避其锋芒才是上策，为何要主动现身？磐石宗4人也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有人敢主动站出来。那为首的魁梧弟子狞笑一声，倒是有几分胆色，可惜是找死。结阵灭了他。此话一出，4人步伐变动，气机相连，厚重的土系灵力汇聚，压迫感如同山岳般朝着庄阳袭来。庄阳眼神锐利，不见丝毫慌乱，他心念一动，玄铁盾、灵龟盾、冰晶盾、精灵盾再次齐出，4盾旋转护住周身，同时脚下御风术已然催动。上！魁梧弟子一声令下，数道凌厉的刀罡撕裂空气，狠狠斩向庄阳。叮叮当当，密集如雨的打铁声响起，4面盾牌在庄阳的操控下，精准的格挡开了一道道是大力沉的斩击。火星四溅，
灵光乱闪。庄阳且战且退，身形在刀罡的缝隙中穿梭，来不及躲避的便由盾牌硬生生扛下。他并非盲目硬抗，而是有意将战团向着演武场另一个方向引去。一片看似空无一物，只有极西深草的平坦区域。庄阳那远超同阶，如今已经堪比筑基中期的强大神识，早已发现了在那片草丛深处还潜伏着2人，其服饰似乎是混战中幸存下来的2名御兽宗弟子，他们的灵兽也已在之前战斗中折损。此乃祸水东引之计。磐石宗4人见久攻不下，心中戾气更盛。为首的魁梧弟子眼中凶光一闪，暴喝道：“变阵，4象斩！”另外3人闻声而动，4人方位在变。周身土黄色灵力疯狂涌入刀身，4柄开山刀同时举起，刀气在空中隐隐交织，凝聚成一道庞大的巨型刀罡虚影，带着开山断月般的恐怖威势，锁定庄阳，轰然斩落。这一击的威力远超之前，罡风还未落下，四面旋转的盾牌便已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灵光急剧闪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庄阳眼神一凝，一直扣在左手手心的雾土守护符瞬间激发，嗡！厚重沉稳的灵力护臂在他周身展开，将周身牢牢护住。几乎是同时，右手剑诀一引，秋水飞剑发出一声清越剑鸣，载着他冲天而起。盾牌防御，符宝护身，御剑升空，3重保险。轰隆！磐石宗4人合力的4象斩狠狠劈落。然而庄阳升空的速度极快，这志在必得的一击仅仅是擦中了最外围的4面盾牌，盾牌灵光暗淡，变回原形，四散跌落。然而雾土守护符的光壁只是荡漾了几下，泛起层层涟漪，斩击并未能完全落在光壁上，庄阳便已斜飞向了高空。只见那巨型刀罡在劈砍光壁未果后，残余力量顺着惯性狠狠斩向了那片深草丛。不，草丛中2名自以为隐藏的天衣无缝的御兽宗弟子只来得及发出绝望的惊呼，下一刻便被这突如其来的远超他们承受能力的刀罡余波彻底淹没，护体灵光碎裂，电光石火间2道禁制光芒亮起，将满脸惊恐的2人传送出场。随着御兽宗2名弟子淘汰，场内修士只剩8人。合欢宗看台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庄阳火中取栗的操作惊呆了。苏青离张着小嘴，红芍和白芷美眸圆睁，就连一直清冷的紫苑眼中也掠过了讶异之色。而苏如紧绷的身体微微放松，唇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弧度。前4名已然稳了。正如他所料一般，庄阳御剑在空中折返，猛然掉头，而后悬停在高空处，居高临下俯视着4名磐石宗的魁梧弟子。接下来攻守一行了。庄阳眼眸一眯，说话间毫不犹豫地甩出了数张符宝：金光印、火龙符、土牢符，每一张都拥有筑基修士全力一击的威力，都不必浪费苏如所赠的金红贯日符。用这些低阶符宝对付4名炼气修士已然绰绰有余。咻咻咻！数道符宝化作流光，朝着下方磐石宗4人当头照下。轰隆隆！刹那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大半个演武场。耀眼的灵光混合着尘土与烈焰冲天而起，将那片区域完全吞噬。片刻后，灵力风暴向外席卷，即使隔着遥远的距离，看台上的观众也能感受到那令人心悸的威力。待得烟尘稍稍散去，众人急忙望去，只见原本磐石宗4人所在的位置已然是一片狼藉，地面焦黑，布满了深坑。3名磐石宗弟子被淘汰出局，唯有那名魁梧的领头弟子凭借着护身内甲和临时祭出的防御符宝勉强支撑了下来，但他也并不好受。内甲灵光暗淡，嘴角一血，单膝跪地，用开山刀死死支撑着身体，才没有倒下。他缓缓抬起头，眼中充满了不甘与骇然，朝着空中那道身影望去。然而抬头的瞬间，便感觉咽喉处传来一丝冰凉的触感。一柄寒光流转的飞剑不知何时已悄无声息地悬停在了他的脖颈前。魁梧弟子瞳孔骤缩，还没等反应过来，高空处的庄阳剑指向前轻轻一点，噗嗤，剑尖刺破那魁梧弟子的皮肤，一丝鲜血渗出。下一瞬，禁制光芒亮起，将其传送出场，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至此，磐石宗全员淘汰。也就在这一刻，悬空演武场上空，那威严洪亮的声音再次响彻，宣告了最终结果。比试结束，最终留在场中者4人，其所属宗门各获得10个古修士洞府秘境探索名额。此次新晋弟子比试大会至此落幕。话音落下，庄阳所在的地点以及另外3个方向同时亮起了一道光柱，
4人被送回了准备区。合欢宗看台上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欢呼。红芍激动地抓住身旁白芷的手臂，兴奋道：“前4，禁地试炼名额到手了。”白芷低头看了眼红芍的手，感受到手臂处的疼痛，俏脸微微泛红，呼吸急促了几分。是啊，多亏了庄师弟。苏清离也是美眸放光，难掩喜色。庄师弟居然真的做到了。紫苑虽未言语，但紧抿的唇线也微微上扬，显然心情极佳。周围其他女弟子更是喜形于色，互相庆贺。苏如长舒了一口气，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欣慰与自豪。禁地试炼资格，合欢宗时隔100余年，终于又拿到了一次叩问大道的机会。庄师弟，庄阳。不多时，以苏如为首，苏清离、红芍、白芷等人纷纷起身，化作一道道剑光或盾光，迫不及待地冲向准备区。另一边，天剑门看台，一众天剑门修士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周通虽然狼狈，但终究是躲到了最后，为天剑门争取到了珍贵的秘境名额。赵干定了定神，脸上却不见多少喜色，反而阴沉的可怕。他目光死死盯着合欢宗众人涌向的方向，眼眸中寒光闪烁，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没想到这该死的合欢宗，这莫名其妙的小子，竟然真的拿到了禁地试炼的名额。柳琴悄然靠近，传音道：“师兄，禁地试炼危机四伏，修士殒命时有发生，生死由命啊！”赵干眼眸微眯，岂能听不出柳琴的言外之意，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传音回复道：“自然。”秘境之内，那些合欢宗女修结。准备区内，合欢宗众人蜂拥而至。庄师弟，苏清离第一个冲到庄阳面前，美眸中满是关切与激动，神识毫不避讳地扫过庄阳全身，急切问道：“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庄阳感受到真诚的关切，心中一暖，微笑着摇头：“清离师姐，我没事，只是灵力消耗有些大。”不等苏清离回应，红芍的动作更快一步，她挤开苏清离，一双媚眼在庄阳身上咕噜噜转着，随后竟直接伸出纤玉手朝庄阳结实的胸膛摸去，嘴里还念叨着：“光用神识哪能检查仔细，让师姐亲手摸摸看，有没有？”红芍话音未落，一声清冷的厉喝骤然响起。苏如面罩寒霜，凤目寒微，盯着红芍道：“众目睽睽之下，你在干什么？”红芍讪讪地收回手，强作镇定地辩解道：“掌门，我这不是担心庄师弟受伤，帮他仔细检查吗？”说话间，他尴尬地后退2步，躲到了白芷身后，引来白芷一个无奈的白眼。庄阳忍俊不禁地看着这一幕，余光觉察到了3道羡慕的目光，那是其他3宗的晋级弟子，其中包括周通。嫉妒2字都快写在脸上了。庄阳倒是不以为意，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自家宗门。若是以前，他定然会将红芍的举动视为宗门考验，但如今已然知晓，宗门并非清净门，而是合欢宗。清楚了师姐们的热情是宗门风气使然，心中尴尬竟莫名减轻了不少，甚至隐隐还有些期待。庄阳，此次你为宗门立下大功，辛苦了。这时间，苏如不再理会红芍，目光转向庄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由衷的赞许和感激：“我代表宗门全体师姐们，谢谢你。掌门言重了，此乃弟子分内之事。”庄阳收敛心神，恭敬行礼。苏如还想说些什么，忽然察觉到2道强大的气息靠近，正是落霞宗与赤阳门的2位执法长老。落霞宗长老手掌一翻，掌心内多出了一个储物袋，声音平和道：“苏掌门，这是贵宗此次比试获得前4名的奖励，10个秘境探索名额的凭证以及相应的灵石资源皆在其中。”赤阳门长老接过话茬，继续说道：“接下来天道盟将举办庆功宴，你们……”没等说完，苏如就抢着道：“庆功宴我们就不参加了，宗门有些事情着急回去处理，还望海涵。”“好，不强求。”落霞宗长老淡定地说着，将储物袋递了上去。苏如郑重接过，微微颔首：“有劳2位长老。”2位长老点了点头，并未多言，转身离去。合欢宗众人见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苏如将储物袋小心收好，对众人道：“此件事了，我们回宗。”当下合欢宗处境艰难，庄阳又刚以一己之力赢下比赛，难免会引起各宗注意，万一有心怀叵测之人，加之这里人多嘴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妙。思索间，他带领众弟子走出准备区，一来到外面便祭出了流云玉舟。待众人都登上玉舟，苏如掐出几个法诀，霎时间玉舟化作流光，驶离了喧嚣的悬空演武场，朝着合欢宗方向飞去。路上气氛轻松欢快，合欢宗女修们围在一起，兴奋讨论着方才比试的惊险与庄阳最后那力挽狂澜的英姿。
时不时看向庄阳的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炽热。庄阳独自坐在舟舷边，看着下方飞速掠过的云海山峦，心中回味着今日的经历，尤其是赵干那翻译有所指的话，以及周通等人的举动。就在这时，一阵香风袭来，苏如莲步款款地来到了庄阳身边。他没有看庄阳，目光同样望着翻涌的云海，看似随意的开口，声音却带着一丝紧张：“庄阳，比试之前，那些天剑门的弟子可曾对你说了些什么？”苏如现在还不确定庄阳是否已经知晓了合欢宗的真相。庄阳闻言，心中微动，面上却不动声色，语气平静地回答道：“回掌门，弟子在准备区时极力降低存在，一直独自躲藏在角落，并未遇上什么天剑门修士。”苏如闻言，紧绷的心弦悄然一松。他最担心的就是庄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敌人口中得知真相，从而道心受挫，对宗门产生隔阂。虽说庄阳早晚都会知道，可还是在合适的时候亲口告诉他，让他容易接受些为妙。即便紫苑之前说了没有大碍，但事关宗门大业，还是谨慎为好。想着，苏如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之色，顺着庄阳的话说道：“原来如此，本座还担心那些天剑门的人口无遮拦，说些污言秽语影响了你的道心。既然没有，那便最好。”顿了顿，话锋一转，带过了这个话题：“庄阳，此番比试你消耗不小，好好休息一下吧，宗门快到了。”说完，便衣袂飘飘地转身离开。庄阳看了眼苏如离去的背影，又目视前方，缓缓闭上了双眼，开始调息。在他看来，宗门是清净门还是合欢宗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给了他两世未曾感受过的安稳与温暖。掌门和师姐们待他真诚，倾囊相授，甚至在得知他体质特殊后依旧竭力相护。但掌门之前那番关于修仙界残酷的告诫，以及此次比试中经历的明枪暗箭、弱肉强食，都让此刻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前路绝非坦途。庄阳自信掌门和师姐们不会害他，可置身于这波谲云诡的修仙界，一切还是谨慎为上，保留一些底牌，藏住一些心思，总归不是坏事。流云玉舟速度极快，不多时，合欢宗那笼罩在朦胧粉雾中的山门便映入眼帘。回到宗门后，苏如立刻下令召集所有筑基期以上的弟子前往议事大殿。庄阳作为特殊功臣，也被破格允许出席。很快，庄阳随掌门和众多师姐们来到了议事大殿内。苏如端坐于最上方的掌门御座，两侧稍矮的位置则坐着紫苑以及两位长老，苏清离、红韶、白芷等人则坐在靠前一些的位置。除此外，还有数十名容貌艳丽的筑基期女修，人都到齐了。苏如清冷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压下了一些细微的议论声。此次召大家前来，只为两件事。说话间，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庄阳身上，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许。第一，庄阳在此次天道盟新晋弟子比试中力挫群雄，为宗门夺得了前4名的佳绩。这意味着我们获得了10个进入古修士洞府秘境探索的宝贵名额。话音落下，大殿内响起一阵喜悦的骚动。虽然不少人已经知晓结果，但由掌门亲口宣布，依旧让人心潮澎湃。境地试炼意味着机缘，意味着宗门复兴的希望。苏如抬手压下骚动，语气斩钉截铁：此次名额乃庄阳一人之力争取而来，因此本座决定10个名额中庄阳必须占有1个，此乃他应得之功，任何人不得异议。掌门英明，理应如此。下面立刻响起一片附和之声，众女修纷纷点头。若非庄阳，宗门连1个名额都没有，自然无人反对。至于其余9个名额，苏如若有所思地说道，将在试炼开始前1天，依照宗门贡献点高低分配，贡献点排名前9的筑基期弟子可获得名额。这个方法公平公开，众人自然也没有异议。不少贡献点排名靠前的女修脸上都露出了激动之色，其余弟子也都目光灼灼，他们准备在试炼开始前拼上一把，争取在贡献榜上排名前列。秘境开启就在1个月之后。苏如再度开口，语气凝重了几分，时间紧迫，诸位也需在这1个月内尽力提升实力，做好准备。秘境之中，机缘与危险并存，绝非比试那般温和。说着，他目光再次转向庄阳，手腕一翻，一个精致的玉瓶出现在掌心，轻轻一掷，玉瓶悬浮于空，向着庄阳飘去。庄阳，你如今已是炼气大圆满，筑基在即，此乃本座仅存的1颗筑基丹，今日赠予你，望你能在此1月之内成功筑基，如此进入秘境方能多几分自保之力。筑基丹，庄阳心中一震，连忙起身，双手郑重地接过玉瓶，深深行礼：弟子多谢掌门厚赐，定不负掌门期望，全力冲击筑基。苏如面带微笑，
微微颔首。议事殿内，一众女修则是面面相觑，美眸中皆透出了期待之色。一旦庄师弟筑基，那岂不是就意味着……红芍吞咽了口唾沫，猛地站起身，喊道：“掌门！”此话一出，引得众人纷纷瞩目。红芍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庄阳一眼，又看向苏如，说道：“掌门，庄阳师弟他毕竟是杂灵根资质，一颗筑基丹恐怕不足以支撑他顺利筑基。我这里还有一颗，是当初我筑基时剩下的，今日就给庄阳师弟吧。”说着，他也掏出了一个玉瓶，不由分说地塞到了庄阳手里。苏如先是一愣，随即有些哭笑不得。这丫头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没想到还私藏了一颗筑基丹。不过她这番心意，不等苏如开口，一旁的白芷也站起身子，说道：“红芍师姐所言有理，杂灵根筑基却需更多助力。我这里也有一颗剩余，便一并给了庄阳师弟吧。”又一个玉瓶落入庄阳手中，紧接着一直沉默的紫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袖袍轻轻一拂，2个玉瓶便轻飘飘地飞到了庄阳面前，竟是直接给了2颗。这下连台上的2位长老也坐不住了，一位长老率先开口：“庄阳，我这里也有一颗存货，便助你一臂之力吧。”又是一个玉瓶，另一位长老同样取出一个玉瓶。正当如此，眨眼之间，庄阳怀里已经捧了足足7个装着筑基丹的玉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怀中这沉甸甸的关怀，鼻腔有些发酸，心中暖流涌动。这些师姐，或许她们行事风格各异，或许她们对自己有所图谋，但此刻这份毫无保留的支持与赠予，却是如此的真挚而沉重。苏如欣然一笑：“庄阳，望你勤加修炼，早日筑基，不负众望。”苏如说着，手中又多出了一枚闪烁着淡淡荧光的玉简手一掷，玉简立刻飘向庄阳。他又语气平和地说道：“这枚玉简你且收好，里面涵盖了宗门收藏的诸多功法，包括宗门秘术、筑基基础功法，还有一些剑道的功法典籍，拿去后好生研习一下吧。”此言一出，众女修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庄阳身上，眼神中无不带着期许与鼓励。庄阳愣愣地看着飞来的玉简，双手捧着接过，神识下意识地往里一探，立刻被其中浩如烟海的信息所震撼。下一刻，他抬起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苏如：“掌门，这么多功法都给弟子了吗？”在他的认知里，无论是前世的小说作品，还是之前偶尔听说的消息，各大宗门传授筑基功法，无不是让弟子选择一样，何曾有过将如此多秘典一股脑都传授给弟子的先例？其他宗门确实是则其一经年，但咱们宗门情况特殊，传承理念亦有所不同。苏如微笑地解释道：“何况你身具5种属性灵根，这些不同属性的功法，于你而言，理论上皆可修习，多了解一些，并非坏事。”顿了顿，又环顾一众女修，继续说道：“放心，这并非是对你特殊，你的这些师姐们筑基时也都是如此。”说话间又不忘郑重提醒：“当然，功法再多，也需量力而行，贪多嚼不烂。你需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1、2种主修功法，深入研习，方是正道。至于其他，可作为借鉴参考，开阔眼界即可。”最后，他特别强调了一下：“对了，这玉简中所记载的宗门秘术，是所有弟子必修的功课，你需仔细参悟，不可懈怠。”庄阳虽然仍有震撼，但听到所有师姐都是如此待遇时，心中那份受宠若惊的不安倒是减轻了不少。他重重点头，将玉简小心收起，躬声道：“弟子明白，定当谨遵掌门教诲，慎重选择，勤加修习。”时候不早了，回去早些休息吧。苏如摆了摆手，微笑道：“筑基之事不必过于焦虑，顺其自然便可。弟子告退。”庄阳再次行礼，这才怀揣着7颗筑基丹和功法玉简，转身离开了议事大殿。其他女修也纷纷行礼告退。偌大的议事殿很快便只剩下苏如与苏清离姐妹2人。见众人离去，苏清离迫不及待地走到苏如身边，压低声音问道：“姐姐，庄师弟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合欢宗的真实身份了吧？”苏如闻言轻轻摇头，脸上露出一丝复杂之色。天剑门那边并未向他挑明。“啊，还不知道。”苏清离美眸圆睁，有些意外和无奈。那我们接下来岂不是还要继续伪装成清净门？这要装到什么时候？每次与他接触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说漏嘴。苏如揉了揉眉心，也是感到一丝疲惫。虽然之前紫苑说了宗门真相无需多虑，但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这样吧，你明月去找庄阳，关心一下他练功的情况，举止可以再放开一些，总之试探着来吧，注意分寸即可。苏清离想起之前庄阳面红耳赤的模样，俏脸不禁一红，乖巧点头道：“
是，姐姐，我明白了。事业静心阁内，庄阳并未着急服用筑基丹冲击境界，而是先将那枚记载了众多功法的玉简拿了出来。他盘膝坐在蒲团上，神识沉入玉简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苏如特意强调的所有弟子必修的宗门秘术阴阳和合诀。这秘术被一层强大的禁制包裹，晦涩难懂。庄阳能感觉到，倘若以寻常炼气期弟子的神识强度，别说参悟，就连窥见其中一二都极其困难。然而他如今的神识强度早已达到了堪比筑基中期的程度。这层对炼气弟子而言坚不可摧的禁制，在他的神识面前不再是无法逾越的屏障。他凝聚心神，开始解读其中蕴含的信息。渐渐的，这门阴阳和合诀的核心精义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流入他的识海。通过开篇总纲便可得知，这并非如天剑门所污蔑的那般是什么损人利己、单方面采补的邪术，而是一门阐述阴阳大道，旨在调和阴阳，促使男女修士通过特殊法门，双方灵力交融，神魂共鸣，最终达到互补互益，共同精进。虽然其中确实包含采补之道，但核心绝非一味掠夺。总纲中明确提及，若运用得当，双方皆可获益，于大道修行有莫大助益。当然，若心术不正或功法残缺，亦有可能行那损人利己之事，但这并非功法创立之本意。这功法是残缺的。庄阳缓缓收回神识，眼中闪过了一丝尴尬。如此一来，功法残缺之后，确实是一门单方面采补之术啊。不过，掌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自己，说明宗门并非将自己视作可以随意压榨的炉鼎，否则怎么可能让一个炉鼎去修习采补之术？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份倾囊相授的诚意，让人心安了不少。庄阳心中的疑虑稍定，并未沉浸在阴阳和合诀带来的思绪中太久，很快便收敛心神，继续将神识探入玉简，浏览起其他功法。苏如掌门说的对，贪多嚼不烂，需要从中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主修功法。玉简内包罗万象，涵盖筑基期修习的基础功法要诀，让人眼花缭乱。忽然他被几部剑诀吸引了注意：雷霄剑诀、青木剑诀、寒破剑诀、焰星剑诀、震月剑诀。这5部剑诀名称各异，属性分明，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5行。它们之间隐隐又存在着某种玄妙的联系，竟给人一种同宗同源、相辅相成之感。霎时间，庄阳心生好奇，仔细探查起了这5部剑诀的总纲。嗡！当庄阳的神识触及那部雷霄剑诀时，异象陡生，一道尖锐的剑鸣混合着低沉的雷鸣，直接在他识海中炸响。玉简中，此功法周围竟隐隐有细碎的湛蓝色电弧跳跃生灭，隐隐散发出一股诛邪破魔的凌厉剑意，不由得让人心生凛然。好霸道的剑诀！庄阳心中震撼，光是感知其意，便觉神魂仿佛被雷霆洗涤了一遍。他稳住心神，神识转向旁边的青木剑诀，霎时间画风骤变，神识被一股温润蓬勃的生机之感包裹，仿佛从雷暴中心踏入了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隐隐能嗅到雨后草木的清新气息。此功法周围竟有藤蔓虚影缠绕生长，剑意绵长而充满活力，让人心神宁静，经脉都似乎舒畅了几分。此剑诀竟蕴含如此生机，庄阳啧啧称奇。接着是寒破剑诀，神识刚与之接触，一股透彻骨髓的寒意便席卷而来，好似瞬间置身于万载冰窟，四周皆是亘古不化的玄冰。功法周遭弥漫着淡淡的冰蓝雾气，隐约凝结成细小的冰晶，连思维都似乎要被冻结迟缓。那剑意阴寒，直指神魂，令人不寒而栗。庄阳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连忙将神识转向焰星剑诀。轰！神识触及，好似一点火星落入油海，炽热爆裂的气息轰然爆发。感知中，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熔岩火海，热浪扭曲空气。此功法周围散发着焚尽八荒的毁灭意志，剑意侵略如火，狂暴绝伦，充满了最极致的攻击与破坏欲望，让人心惊肉跳。最后是震月剑诀，神识沉入，一股难以言喻的厚重与沉稳之感压下，无形之中像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坐落于识海，岿然不动，镇压一切。功法周围隐有山岳虚影沉浮，剑意磅礴大气，带着封锁空间、镇压万物的强大力量，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5部剑诀，5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庄阳识海中依次展开，带来强烈的感官与心神冲击。良久，庄阳缓缓收回神识，深吸了好几口气，才从这5行剑意的轮番震撼中平复下来。
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诛邪、疗愈、封魂、强攻、镇压，五行轮转，相生相克，这5部剑诀几乎涵盖了他能想到的所有战斗方式，而且他们气息隐隐相连，同宗同源。霎时间，一个大胆的念头涌现而出：自己身具纯阳仙体，五行皆备，理论上可以修行任何属性的功法。如果能同时参悟这5行基础剑诀，对敌时便能根据情况随意转换属性。雷霄诛邪，青木续航，寒破封魂，焰星强攻，震月镇压，5行相辅相成，圆转如意。庄阳看到了一条迥异于常人、潜力无穷的剑道之路。虽然这5部都只是筑基期的基础剑诀，但若能将其精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其爆发出的威力恐怕远超单一剑诀的极限，足以越阶挑战。这个想法极具诱惑力，难度也无疑是地狱级别。同时修炼5种不同属性的剑诀，对灵力的掌控、神识的负荷以及悟性的要求堪称苛刻，难如登天。但我拥有纯阳仙体，灵力恢复速度远超常人，神识强度也远超同阶，似乎有一试的可能。思索间，庄阳喃喃自语，不必立刻贪多求全，可以先从理解其总纲和基础运剑法门开始，慢慢揣摩这5行相生相克之道。定了定神，他又浏览起了御简中的其他功法，最终被一门名为灵龟潜息术的辅助功法吸引。这门功法修炼出的气息沉凝，乃是敛息诀的上位替代，甚至大成之后还可以改变自身外放的灵力属性，正适合藏拙保命。庄阳深知根基的重要性，压下了立刻研究5行剑诀的冲动，将首要目标放在了灵龟潜息术上。这门辅助功法对他目前而言，实用性更在剑诀之上。很快，庄阳沉心静气，开始修习。初时颇为滞涩，但纯阳仙体的悟性优势渐渐显现。不过2个时辰便已初步入门。一夜苦修，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庄阳缓缓睁眼，周身那原本因5行兼备而显得有些驳杂，不易完全收敛的气息，此刻竟变得圆融内敛，深沉如水。心念微动间，5种属性的灵力在体表流转，最终竟统一化作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土黄色灵力光泽。乍一看与寻常的土灵根修饰无异，果然玄妙。庄阳心中欣喜。就在他暗自体会这灵龟潜息术的奥妙时，静心阁外传来了苏清里比往日更加柔媚3分的呼唤声：“庄师弟，师姐来看你了。”庄阳收敛功法，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快步走去开门。门扉开启的瞬间，一股香风迎面扑来。只见今日苏清离穿着一袭淡紫色的纱裙，面料轻薄，行走间裙摆摇曳，勾勒出曼妙动人的曲线。领口比往日开得略低，露出一段雪白精致的锁骨，以及其下若隐若现的诱人弧度。秀发并未完全竖起，几缕青丝慵懒地垂在颊边，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一颦一笑间勾人心魄。庄阳看着苏清离，顿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心脏也不争气地加速跳动起来，随即又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喉咙有些发干。若是以前，定会将此视为宗门考验，但如今已知晓此地乃是合欢宗，师姐这般举止乃是常态。思及至此，庄阳又觉得一股莫名的燥热自小腹升起。虽两世为人，但本质上都是血气方刚，未经人事的少年郎前世埋头苦读无缘风月，今生颠沛流离，更无暇他顾，压抑了不知多少年的青春躁动。此刻在这位千娇百媚、有意无意展露风情的师姐面前，几乎要绝地而出，这谁能顶得住啊？青离师姐早。庄阳深呼吸，强行移开视线，不敢再去看那惊心动魄的风景，努力维持着平静，问道：“不知师姐一早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苏清离将庄阳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暗自得意。他莲步轻移，凑近到庄阳身边，这才笑盈盈的开口，声音娇媚：“怎么，没事师姐就不能来看看你吗？”庄阳一愣，连忙道：“自然可以。”苏清离忍俊不禁，娇笑一声道：“好了，不逗你了。你昨日得了筑基丹，我担心你急于求成，特地过来看看你。”说话间，一双媚眼直勾勾盯着庄阳，继续观察庄阳的一举一动。多谢师姐关心，弟子尚在调整，还未开始冲击筑基。庄阳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生怕一抬头就又陷入那妩媚的眼波中。苏清离越发觉得有趣，正想再逗弄庄阳几句，忽然轻咦一声，美眸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他收敛了媚态，稍稍退后一步，仔细感知了一下，惊讶道：“庄师弟，你的气息好像和昨天不太一样了，更加内敛了。”庄阳心中一动，
正好借此转移话题，连忙抬头道：“回师姐，弟子昨夜研习了一下御简中的灵龟潜息术，略有所得。”原来如此。苏清离恍然，眼中赞赏之色更浓。想不到你一夜之间就能将此术修炼到能改变灵力外显的地步，悟性果然惊人。他心中暗道，这小师弟不仅实力进步神速，在保命藏拙这方面也一点就透，真是越来越让人心痒难耐了。苏清离看着庄阳那俊朗的面庞，还有因刚才紧张而微微泛红的耳根，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踏入修仙之路，随着实力增强，体质也会有所改善。像是女修筑基之后，会逐渐变为无漏之体，不会再被月事所困扰。男修的体魄也会变得壮硕，虽说不如专门练体的修士，但肌肉结实程度远胜练武的凡人。也不知道庄师弟现在身体变得如何了。思索间，苏清离鬼使神差地向着庄阳靠近，纤纤玉指似无一般，轻轻点上了庄阳的胸膛。霎时间，庄阳浑身巨震，温软的触感如同电流般窜遍全身，一股莫名的气血混合着燥热直冲头顶。这难道就是合欢宗的必修课终于要来了吗？啪！庄阳脑中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嘣的一声断了。来就来，怕什么？既然是合欢宗的必修课，自己一个大男人难道还能露怯不成？他几乎是凭借本能反应，手臂猛地一环，竟直接将苏清离紧紧搂进了怀里，然后低头吻了下去。苏清离美眸陡然瞪大，嘴唇感觉一阵发麻，本能的伸手抵在庄阳的胸膛上，想要推开，可下一刻那点推拒的力气如同泥牛入海，消失无踪。渐渐的闭上了双眼，手指紧紧攥住了庄阳胸前的衣襟，指尖都因用力而泛白。良久，庄阳主动分开，苏清离才回过神来，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直到后背抵住门框才停下。庄师弟，你这是做什么？苏清离喘息着，胸口不断起伏，原本白皙的俏脸此刻涨红到了耳根，连那修长的脖颈都泛着诱人的粉色，美眸也是盈满了水光，透着惊讶之色和浓浓的羞怯，完全没了之前的游刃有余。师姐，这难道不是宗门？庄阳看着苏清离害羞不已，宛若受惊小鹿般的模样，突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是师姐主动的吗？怎么还反问上自己了？我这还是第一次接吻呢。这时间，苏清离又急又羞地跺了跺脚，说完便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静心阁。什么情况？庄阳站在原地，看着苏清离仓皇逃走的背影，面露茫然之色。不是合欢宗必修课吗？难不成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可自己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忽然，庄阳倒吸了一口凉气，莫不是自己理解错了？不能吧？另一边，苏清离一口气跑出老远，直到回头看不见静心阁，才停下，扶着路旁的一棵古树喘息了起来。几时息后，又伸手捧住自己滚烫的脸颊，感觉心跳如同肋骨一般，怎么压也压不下去。羞死人了！真是，他小声呢喃。虽说是合欢宗弟子，修习的也是合欢宗功法，理论知识懂得不少，嘴上调侃起来也比谁都大胆。可他从小在宗门长大，都没见过男人，更别提如此亲密的接触了。说白了，他和宗门里其他女修一样，都是纸上谈兵的嘴强王者，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真到了实战环节，完全是懵懂无知、手足无措的新手，全然没有半点实战的经验。甚至连苏如这个掌门都是如此。这下可好，本来是想逗逗他，结果苏清离懊恼地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这下还怎么去见人啊？掌门殿内，苏如正处理着宗门事务，忽见苏清离去而复返，不禁有些诧异。再定睛一看，妹妹的俏脸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连耳根都染着绯色，而且眼神躲闪，一副心神不宁的模样。清离，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苏如放下手中的玉简，疑惑问道。还有，你的脸怎么红成这样？是身体不适吗？姐姐，苏清离低着头，声音细弱蚊蝇。原本他来是找苏如汇报情况的，可眼下却忽然有些难以启齿。到底发生何事？苏如黛眉微蹙，你怎么扭扭捏捏的？苏清离暗暗叹了口气，硬着头皮用极小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将方才在静心阁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苏如听完，先是一惊，谈口微张，脱口而出的问了句：是什么感觉？苏清离猛地抬头，美眸中满是错愕，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姐姐怎么会问这个？苏如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绝美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连忙清了清嗓子，
强行恢复了掌门的端庄神色，一本正经地找补道：“嗨，我是说，这庄阳竟如此大胆。不过，也未必是坏事。”他顿了顿，又分析道：“没想到庄阳看着单纯，行事却并不木讷，甚至颇有几分主动。这说明他对我们合欢宗的作风并不排斥，甚至内心已然有所接纳。这是好事，我们的引导是有效的。”苏青离听着姐姐的分析，脸上的红晕稍退，却更添了几分懊恼和忐忑。姐姐，那我当时反应是不是过激了？直接就那样跑了，会不会吓到庄师弟，让他以为我不喜？苏如看着苏青离副患得患失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你的反应何止是过激，简直是……身为合欢宗弟子，面对男弟子如此上道的举动，居然羞怯逃跑，实在是有失我合欢宗的颜面。”苏青离被说得更加无地自容，小声辩解：“我这不是没经验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都不好意思再去见庄师弟了。”苏如沉吟片刻，俏脸微微泛红，却摆出一副严肃模样，说道：“既然事已至此，接下来你便好好在洞府休息，平复心境。若无要事，暂时不要再去静心阁找庄阳了。”不去找他了，这能行吗？苏青离有些不解。按理来说，不是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拉近关系吗？听我的安排即可。苏如笃定地点了点头。你要知道，有时候适当的疏离比一味的贴近更为有效。你且安心修炼吧。说话间，他心中又腹诽道：“其他的就交给姐姐吧，你还年轻，把握不住，交给姐姐来把握，给你做个表率。”苏青离虽然心中仍有疑虑，但见苏如如此肯定，也只好点头应下。是，青离明白了。说完便行礼告退。苏如看着妹妹离去的身影，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低声自语：“亲吻吗？”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庄阳俊朗的面容，又想象出了苏青离所经历的一幕，不过主角换成了他自己。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为静心阁披上一层暖金色的薄纱。庄阳盘坐在练功房内，正潜心巩固着灵龟潜息术，周身气息愈发圆融内敛，好似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忽然他心有所感，无意间抬起头，瞳孔微微一缩。不知何时，掌门苏如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练功房内，静立在不远处。他今日并未穿着往日那庄重华贵的宫装，而是换了一身淡粉色的轻纱罗裙，裙摆只到膝上，露出2截白皙修长的小腿，玉足踏着一双精致的绣鞋，还特意描画了妆容，比平日更显娇艳。眉宇间那股成熟的少妇风韵犹在，却又平添了几分少女般的明媚与活力。庄阳心中一跳，连忙收敛功法，起身恭敬行礼：“弟子庄阳见过掌门，不知掌门驾临，有何指教？”苏如看着庄阳那俊朗的面容和因修炼而愈发挺拔的身姿，俏脸不易察觉地泛起点点红晕，但还是强装镇定，用一副检查弟子功课的严肃口吻问道：“不必多礼，本座来看看你修炼的如何了。听说你在修习灵龟潜息术，可还顺利？”庄阳老实回答：“回掌门，弟子正在修习此术，已能初步改变灵力外显，收敛自身气息。”不错。苏如点了点头，看似随意地向前走了几步，来到庄阳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不足1尺。庄阳顿时嗅到了一股馥郁成熟的幽香气息，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呼吸也微微一滞。这时苏如抬起那双妩媚凤目，直直看向庄阳的眼睛，目光中带着一丝探究，又似乎藏着别的什么。庄阳被苏如看得有些不自在，喉结滚动了一下，试探地问道：“掌门，怎么了？是弟子身上有何不妥吗？”苏如红唇轻启，却欲言又止，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他心中期待着庄阳能像对待苏青离那样开窍。“来吧，主动搂住我，狠狠亲上来。庄阳，本座都主动送上门了，你还在等什么？快动手吧。”然而庄阳见苏如只是盯着自己不说话，心中愈发疑惑。他想了想，从储物袋中取出了那枚记载功法的玉简，开始认真地与苏如分享起自己修炼灵龟潜息术和浏览其他功法时的一些心得和疑问。“掌门，弟子观这灵龟潜息术，其核心在于藏与凝，与寻常敛息法门颇有不同。还有那五行剑诀，弟子觉得他们似乎同出一源，若能领悟其相生相克之道。”庄阳侃侃而谈，神情专注，完全是一副好学弟子向师长请教的模样。苏如听着庄阳条理清晰的阐述，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表情，嘴角微微抽搐，偶尔指点几句，心思却完全不在功法上，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庄阳近在咫尺的唇瓣，脑海中回想着妹妹描述的触感，只觉得心猿意马，一股莫名的燥热自身躯深处升起。这小子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难道非要本座把话挑明吗？可那样也太失身份了。还是说他嫌弃本座年龄大了？大吗？不过才100岁出头，放在修仙界还算是年轻小姑娘呢。而且本座30岁时候就服用了驻颜丹，容颜永驻，这模样就算是在合欢宗内也算是名列前茅了吧。苏如内心挣扎了片刻，眼看庄阳还在认真分析着功法，终于把心一横，贝齿轻轻咬了下红唇，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在庄阳话音刚落，准备听取下一步指点时，苏如忽然向前逼近了半步，两人几乎衣袂相贴，然后他抬起纤纤玉手，轻轻搭在了庄阳的肩膀上，温软滑腻的触感传来，如同羽毛搔过心间。庄阳浑身一僵，话语戛然而止，有些错愕地看向苏如。只见苏如俏脸绯红，凤目中水光潋滟，朱唇微起，语带诱惑道：庄阳，功法修炼贵在实践，有些门道光靠嘴上说是参不透的。庄阳闻言，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那股馥郁的幽香萦绕在鼻尖，肩膀上温软的触感更是让他浑身僵硬。他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声音沙哑：那掌门的意思是？苏如凤眸中媚意渐浓，声音愈发柔腻：自然是手把手亲自来教你，让你更深刻的体会何谓实践出真知。说着，指尖若有若无地在庄阳肩头轻轻划了一下。庄阳只觉得那一下仿佛划在了他的心尖上，浑身一个激灵。可是掌门，阴阳和合诀，弟子还未曾仔细参悟其中精义。无妨。苏如打断，红唇凑近庄阳耳边，吐气如兰：今日不谈秘术，也不修功法，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先指导你一下，让你提前熟悉氛围。这话已经近乎直白了。庄阳再迟钝也明白了苏如的意图，脸颊瞬间爆红，心跳如肋骨。看着近在咫尺、娇艳欲滴的掌门，脑海中一片混乱，最终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声如文瑞的应道：弟子全凭掌门安排。苏如心下大喜，成了。但随即又涌上一股淡淡的无奈，果然最后还是得亲自出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才行嘛。这小子看似主动了一次，本质上还是个需要推着走的纯情少年啊。很快他压下心中的杂念，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指导。搭在庄阳肩上的手开始不安分地向下滑落。可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如冰泉击玉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练功房上空传来：师姐，你在做什么？这声音如同惊雷，劈散了满室的旖旎。苏如浑身一僵，搭在庄阳身上的手猛地缩了回去，身形又向一侧急退了2步，与庄阳拉开了距离。脸上那诱人的红晕尚未褪去，却又浮上了一层被撞破好事的羞窘与慌乱。庄阳也是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只见一道白色的盾光如同月华流泻，穿透了屋门，落在了练功房内。盾光散去，露出紫苑那清冷绝尘的身影。他一袭白衣，依旧是不染尘埃的模样，容颜绝世，眉眼间却仿佛凝结着万古不化的寒冰。目光先是扫过庄阳，最终落在了脸颊绯红的苏如的身上，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苏如强装镇定，整理了一下发丝，试图端起掌门的架子，但声音明显底气不足：紫苑师妹，你怎么来了？紫苑没有回答，而是冷声反问道：师姐，你方才在做什么？苏如被紫苑那清冷的目光看得心头一慌，强装镇定地解释道：本座自然是在指导庄阳修行啊，解答他一些功法上的疑惑。他刻意加重了指导和解惑的语气，试图掩盖方才那近乎调情的暧昧。紫苑闻言，冰湖般的眸子微微眯起，视线转向庄阳，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探究：是吗，庄师弟？庄阳一愣，连忙点头如捣蒜，脸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尴尬附和道：是的，紫苑师姐，掌门正在指导弟子修行。紫苑的目光在庄阳泛红的脸上停留了一瞬，又扫过苏如故作镇定却难掩慌乱的眉眼，轻轻哼了一声，最终目光定格在了苏如的身上。那师姐还真是辛苦了。苏如被这话噎得俏脸更红，心中又羞又恼，却无法反驳。他赶紧转移话题，反客为主地问道：紫苑师妹，你又为何会在此处？紫苑神色不变，语气依旧清冷：我暗中为庄师弟护法，确保他筑基前无人打扰，有何问题？苏如顿时语塞，表情僵住，尴尬的脚趾抠地。唉，之前紫苑深夜试图潜入静心阁，还是他亲自守在暗处将其抓个正着，这才过了多久，情况竟然完全反了过来。如今换成紫苑在暗中护法，而自己这个掌门却成了那个意图不轨被当场撞破的人，还真是风水轮流转。没问题，
师妹尽职尽责，很好。苏如干笑两声，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尴尬之地。既然有师妹护法，那本座便放心了。说话间，他又看向庄阳，一本正经地嘱咐道：“庄师弟，你好生修炼，切勿懈怠。我和你紫苑师姐就不打扰你清修了，告辞。”说完，周身遁光亮起，不等庄阳和紫苑再有反应，便化作一道遁光离开。紫苑看着苏如遁走的方向，又回头淡淡瞥了庄阳一眼，没有再多言，同样化作一道清冷的白色遁光离开了练功房。练功房内，庄阳看着二人先后消失，长长舒了一口气，后背都惊出了一层薄汗，抬手擦了擦额角，心有余悸。合欢宗还真是刺激。喃喃间，庄阳隐捕捉到了什么信息。紫苑师姐说，暗中为我护法，确保筑基之前无人打扰。那岂不是说筑基之后就可以随便来打扰了？庄阳脸色又是一红，难道说筑基之后？咕咚，思及至此，他忍不住吞咽了口唾沫。看来得尽快筑基才行了。静心阁外，夜空之下，苏如正驾驭着遁光，心绪不宁地朝着掌门殿方向飞去，脑海中还在回放着刚才被紫苑撞破的尴尬场景，俏脸一阵红一阵白。就在这时，一道白色的遁光以更快的速度追了上来，与他并肩而行，正是紫苑。苏如心中一紧，面上却强装平静：“师妹还有何事？”紫苑目视前方，声音清冷：“掌门师姐，方才之事，师妹可以当作没看见。”苏如刚想松口气，却听紫苑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但是，请师姐务必记得宗门的规矩。”他侧过头，美眸直视苏如，一字一句地说道：“待到庄师弟筑基之后，贡献榜排名第一者拥有优先享有与他共同参悟阴阳和合诀的资格，这是宗门铁律，希望师姐不要忘了，更不要试图逾越。”苏如目光闪躲，心中尴尬到了极点，硬着头皮回道：“本座自然知道，宗门的规矩绝不会破坏，紫苑师妹多虑了，希望师姐是真的知道，而不只是嘴上说说。”紫苑轻哼道：“师姐身为掌门，更应以身作则，维护宗规的威严。若是连掌门都带头破坏规矩，那宗门上下岂不乱了套？”说完，不再多言，白色遁光骤然加速，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瞬间将苏如甩在身后，消失在远方的夜幕中。苏如独自悬停在半空，看着紫苑消失的方向，俏脸涨得通红。被师妹如此毫不留情的警告，怪尴尬的。贡献榜。苏如喃喃自语，遁光猛地一折，不再返回掌门殿，而是朝着宗门事务堂的方向疾驰而去，要去确认一下如今的贡献榜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事务堂位于合欢宗较为中心的区域，由苏清离负责打理。苏清离的洞府也在事务堂不远处。苏如按下遁光，直接落入事务堂院内。正在堂内核算账目的苏清离察觉到气息，连忙迎了出来，见到是姐姐，有些惊讶：“姐姐，你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苏如开门见山，语气急切：“清离，立刻把现在的贡献榜排名调出来给我看。”苏清离虽感疑惑，但还是依言照做。他引动法诀，事务堂墙壁上一面巨大的玉壁顿时亮起柔和的光芒，上面清晰显示出不断变动的贡献点排名。不过排名靠前的却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前10名。当苏如的目光落在榜首那个名字上时，心猛地一沉。第1名紫苑，贡献点赫然比他记忆中又暴涨了一截，遥遥领先。迅速向下看去，第2名苏清离，第3名才是他苏如，而第4名往后，与前3的贡献点差距更是巨大。苏清离看着姐姐瞬间变得难看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道：“姐姐，怎么了？是排名有什么问题吗？”苏如盯着那紫苑2个字，只觉得无比刺眼。明明自己已经这么努力做任务了，结果这师妹比自己还拼。照现在这个情况，等到庄阳筑基之时，第1名的位置几乎是板上钉钉，无人可以撼动。怪不得紫苑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这个掌门。苏如无奈地叹了口气，转头看向苏清离，沉声问道：“最近宗门内还有什么贡献点高又比较紧急的任务吗？”苏清离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连忙翻看任务卷宗：“有，药园那边有任务，贡献点给的很高，但需要去宗门后山的迷雾峡谷采集，那里偶尔会有2、3阶的妖兽出没，有些危险。还有一个是协助炼气方修复护山大阵的一处阵眼缺陷，需要精通阵法的弟子，贡献点也。”行了，苏如打断，玉手一挥，语气斩钉截铁：“把那些贡献点高的任务都给我登记上。”啊，姐姐，你这……苏清离有些愕然，不能再拖下去了，情况紧急，庄阳筑基在望。苏如语重心长，必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哦，好吧。苏清离无奈应下，为苏如办理起了任务接取手续。
一边办理着，他一边偷偷观察苏如那斗志昂扬，仿佛要去跟人拼命的架势，忍不住在心里小声嘀咕：姐姐，你这是要威胁我第2名的位置啊？任务都接走了，我接什么？苏如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目光灼灼地问道：青离，你怎么还给自己接上任务了？苏青离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姐姐，我觉得你说的对，庄师弟筑基在望，我也得把握住机会才行。静心阁内7日时间转瞬即逝，庄阳并未急于服用筑基丹，而是将状态调整至巅峰，直到感觉再无滞色，心神澄澈，体内灵力圆融饱满，如同蓄势待发的洪流。筑基乃是修仙路上第1道天堑，褪去凡胎，凝聚道基，从此寿元倍增，灵力化业，方可真正称之为修士。此关不过终是红尘蝼蚁。他知道，即便自己身负纯阳仙体，根基远超同阶，又有大量筑基丹辅助，此关也绝不容小觑。一旦行差踏错，轻则筑基失败，修为倒退，重则经脉受损，道基尽毁。慎重起见，决定在正式冲击之前再做最后一次确认。庄阳拿起一直放在置物架上从未动用过的幻灵铃，灌注一丝微弱的灵力，轻轻摇晃。叮铃铃，清脆悠扬的铃音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穿透静心阁的静止，向着特定的方位传递而去。1刻钟后，一道淡紫色的剑光便落在了静心阁外，光芒敛去，现出苏青离窈窕的身影。他今日穿着倒是比上次庄重了不少。庄师弟可是修炼上遇到了疑难？苏青离步入阁内，声音尽量保持平和，但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速。一双美眸在看向庄阳时，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羞赧和躲闪。庄阳快步相迎，恭敬行礼：打扰青离师姐了，弟子自觉状态已调整至最佳，准备扶丹冲击筑基之境，只是心中尚有几分忐忑，想再向师姐请教一番，确保万无一失。听到庄阳是要请教筑基之事，苏青离神色一正，将那点女儿家的羞怯压下，认真起来：师弟请讲，师姐必定知无不言。庄阳请苏青离坐下，然后开始事无巨细地询问起来，从服用筑基丹的最佳时机，药力化开时经脉的承受极限，到灵力化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异象，乃至筑基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的应对之法。他的问题细致入微，甚至有些角度颇为刁钻。苏青离一一耐心解答，往往能直指要害，并结合自身经验给予提点。总之，筑基之关键在于精、气、神3者合一。苏青离总结道：精乃肉身根基，气乃灵力本源，神乃意志所向。服用筑基丹便是借丹药之力，强行将体内散逸的精气凝聚、压缩、提纯，最终与升华的神相合，于丹田开辟灵湖，铸就大道之基。此过程如同开天辟地，需有大毅力、大决心，更要守住灵台一点清明，不为外物所动。庄阳认真聆听，将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中，只觉获益匪浅。之前一些模糊之处豁然开朗，对筑基的过程有了更清晰、更立体的认知，心中那最后一丝不安也渐渐平息。最后，苏青离看着庄阳，眼神鼓励：师弟你根基之雄厚，来我生平仅见，灵力精纯远超同阶，神识意识不凡，各有数颗筑基丹为辅，一定能成功。多谢师姐解惑，弟子心中已有成算。庄阳真诚道谢：师弟客气了，你能如此谨慎是好事。苏青离微微一笑，见庄阳再无疑问，便起身准备告辞。若没有其他事情，师姐便不打扰你进修了。师姐请留步。庄阳忽然开口叫住了他。苏青离脚步一顿，疑惑回头：师弟还有何事？庄阳心中念头转动，想到宗门是合欢宗，想到那阴阳和何诀，想到苏青离、苏如甚至紫苑等人那些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举动，一个猜测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他斟酌了一下语句，试探地问道：青离师姐，弟子冒昧一问，待我筑基成功之后，宗门对我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他问得含蓄，但特殊安排4个字在此刻的语境下，配合合欢宗的背景，其指向几乎不言而喻。苏青离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俏脸唰的一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了艳丽的红霞，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他眼神也慌乱起来，不敢与庄阳对视。啊，这个宗门自然是会有安排的，不过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越说声音越小，脑袋也低了下去，露出雪白一段后颈。那羞不可抑的模样与他平日时而温婉时而大胆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却更添几分动人的风情。反正肯定不会是什么坏事就是了。苏青离深呼吸，像是为了增加说服力，又急忙补充了一句：庄师弟你安心筑基，有什么事情再摇铃叫我，我还有宗门事务
要处理，先走了。说完，几乎是逃似的转身，快步冲出静心阁，身影很快消失在院外的青石小径尽头。庄阳站在原地，望着苏青离消失的方向，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苏青离那修久难当、语无伦次的反应，印证了他心中的猜测。筑基之后，果然有安排，而且看苏青离这反应，定然与那阴阳和合绝脱不了干系。想到苏青离那娇媚的容颜、窈窕的身段，以及方才那羞红脸的动人模样，再联想到掌门苏如那成熟诱人的风韵，圣女紫苑那清冷绝尘的气质，还有宗门内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师姐，庄阳只觉得一股热气自小腹升起，流遍四肢百骸，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起来，血液奔流的声音也在耳中鼓噪。两世为人，压抑了不知多少年的青春躁动与男性本能，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咕噜，他又重重地咽了口唾沫，抬手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脸颊，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期待的光芒。作为一个正常的血气方刚的少年，面对如此直白而香艳的未来，要说没有期待，绝对是骗人的。看来这筑基不仅关乎道途，还关乎幸福啊！庄阳低声自语，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说完，又深吸几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旖旎的念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清明。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成功筑基。唯有拥有更强的实力，才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局面中掌握更多的主动，甚至享受到更多。不再犹豫，转身回到练功房中央的蒲团上，盘膝坐下，手腕一翻，一个装有筑基丹的玉瓶出现在手中，拔开瓶塞，沁园心脾的药香弥漫，其中好似还夹杂了一丝令人心潮澎湃的属于未来的诱惑。庄阳眼神一凝，不再迟疑，先是运转合欢诀，一刻钟后，身体达到巅峰状态，随即将一枚龙眼大小、散发着氤氲灵光的筑基丹仰头吞服而下，丹药入口即化，轰然涌入四肢百骸。筑基正式开始，药力涌遍四肢百骸，最终百川归海，向着丹田气海疯狂汇聚。轰！庄阳只觉得脑海中一声轰鸣，意识瞬间被拉入了自身的识海之中。内窥丹田，原本平静旋转，已然达到炼气期极限的庞大气旋，在筑基丹药力的冲击下骤然沸腾膨胀，五色灵力急速奔涌，相互碰撞挤压，发出闷雷般的声响。与此同时，静心阁外的天地灵气也受到了牵引，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以静心阁为中心，形成一个无形的漩涡，四面八方的灵气被强行吸纳而来，起初如同微风，渐渐化为肉眼可见的淡薄灵雾，萦绕在阁楼四周。阁内的灵气浓度开始急剧攀升。庄阳紧守心神，全力运转合欢诀，试图将那远超同阶的庞大的气旋压缩凝聚，化作液态的灵液，最终开辟出真正的灵湖。然而过程极其艰难，因纯阳仙体之故，气海远比同阶修士广阔数倍，灵力总量更是浩如烟海。这固然带来了远超同阶的战力，但在此刻却成了筑基最大的障碍。压缩如此庞大的气旋，需要的能量和控制力非同一般。第一颗筑基丹的药力飞速消耗，推动着气旋向内收缩，灵力变得粘稠，隐隐有化液的迹象。但气旋的体积缩小了约莫30%，却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壁垒，再也难以寸进，停滞不前。就在药力即将耗尽，气旋甚至有重新扩张反弹趋势的危急关头，静心阁上空，一道清冷的白色盾光倏然而至，正是紫苑。他在洞府内感知到了静止波动，察觉庄阳在筑基，便立刻前来查探。此刻穿越了静止，悬浮于空，结丹神识穿透屋顶，直接看到了练功房内庄阳的情况，敏锐地感知到庄阳气海的异常磅礴，以及那筑基瓶颈的坚固远超常人。一颗筑基丹果然不够，没有丝毫犹豫，紫苑清冷的传音如同冰泉，在庄阳的识海之中响起。再服用一颗筑基丹，立刻！这声音如同醍醐灌顶，瞬间惊醒了苦苦支撑的庄阳。是紫苑师姐。他来不及细想，几乎是本能反应，心念一动，又一个玉瓶出现在手中，拔色将第二颗筑基丹迅速吞下。轰隆！第二股庞大的药力如同生力军，悍然注入几乎要后继乏力的气海，原本停滞的压缩过程再次被强力推动，气旋以更快的速度向内坍缩，灵力的粘稠度急剧增加，已经开始有细小的如同露珠般的灵液滴开始凝聚。然而庄阳的气海实在太过广阔，第二颗筑基丹的药力再次在将气旋压缩到仅剩原本5成大小的时候显露出了疲态，那层坚固的瓶颈壁垒依旧存在。不需要紫苑再次提醒，庄阳已然明白了自身的状况，他眼神一狠，
没有丝毫迟疑。第3颗筑基丹吞下，气海再次震荡，灵液滴落的速度加快，渐渐汇成了涓涓细流。瓶颈开始松动，但依旧未能彻底冲破。第4颗，第5颗。当第5颗筑基丹的药力在体内爆开时，静心阁外的灵气漩涡已经扩大到了数十丈范围。呼啸的灵气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呜呜的声响。阁楼内的家具微微震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悸的灵力威压。庄阳的丹田内此刻已是另一番景象，原本庞大的气旋消失了90%，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正在疯狂旋转，不断吸纳着剩余气态灵力的灵湖漩涡。但这灵湖极不稳定，边缘处依旧有大量的气态灵力未能转化，仿佛随时可能重新溃散。还差一点，就差这最后临门一脚。庄阳的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那是强行压缩庞大灵力对经脉造成的负荷，但他眼神中的光芒却愈发炽盛。第6颗筑基丹毫不犹豫地吞入腹中。嗡，一道通透的嗡鸣声自庄阳体内响起。第6股磅礴药力轰然作用在那混沌的灵力漩涡之上，瓶颈壁垒终于被彻底冲垮。丹田内漩涡骤然停止了旋转，猛地向内一缩。下一刻，一片浩瀚平静散发着5色氤氲霞光的液态湖泊散开，充斥着整个丹田，取代了原本丹田内的气海。湖泊虽出城，却深邃无比，蕴含着远比之前气态17精纯磅礴数十倍的恐怖灵力。灵湖巨现，筑基已成。与此同时，静心阁外庞大的灵气漩涡瞬间失去了核心引力，骤然溃散。阁楼上空，紫苑感知到庄阳散发出的筑基灵压，清冷的眸中闪过一丝放松，随即被更加灼热的光芒取代。筑基了，庄阳喃喃自语，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宛如星辰。他感受着体内那浩瀚如湖、奔流不息的液态灵力，以及那随之暴涨的神识和强韧了数倍的肉身，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油然而生。成功踏入筑基期，而且凭借纯阳仙体，实力远超寻常筑基初期修士，足以和筑基中期抗衡。灵力、神识强度甚至已达筑基后期。庄阳激动地站起身，只觉得身轻如燕，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环顾四周，静心阁内还残留着方才灵气波动的余韵。忽然他想起方才那关键时刻传入识海的清冷声音，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感激。若非紫苑师姐及时提醒，未必能如此果断地接连服用筑基丹，一举冲破那坚固的瓶颈。思及至此，庄阳整理了一下衣袍，朗声开口，带着真诚的谢意：多谢紫苑师姐方才出言相助，此情铭记于心。说话间，他快步向着练功房外走去，准备再当面好好道谢。然而刚迈出2步，就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困意，如同潮水般袭来。庄阳脚步一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眼皮沉重的如同坠了铅块，眼前景象开始模糊。怎么回事？突然这么困？这困意来得毫无征兆，且凶猛异常，根本不容他抵抗。话音未落，便身体一晃，意识彻底陷入黑暗，身体也如断了线的木偶般软软地倒在了地上。眨眼的功夫，就地在练功房地板上沉沉睡去，呼吸很快变得均匀而绵长。不多时，一道白色的盾光穿过练功房屋门，落在了庄阳的身前。盾光散去，现出紫苑清冷绝尘的身影。他微微低头，俯瞰着地上陷入沉睡、毫无防备的庄阳，一双冰湖般的眸子里翻涌着难以掩饰的灼热，素来清冷的俏脸上也微微泛起了2抹淡淡的红晕，为他那绝世的容颜平添了几分惊心动魄的艳色。而此刻垂在身侧的右手，纤细如玉的指尖掐着一个法诀，正是那耗费他心血领悟的独门秘术入梦诀。庄师弟，你已筑基，而我是贡献榜第1，于情于理，此番由我开始，理所应当。紫苑朱唇轻启，清冷的声音在寂静的练功房内低低响起。话音落下，掐着法诀的指尖闪过一道微光，紧接着意识便顺着无形的纽带闯入了庄阳的梦境之中。庄阳的意识在一片朦胧中苏醒，茫然四顾。他发现自己并非在静心阁的练功房内，而是置身于一处从未见过的宛如仙境般的地方。远处青山如带，云雾缭绕，山巅隐有亭台楼阁的轮廓，在飘渺的云气中若隐若现。近处一湾清澈见底的溪流潺潺流过，水声淙淙，鸡尾灵动的锦鲤在斑斓的鹅卵石间嬉戏。溪流两岸生长着大片的桃林，此刻正值花期，粉白嫣红的桃花开得如火如荼。微风拂过，花瓣如雨般簌簌飘落，在地上铺了一层柔软的香毯，空气中弥漫着桃花的甜香与草木的清新，沁人心脾。这是哪里？
庄阳怔怔地看着这美得不真实的景色，心中纳闷不已。记得刚刚筑基成功，正准备向紫苑师姐道谢，然后就莫名的犯困。就在这时，桃林深处一道白色的身影袅袅挪挪地走了出来。来人正是紫苑，她依旧穿着一袭白衣，但款式却与平日截然不同，不再是包裹严实，看上去格外清凉。衣袂在桃花雨中翩翩舞动，勾勒出玲珑有致的动人曲线。如墨的青丝仅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颊边，更添几分慵懒风情。最让庄阳感到震惊的是紫苑此刻的神情，她那素来冰封般的绝美脸庞，此刻浸染着动人心魄的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连那白皙修长的脖颈都泛着淡淡的粉色。一双总是淡漠疏离的冰湖眸子，也仿佛融化了春水，波光潋滟，眼波流转间带着一种郁郁害羞的魅意。紫苑师姐。庄阳愣愣地打招呼，心脏不争气地加速跳动起来。眼前的紫苑与他认知中那位清冷如仙、不苟言笑的圣女判若两人。随即他猛地反应过来，是了，这定然是在做梦，也只有梦中才会出现如此不合常理的仙境，以及如此不一样的紫苑师姐。庄师弟。紫苑开口，声音不再是以往那般清冷，反而带着一丝柔媚。你已筑基，根基出城，按照宗门规矩，师姐我今日便来教导你。他一边说着，一边莲步轻移，向着庄阳靠近。随着走近，空气中那桃花的甜香似乎变得更加浓郁醉人。庄阳看着眼前眉目含情、娇艳欲滴的紫苑，听着她那诱人的话语，即便明知是梦，也不由得口干舌燥，心神摇曳。既然是梦，那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大胆一些也无妨。他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干涩。有劳师姐指导。紫苑微微颔首，莲步款款，和庄阳的距离逐渐拉近。眼看二人距离不足半尺，霎时间，周围飘落的桃花瓣好似受到了无形的牵引，竟旋转飞舞了起来。粉色的雾气自桃林深处、溪流之上袅袅升起，迅速弥漫，将两人的身影渐渐笼罩。忽然，庄阳感到周身一轻，身上没了衣物的束缚，紧接着感觉到有温软滑腻的肌肤贴上了他的胸膛，耳边萦绕着似有若无的压抑的喘息与低吟，分不清是紫苑的还是他自己发出的。鼻尖萦绕的不再是桃花的香甜，而是紫苑身上清冷的幽香。初时生涩，渐至佳境。庄阳也感受到了一股精纯的元阴之气，通过某种玄妙的连接，缓缓渡入自己出城的灵湖，使得原本澎湃的液态灵力变得更加凝练圆融。次日，一声短促的惊叫刺破了静谧的清晨，也瞬间将庄阳从那个旖旎纷乱的梦境中彻底拽了出来。庄阳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刺目的天光让他下意识眯了眯眼。意识回笼的瞬间，首先感受到的是身下冰冷坚硬的地板触感，紧接着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不远处的情景，先是一愣，随即猛地看了过去。只见紫苑背对着他跪坐在地，一身白衣不知何时已然褪下，露出了大片光滑如玉、线条优美的雪白美背。再从窗户透进来的晨曦中泛着莹润的光泽，一头乌黑的长发有些凌乱地披散下来，遮住了部分侧脸，但依旧能看到耳根那异常鲜艳的红色。而他手中正死死地攥着衣物，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肩膀微微颤抖，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庄阳又低头看向自己，轰，大脑一片空白。同样是衣衫不整，情况比紫苑好不到哪里去。昨晚梦境，那些模糊而真实的触感交融的气息，难道那不是梦？这时间，紫苑回头看了庄阳一眼，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羞愤，有茫然，甚至一丝委屈，与他平日里那清冷孤高的模样形成了天壤之别。只此一眼，他便飞快转回头，动作慌乱地将散落的衣物抓起，背对着庄阳，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当他系好最后一根衣带，重新站起身时，却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愣愣地站在原地，背对着庄阳，一动不动。庄阳也手忙脚乱地把自己收拾妥当，脸上火烧火燎。他看着紫苑的背影，心中忐忑不安，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开口：“紫苑师，你先别说话。”紫苑急声打断。庄阳立刻噤声，不敢再言。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紫苑微微低着头，黛眉紧蹙，低声呢喃，语气充满了困惑与震惊。他那时自身情况，原本已是结丹初期巅峰，只差临门一脚便能踏入结丹中7境界，此刻竟然跌落到了筑基后期，跌落了一个大境界。他回想起之前那次强吻，当时就隐隐感觉自身灵力莫名泄去了少许，只是当时以为是自己功法运转生疏所致，并未深究。而昨夜以入梦诀为引，
借助庄阳修习阴阳和合诀。他作为主导方，又是修为高深的一方，理应是采补庄阳的元阳之气，借此契机一举冲破瓶颈，稳稳踏入结丹中期才对。可现实的结果不仅未能突破，还失了元婴，修为大跌，失身又失修为，亏大了。思及至此，紫苑又豁然转身，那双冰湖般的眸子死死盯着满脸无措的庄阳，神识将庄阳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探查了一遍。筑基初期，巅峰状态。昨天傍晚，庄阳才刚刚筑基成功，灵狐出城，气息尚需稳固。仅仅一夜，修为怎么直接飙升到了筑基初期巅峰？距离筑基中期也只差那薄薄的一层窗户纸。联想到自己暴跌的修为，再结合庄阳修为的突飞猛进，紫苑恍然大悟，这是被庄阳给反向采补了。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怎么会是反向采补？紫苑再度低声自语，眸子里充满了困惑。之前庄阳尚在炼气期，按理根本不可能修习阴阳和合诀。退一万步讲，就算庄阳天赋异禀，暗中修成了秘术，可昨夜庄阳也未曾施展，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接受、有些懵懂的状态，乖乖的作为炉鼎供我采补，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采补的迹象和能力。突然，紫苑脑海中灵光一闪，体质。如果庄阳身负某种特殊甚至逆天的体质呢？这种体质可以引发反噬，甚至是更高层级的自然而然的本源掠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他的体质层次更高，使得灵力会自发向他汇聚。寻常的双修功法在他面前会彻底失效，甚至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虽然不知道体质究竟是什么，但事情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如此一来，便是自己自投罗网。紫苑又一次看向庄阳，美眸中带着一丝探究之色。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体质，竟然能霸道至此？他深吸一口气，向庄阳逼近一步，冷声问道：庄阳，我问你，你是不是身负什么特殊体质？不必否认，昨夜之事，你我修为变化便是铁证，寻常灵根绝无可能如此。紫苑师姐，我……庄阳刚一开口，脑海中却瞬间响起了苏如郑重的告诫声：关于你这体质与能力，无论面对何人，包括宗门内的长老、师姐，甚至包括本座，都绝不可再提，明白吗？思及至此，又连忙闭上了嘴巴，心中纠结到了极点。可是不说的话，紫苑师姐会善罢甘休吗？她明显已经发现什么了。好了，你不说也罢。紫苑沉了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虽然不清楚缘由，但不难确定庄阳身负的体质远比想象的还要惊人。于是乎，他不再逼问，也清楚逼问不出什么，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彼此更加尴尬。紫苑决然转身，快步走出了练功房静心阁，来到外面，犹豫了片刻后，取出飞剑御剑而起，消失在清晨的天际。庄阳望着紫苑的背影，欲言又止，所有想说的话都咽回了肚子里，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他怔怔地目送着紫苑离去，心中五味杂陈。待紫苑的身影彻底消失，静心阁内只剩下他一人，空气中还残留着那股独特的清冷幽香，以及昨夜那场梦境与现实交织所留下的难以言喻的暧昧气息。庄阳忍不住回想起昨夜的点点滴滴，朦胧的触感，交织的气息，桃花雨中的缠绵。虽然过程模糊，但体验却是真实不虚的。想着想着，不禁吞咽了一口唾沫，脸颊微微发烫。赚大了啊！庄阳低声自语，嘴角情不自禁的上扬。两世为人，蹉跎几十载，直到昨夜，终于经历了男女之事，而且对象还是紫苑师姐这样清冷绝尘，宛如九天仙子的存在。这初次体验的质量简直是梦幻级别。就是紫苑师姐这脾气，如果能一直像梦里那样温柔就好了。庄阳又忍不住遐想，但随即用力摇了摇头，甩开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罢了，现在不敢强求太多，不过来日方长。将注意力从那些旖旎的回忆中强行拉了回来，良久才终于静下心，仔细内视起了自身的情况。这一内视顿时吓了一跳，丹田之内出城的灵湖不仅彻底稳固，而且规模明显扩大了一圈，湖面波光粼粼，液态灵力奔流不息，比刚筑基时浑厚了何止1倍，修为赫然达到了筑基初期的巅峰状态。距离突破到筑基中期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这……庄阳愣住了，满脸难以置信。我的灵力怎么暴涨了这么多？他刚才还担心被当做炉鼎采补，灵力会有所消耗，可实际情况却是实力不减反增。难道说紫苑师姐会完整的阴阳和合诀？他首先想到这个可能，可很快又觉得不对。如果真是互利，
紫苑今早的反应不该是那般羞愤和震惊。忽然，紫苑临走前的质问在耳边响起：“你是不是身负什么特殊体质？你我修为变化便是铁证。你我修为变化。”追问体质，以及暗暗失魂落魄、难以置信的样子，庄阳喃喃自语，若有所思。不出意外，应该是与自己体质有关。修为皆有变化，此消彼长。紫苑的态度又是那般，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指向了一个结论：紫苑的修为跌落了。正因为修为不增反降，紫苑才会如此失态。如果真是这样，思及至此，庄阳有些恍惚，那岂不是我反向采捕了紫苑师姐，不仅夺走了她的元婴，还导致她修为跌落？这不会结下梁子吧？紫苑师姐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身为合欢宗圣女，又是结丹期修士，如今却因自己而修为受损，清白有失。霎时间，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与此同时，掌门殿一道略显急促的白色剑光落下，紫苑的身影出现在殿门前。她刚落下剑光，苏如戏谑的声音便从殿内传来：“紫苑师妹，今日怎么有闲情雅致，遇上剑了？”紫苑没有着急回应，快步走入大殿，然后一挥玉手，精纯的灵力涌出，砰的一声将沉重的殿门关上，紧接着又迅速布下了隔音禁制。苏如见状，俏脸上的调侃之色微微收敛，美眸中浮现出了一抹疑惑之色。他从玉座上站起身，蹙眉看向举止异常的紫苑，关切地问道：“师妹，你这是？”话音未落，神识习惯性地扫过紫苑，当感知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灵压强度时，声音戛然而止，美眸骤然睁大，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紫苑师妹，你的修为？”苏如失声惊呼：“筑基后期，怎么回事？你受伤了？”结丹初期巅峰，跌落到了筑基后期的层次，除非是遭受重创或者走火入魔，否则绝无可能如此大幅跌落。紫苑看着苏如震惊的模样，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翻涌的屈辱和憋闷。“我来找掌门师姐，就是为了此事。昨晚庄阳筑基成功，我依宗门规矩，以其贡献榜第一之身份与之双修。”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最终还是将昨夜经历悉数告知。听完了紫苑的讲述，苏如瞳孔微缩，俏脸震惊到了极点，竟有这种事情！双修阴阳和合绝，纵然是残篇，可就算是被采捕的一方，也不会修为跌落一个大境界啊！可事实就是如此。紫苑轻轻叹了口气：“我的修为跌落，反观庄师弟的修为却从初入筑基飙升到了筑基初期巅峰，庄阳的修为提升了。这么说，你被他给反向采捕？”苏如喃喃着，脑海中忽然闪过庄阳纯阳仙体的隐秘，不出意外，应当是这体质的原因。先前对于纯阳仙体的了解，多源自宗门残缺的古籍和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只知其蕴含至阳本源生机，能催生灵植，于修行上亦有诸多神异，乃是万年不遇的仙胚。但古籍之上记载的并不完全，对于这仙体只是管中窥豹，更不会记载涉及男女双修的私密之事。此刻听了紫苑的遭遇，一个惊人的猜测在苏如心中成型。看来双修功法在这等仙体面前，非但无效，反而会适得其反，成为滋养仙体的资粮。苏如越想越觉得可能，仙体凌驾于凡俗之上，拥有一些颠覆常理的特性，也并非不可能。说来也是，这仙体层次极高，若非仙体拥有者主动，任何人也无法将其采捕。想到这里，苏如心中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悸动。如果真是如此，那宗门完全可以竭力培养庄阳。仅是一夜，刚筑基的小庄师弟就已是筑基初期巅峰，那要是不遗余力的培养滋补他，结丹触手可及，甚至连元婴那等高高在上的境界也极有可能啊！就在苏如心念急转，脸色变幻不定之际，紫苑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师姐，庄师弟身上定有古怪，我怀疑他身负某种极其特殊，甚至堪称逆天的未知体质，你觉得呢？”苏如回过神来，迎上紫苑的目光，心中骤然一紧。四目相对，苏如暗叹一声，知道事到如今，再想完全隐瞒已是徒劳。毕竟紫苑并非愚钝之人，又是亲身经历，必然已窥见端倪。苏如沉吟片刻，脸上露出一丝复杂之色，缓缓开口道：“紫苑师妹，有些话我本不欲多说，但你是宗门圣女，是老祖钦点的传人，更是老祖的。”他话锋微顿，抬手连挥，数道更加厚重、灵光流转的禁制层层叠加在掌门殿的墙壁与大门之上。做完这一切，苏如才以神识传音，再度与紫苑交流：“师妹，你猜得不错，庄阳并非杂灵根，而是传说中万年不遇的纯阳仙体。”纯阳仙体，紫苑即便心中有所猜测，
但亲耳从苏如口中听到这个只存在于上古传说的名称时，依旧被震惊到无以复加。他的美眸陡然瞪大，清冷的俏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传音回复道：竟是这等传说中的体质，难怪他修行速度如此逆天，也难怪双修之时古籍并未记载这等私密之事。苏如继续传音，带着分析的口吻，但根据你的遭遇来看，这仙体霸道无比，任何试图将其当作炉鼎裁补的行为，非但无效，反而会触发反噬。寻常双修功法在仙体面前如同儿戏。紫苑沉默了片刻，消化着这个惊人却又合乎逻辑的推断，心中的委屈在了解到真相后渐渐被敬畏所取代。这时苏如的传音再次响起，带着安抚的意味。不过紫苑师妹，你也不必过于忧心，方才我用神识仔细探查过你的情况，你虽境界跌落，但道基并未受损，而且你丹田内的灵力虽然总量因境界跌落而减少，但其精纯程度与凝练度却远胜你当初在筑基后期之时。灵力运转间圆融如意，根基被打磨得更加坚实，这恐怕是纯阳仙体灵力在你体内流转后带来的某种正向淬炼。待你重新积累，再次结丹时，凝聚出的金丹品质以及结丹之后的实力定然会比先前更强。紫苑闻言神色一怔，先前他只顾着为修为暴跌而惊怒交加，并未仔细内视自身灵力的细微变化。此刻经苏如提醒，立刻沉下心神，仔细感知，果然丹田内金丹已经消散，灵力恢复成了筑基时液态的状态，但灵湖之中每一滴都晶莹剔透，蕴含着远超从前的精纯力量，流转之间毫无滞色，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实与活性。之前存在的一些细微瑕疵也都被庄阳至阳至纯的气息洗涤了一遍，道基反而更加稳固。这一发现让他心中的憋闷彻底烟消云散，甚至隐隐生出了一丝因祸得福的庆幸。师姐所言不虚，紫苑回过神后，传音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如此看来，昨夜之事倒也不算坏事，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苏如见紫苑情绪稳定下来，心中也松了口气，传音道：你能如此想，自是最好。至于庄阳的仙体之秘，关乎宗门未来，更关乎庄阳性命，绝不可外传。紫苑郑重点头，表示明白。随即他冰湖般的眸子中闪过一丝遗憾，只可惜我宗传承的阴阳和合诀乃是残篇，倘若能得到完整的功法，阴阳交融，互利共赢，在双修之时便能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不再单方面裁补庄阳，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触发纯阳仙体这等霸道的反噬，对于彼此也才能真正实现最大的增益。苏如闻言亦是悠悠一叹，传音中带着无尽的惋惜。是啊，完整的阴阳和合诀那才是真正的大道法门，可惜核心传承遗失，我和欢宗也在难现昔日辉煌，但也不必过于纠结，世间安得双全法，能得到庄阳这等身负仙体的弟子，已是我宗侥天之幸。至于那完整功法，或许在古修士洞府秘境中能有一丝线索。紫苑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附和道：师姐所言极是，那秘境巨考乃是万年前的古修士遗留之地，玄奥非常。数百年前我和欢宗尚有余力时，曾有前辈探索归来后提及，言说在那洞府深处隐隐感知到与我宗同源的气息波动，只是当时境志重重，未能深入证实。此事虽然后续无人再能印证，但一直作为一条线索记载于宗门秘录之中。说话间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美眸顿时大亮。对了师姐，此次秘境探索我们不是正好有10个名额吗？算我一个。苏如闻言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是了，天道盟为了维持秘境平衡与细水长流，一直严格限制只有筑基期及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他和紫苑身为结丹修士，纵然实力强大，经验丰富，也只能望而兴叹。可现在不同了，阴差阳错之下，紫苑修为跌落至筑基后期，恰恰符合了进入秘境的资格要求，这简直是因祸得福。师妹，你修为虽暂时跌落，但经验、眼界、对敌手段乃至神识强度，都远非寻常筑基弟子可比。有你亲自带队进入秘境，安全性将大大增加。寻找机缘，特别是探查那可能存在的与我宗相关的线索，成功可能也将远超他人。好，此事便这么定了。何况按照先前规矩，贡献榜排名前列能获得名额，如此一来，这名额也理应有你一个。得到苏如肯定的答复，紫苑心中非但没了阴霾，反而隐隐觉得这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机缘。清冷的俏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下一刻，紫苑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神色再次变得郑重起来。师姐，还有一事。苏如心情正好，闻言笑道：但说无妨。紫苑沉了口气，
一本正经地说道：“既然昨夜我已然与庄阳有了道侣之实，那干脆我便做他的道侣吧。”道侣？苏如美眸圆睁，潭口微张，俏脸错愕地问道：“紫苑师妹，合欢宗清冷孤高、不假辞色的圣女，竟然主动提出要当庄阳的道侣？”是。紫苑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师姐，庄阳身负纯阳仙体，其重要性关乎宗门未来兴衰。昨夜之事虽是个意外，但也证明了他这体质的特殊性。与其让其他不明就里的师妹们再贸然接触，重蹈我的覆辙，甚至引发更多不可控的后果，不如由我将其关系定下。他顿了顿，继续道：“我身为圣女，与他结为道侣，名正言顺。一来可避免宗门内部因他而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与混乱；二来由我亲自看护、引导，也能更好地保护他这仙体之秘，并探寻与之正确相处的法。”说到最后，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我既已失身于他，原因已付，这道侣之名于我而言也算是一个交代。苏如陷入了沉默，脑海中飞速权衡着利弊。昨夜紫苑的遭遇已然证明，贸然与庄阳接触，非但无法获益，反而会造成修为跌落的严重后果。若是不加约束，任由那些不明真相又对庄阳垂涎已久的师妹们前仆后继，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大批弟子修为跌落，更严重的是庄阳体质的秘密也难以再保守下去。而且在弟子们实力跌落，庄阳的实力还没有显著提升的阶段，宗门整体实力会受到极大影响。届时莫说应对虎视眈眈的天剑门，还有那些天道盟的其他宗门，恐怕随便一个心怀不轨的二三流宗门都能轻易将合欢宗覆灭。这个风险合欢宗承担不起，也绝对不能去冒。将庄阳与紫苑暂时绑定，由紫苑这位地位尊崇的圣女出面，的确能最大限度地稳住局面，避免内乱，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研究和适应庄阳这特殊的仙体。想通了这一切，苏如心中犹豫烟消云散。她抬起头看向静静等待的紫苑，神色郑重地开口道：“师妹，你的提议我答应了。”紫苑微微颔首，完全在意料之中。苏如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了几分：“不过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绝不可独占庄阳。待到日后我们寻得方法，或是庄阳自身成长到足以控制体质，使得双修能够真正互利共赢之时，为了宗门整体实力的提升与复兴，庄阳他还需再结其他道侣，或是纳取侍妾。这是为了宗门大计，绝非儿戏私情，你须明白。”紫苑闻言，脸上并无意外之色，平静地点了点头：“这是自然，师姐放心。”紫苑明白轻重，她心中如明镜一般。倘若庄阳只是寻常体质，那他存在得意义便是作为炉鼎为宗门服务。但如今他是万年难遇的仙体，那么整个宗门的策略就必须转变，不再是庄阳为宗门服务，而是举全宗之力为庄阳服务，倾尽资源培养他，保护他，让他顺利成长。对于如今亟待复兴的合欢宗而言，庄阳就是最珍贵的战略资源，是宗门未来的希望之火。待他真正崛起，登临绝顶之时，整个合欢宗方能重现昔日辉煌，甚至走得更远。真要到了那天，庄阳的地位将是凌驾于掌门之上的老祖级别，那时与他结下亲密关系的女修数量也绝不会少。不过紫苑心中并无什么不快，毕竟能成为庄阳名义上的第一位道侣，已然占据了先机。好，苏如见紫苑如此识大体，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事不宜迟，未免夜长梦多，我这就去安排。今日下午便在宗门广场，我为你们举行道侣仪式，公告全宗。与此同时，静心阁后院庄阳正挥动着锄头，他将灵植全部收入了储物袋中，翻垦着空无一物的土地，借此来平复心情，不然脑海中全是紫苑的倩影。靠寻常方法已然无法静心投入修行。此刻后院外的树林中聚集了不少合欢宗女弟子，他们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掩藏，都目光灼灼地聚焦在庄阳身上，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庄师弟筑基了，气息好沉稳，一点也不像刚筑基的样子，这气息感觉比一些筑基中期的师姐还凝练，真是嘶哈嘶哈，越来越让人心动了。那筑基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嘿嘿嘿排队？还得排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我排名还挺靠前的，应该快了，嘿嘿。不少女弟子蠢蠢欲动，若非顾忌宗门规矩和静心阁的禁制，早已按捺不住上前去关怀庄阳这个小师弟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道结丹遁光径直落入静心阁院内，现出了苏如的身影。庄阳。苏如第一时间看向庄阳，声音平和地主动招呼。庄阳连忙放下锄头，恭敬行礼：“长门。”“随我来。”苏如没有多做解释，直接说道：“
庄阳虽感疑惑，但还是一言跟上。苏如带着庄阳御空而起，直接朝着宗门主殿前的巨大广场飞去。也就在他们动身的同时，一道通过护宗大阵加持，传遍合欢宗每一个角落的清脆女声骤然响起，是苏清离的声音。掌门有令，所有弟子即刻前往宗门广场集合，有重大事宜宣布，不得有误。声音回荡在山峦殿宇之间，顿时整个合欢宗都骚动了起来，无数道剑光从洞府、殿宇、合欢宗各处升起，如同百川归海般纷纷涌向宗门广场。庄阳跟在苏如身边，看着下方如同潮水般汇聚的人群，心中不禁有些打鼓，干脆直接询问苏如道：掌门，咱们宗门这么大的阵仗，是要宣布什么？苏如直视前方，淡定地回答：为你和紫苑圣女举办道侣大典，到时候你就听安排即可。庄阳一愣，道侣大典。庄阳稍稍定了定神，吞咽了口唾沫，心中浮想联翩，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吧。昨天刚筑基，昨夜稀里糊涂，今天就要直接举行道侣大典了。苏如并未多做解释，只是淡淡道：此事已定，你无需多问，届时听我安排即可。说话间，两人已飞至宗门广场上空。此刻宗门广场之上已是人山人海，数百名容貌姣好、身姿曼妙的女修聚集于此，姹紫嫣红，形成一片令人目眩神迷的风景。他们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猜测着掌门突然召集全宗所为何事。当看到苏如亲自带着庄阳御空而来，落在广场前方那座高大的白玉祭坛上时，所有的议论声都瞬间低了下去，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庄阳身上，充满了好奇、探究以及炽热。庄阳被这数千道目光注视着，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只能努力挺直腰板，站在苏如身后半步的位置，眼观鼻，鼻观心。很快，苏清离、红芍、白芷等核心弟子也纷纷落在祭坛下方前列。当他们看到庄阳与苏如一同站在祭坛上时，脸上都露出了诧异之色。红芍一双媚眼在庄阳和苏如之间来回扫视，忍不住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旁边的苏清离，传音道：清离，这是什么情况？掌门怎么把庄师弟带到祭坛上去了？还召集全宗，莫非是要重赏他筑基和比试之功？苏清离黛眉微蹙，轻轻摇头，传音回道：姐姐只让我传音召集姐妹们，并没有告知我具体情况。白芷则目光清冷地看着祭坛上的庄阳，眼神复杂，不知在想些什么。就在这时，一道白色剑光落在了庄阳身边，正是紫苑。依旧是白衣，但款式庄重，还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裙摆曳地，云鬓高耸，点缀着简单的珠翠，衬得她容颜愈发绝世清朗。紫苑圣女也到祭坛上了。掌门，庄师弟，紫苑圣女到底什么情况？下方的议论声再次嗡嗡响起，所有人都感到一头雾水。苏如上前一步，清越威严的声音传遍整个广场，压下了所有的嘈杂。肃静！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苏如目光扫过全场，又缓缓开口：今日召集全宗，是有一件关乎宗门未来的大事要宣布。说着，他微微侧身，示意了一下身旁的庄阳与紫苑。我们的小师弟庄阳，天资卓绝，心性坚毅，于日前天道盟新晋弟子比试中，为我宗夺下前4席位，赢得秘境探索资格，立下大功，更于昨日成功筑基，道途可期。听到这里，下方不少女弟子眼中都露出了果然如此和更加欣赏的神色。然而苏如接下来的话却掀起了滔天巨浪。然庄阳之潜力远不止于此，为更好地引导其修行，护其道途，亦为稳定宗门，避免内耗，经本座与诸位长老商议，并征得紫苑圣女同意。苏如的声音陡然拔高，语气郑重了不少。今日将为紫苑和庄阳举行道侣大典，2人结为道侣，从此气运相连，福祸与共，携手同修大道。什么？道侣大典？紫苑圣女和庄阳师弟？这也太突然了吧！霎时间，整个广场炸开了锅，惊呼声、质疑声、议论声如同海啸般爆发出来。祭坛下方前列，红芍精的红唇微张，美眸圆睁，白芷也是娇躯微微一颤。苏清离更是脸色一白，下意识地咬住了下唇，眼神复杂地看着祭坛上那并排而立的身影，心中涌起了一股酸涩和失落之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掌门所谓的重大事宜竟然是这个。虽然心中震惊、不解，甚至有些不是滋味，但在这种全宗瞩目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保持了克制，没有人大声质疑或反对，只是将种种情绪压抑在心底，目光复杂地看着祭坛。与此同时，庄阳偷偷瞥了一眼身旁那道清冷绝尘的白色身影。虽然紫苑师姐性子冷了点，脾气似乎也不太好，但
这可是紫苑师姐啊，容貌绝世，气质无双，修为高深，这感觉就好像一个刚毕业的穷小子突然被一位身价千亿、颜值顶级的霸道女总裁相中，非他不嫁一样。这道侣大典在修仙界就算是结婚典礼吧。庄阳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没想到我2辈子光棍，这一下子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还是这么一位仙女级别的道侣。思索间又不禁想到了昨夜的缠绵，以及今后可能的名正言顺的同居生活。想着想着，脸颊开始发烫，心跳也加速了几分。相较于庄阳的内心戏十足，紫苑则全程表现得异常淡定。典礼开始，苏如的声音再次响起，压下了广场上的骚动。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直接进入核心环节。庄阳、紫苑，上前一步。苏如肃然道。庄阳和紫苑一言上前，走到祭坛最中央。苏如见二人站定，双手立刻抬起，掐动法诀，同时口中念诵起了什么。随着他的吟唱，祭坛四周雕刻的符文逐一亮起，散发出柔和的光芒。霎时间，一股无形的庄严肃穆的气息笼罩了整个广场。今以宗门气运为鉴，以天地灵气为媒，缔结此气。苏如声音高昂，左右手指间分别点向庄阳和紫苑的眉心。庄阳只觉得眉心一凉，下一刻便感觉自身神魂和紫苑的神魂之间多了一丝奇妙的感应，而紫苑的眉心同样亮起了一个淡淡的与庄阳相互呼应的印记。印记稍纵即逝，仿佛引入了皮肤深处。同心气成。随着苏如声音落下，祭坛上的光芒骤然收敛，无形的庄严气息也缓缓散去。整个过程并不复杂，同心气也并非强制性的契约，仅是象征着两人确立了道侣关系。至于功能性方面，只能在生死攸关之时感应，以及确认道侣的模糊方位，并不能提升修为。对于双修之法的帮助，聊胜于无。自今日起，紫苑与庄阳便是我宗公认的道侣。苏如看向庄阳和紫苑二人，微笑道：望尔等相互扶持，共攀大道。说着，他又环顾广场之上的诸多女修，亦望宗门弟子谨守本分，维护同门之义。道侣大典简洁而庄重，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结束。广场上的弟子们在震惊、羡慕、嫉妒等复杂情绪中逐渐散去，但暗流却并未平息。果然，不出苏如所料，他刚回到掌门殿不久，殿外便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响，以红芍、白芷为首，后面还跟着苏清离以及另外几位贡献榜排名靠前的弟子，约莫10余人聚集在了掌门殿外。掌门师姐，我们有事求见。红芍性子最急，声音也最为响亮，语气带着焦躁和不满。苏如在殿内揉了揉发胀的眉心，无奈地叹了口气。该来的总会来。他整理了一下神色，恢复了掌门的威严，挥手打开了殿门。只见以红芍为首的众女修鱼贯而入，个个脸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急切和困惑。红芍一身红衣似火，此刻俏脸含煞，再度开口，语气直接的近乎质问：掌门师姐，庄师弟和紫苑圣女结为道侣，这事是不是太突然了？那我们怎么办？他可是贡献榜第4位，原本还盘算着等前3名用完庄阳，按照贡献顺序，再过1-2天就能轮到自己和小师弟亲近了。谁曾想庄阳竟和紫苑直接举行了道侣大典，定了名分。白芷站在红芍身侧，清冷的脸上也带着一丝不解，声音清冷中带着锐利：掌门，宗门贡献榜的规矩乃是为激励弟子公平分配资源而定，如今紫苑师姐虽为榜首，但与庄师弟直接结为道侣，是否有欠考量？我等贡献点亦不算低，后续又当如何？其余几位女弟子虽然没敢像红芍、白芷二人那么直接，但眼神中也充满了同样的疑问。苏清离沉默地站在稍后位置，没有开口，可那明起的唇线和眼中难以掩饰的失落，也表明了此刻的心情。苏如看着眼前一张张如花似玉却又写满欲求不满的脸庞，只觉得一个头2个大。他深吸一口气，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最能安抚人心又不会泄露真相的说辞。唉，良久，苏如先是一声轻叹，然后又苦口婆心地说道：你们的想法本座岂会不知？说话间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变得凝重起来。但你们须知，眼下并非计较个人得失之时，禁地试炼在即，关乎我和欢宗能否获得喘息之机乃至复兴之望。庄阳乃此次比试头功，更是进入秘境的关键人物之一。紫苑身为圣女，贡献榜首位，修为经验皆是上上之选，由她与庄阳结为道侣，在试炼前助庄阳稳固修为，提升实力，乃是当前局势下的最优选择。顿了顿，观察着众人的反应，见他们神色稍缓，便继续画饼。至于你们，急什么？待到禁地试炼顺利结束，宗门度过此次难关，论功行赏，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一片哗然。洪韶原本不满的俏脸瞬间由阴转晴，美眸骤然亮起，迫不及待地追问道：“掌门，你的意思是紫苑师姐并不会独占庄师地？”苏如轻轻一笑：“那是自然，庄阳乃宗门栋梁，未来可期，岂是一人可独占的？宗门培养他，自是希望他能汇集全宗，带领大家共同精进。”原来如此啊！旁边一位女弟子忍不住惊喜出声，白芷清冷的眸子微微闪烁了一下，追问道：“掌门之意是，待试炼之后，我们便可以轮流与庄师弟结成道侣？”苏如迎着众人期盼的目光，肯定的点了点头。届时，本座会依照贡献，依次为你们与庄阳举办道侣仪式，一个都少不了。苏清离上前一步，语气期待，轻声确认道：“只要禁地试炼一过就可以了吗？”按照贡献榜排名，他可是第2位，稳占结道侣的名额。苏如看着妹妹渴望的眼神，心中微涩，但面上笑容不变。当然，禁地试炼至关重要，而等当前首要任务是全力备战。嘴上说的信誓旦旦，心中却在飞速盘算。当然是不可能了，秘境开启还有不到1月，庄阳肯定不可能完全掌控体制，完整的阴阳和合诀更是渺茫无踪迹。先稳住他们，度过试炼这一关再说，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拖延便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然而这群女修可听不见苏如的心声，眼下众人见得到了掌门的亲口承诺，脸上的阴霾皆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与期待。太好了，我就知道掌门不会忘了我们。是啊，都等了这么久了，再等1个多月也无妨。没错没错，先以秘境试炼为重，这可是关乎宗门前途的大事。到时候，嘿嘿。议论声接连响起，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行了，都去忙吧，好好准备试炼。苏如再度开口，轻轻挥手道。此话一出，众人纷纷向苏如行礼，然后欢天喜地地离开了掌门殿，心中无不是憧憬着试炼之后的美好未来。待众人都离去，殿内只剩下苏如与故意放慢脚步落在最后的苏清离。苏清离看向苏如，传音问道：“姐姐，你方才传音让我留步，还有何事？”苏如看着苏清离，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疲惫之色。进来说吧。苏如领着苏清离步入掌门殿深处，殿门闭合，又伴随着几道灵光闪烁，设下了层层的隔音与防护禁制。苏清离看着姐姐格外严肃的神色，心知必有要事，安静地在一旁蒲团上坐下，等待着。苏如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先揉了揉愈发胀痛的额头，良久才抬眸看向自己最信任的妹妹，将紫苑的遭遇传音告知。苏清离听得目瞪口呆，脑海中一片混乱。反向采补，修为跌落，还是一整个大境界。苏如看着苏清离震惊的模样，叹了口气，心中早有预料。随后继续传音分析道：“清离，你想想看，倘若不加以阻止，弟子们仍旧按部就班的去与庄阳双修，结果会如何？”他自问自答，语气愈发严肃。结果就是他们都会步紫苑的后尘，修为大跌。届时我合欢宗将会出现何等景象？大量筑基期，甚至可能冲击结丹的核心弟子修为集体倒退，宗门实力跌入谷底。而且如此多的人修为诡异跌落，而唯独庄阳一人修为突飞猛进，只要不是傻子，都会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在庄阳身上。他体质特殊之事还能瞒得住吗？苏清离听到这里，脸色已然有些发白，完全明白了姐姐的担忧。苏如重重叹了口气，传音变得无比沉重。一旦体质之秘泄露，人多嘴杂，谁敢保证能万无一失？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对宗门有归属感，虽然小毛病不断，可在大是大非面前心里都有数。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修仙界人心叵测，利益动人心，这消息若有一丝一毫泄露出去，被天剑门那般虎狼宗门得知，后面的话苏如没有再说下去，但苏清离已然能想象到可怕的后果。整个修仙界的贪婪目光都会聚焦于合欢宗，聚焦于庄阳，届时合欢宗将面临灭顶之灾，庄阳更是会沦为所有势力争夺囚禁的对象。姐姐，我明白了。苏清离深吸一口气，传音带着一丝后怕。眼下的确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先稳住局面，争取时间，希望在秘境之中能找到补齐阴阳和欢诀的残本，否则就只能等庄阳彻底掌控自身体质了，后者绝非一时之功啊。与此同时，紫苑洞府内，庄阳收拾完在静心阁内的行李，搬了进来。紫苑的洞府隐在一片苍翠的灵竹之后，从外面看上去并不起眼，内部却别有洞天。与合欢宗无处不在的甜腻旖旎不同，此处清幽寂静，恍若世外。
洞顶嵌着几颗夜明珠，散发出柔和清冷的光辉，映照着四壁天然形成的青灰色石纹，简约而古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冷香，似雪后初绽的寒梅，又似月下幽谷的兰草，沁人心脾。只是轻轻吸上一口，便觉灵台清明，连日来的些许浮躁都被涤荡一空。洞府内并无过多装饰，仅有的石桌石灯光滑如镜，角落生长着几株不畏寒的灵植，绿意盎然，更添生机。紫苑步履无声，引着庄阳穿过不算宽敞的厅室，来到深处的卧房。卧房内的摆设同样极其简洁，一桌一椅，除此之外便只剩下靠墙摆放的雕花木床，床榻上铺着素白色的锦被，整个房间干净的近乎冷清，唯有窗边一只细颈玉瓶中斜插着一只新折的带着露水的不知名白色灵花，为这清冷空间点缀出一抹色彩，也与紫苑那清冷绝尘的气质相得益彰。紫苑停下脚步，伸出仙指指向房内唯一的那张床铺，语气平淡无波：你日后可在此处休息。庄阳环顾四周，除了这张床再无其他可供卧眠之处，不由得一怔，下意识问道：紫苑师姐，洞府内就这一个卧房吗？紫苑转回身，清冷的眸光落在庄阳脸上，微微颔首：只有一个，不够吗？庄阳被这理所当然的反问弄得一噎，看着紫苑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嗅着那清冷的幽香，脸颊唰的一下红透，心脏也不争气的狂跳起来。他忍不住重重咽了口唾沫，这已经不是暗示了，是明示啊。说来也是，都已经是道侣了，一个卧房，一张床，岂不是天经地义？片刻后，庄阳强行拉回纷乱的思绪，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发干：够，足够了。紫苑再度开口询问道：你现在主修的是什么功法？庄阳闻言神色正经了几分：紫苑师姐，我如今只修了一门辅助功法灵龟潜息术，至于主修功法尚未最终选定，不过已有心仪的方向，便是那5部属性各异的剑诀：雷霄、青木、寒破、焰星、雨、震月。听见这话，紫苑正了正神，随即恍然：是了，庄阳身负纯阳仙体，5行灵根兼备，理论上确实可以同修多种属性的功法，走这条常人难以企及的5行剑道。他沉吟片刻，开口道：我乃天阴之体，身具水、木、土3种灵根，于这3种属性的灵力掌控上略有心得，我可与你一些引导。紫苑言罢，便不再多话，引着庄阳来到洞府外间的厅室。他示意庄阳取出记载着剑诀的玉简，与庄阳开始了共同研习。先前他并未接触过这3种功法，但为了教导庄阳，却耐心地从基础开始研习琢磨，很快便初窥门径。紫苑一边介绍着理论，一边以灵力为引，与庄阳分享心得。指尖缭绕着或冰蓝、或土黄、或翠绿的光晕，将寒破剑诀的阴寒风动、震月剑诀的厚重镇压、青木剑诀的生机绵长3种截然不同的剑意要诀，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庄阳面前。讲解时言简意赅，往往一针见血，直指核心。庄阳本就悟性惊人，又有纯阳仙体对灵力天然的亲和与掌控力，在紫苑这般精准的引导下，进展可谓神速。一连3日，两人在这清冷的厅室中度过。庄阳心无旁骛，反复揣摩练习，体内灵力根据剑诀不同属性而流转，初时晦涩，渐渐顺畅。到了第3日傍晚，庄阳并指如剑，低喝一声，周身灵气涌动，霎时间3道冰蓝剑芒凭空明现，带着刺骨寒意。紧接着3道土黄剑芒厚重沉凝，最后3道翠绿剑芒生机勃勃，9道属性各异的剑芒悬浮于他身前，虽还略显虚幻，光华却已颇为夺目，将时势映照的流光溢彩。紫苑静静看着，清冷的眸中掠过一丝赞许之色。3日凝聚9道剑芒，已属难得，你可先巩固此境。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焰星、雨、雷霄，我无对应灵根，难以亲身示范，但剑道之理亦有相通之处，你若欲不解，日后可寻拥有火、金灵根的师姐探讨。境地试炼在即，我也要修炼了，你若练习，可去卧房，那里清静。庄阳还沉浸在初步掌握剑芒的喜悦中，闻言下意识应了声：是，师姐。说着转身依言走入卧房，准备继续巩固。又是一连5日，庄阳在卧房内打坐修炼，吞吐灵气，凝练剑芒，却始终未见紫苑进来休息。起初并未在意，可随着时间推移，他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紫苑乃是结丹期修士，虽暂时跌落，但境界感悟犹在。他早已辟谷，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亦无需以睡眠来恢复精力。对他而言，打坐修炼便是最好的休息，天地何处不可为家。这张床铺只是个摆设，
看来先前是自己多想了，一个卧房的确是够了，他根本用不到啊。哎，劫道侣怎么感觉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庄阳喃喃自语，正对着空荡荡的床铺暗自感慨生活与想象的差距，身后却无声无息地多了一道清冷的气息。他有所察觉，猛地回头，只见紫苑不知何时已站在卧房门口，正静静地看着他。紫苑师姐。庄阳连忙站起身，脸上因刚才的胡思乱想而有些发烫。怎么了？是修炼上有什么问题吗？紫苑没有回答，而是迈着莲步走了进来，径直来到庄阳面前。两人距离极近，庄阳能清晰地看到紫苑长而密的睫毛，以及那双冰湖般眸子里映出的自己有些无措的影子。我来找你。紫苑开口，声音清冷，确认一件事情。确认什么事？庄阳被紫苑看得有些心慌，下意识问道。紫苑没有解释，而是忽然向前倾身，踮起了脚尖，清丽绝尘的容颜在庄阳眼前迅速放大，淡粉色的唇瓣径直朝着他的嘴唇靠近。庄阳脑子里嗡的一声，完全没料到紫苑突然有此举动，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猛地向后一仰，显知又显得避开了。紫苑的动作顿住，微微歪头，清冷的眸子里罕见地透出了诧异之色。你躲什么？师姐你要干什么？庄阳脸颊爆红，连耳根都烧了起来，心脏肋骨般狂跳，说话都有些结巴。紫苑看着庄阳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黛眉微蹙。吻你一下，怎么了？顿了顿，直视着庄阳闪烁的目光，语气理所当然。你不是我道侣吗？听见道侣二字，庄阳下意识地吞咽了口唾沫，心神恍惚。是啊，名分已定，还有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就在庄阳心神摇曳之际，紫苑再次上前踮脚，温软微凉的唇瓣印了上去。庄阳浑身一僵，瞳孔微微放大，被动接受着这一切。紫苑美眸眨动，长睫微颤，悄然运转，阴阳和合觉同时感知着体内的变化。果然，庄阳的灵力由唇齿交缠处丝丝缕缕地汇入，随后并非像阴阳和合觉上讲述的那般为采捕者提供灵力，反倒这股纯阳灵力进入丹田后，霸道地裹挟着灵力，试图通过相接的唇瓣渡回庄阳的体内。但同时，纯阳灵力攫取间，又将他的灵湖向外强行扩充了一丝。紫苑心中明悟，纯阳仙体却有反噬采捕之能，却也为反噬者提升了根基，拓宽了上限。先前不明不白，仅仅是猜测，再度尝试后，事情便明朗了。验证已毕，他正欲分开，然而就在他念头刚起，气息微松的刹那，异变陡生。原本僵硬被动承受的庄阳，血性与本能被紫苑的举动点燃。待最初的惊愕与慌乱褪去，攻守一行变得强势了起来。他手臂猛地收紧，紧紧箍住了紫苑纤细的腰肢，唇瓣也骤然反客为主，青涩却霸道地加深了这个由紫苑开始的吻。紫苑陡然睁大美眸，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惊诧之色，下意识地想推开庄阳，却发现灵力余波仍在体内流转，带来酥麻与无力感，一时竟提不起半分力气。庄阳，你等等！话音未落，便被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带着向后倒去，天旋地转间，后背陷入柔软的颈背之中，庄阳灼热的身躯随之附上。紫苑怔了片刻，最终缓缓闭上眼，偏过头去，露出了纤细白皙的脖颈，轻轻叹道：罢了，随你喜欢吧。不知过了多久，卧房内重归寂静，唯有空气中残留的暧昧气息与清幽的冷香交织。庄阳坐在床沿，手忙脚乱地穿着衣物，脸上还带着事后的余红与一丝如梦初醒的茫然。身后传来细微的窸窣声，他回头，只见紫苑拉过素白颈，被掩住身子，半倚在床头，向来清冷如雪的俏脸上，此刻染着动人心魄的绯红，蔓延至耳根脖颈。一双冰湖般的眸子水光潋滟，正带着几分嗔怪，几分无奈，静静望着他。庄阳张了张嘴，没等开口，紫苑便先微微抿了抿略显红肿的嘴唇，嗔怪地说道：小牛犊子，力气真大。庄阳尴尬一笑：紫苑师姐。紫苑黛眉微蹙，又打断道：还叫我师姐作甚？你我如今已是道侣，我也未曾长你多少年岁，细细算来，今年不过才60有余，你直接唤我名字即可。60有余。庄阳闻言，眼睛微微睁大，下意识重复了一遍，但很快便反应过来，修仙界动辄数百上千岁的老怪物都不稀奇，60岁确实算是年轻了。思及至此，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喊了声紫苑。紫苑轻轻嗯了一声，随即感受了一下体内的情况，又无奈地说道：你这纯阳仙体果然霸道，我修为又跌落了一层，如今是筑基中期了。
又跌落了。庄阳先是一惊，然后忽然想到了什么，瞳孔骤然收缩，语气紧张道：“子苑，你知道我的体质？”子苑见庄阳警惕的模样，并未意外，平静地与之对视，淡淡道：“此事是掌门师姐告知于我，意在让我护你周全，并配合稳住宗门局面。放心吧，我自会替你保密。”庄阳闻言，紧绷的心弦稍松，但警惕未消，追问道：“掌门还告诉谁了？”子苑略一沉吟，回答道：“具体告知了谁，我亦不完全清楚，但想来除我之外，最多便只有青离师妹知晓了。青离是掌门师姐的亲妹妹，而我是宗门老祖之女，于公于私，我们都绝不会做出损害宗门根本之事，你大可放心。”说到这里，他冰湖般的眸子里掠过一丝玩味之色，红唇微扬。怎么？经历一番，倒是变得警觉起来了，懂得藏锋守拙，这倒是好事。这般带着调侃的语气，以及从未在他脸上出现过的清浅笑意，让庄阳看得出神。此刻的紫苑褪去了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多了几分鲜活的人气，尤其是那惊鸿一现的笑容，格外的动人。片刻后，庄阳讷讷的脱口出了一句：“紫苑，你笑起来真好看。”紫苑闻言微微一怔，笑意迅速隐去，恢复了平日的清冷模样，只是耳根处尚未完全褪去的红晕又悄然加深了几分。他移开视线，撇了撇嘴道：“休要胡言，你去厅室休息功法，我要休息一会。那你好好休息，若有事随时唤我。”庄阳向着卧房外退去，一步三回头的说道。紫苑已重新躺下，背对着屋门，颈背里传来一声闷闷的回忆：“知道了。”庄阳来到外间厅室，盘膝坐下。然而刚想静心修行，方才卧房内以你炽热的画面便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紫苑罕见的羞赧神情，以及最后那抹清浅动人的笑意清晰可见。想着想着，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心底泛起阵阵难以言喻的悸动与甜蜜。但这份欣喜并未持续太久，一个现实的问题便浮上心头：紫苑的修为又跌落了一层，会导致他修为跌落。看来这双修之事不能太过频繁肆意。唉，怎么就忘了问问缘由，以及是否有解决之法了？罢了，先让他好好休息恢复，以后再寻机会问个明白。反正都住在一起了，来日方长。庄阳喃喃着，回头望了眼卧房方向，压下了去询问的冲动，随即收敛心神，开始内视自身。丹田内的灵湖竟又凝实扩大了不少，灵力奔涌不息，境界赫然已达住集中期。这境界未免也太……庄阳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与愕然。难道我这纯阳仙体可以依靠与女子双修来快速提升修为？如此看来，这仙体之名怎么非但与飘逸出尘的仙道不沾边，反而透着一股子魔道财补的邪修味道？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杂念与不适。眼下多想无益，提升实力，应对秘境试炼才是关键。掌门与紫苑和青离师姐既知晓我体质仍竭力相护，必有他们的考量。将纷乱的思绪暂且搁置后，庄阳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修炼上，回忆着紫苑的指导以及那三系剑诀的运转要领，开始触类旁通，尝试修习雷霄剑诀与焰星剑诀。他以震月剑诀的沉稳为基，寒破剑诀的凝练为引，想象雷霆的急速；又以青木剑诀的生机转化，辅以震月剑诀的厚重，推演焚尽之意。土生金，金生水，木生火，火生土，五行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乃造化万物，配合阴阳，万物之精华。神识高度集中，体内磅礴的灵力随着意念分化，一丝灼热爆裂，一丝锐利诛邪，两股气息渐渐在他指尖缭绕凝聚。几日时光在寂静的洞府中悄然流逝。当紫苑步履虚浮地从卧房走出之时，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清冷的眸子中闪过了一抹惊诧。厅室中央，庄阳盘膝而坐，双目紧闭，周身灵气氤氲，身边15道色泽分明、属性各异的剑芒正缓缓盘旋律动，金、绿、蓝、红、黄五色光华交相辉映，诛邪破煞的雷霄金芒，生机盎然的青木绿芒，寒气森森的寒破蓝芒，炽热爆裂的焰星红芒，厚重沉稳的震月黄芒。每种属性不多不少，各自3道。五行剑芒竟在短短数日之内被庄阳所掌控，并且达到了如此均衡的程度，这已不仅仅是悟性惊人了。纯阳仙体果然名不虚传。庄阳察觉到了紫苑的注视，周身环绕的剑芒微微一滞，随即化作点点星光消散。他缓缓睁开眼，眸中金光内敛，转头看向紫苑，露出一抹笑容。紫苑，你休息好了。紫苑压下心中的波澜，
走近几步，目光在庄阳身上流转，语气赞许道：“五行剑芒，各您3道。我本以为你至少需1月之功方能触及门槛，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上许多。”庄阳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也是子苑你之前指导的好，打下了基础，我才能触类旁通。而且不知是不是因为那个，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感觉修为精进后，对灵力的感知和掌控也敏锐了不少，神识范围更是扩大了许多，如今已达10里之遥。10里？紫苑俏脸一愣，这已经是结丹初期的神识范围了，是吗？庄阳反问了一句，或许与我体质有关。他没有过多纠结，话锋一转，眼底闪烁着一抹愧疚之色。紫苑，你的修为真的又跌落了？还有，我这纯阳仙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不跌落修为？他问的有些磕绊，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紫苑又是微微一怔，心中触动，一股暖流悄然蔓延。没想到庄阳并非只顾自身修为，没有因境界暴涨欣喜，还会在意对他的影响。正心绪微澜中，却听庄阳又小声补充了一句，语气讪讪：“次次都让你跌落修为，怪不好意思的，而且也不能太频繁双修。”紫苑刚刚升起的那点感动，瞬间被无语取代。他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语气嗔怪：“你这家伙脑子里整天就想这些吗？”虽然无语，但随后还是解释道：“双修时，你纯阳仙体会反噬，导致我修为表象下跌，但本质上是在拓宽我的灵力上限与根基，利远大于弊，你也不必太过自责。若要解决这修为下跌的问题，无非2条路，其一是找到完整的合欢仙经，此经包罗万象，其中有能调和阴阳、互利共赢的无上法门，而如今这阴阳和合诀是其残缺版本，易走极端。”庄阳喃喃道：“合欢仙经。其二。”紫苑继续说道：“如果你能彻底掌控体质，如臂指使，届时便能操控阴阳交汇时的灵力流向。不过，说着，他又轻轻摇头，想掌控体质谈何容易，至少也需要结丹后期甚至元婴期的修为，而且掌控过程必然艰难无比。即便是我身负天阴之体至今，也未能彻底掌控，只是凭借体质特性修习了一些与之契合的秘术罢了。”庄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将这2条路牢牢记在心里，一条在外，一条在内，都非易事，但总算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时紫苑话锋一转，清冷的眸光似乎能看透人心。虽然你从未直接言明，但观你言行，你应当早已知晓，此地并非清净门，而是合欢宗了吧？庄阳闻言，坦然迎上紫苑的目光，点了点头：“是，我已知晓。”紫苑微微一笑，似是满意庄阳的坦诚，继续道：“既然知晓，那有些事便无需再瞒你。关于那合欢仙经，此次我们即将前往的古修士洞府秘境，据宗门前辈留下的零星记载，数百年前曾有门中前辈在秘境之中感知到了与我合欢宗同源的气息。”庄阳眼睛骤然一亮，反应极快：“紫苑，你的意思是那个古修士洞府秘境之中，说不定就藏有完整的合欢仙经？”“有可能。”紫苑肯定了庄阳的猜测，语气凝重了几分，虽无法确定，但这已是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有可能补其宗门传承的希望所在。庄阳闻言，神色严肃了几分。之前对于境地试炼，更多是抱着为宗门争取资源、证明自己的心态，但此刻得知其中可能有着能弥补宗门缺陷、解决他与紫苑之间困境的关键之物，如此一来，对这场试炼的重视程度又提升了数个层级。这不再仅仅是一场试炼，更是一场关乎未来道途、宗门命运，乃至他与身边人关系的重大机缘。思及至此，庄阳看向紫苑，眼神变得无比坚定，沉声道：“我明白了，秘境之中定会竭尽全力寻找合欢仙经的线索。”紫苑看着庄阳眼中燃起的斗志，清冷的容颜柔和了几分，轻轻颔首道：“当务之急是继续巩固你如今的境界，熟练掌控这5行剑芒。秘境之中危机四伏，实力多增强1分，便多1分把握。”“好。”庄阳不再多言，重新闭上双目，周身灵力再次开始缓缓运转。这一次心神更加沉静，目标也更为明确。5色剑芒伴随着他的呼吸再次于其周身浮现。紫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庄阳专注的神情，感受着5行灵力和谐流转带来的奇异波动。冰湖般的眸子里思绪微沉，眼前这个少年意外结成的道侣，或许真能成为合欢宗破局的关键，不仅是宗门，也成为了他生命之中的变数。紫苑嘴角轻扬，腹诽道：“若他有需要，修为再跌落一些，倒也无妨。”时光荏苒，距离古修士洞府秘境开启仅剩最后1夜，合欢宗上下笼罩在期待与紧张的氛围之中。
10个名额早已根据贡献点划定，入选者皆在洞府内做最后的准备与调息。夜色渐深，月华如水银泻地，将紫苑洞府外的灵烛染上一层青灰。一道窈窕的紫色身影悄无声息地落在洞府门前，正是苏青离。他受姐姐苏如之命前来寻庄阳与紫苑，告知明日集结的最终安排，也算是临行前核心几人再通个气。然而在接近洞府之后，身形却猛地僵在了原地。洞府之外原本设有隔音禁制，寻常声响绝难传出，但或许是因为今夜洞府主人心神激荡，又或许是因为里面灵力波动过于剧烈，影响了禁制稳定，一阵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透过禁制钻入了苏青离的耳中。苏青离吞咽了口唾沫，俏脸瞬间涨红，连白皙的脖颈和耳垂都未能幸免，又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心脏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庄阳和紫苑师姐，他们竟然……苏青离心情逐渐变得复杂了起来，有猝不及防的尴尬，有无意窥破他人私密的羞耻，还有一股酸涩、悸动与莫名燥热的混乱心绪。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庄阳俊朗的面容，以及紫苑清冷绝尘的容颜，在情动时会是如何模样。我在想什么？苏青离猛地甩头，试图驱散这些荒唐的念头，忍了许久，却没能抵挡住本能的驱使，最终后背靠在了洞府外墙，蜷缩起身体，缓缓蹲了下去。1个多时辰后，洞府内的声响终于平息，苏青离也软软靠在墙上，眼中水光迷离。忽然洞府打开，穿戴整齐的庄阳和紫苑并肩走了出来，二人一眼就看到了蜷缩在墙边衣衫微皱的苏青离。气氛凝固，空气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尴尬。苏青离连忙起身，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紫苑清冷的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似乎早就知道他在外面。庄阳的眼神里闪烁着些许不自在，但并没有太过惊讶。沉默持续了数息，紫苑率先开口，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寂静，语气平静无波：“青离师妹，深夜来访，有何要事？”苏青离猛地回过神，这才想起来意，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是奉掌门姐姐之命来告知明日辰时在主殿广场集合，一同出发前往秘境入口，还有一些细节要交代。”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眼神根本不敢与庄阳和紫苑对视。庄阳见状不由得心生歉意。其实早在苏青离靠近洞府，气息被禁制波动泄露进来时，他与紫苑便已察觉，只是当时情到浓时，箭在弦上，谁也停不下来。而且紫苑性子清冷，行事但凭本心，懒得刻意遮掩。庄阳见他如此，也干脆心一横，不管不顾了。好，我该说的都说了。苏青离深吸一口气，继续道：“那我就不打扰师姐和庄师弟休息，先回去了。”说完，几乎是逃似的御剑而起，转瞬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紫苑看了眼苏青离的背影，转身向着洞府内走去，语气无奈道：“回去了，我筑基初期好不容易恢复到筑基后期，这下又筑基中期了。”庄阳紧随其后步入了洞府之中。近1个月的苦修，五行剑诀已然小成，剑芒能够各自凝聚武道。境界则是先靠苦修和吞服丹药，以及紫苑的帮助，到达了筑基中期巅峰状态。临门一脚又靠紫苑相助，突破到了筑基后期。次日，秘境试炼当日，合欢宗主殿前的广场上，晨光熹微，11道身影尽力于此，皆是获得探索资格的弟子。庄阳、紫苑、苏青离、红芍、白芷赫然在列，另外5人则是凭借贡献点杀出重围的筑基后期女修。掌门苏如立于众人之前，宫装曳地，雍容华贵，目光缓缓扫过即将出征的弟子，当视线落在庄阳身上时，凤眸中不禁掠过一丝惊愕。筑基后期，1月前庄阳分明还是筑基初期，甚至尚未完全稳固境界，这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下意识将目光转向站在庄阳身侧，气息明显内敛了许多的紫苑。一个念头不由自主的浮现，让人脸颊微热。这期间紫苑恐怕没少。凝神仔细探查，果然紫苑的修为又跌落了，现在是筑基中期。不对，似乎不是单纯的从筑基后期跌落到筑基中期。紫苑丹田内的灵湖比1月前宽阔了近乎1倍，灵力更是凝练了数倍，那是被反复冲刷、锤炼、夯实根基后才能拥有的底蕴。紫苑定是修为反复跌落，又凭借深厚根基和资源迅速恢复。苏如有所明悟，看向紫苑的眼神变得无比复杂，带着几分愕然，几分无奈，更有几分羡慕。这丫头居然一点也没克制，还真是。罢了，已是道侣，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就在这时，性子最急的红芍也察觉到了紫苑气息的不同，
他眨了眨媚眼，神识下意识探了过去，随即失声惊呼：“紫苑师姐，你的修为怎么是筑基中期了？”这一嗓子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另外几名女修也纷纷探出神识，确认之后，脸上无不露出惊疑之色。真的是筑基中期？紫苑师姐，你难道是修炼出了岔子？是受了什么伤吗？难不成突破时候走火入魔了？一时间猜测纷纭，几人目光都聚焦在紫苑身上，满是关切与不解。紫苑神色平静，对于众人的反应早有预料，并未出言解释。苏如见状，上前一步，清了清嗓子：“肃静！”众人立刻噤声，朝他望去。苏如目光扫过众人，语气从容地解释道：“紫苑并无大碍，他近期正在修习一门秘术，此法在修炼过程中会致使修为暂时性跌落，但于夯实根基、拓宽灵力上限有奇效，尔等不必惊慌。”顿了顿，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此番秘境之行，由紫苑带队，他修为恰在筑基期，正符合秘境限制，且以其根基与对敌经验，足以应对诸多变故。尔等需听从他的安排，同心协力，寻找机缘。”众女修闻言，虽然心中仍有好奇，但也不再议论，纷纷躬身应道：“是，掌门，谨遵紫苑师姐之命。”苏青离站在人群中，看着气息相连的庄阳和紫苑，眼神复杂，嘴唇微抿，最终默默低下了头。红勺则是撇了撇嘴，小声嘀咕了一句：“秘术？什么秘术这么古怪？”话音未落，却被旁边的白纸轻轻拉了一下衣袖，示意他晋升。苏如见众人再无异议，袖袍一挥，祭出了流云玉舟：“走吧，事不宜迟，我们前往秘境入口。”众人登上流云玉舟，苏如亲自驾驭。霎时间，玉舟化作一道流光，穿云破雾，朝着秘境入口疾驰而去。约莫1个时辰后，玉舟缓缓降低高度，下方的景象豁然开朗。这是一片被原始古林环绕的巨大空地，空地中央，一座由巨大青石垒砌而成的古老祭坛静静矗立。祭坛中央有一道石门，四周空间微微扭曲，散发出苍茫而浩瀚的气息。那里便是古修士洞府秘境的入口。附近数十名身着天道盟统一服饰的修士巡逻守卫，戒备森严。就在流云玉舟即将降落时，2道身影驾驭着遁光升空，拦在了前方。一人身着落霞宗服饰，一人身着赤阳门服饰，皆是结丹初期修为，气息沉稳。来者何人？出示通行凭证。那名落霞宗修士朗声喝道，目光锐利地扫过玉舟上的众人。苏如早已准备好，袖中飞出一道流光，正是记载着名额信息的令牌。他声音平和：“合欢宗依约前来参加秘境试炼。”赤阳门修士接过令牌，神识一扫，确认无误后，脸色稍缓：“却是合欢宗无误，入口即将开启，请贵宗弟子做好准备。”说话间，与落霞宗那名结丹修士一起侧身，让开了道路。就在这时，一直静立不语的紫苑默默取出了一方面纱，动作自然地戴在了脸上，将绝世的容颜遮掩了大半，只露出一双清冷的眼眸。庄阳注意到紫苑的举动，心知他是不愿引起过多不必要的关注，尤其是在这各方势力云集、鱼龙混杂之地。很快，玉舟顺利降落在空地边缘的指定区域。此刻，空地上已有其他宗门的队伍抵达。落霞宗与赤阳门作为天道盟魁首，他们的弟子早已在场，各有10人，清一色的筑基后期修为，气息浑厚，显然都是内定的精英。另外3个宗门则是新晋弟子比试大赛的获胜方，天剑门、玄武谷以及一个名为烈阳山的宗门。这3宗的弟子也基本都是筑基后期，为了争夺秘境中的资源，派出的无疑都是宗门内的佼佼者。然而在这清一色的筑基后期队伍中，却有一个显眼的例外。天剑门的队伍里赫然站着一位筑基初期的修士，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比试中结队向庄阳发难，最终被迫逃窜，凭借隐匿之术狗到最后的周通。他在比试结束后，借助天剑门的资源，在这1个月内成功突破了筑基，加之他叔父是天剑门长老，以及比试有功，被选入秘境队伍，倒也在情理之中。周通一眼就看到了刚刚落地的合欢宗众人，目光瞬间锁定在了庄阳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与报复之意，接着催动神识向庄阳探查过去，想要摸清这个老对手如今的底细。然而他的神识触及庄阳周身时，却如同泥牛入海，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悄然阻隔，根本无法探知庄阳的具体境界。周通脸色一沉，冷哼一声，心中暗道：哼，定然是用了什么遮掩气息的法器。这小子能来，想必是走了狗屎运，侥幸筑基了。不过就算筑基了又如何？想着，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眼神也变得轻蔑起来。
在他看来，自己乃是天剑门正统出身，剑道根基扎实，远非和欢宗这种旁门左道出身的弟子可比。筑基之间亦有差距，若在秘境中相遇，庄阳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筑基初期，庄阳自然也感受到了周通那充满恶意的目光，平静地回望过去，眼神古井无波，并未放在心上。同时他也觉察到了另外10几道探究的目光朝他望来。毕竟合欢宗唯一男弟子的确是有些显眼，但在隐秘杀和灵龟潜息术运转之下，周身气息丝毫不露，让人看不出根脚深浅。不多时，落霞宗与赤阳门的2位带队长老，一位身着流云晚霞袍，一位身披赤金烈阳纹，并肩行至祭坛前方。赤阳门长老率先开口，声若洪钟：古修士洞府秘境即将开启，试炼为期6个时辰，时间一到，无论身在何处，皆会被秘境之力自动排斥送出。落霞宗长接过话茬，语气冷峻：尔等需谨记，进入秘境后，所有人将被随机传送至不同位置，能否相遇全凭机缘气运。秘境之中所得一切天材地宝、功法传承，皆归各宗及个人所有，天道盟不予干涉。他话音一顿，语气陡然转厉：然秘境并非坦途，其内不仅有前人遗留的陷阱，更可能有强大妖兽盘踞，危机四伏。更重要的是，此次试炼不禁止争斗，亦不禁止杀人夺宝。庄阳闻言，瞳孔骤缩，没想到这规则说得如此直白。其他宗门区域也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声，各宗有不少弟子还未进入试炼，已然脸色发白。赤阳门长老冷哼一声，继续道：修仙之路，逆天争命，若无面对生死、争夺机缘的觉悟，何必来此？各宗门弟子安危，自行负责，自负盈亏。现在欲退出者，尚可离去。场中一片寂静，无人动弹，即便有人胆寒，可为了那渺茫的仙缘，也决意一搏。见无人退出，2位长老对视一眼，微微颔首，随即同时抬手，各自掌心浮现出半块古朴残玉，残玉之上灵光内蕴。去！2人又同时低喝，将手中残玉掷向祭坛中央那扇高达数10丈、布满岁月斑驳痕迹的巨型石门。2块残玉受到牵引，于石门正前方严丝合缝地拼凑完整。嗡！完整的古玉骤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华，一道粗大的光柱自玉中射出，轰在了巨门中央。轰隆隆，石门剧烈震颤起来，表面的灰尘簌簌落下，光柱融入石门，渐渐晕染开来，最终在门扉之上形成了一道缓缓旋转、流光溢彩的五彩光幕。落霞宗长老袖袍一挥，声震四野，秘境已开。穿过此光幕，便是古修士洞府秘境。诸位，请吧。话音落下，早已按捺不住的各宗弟子纷纷御剑而起，争先恐后的射向那五彩光幕。落霞宗与赤阳门的弟子速度最快，身形没入光幕，瞬间消失不见。天剑门众人紧随其后。周通在飞向光幕的刹那，还不忘回头，对着合欢宗方向，尤其是庄阳，投去一个挑衅的眼神。玄武谷、烈阳山的弟子也依次动身。我们也走。紫苑清冷的声音响起，然后率先御剑升空，掠向光幕。合欢宗众女修不敢怠慢，苏清离、红芍、白芷等人紧随其后。庄阳御剑最后一个进入光幕，光影流转，空间扭曲之感传来。禁地试炼正式拉开序幕。庄阳只觉周身被一股奇异灵力包裹，短暂的失重与晕眩之后，脚下一时已然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他立刻警惕地环顾四周，神识向着远处探去。眼前并非想象中的洞天福地，而是一片幽深昏暗的巨大地下洞窟，穹顶高悬，隐没在黑暗中，看不清具体高度。四周是粗糙嶙峋的岩壁，布满了大大小小不知通往何处的甬道，如同迷宫一般。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气息和尘埃的味道。洞窟并非完全黑暗，岩壁上生长着一些散发荧光的苔藓，提供着微弱的光源。一些角落还能看到零星的形态奇特的灵植，以及裸露在岩层外闪烁着各色微光的灵矿晶体。古修士洞府竟是在这般庞大的地下世界之中。庄阳心中暗忖，不敢有丝毫大意，全力运转灵龟潜息术，将自身气息收敛到极致，同时催动贴身穿戴的隐秘纱，身形与周围昏暗的环境几乎融为一体。即便是结丹修士刻意探查，都极难发现。在这危机四伏的秘境里，孤身一人太过危险，当务之急是先与紫苑他们会合。庄阳定了定神，开始尝试感应。得益于那同心气的玄妙联系，很快就觉察到了紫苑所在的方位。确定了方向，便不再犹豫，悄无声息地走入了甬道之中。甬道曲折，岔路极多。好在
庄阳神识远超同阶，堪比结丹。一路走来，提前规避了不少存在危险气息的岔路。行进约莫1炷香的时间，前方甬道尽头隐有亮光，同时传来了凌厉碰撞与呼喝之声。庄阳心神一凛，更加小心地靠近，并未直接走出甬道，而是先以神识探查一番。甬道之外豁然开朗，是一处极为宽敞的地下空洞，地势平坦，方圆足有数百丈。而在这空洞的中央，2拨人马正在激烈斗法，灵光爆闪，轰鸣不断。一方是2名身着天剑门服饰的弟子，皆是筑基后期修为，剑光凌厉，攻势迅猛；另一方则是2名玄武谷的弟子，同样筑基后期，操控着水雾，防守反击。一时间僵持不下。他们的争夺焦点是悬浮在战团中央半空的一件宝贝，约莫尺长，呈流线型的梭状，通体暗金，灵光内敛，看不出具体有何功用，但能出现在这股修士洞府，又被这2派精英如此争夺，定然不是凡品。现在不是节外生枝的时候。庄阳很快做出判断，当务之急是会合同门，而非卷入这种不明所以的争夺。他悄悄走出甬道，准备从另一侧绕行。然而就这时，堪比结丹期的强大神识敏锐捕捉到了另一道隐匿的极好的气息，就在侧前方不远的一处岩壁阴影之中。那气息带着一丝熟悉的灼热与魅惑，似乎是红芍师姐。庄阳心中一动，仔细探查，果然在那片阴影里，一道火红的倩影几乎与岩石融为一体，一双媚眼灼灼地盯着场中的争斗，嘴角还带着一丝跃跃欲试的笑意，显然是打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主意。庄阳见状，不禁摇了摇头，这位红芍师姐还真是胆大包天，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他心念微动，盯着红芍所在方向运转转音术，将声音精准传入红芍的识海之中。红芍师姐，好兴致啊，在此看戏。正全神贯注盯着宝贝的红芍，被这突如其来的传音吓得娇躯一颤，他猛地转头，神识疯狂扫视四周，却一无所获，心中更是骇然，对方的隐匿手段竟如此高明。就在他惊疑不定之时，身旁的虚空中荡漾起了水波般的涟漪，随后庄阳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显现出来，脸上带着一抹无奈之色。红芍看见来人，先是一愣，随即拍了拍高耸的胸脯，长长舒了口气，传音嗔怪道：小师弟，你吓死师姐了。庄阳张了张嘴，正要说些什么，红芍的娇躯却突然贴近，整个人靠在了他的身上，舔了舔红唇。师弟，你可把我吓得不轻，得补偿我才行。庄阳脸颊一红，连忙后退一步，尴尬道：师姐，正经些，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那以后就能说了。红芍娇笑一声道：行，那这事就先记下了，等出了秘境你可要补偿我。说完，不等庄阳回应，他立刻正色了几分，继续道：小师弟，当下这情况，咱们联手如何？等他们2败俱伤，那宝贝就是我们的了。看那梭子的脉象，定然不是普通货色。庄阳却摇了摇头，神色也认真了几分。红芍师姐，我们还是先与紫苑他们会合更为稳妥。贸然卷入争斗，若是被拖住，引来更多人或者秘境中的危险，得不偿失。再者说了，时间有限，我们先集合，在一起找寻机缘，人多力量大，效率更高一些，也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红芍撇了撇嘴，似乎有些不太甘心，但看着庄阳坚定的眼神，又想到苏如的叮嘱，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吧好吧，听你的，不过你可得跟紧我，这秘境里说不定还有什么好事等着咱们呢。庄阳闻言，心中稍定。师姐，我们快走吧，我能感应到紫苑的方位。知道啦知道啦，听小师弟的。红芍嘴上应着，动作却丝毫不安分，自然而然的又贴近庄阳，一只温软玉手挽住了庄阳的胳膊，半个身子都靠在了他身上。行走间，那惊人的柔软与热度透过薄薄的衣物不断传来。庄阳身体僵硬，脸颊不受控制的泛起红晕，想要挣脱，却被红芍抱得更紧。师弟，别这么见外嘛。红芍仰起头，呵气如兰，媚眼如丝的传音：这秘境里危机四伏，师姐我靠你近些，也好保护你不是。庄阳，小师弟，跟师姐说说，你和紫苑师姐结为道侣后，日子过得如何呀？红芍再度开口，声音仿佛带着钩子，撩人心魄。紫苑师姐那般清冷的人，私下里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红芍师姐，莫要再说下去了。庄阳耳根都红透了，传音都带着颤音，脚下步伐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试图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暧昧。哟，还害羞了？红芍娇笑连连，非但不松手，反而贴得更紧，传音继续撩拨，怕什么吗？反正啊，等这次试炼结束，按照宗门贡献排名，用不了几天，咱们早晚也是道侣。
师姐，我这不是提前跟你培养感情吗？什么？庄阳愕然转头看向身旁巧笑倩兮的红芍，还有这种事情？当然啦。红芍一副你才知道啊的表情，媚眼流转，伸出仙指轻轻点了点庄阳的胸口，传音道：等秘境结束，宗门自然会按照贡献点安排其他师姐陆续与你结为道侣。这可是掌门亲口说的哦。说话间，他凑到庄阳耳边，用气声传音，带着无尽的诱惑：小师弟，全宗的师姐师妹未来可都是要给你当道侣的，你这身子骨可得好好保重才是。哥，全宗的师姐。庄阳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合欢宗内那数百位风情各异、貌美如花的师姐们，丝都结道侣，画面太过震撼，让他气血一阵翻涌，鼻子都有些发热，赶紧用力摇头，强行将这些念头甩出脑海，心中暗骂自己定力不足。庄阳深吸一口气，努力板起脸道：红芍师姐，你莫要再戏弄我了，正事要紧。红芍见庄阳这副窘迫又强自镇定的模样，更是觉得有趣，正想再逗他几句，却见庄阳脸色猛地一变。庄阳的神色陡然变得凝重无比，目光锐利地望着前方，我感知到了一股很强的灵力波动，是打斗的气息。传音间，他神识飞速探去，脸色愈发难看。是紫苑，他被人缠上了。红芍闻言立刻收敛笑容，媚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哪个不开眼的敢动紫苑师姐？我们快过去。二人不再多言，各自将隐秘法门催动到极致，悄无声息却又迅疾无比，朝着灵力波动的源头疾驰而去。穿过几条错综复杂的甬道，打斗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灵光爆闪的景象映亮了前方的拐角。庄阳和红芍悄然前行到一块巨大的岩石后方，只见前方又是一处稍小些的地下空洞，此刻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围攻。被围攻的正是那一袭白衣、面覆轻纱的紫苑，他周身环绕着数把冰晶凝成的飞剑，攻防一体，将自身守得密不透风。但对手却足足有3人，3人皆是穿着天剑门服饰，2个筑基后期，一个筑基初期。而那筑基初期的修士，不是周通还能是谁？紫苑虽强，但如今修为跌落，以筑基中期修为独占3名筑基修士，已是捉襟见肘。白衣上沾染了些许尘土，呼吸也略显急促，显然落在了下风。3个打一个，真是卑鄙。红芍见状，柳眉倒竖，手中已然扣住了几张符箓，杀气腾腾。交翅声尚未落下，他便从岩石后悍然杀出，符箓率先发难。数道炽热火蛇袍笑着射向其中一名天剑门筑基后期弟子，逼得对方急忙回剑防守，同时也打乱了3人原本默契的围攻阵型。再看庄阳，他的目标明确，直奔紫苑而去。千钧一发之际，以秋水隔下了另一名筑基剑修习向紫苑的攻势。吭，长剑相交，金铁交鸣之声响起，那剑修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涌来，整个人踉跄着向后跌退，满脸惊骇。庄阳一击逼退强敌，迅速回头看向身后气息紊乱的紫苑，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关切。紫苑，没事吧？紫苑清冷的眸子闪动了几下，看着庄阳并不算宽阔的背影，莫名心安。面纱下的声音也比平日柔和了几分。没什么大碍，你来了真好，我原本循着感应去找你，途中却……喂，现在可不是你侬我侬的时候。红芍见状，一边挥袖打出一道红光，抵挡周通袭来的剑罡，一边没好气的撇嘴喊道。随着庄阳和红芍的出现，场中形势瞬间逆转。合欢宗这边，庄阳筑基后期，红芍筑基后期，紫苑虽为筑基中期，却拥有结丹期的神识与战斗经验，只是受限于修为，本命法宝和神通无法动用，但也可以凭借符箓，法器周旋。而天剑门一方，2名筑基后期，1名筑基初期，明显是落了下风。那2名筑基后期的天剑门弟子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传音沟通了起来，瞬息之间便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尤其是方才与庄阳交手的那名筑基剑修，深知继续纠缠下去讨不到任何便宜，不仅耽误寻宝时间，说不定还会被重伤，甚至交代在这里生死道消。2人转身就跑，跑出去几步后，才有一人想起来提醒周通：周师弟，纠缠无益，寻宝要紧，撤！周通闻言先是一愣，随后朝着庄阳放下一句狠话：小子，这次算你运气好，下次我必杀你。说完又恶狠狠地瞪了庄阳一眼，随即便跟随2名师兄后撤。然而就在周通转身欲走的刹那，庄阳眼中寒光暴涨，周身杀意弥漫。之前比试的算计，方才围攻紫苑的卑鄙，以及此刻的叫嚣，已彻底激怒了他。我让你走了吗？一声怒喝如同惊雷炸响，同时并指如剑朝着周通一点。
铮，铮，铮！数道色泽各异的剑芒凭空闪现，划破长空，朝周通后心悍然射去。两名已然退开一段距离的天剑门筑基后期弟子有所感知，脸色陡然巨变，惊呼出声。筑基后期的气息，这怎么可能？他们在比试当天见过庄阳，虽不像是周通一样与庄阳有所瓜葛，但也是清楚庄阳当时不过炼气大圆满的境界，短短1个月从炼气13层到筑基后期，简直匪夷所思，骇人听闻。周通更是亡魂大冒，想要转身抵挡，却已然来不及。那剑芒速度太快，威力太强，远超他的想象。不，伴随着一阵凄惨的尖叫声响起，数道凌厉的剑芒接二连三地洞穿了周通的后心要害。周通身形猛地一僵，低头看着胸口处焦黑灼烧的孔洞，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嫣红的鲜血从口中涌出，顺着下巴流落而下，染红了衣襟。转瞬间，眼中神采暗淡，身体软软地向前扑倒，气息断绝，生死道消。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那两名已经退开一段距离的天剑门筑基后期弟子，眼睁睁看着周通被秒杀，瞳孔骤缩，脸上写满了惊骇之色。其中一人目眦欲裂，手中长剑嗡鸣，冲动之下想要反身拼命，却被另一人死死拉住。走，快走！另一人传音疾呼，此子不对劲，修为高深，手段更是诡异。而且短短1月从炼气到筑基后期，此事太过骇人，必须向长老禀报。传音间，二人不敢再有丝毫停留，头也不回地朝着一处甬道深处亡命飞遁。庄阳见状，下意识再次并指，数道剑芒呼啸而出，直取二人后心。但那两人毕竟是筑基后期，一心逃命之下，速度极快，剑芒终究慢了1线，轰击在了空处的岩壁上，炸开一片碎石，却未能留下他们。啧，让他们跑了。洪韶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有些遗憾地撇了撇嘴，随即他转过头，一双媚眼惊喜地上下打量庄阳，语气古怪道：小师弟，没看出来啊，平日里看着挺单纯一个人，出手竟然这么狠辣果决，说杀就杀了。庄阳闻言不由得一愣，低头看向地上周通的尸体，忽然间一股强烈的不适感与后怕涌上心头，胃里更是一阵翻江倒海。我杀人了！庄阳瞪大眼眸，喃喃自语。刚才被怒火和守护紫苑的念头充斥，根本没有多想，全凭本能出手。现在冷静下来，竟开始有些恍惚，心情复杂难言。洪韶见状，收敛了笑意，走上前拍了拍庄阳的肩膀，正色道：庄师弟，我还以为你第一次杀人真能无动于衷呢。哎，不过没事，修仙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做的没错。这时紫苑也缓步走了过来，先是伸手一握，隔空将周通的储物袋抓入手心，随后屈指一弹，一道幽蓝色的火焰落在周通的尸体上，顷刻间便将尸体连同血迹焚化得干干净净，不留丝毫痕迹。最后他将储物袋递向了庄阳，淡定地说道：以后再杀人，记得毁尸灭迹，还有收起对方的储物袋，这是战利品，也是减少麻烦的必要步骤。庄阳回过神来，与紫苑四目相对，又看了看他手中那个沾了点灰尘的储物袋，愣愣地点了点头，一言接过。洪韶的安慰和紫苑的教学，让他心中的不适感减轻了不少。刚才的动静不小，恐怕会引来其他人，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尽快去找其他人会合。紫苑再度开口，说话间取出几枚丹药服下，又原地盘膝坐下，快速调息，苍白的脸色恢复了些许红润。洪韶则是在紫苑调息时护在一侧，仔细探查四周，确实是有人往这边来了，得快些离开这里。庄阳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首次杀人带来的复杂心绪，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数十个呼吸后，紫苑便调息完毕，三人不多耽搁，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身影接连没入幽暗复杂的甬道之中，继续寻找失散的同门。有庄阳和紫苑的结丹七神石作为雷达，探索的效率极高，他们的神识覆盖范围远超寻常筑基修士，可达10数里之广，不仅能提前规避危险，更能敏锐地捕捉到同门修士特有的灵力波动。果然不到半个时辰，在一处布满钟乳石的地下暗河附近，顺利与白芷和另一名筑基后期女修会合，小队人数扩增到5人，实力大增。一见面，那名女修便颇为欣喜地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她从一处隐蔽的岩缝中采摘到了几株外界罕见的灵植。白芷则是神色凝重地说道：我刚一进入秘境，就在落点附近感应到了一处灵力异常活跃之地，疑似有灵矿脉存在。只是当我寻迹靠近时，却发现那片区域已有数匹人马在混战争夺，气息混杂，其中还有落霞宗的弟子。
为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我只是记下方位后便离开了。灵矿脉，紫苑黛眉微蹙，若有所思。灵矿聚集之地，往往是地脉灵气汇聚之节点，那里没准就是这片秘境的核心区域。说话间，他看向白芷，果断下令：“白芷师妹，你记得路线，便由你带路，我们前往那处灵矿区附近查探一番。”是，紫苑师姐。白芷点了点头，毫不拖泥带水，转身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引领着众人穿梭于幽暗的甬道之中，向着灵矿脉寻去。行进途中，紫苑的声音在几人识海中响起：“秘境核心说不定有着重要传承，根据宗门前辈的模糊记载，有理由怀疑我宗失传的仙经，其线索甚至原本就藏在这秘境的核心区域之内。寻找并带回完整仙经，弥补宗门传承缺陷，乃是我们此行任务的重中之重，优先级高于一切天材地宝。若能成功，宗门复兴可期，尔等皆是大功一件。”此言一出，众人眼中都爆发出灼热的光芒。他们深知完整传承对合欢宗意味着什么，那将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庄阳更是心潮澎湃，这不仅关乎宗门未来，更关系到他与紫苑之间因体质和功法残缺带来的困境。他握紧了拳头，沉声道：“明白，定当竭尽全力。”红芍也舔了舔红唇，媚眼中难得全是认真。“放心吧，紫苑师姐，就算把那片的翻过来，也要找到咱们的传承。”在白芷的带领下，一行人不再理会沿途一些零散的灵植，目标明确，速度极快，径直奔往秘境的核心区域。在白芷精准的引领下，合欢宗小队朝着灵矿区域疾行。途中，庄阳和紫苑强大的神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陆续寻到了几名失散的同门。至此，除了苏清离之外，此次进入秘境的合欢宗弟子已汇聚9人。队伍壮大了，但庄阳的心却愈发沉重，全力展开堪比结丹的神识，向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仔细搜索着每一丝可能属于苏清离的灵力波动。神识所及的范围内充斥着混乱的灵力残痕，以及其他宗门弟子争斗的波动，却唯独没有那道熟悉的气息，还是没有。庄阳眉头紧锁，脸上难掩担忧之色。青离师姐到底传送到哪里去了？会不会遇到危险？紫苑同样在以神识探查，闻言，清冷的眸光扫过众人，开口问道：“诸位师妹，你们在沿途可曾见过青离？”新会合的几名女修纷纷摇头。名唤青罗的女修率先开口：“我落地之处是一片布满毒瘴的沼泽，四下无人，花了些功夫才摆脱了几只难缠的毒蝉，未曾见过苏师姐。”另一位名叫茯苓的女修接过话茬，说道：“我刚稳住身形，就撞见百草谷和烈阳山的弟子为了一株灵植打得不可开交，灵力乱飞，我只好立刻隐匿起来，等他们两败俱伤离开后才赶出来，也没看到苏师姐踪影。”其他女修也纷纷说道：“我曾远远瞥见一对落霞宗弟子，他们正在围攻几名玄武谷的弟子，出手狠辣，毫不留情。那几名玄武谷弟子没撑过去，身死道消，我当时吓得大气不敢出，立刻绕道了。我也是，未曾见过苏师妹，不过落霞宗和赤阳门那群伪君子仗着是魁首宗门，行事越发霸道了，隐约感觉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两大宗门的弟子即便擦肩而过也互不侵犯，反倒联起手来对其他宗门的弟子下手黑得很。”青罗，对，我路上也遇到了那两宗的弟子，他们甚至结伴而行，彼此间并无冲突迹象。众人七嘴八舌，信息汇总起来，情况不容乐观。秘境之内危机四伏，落霞宗和赤阳门似乎联手排外，形势很辣，而苏清离至今下落不明，吉凶难测。紫苑沉默片刻，面纱下的容颜看不出喜怒，眼神却愈发凝重。青离实力不弱，心思缜密，或许是被传送到更偏远之地，或许是有其他机遇，我们既无法寻到，便只能相信他有能力自保。眼下按原计划，优先前往核心区域吧。说完，又看向白芷：“白芷师妹，距离那灵矿区还有多远？”白芷凝神感知了一下，抬手指向了一条宽阔、四周岩壁明显是人工开凿的甬道，就在前方。穿过这条甬道，应该就能抵达那片灵矿腹基地带。不过前面的灵力波动极其混乱，神识受到干扰很严重，我感知模糊。这时，庄阳眉头紧锁，沉声说道：“前面聚集了超过10人，而且正在激烈交手。”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超过10人混战，参加禁地试炼的无一不是各宗筑基精锐，混战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庄阳又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对苏清离的担忧，沉声道：“师姐们，我们走吧，是机缘还是陷阱，总要亲眼去看看。一旦情况有变，咱们9人齐聚，也不惧敌手，大不了抱团逃了便是。”紫苑点了点头，检查了一下众人的状态，确认无误后，
一马当先，向着甬道而去。庄阳、红芍、白芷、青罗、茯苓等人紧随其后，各自将气息收敛到极致。符箓暗扣手中，法器隐而不发，做好了随时投入恶战的准备。庄阳走在队伍中段，神识虽也受到前方混乱凌厉的干扰，但依旧比其他人感知得更远、更清晰。他能够看到前方甬道的尽头是一片宽阔无比的平台，洞窟穹顶布满了散发着各色光晕的灵矿晶体，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光怪陆离。而在那洞窟中央，人影绰绰，灵光爆闪，剑气纵横，法术乱飞，嘈杂的法器交击声、法术轰鸣声、怒喝与惨叫声接二连三地响起。紫苑同样感知着，他一边前行，一边将前方战况冷静地通过传音分享给众人。前方有一处平台，落霞宗3人，赤阳门3人，天剑门6人，烈阳山1人，玄武谷1人，他们在混战，不分敌我，完全的混战。众人闻言心中凛然，混战，不分敌我，这是什么情况？就在这时，走在最前方的紫苑忽然脚步一顿，整个队伍瞬间停滞，所有人都紧张地看向紫苑，气息收敛到极致。红芍性子最急，忍不住问道：紫苑师姐，怎么了？前面有什么变故？还没等紫苑回答，庄阳的瞳孔微微一缩，语气沉重地说道：那里应该就是这秘境的核心所在了。说话间，神识落在了一处庞然大物之上，再度开口时，语气里满是惊叹。平台最深处有一座高达数十丈的青铜巨门，随着他的描述，众人的神识也努力向前延伸，勉强看清了那模糊的轮廓。在宽阔平台的尽头，巍然屹立着一扇巨大到令人窒息的青铜门户，巨门通体青黑，上面布满了斑驳的铜锈，门扉之上雕刻着繁复的纹路。整座青铜巨门散发着一股磅礴的气息，诉说着无尽的岁月沧桑。巨门紧闭，严丝合缝，门缝处流淌着如水波般的五彩光晕，那是强大静止的光芒，隔绝着内外。这气息，紫苑也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肃穆。恐怕门后便是万年前留下这处洞府的那位古修士真正的传承之地，仙经的线索也极有可能存在。所有人的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机缘就在眼前。但与此同时，前方平台上那超过10名各宗精锐的惨烈混战，也如同一道血腥的屏障，横亘在他们与巨门之间。红芍勉强感知着前方光影乱闪、杀声震天的平台，媚眼中闪过一丝急切，传音道：紫苑师姐，机缘就在眼前，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那青铜巨门后的东西，我们必须拿下。白芷也清冷的附和，眼神锐利。我们如今有9人，实力不弱，前方虽乱，但他们各自为战，以显疲态。若我们找准时机突入，未必没有机会。他的话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想法。历经艰险来到核心地带，机缘就在眼前，岂能空手而归？然而紫苑却缓缓摇头，非但没有下令前进，反而打了个手势，示意众人缓缓后退。后退？紫苑师姐，这是为何？红芍不解，但还是一言后撤。众人虽心存疑惑，可对紫苑的判断有着本能的信任，也跟着悄无声息地向后移动。刚退出去几步，平台处的动静就脱离了几个筑基后期女修的探查范围，但一直退到数里之外，紫苑才下令停下，又找了处较为隐蔽的区域，带着众人隐匿了起来。师姐，这是为何？红芍已然感知不到平台处的动静，神色明显焦急了起来。筑基后期的神识在外界宽阔地带可以探查3、5里，但在眼下这地势复杂、甬道众多的环境中，神识探查受到极大限制，1、2里就已是极限。白芷也紧张地问道：师姐，前面情况怎么样了？莫非是情况有变？其他女修纷纷看着紫苑，他们知道当下也只有紫苑结丹期的神识能捕捉到平台处的动静了。先不要着急。紫苑环顾众人，淡定地说着，继续用神识观察着平台处的一举一动。这时庄阳忽然开口：我仔细观察，那些修士的状态很不对劲，他们完全不顾同门，不分敌我，见人就杀，像是失去了理智，如同野兽一样，这绝不正常。此话一出，众女修皆是一愣。小师弟，你的神识还能感知得到？红芍诧异地问道。庄阳淡淡回应：勉强可以。女修们面面相觑，但此刻也来不及多想。青罗道吸了一口凉气，发狂，不分敌我，难道是中了什么邪术？茯苓也脸色发白，也可能是前方平台有诈，是不是那个青铜门的缘故？这些猜测都有可能。紫苑神色凝重，分析道：不过现在情报不足，难以断定，也有可能是他们私下达成了某种交易，其宗门内出现了内鬼，
不过这种情况概率不大，最有可能的是福林所说，平台所在的那片区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灵力场、阵法，或者干脆就是那扇青铜巨门散发出的气息影响了踏入其中修士的心智，放大了他们的贪欲、杀意，使其陷入疯狂。在搞清楚状况之前，绝不能贸然闯入，否则我们很可能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先耐住性子，静观其变吧。于是合欢宗9人便暂时按兵不动，只有紫苑和庄阳以神识感知，时不时将情报同步给大家。时间一点点过去，半个时辰，1个时辰，这期间又陆陆续续有修士从其他方向的甬道闯入平台区域，有落单的玄武谷弟子，有结伴的烈阳山修士。然而无论这些人是小心翼翼潜入，还是气势汹汹冲入，只要他们一踏上那片宽阔的平台区域，就开始性情大变，眼中迅速爬上血丝，呼吸变得粗重，脸上浮现出贪婪与暴力交织的扭曲神色，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便会嘶吼着，悍然对距离自己最近的，无论属于哪个宗门的人发动猛攻。一时间，平台上的混战规模非但没有因为伤亡而减小，反而因为修士的不断加入而愈演愈烈。2个多时辰在压抑的观察中流逝，平台上的景象已然如同修罗地狱，光怪陆离的灵矿光芒，此刻映照出的是满地的鲜血和破碎的法器。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倒了20多具尸体，有的被剑罡撕裂，有的被火焰烧焦，有的被利器贯穿，死状凄惨，所属宗门各异。而场中依旧有10几道身影在疯狂地相互厮杀，他们衣衫褴褛，浑身浴血，灵力波动因过度消耗而变得不稳定，但眼中的疯狂却丝毫未减，好似不知疲倦的傀儡，进行着不死不休的搏杀。直到此刻，一切真相大白。紫苑缓缓吐出一口气，声音清冷道：现在可以确认了，那片平台区域存在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力量，能够侵蚀修士心智，放大内心恶念，使其陷入无差别的疯狂杀戮，并非他们想战，而是不得不战，无法自控。尽管早有猜测，但听到紫苑亲口确认，众人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红勺后怕地拍了拍高耸的胸脯，心有余悸。我的天啊，幸亏紫苑师姐你够冷静，还有神识足够强大，提前看出了不对劲。我们刚才要是一头撞进去……他没再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后果，他们肯定也会陷入疯狂的厮杀，或者已经成为地上冰冷的尸体。白芷也面露庆幸之色，看向紫苑和庄阳的目光充满了感激。是啊，多亏了紫苑师姐和小师弟，若仅凭我们筑基期的神识，根本无法在踏入平台前察觉到平台上的情况，定然也会像是其他宗门的修士那般，一个个飞蛾扑火般不由自主地加入疯狂的厮杀，至死方休。其他女修对紫苑的决策也再无半分质疑，只有深深的幸福与庆幸。机缘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得有命去拿。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青铜巨门就在眼前，那疑似藏着合欢仙经的传承之地近在咫尺，可那片如同魔咒般的平台却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阻挡着理智尚存的他们。该如何才能穿越这片疯狂的杀戮场，抵达那扇向争着无上机缘的青铜巨门？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沉思中的紫苑，以及同样在凝神观察，试图寻找破绽的庄阳。破解这诡异困局的关键就在他们2人身上，也只可能在神识强大的他们2人身上了。时间在压抑的观察中一点点流逝，距离进入秘境已经过去5个多时辰了。红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躁，声音急迫：试炼就快结束了，我们难道真要在这鬼地方干耗到被传送出去吗？白芷相对冷静，但语气中也透着一丝不甘。在此停滞，不仅可能错过巨门后的机缘，连秘境中其他的天才地宝我们也无暇搜寻，此次试炼恐将收获寥寥。青罗倒是看得开些，耸了耸肩道：起码我们现在还平安活着不是吗？机缘虽好，也得有命享用才行。福林轻声附和，声音带着一丝无奈。青罗师姐说的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平台上面这前前后后怕是已经死了20多个各宗精英了吧？这时紫苑缓缓开口纠正道：不是20多，是36个。36个，这个数字让众女修浑身一僵，一股寒意霎时席卷全身。要知道，此次进入秘境的除去他们和欢宗10人，另外5个宗门共计50人，如今单是在这平台上就已确认陨落了36个，还不算在秘境其他地方可能因为争斗、陷阱或妖兽而陨落的弟子。整个秘境中其他宗门存活下来的弟子可能只剩下寥寥14人，甚至更少。这一次试炼竟如此惨烈。红勺倒吸一口凉气，美眸中满是震惊。虽然知道秘境危险，但如此高的死亡率
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料。庄阳眉头紧锁，看向紫苑。紫苑，以往的禁地试炼也是如此尸横遍野吗？紫苑缓缓摇头，面纱下的容颜凝重无比。我宗已有100年未曾参与此地试炼，上一次的记录早已模糊。但据宗门残留的典籍记载，虽有机缘争夺，亦有伤亡，但按理来说，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此番景象更像是秘境本身出了岔子。这个推测让众人心头蒙上一层阴影。秘境异变，青罗叹了口气，或许我们此次注定一无所获，但眼下能平安已是万幸。红芍用力一跺脚，脸上满是不甘与无奈。其他宗门或许可以接受一无所获，但我们不行啊。宗门复兴的希望可能就在那扇门后，我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次机会，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时间流逝，然后被传送出去？我不甘心。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更道出了所有合欢宗弟子心底最深处的焦虑与渴望。就在这时，一直紧紧盯着平台的庄阳瞳孔猛地一缩，平台上的厮杀结束了，最后一个人力竭倒下了，气息已绝。紫苑感知片刻后也道，平台上共计43具尸体，全军覆没。听见这话，红芍顿时冷静了些许，其他女修也都重重吞咽了一口唾沫。整个平台上的修士竟无一个活口，43人，算上之前陨落的周通，就算其他宗门在其他地方的修士都还活着，那也只剩6人而已。然而还没等众人从这骇人的消息中回过神来，他们就看见庄阳猛地站直了身体，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紫苑敏锐地察觉到庄阳气息的变化，心头陡然一紧，下意识伸手想要拉住他。庄阳，你想干什么？但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瞬。师姐们在此等我。庄阳只放下了一句话，下一刻周身青光一闪，御风术被催动到极致，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毫不犹豫朝着那片刚刚吞噬了43条性命死寂而诡异的平台急冲而去。他疯了吗？红芍第一个失声惊呼，媚眼里满是焦急，明知那是要人命的鬼地方，怎么就冲进去了？茯苓脸色发白，声音颤抖，庄师弟不会也像那些人一样？住嘴！白芷厉声喝止，强行镇定道：庄师弟不是莽撞之人，他定然有所发现。然而最失态的却是紫苑，在庄阳冲出去的瞬间，他几乎是本能的跟着冲出去。好在青罗眼疾手快，死死拉住了紫苑的手腕。紫苑师姐，冷静，放开，你让我怎么冷静？紫苑试图挣脱，语气罕见的透出了慌乱。众女修都愣愣的看着紫苑，这位宗门圣女向来清冷、强大、从容，何曾有过如此方寸大乱、情绪外露的时刻？即便是之前被围攻，也依旧冷静应对。可现在为了庄阳，红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有些发干。白芷也拉住了紫苑，强迫自己用最冷静的语气说道：紫苑师姐，你先感知一下庄师弟的情况，他或许没事呢。紫苑闻言醍醐灌顶，他陡然停下了挣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混乱的心绪，闭上了双眼。结丹期的强大神识汹涌而出，全力向着庄阳消失的方向探去。神识穿过弥漫的血腥气，掠过满地狼藉的尸体，越过散落的破碎法器。下一刻，紫苑紧闭的眼睫轻轻一颤，他看到了，庄阳并没有像之前那些修士一样陷入疯狂厮杀，身影正稳稳地站立在那扇巍峨、古朴、散发着苍茫气息的青铜巨门之前。他没事。紫苑喃喃自语，紧绷的心弦微微一松，但随即又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看到庄阳在仔细打量了巨门片刻后，竟然缓缓抬起了手，朝着青铜巨门按去。庄师弟怎么了？红芍忍不住问道。他要开门了。紫苑回应一声，继续感知着庄阳的情况。然而预想中的巨力反震或者静止爆发并未出现。就在庄阳手掌接触门扉的刹那，五彩光晕骤然变得柔和，并迅速以庄阳的手掌为中心荡漾开一圈圈涟漪般的波纹。紧接着似乎有一股吸力传来，庄阳的身影在紫苑神识的注视下开始变得扭曲，最终直接被吸进了青铜巨门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青铜巨门依旧巍然屹立，门上的五彩光晕缓缓平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进去了，就这么进去了。庄阳经历短暂的晕眩感后，脚下转瞬踏上了坚实的地面。他立刻警惕地环顾四周，下一刻心神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里是一处极为开阔、气势恢宏的殿堂，穹顶高悬，镶嵌着无数夜明珠，将整个空间照得亮如白昼。四周的墙壁并非外面那种粗糙的岩壁，而是由某种温润如玉的白色石材砌成，
上面还雕刻着仙禽异兽的图案。最引人注目的是地面，竟是由无数块晶莹剔透、灵气盎然的灵石铺就。这些灵石与他之前见过的下品灵石截然不同，不仅个头更大，色泽更为纯粹，其中蕴含的灵力更是磅礴了数百倍不止。仅仅是站在上面，都能感觉到丝丝缕缕的灵气涌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这是极品灵石，庄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没见过，但感受着那远超认知的灵力浓度，加之典籍上的描写，也能猜到个七七八八。用极品灵石铺地，这是何等奢华的手笔！目光又迅速扫过殿堂，很快便锁定了靠墙放置的一个典雅书架。书架由不知名的暗沉木材制成，上面堆放着不少手札、玉简、典籍。庄阳快步上前，首先拿起一本封面写着五行剑诀的厚厚典籍，翻开一看，心脏不由得加快了跳动。这书中记载的正是之前修炼的雷霄、青木、寒破、焰星、震月5部剑诀，但内容远比宗门收藏的5部独立剑诀更为完整精深，不仅包含了筑基期到元婴期的修炼法门，更详细阐述了5行相生相克、轮转如意的至高剑理，与他之前的推演不谋而合，却又玄妙了无数倍，竟是同宗同源的高阶功法。庄阳激动不已，有了这全本五行剑诀，剑道之路必将一片坦途。但喜悦只持续了一瞬，便立刻冷静下来。不行，当务之急是寻找合欢仙经。他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收起五行剑诀后，看向了书架上那些泛黄的手札和数十枚色泽古朴的玉简，随手拿起几卷手札翻看，里面记录的是一位自称极月仙君的古修士的修炼心得、游历见闻以及一些炼丹、炼器、阵法的感悟。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境界高远，许多理念闻所未闻。极乐仙君，数万年前的修士。庄阳看着手札中提及的一些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地名和事件，心神一阵恍惚，这处洞府的年代远比想象的还要久远得多。就在他沉浸在这些古老手札带来的震撼中时，身后殿堂中央毫无征兆地亮起了一道光芒。庄阳有所察觉，顿感浑身汗毛倒竖，连忙转身戒备了起来。什么人？光芒渐渐凝聚，化作一道略显虚幻却仙风道骨的老者身影。老者须发皆白，面容慈和，眼神深邃，如同蕴含星空，正含笑看着庄阳。小家伙，不必惊慌。老者笑了笑道：老夫极乐，你眼前的不过是一缕神念罢了。庄阳闻言心中巨震，但警惕未消。老者再度开口，不紧不慢地说道：不必紧张，此地洞府乃老夫非生前所留，青铜之门唯有身负纯阳仙梯者进入，才会显现外路，而老夫为了避免其他人进入此地，又在门外平台处设下了禁制。那迷心障壁可放大修士心魔，使其陷入癫狂厮杀，直至力竭而亡，唯有身负纯阳仙体之人方能不受影响。说话间，他目光扫过庄阳，带着一丝欣慰与追忆。老夫这一缕神念在此苦守万年，等的便是你这般身负纯阳仙体的后人啊。庄阳听得心神激荡，信息量庞大的让他一时难以消化。老夫在此界的修炼心得、所见所闻，以及一些还算拿得出手的传承，大多记录于这些手札、玉简之中。极月仙君虚影指了指书架，你既来此，便是有缘，尽可拿去，对你修行之路当大有裨益。顿了顿，语气严肃了几分，望你勤加修行，早日得道，待飞升上界之后，可凭此因果前来寻我本体，届时老夫对你另有交代。上界？庄阳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努力消化着这些话，忽然想起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他连忙躬身行礼，试探地问道：多谢前辈厚赐，晚辈冒昧一问，前辈可知晓一部名为合欢仙经的功法？极乐仙君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揶揄之色。合欢仙经自然知晓，那是老夫当年闲来无事，为身边那些道侣们特意撰写的一部辅助修行的小玩意罢了，旨在调和阴阳，共参大道妙趣。怎么，我赠你那么多传承，你怎还对这小家子气的东西如此感兴趣？难道说……庄阳脸颊爆红，连忙道：前辈，我是为宗门来寻的。极乐仙君哈哈一笑，抬手随意一指书架的角落：诺，记录其完整传承的玉简不就在那儿放着吗？庄阳顺着指引看去，果然在书架角落发现了一枚毫不起眼的淡粉色玉简，连忙上前拿起，神识探入其中。开篇总纲玄奥精深，阐述阴阳治理，远非合欢宗现存的阴阳和合诀能比，正是宗门苦苦寻觅的完整版合欢仙经。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庄阳心中狂喜，几乎要欢呼出声。然而就在此时，
整个殿堂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这是秘境试炼时间要到了。庄阳脸色一变，立刻意识到了原因。小家伙，拿上东西，速速离去吧。极月仙君的虚影也开始微微波动，变得愈发透明，出声提醒道。庄阳不敢怠慢，连忙将书架上所有的古籍、手札、玉简一股脑地扫入储物袋中。极乐仙君的虚影环顾了一下殿堂，语气洒脱。这洞府里的其他东西，这些灵石，还有角落里那几株快要化成精的灵植，于老夫而言早已无用。你看着带走便是，莫要浪费了。多谢前辈。庄阳再次道谢，立刻行动起来，毫不客气地将地上铺就的极品灵石撬起一大片，又将殿堂角落那几株散发着惊人药香、形态奇特的古老灵植小心翼翼地用灵力包裹，连同其根部的灵土一并取下，收入寒玉盒中。接着，灵植连同极品灵石一起全部收入储物袋。好在宗门给的储物袋空间足够大，数量足够多，否则还真装不下这许多东西。当庄阳将最后一样东西收好，整个殿堂的晃动更加剧烈，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开始作用在他身上。极乐仙君的虚影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最后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庄阳耳中，带着告诫：小家伙，记住此地发生的一切以及老夫的存在，莫要告知任何人，包括你最亲近之人。怀璧其罪，透露半分，与你百害而无一利。若外界有人问起你此番收获，你便以几颗极品灵石和那合欢仙晶作为搪塞即可。切记，勤修不辍，早日来上界寻我。话音袅袅散去，极乐仙君的虚影也彻底消散在空气中。下一刻，强大的空间之力包裹住庄阳，眼前景象变得模糊扭曲。转眼间，庄阳回到了秘境之外。还未等他完全站稳，数道关切的声音便从不远处响起。庄阳，小师弟。紫渊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庄阳面前，尽管面纱遮掩，但依旧可以从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看出他的担忧与一丝如释重负。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紫渊并未开口，而是直接传音，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庄阳心中一暖，传音回道：我没事，一切安好。这时红芍也挤了过来，一双媚眼关切地打量着庄阳，迫不及待地传音问道：小师弟，快说说那青铜门后面到底是什么宝贝？庄阳早有准备，面不改色，传音回应：红芍师姐，门后其实就是那位古修士日常起居的石室罢了，年代太过久远，里面大多东西灵性尽失，变得衰败不堪。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刻意惊喜了几分：我找到了合欢仙晶。合欢仙晶真的找到了？红芍的呼吸急促，媚眼瞪得溜圆，激动得差点叫出声。幸好及时忍住，改为传音道：太好了，太好了！回宗门，等回宗门再说。小师弟，财不露白，现在千万别声张。说话间，他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仿佛周围有人想过来抢宝贝似的。很快，其他几位师姐也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传音表达着关切与好奇。庄阳一一耐心解答，言语间滴水不漏，只说洞府荒废，运气好才找到了这枚关键玉简。就在这纷乱的交流中，一道熟悉的传音轻轻传入庄阳识海：庄师弟，我听师姐们说，你冒险进入了一处青铜门，如今见你平安，我便放心了。是苏青离。庄阳一愣，只见苏青离正站在稍远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仔细观察，苏青离气息平稳，衣衫整洁，看似并未经历什么恶战。庄阳心中一块大石落地，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直接开口问道：青离师姐，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苏青离走近几步，微微一笑，说道：我运气尚可，被传送到了一处灵药园附近，里面生长着不少未被采摘的灵植。说着改为传音，语气中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其中还有炼制住鸡丹不可或缺的主药，我这次的收获可不小。听到苏青离不仅平安，还有如此收获，庄阳更是为他高兴。不多时，苏如也走了过来。试炼已毕，我们即刻返回宗门。说话间，欣慰的目光扫过在场10名弟子，无一人陨落，甚至连重伤都没有，全员平安归来。然而就在合欢宗众人登上流云玉舟，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时，数道强横的气息降临，拦住了去路。以天剑门赵干、柳晴为首，玄武谷、烈阳山的长老紧随其后，甚至连落霞宗与赤阳门2位执法长老也面色凝重的遁光赶来。赵干脸色铁青，扫视合欢宗全员，最后死死盯着苏如，声音冰寒道：苏掌门留步，我且问你，为何我天剑门弟子全军覆没，而你们却能够10人齐全，毫发无伤地站在这里？其他宗门亦是损失惨重，这你又作何解释？此言一出，
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庄阳悄悄观察，发现除了合欢宗，玄武谷只出来了3名弟子，且个个带伤。落霞宗和赤阳门更是凄惨，各自仅有1名弟子狼狈不堪地逃出，脸上还残留着惊魂未定之色。其余宗门竟是再无一人现身。对比合欢宗的齐整，确实显得极为扎眼。苏如面对数位结丹长老的逼视，神色依旧从容，冷声道：“赵长老此言何意？你们宗门弟子是生是死，与我宗何干？试炼之前，规则讲得清清楚楚，秘境之内，生死各安天命，自负盈亏。难不成你们门下弟子学艺不精，折损其中，还想赖到我宗头上吗？真是天大的笑话！”哼！赵干冷哼一声，语气更加咄咄逼人。我5大宗门损失惨重，唯独你合欢宗全员无碍。这事传扬出去，谁会相信其中没有猫腻？定是你们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当提到合欢宗3个字时，苏如心中微微一动，下意识用余光瞥向庄阳，却见庄阳面色如常，眼神平静，对合欢宗这个称呼毫无反应，心中顿时了然，定是紫苑已与他说明一切，并交代妥当。苏如回过神，脸上露出一抹讥诮的笑容。传出去谁信？赵长老，事实便是如此。我合欢宗弟子行事谨慎，运气好些，不行吗？难道非要我宗门弟子也死伤殆尽，你们才觉得合理？你……赵干被噎得一时语塞，脸色涨红。这时，那位落霞宗的执法长老上前一步，语气相对平和：“苏掌门息怒，赵长老也是爱徒心切。不过，贵宗弟子能全员安然归来，确实令人惊奇。不知可否请贵宗弟子简单说说在秘境中的经历，尤其是关于其他宗门弟子大量陨落之事，可曾知晓些什么？”紫苑跃众而出，面纱之上的眼眸清冷无波，声音平静：“我们进入秘境后，也曾遭遇一些危险，但大多谨慎避开。后来，我等在一处巨大的地下平台附近发现了异常。他将平台混战的情形删去青铜巨门的关键信息后，娓娓道来：那平台之上存在着某种诡异的力量，能侵蚀修士心智。但凡踏入平台范围者，无论之前是否相识，皆会如同疯魔般陷入不分敌我的疯狂厮杀，不死不休。我等因为实力相对弱小，加之行事素来谨慎，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只在远处观察，未敢轻易踏入那片区域，故而侥幸未受其害，得以保全。哼，好一个实力弱小，处处警惕。赵干抓住话头，矛头直指紫苑，语带嘲讽：若我没看错，你不过是筑基中期修为，连我天剑门筑基后期弟子都着了道，你一个筑基中期，靠着警惕就能躲过，这话有说服力吗？面对赵干的刁难，不等紫苑回答，苏如已是踏前一步，挡在紫苑身前，凤目寒微，声音陡然提高：放肆！谁告诉你我宗圣女紫苑只是筑基中期？紫苑早已是结丹期修士，只因修炼一门秘术，暂时导致修为跌落至筑基之境，但他结丹期的神识与斗法经验犹在，提前感知凶险，预判危机，有何不可？结丹期，圣女，其他几宗长老面面相觑。结丹修士，即便修为暂时跌落，其眼界、神识和经验也绝非寻常筑基可比。若真如此，能提前察觉平台诡异，带领合欢宗避开死局，完全说得通。赵干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发难。苏如没再理会脸色铁青、哑口无言的赵干等人，转而看向了落霞宗和赤阳门的2位执法长老：两位道友，宗门上有要事，我等便先行一步了。2位长老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合欢宗众人，最终点了点头，没有阻拦。苏掌门请便。苏如不再多言，袖袍一挥，流云玉舟灵光大盛，载着合欢宗10人冲天而起，转瞬间便化作一道流光，向着远处疾驰而去。看着玉舟消失的方向，赵干眼眸发狠，死死攥住了拳头。一旁的柳琴悄然传音，声音带着贪婪与杀意：师兄，绝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合欢宗此番全员无损，定然得了天大的好处。赵干面容扭曲，传音回应，语气很厉：合欢宗此行，除了苏如是结丹期，其余皆是筑基。那个紫苑就算曾经是结丹，如今修为跌落，又能发挥几成实力？绝不可能是你我2人联手之敌。更何况，我们此行还带了数名筑基后期的弟子压阵。说话间，他眼中寒光一闪，做出了决定：追！绝不能让他们带着宝贝回到合欢宗老巢。2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随即向落霞宗和赤阳门长老草草告辞。赵干和柳琴遁光而起。天剑门此次前来压阵的5、6名筑基后期弟子，纷纷祭出飞剑，也化作数道凌厉的剑光，紧随其后。玄武谷和烈阳山的长老看着接连离去的天剑门修士，眼神闪烁，心中各怀鬼胎。不多时，
各自带着自家弟子也辞别离去。流云玉州之上，气氛欢快，与来时截然不同。一众女修将庄阳围在中间，七嘴八舌，神色各异，但目光中都带着灼热的期待。红芍更是毫不避讳地紧挨着庄阳坐下，一双媚眼几乎粘在了庄阳的身上，火热的娇躯时不时无意地蹭过他的手臂，心中美滋滋地想着，秘境可算结束了，回到宗门，按照贡献点，用不了几天就能和小师弟结为道侣了。到时候，光是想想他就觉得身子有些发软，脸颊泛红。苏如站在周首，看着被莺莺燕燕包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庄阳，又看了看周围那些眼含春水、心思各异的师妹们，不由得一阵头疼。这下可怎么办？他心中暗叹，庄阳这块香饽饽回去之后，怕是立刻就要被这群恶狼分而食之。可他那纯阳仙体与残缺功法的弊端，哎，真是愁煞人也。就在苏如烦恼之际，紫苑清冷平静的传音如同天籁般在他识海中响起。掌门师姐，庄阳已成功取得合欢仙经。什么？苏如娇躯猛地一颤，豁然转头看向紫苑，美眸顿时大亮。找到了！庄阳竟真的找到了完整的合欢仙经。苏如迫不及待的传音询问紫苑。庄阳进入了秘境的核心地带，寻得了合欢仙经。紫苑传音回复，声音平静。至于其他收获，我还未细细向他询问，不过收获应当颇丰。其他收获那都是他自己的。苏如激动的传音道，宗门只要合欢仙经即可，有了这功法，合欢宗复兴指日可待了。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心念急转间，苏如激动的几乎要落下泪来。有了完整的仙经，就能解决功法残缺导致的财补弊端，实现真正的阴阳互补、互利共赢。太好了，真是天佑我合欢宗。苏如嘴角忍不住上扬，又向紫苑传音道，紫苑师妹，回去之后你第一时间修炼合欢仙经，然后所有弟子转修，待大家都将新功法修炼入门，根基稳固之后，再安排与庄阳结为道侣之事。如此一来，说不定就能避免损伤宗门元气。放心吧，师姐，我会第一时间修炼合欢仙经，届时再与庄阳双修，感受仙经的效果。紫苑明白苏如的言外之意，立刻保证道，一旦可行，便全宗推广，万一有纰漏，也好及时发现，加以规避。师妹，我正是此意，有劳你了。苏如传音说着，心中暗暗称赞紫苑明事理，圣女之位名副其实。听紫苑这么一说，苏如心中原本的惆怅烟消云散，压在心头的巨石也彻底被搬开，浑身轻松，嘴角忍不住扬起一抹明媚的笑容。然而笑容才刚刚浮现，脸色又骤然一变，只因他的神识捕捉到后方两道带着浓烈杀意的结丹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紧随其后的还有数道筑基后期的灵力剑气。不好，是天剑门的赵干和柳晴，他们追上来了。苏如心头一紧，暗骂天剑门阴魂不散。紧接着他不敢有丝毫迟疑，双手立刻掐动法诀，将灵力疯狂注入脚下的流云玉舟。嗡！玉舟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通体灵光暴涨，速度陡然提升了30%不止。必须甩掉他们，否则一旦被2名结丹修士缠上，后果不堪设想。刚刚到手的合欢仙经和宗门未来的希望绝不能葬送于此。然而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异变陡生，正全力加速的玉舟忽然像是撞入了一片无形的泥沼之中，速度锐减。巨大的惯性让舟上众人身形猛地一晃，随即又感到一股沉重如山的压力从上空袭来。原本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已被一片巨大的阴影所笼罩。怎么回事？庄阳和一众女修猝不及防，纷纷抬头望去，脸上写满了惊疑。只见一枚通体土黄、大如屋宇的巨型印玺正悬浮在玉舟正上方，印玺厚重，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镇压之力。镇山风月印。众人疑惑之际，紫苑道出了此物的来历，此乃天剑门长老赵干的法宝之一，是极强的土系封印类法宝。我们被他困住了。庄阳等人闻言脸色巨变，有几个女修更是俏脸煞白。对他们当下的境界而言，被结丹修士的法宝锁定，几乎绝境。就在众人惊惧之际，2道遁光急速袭来，转瞬停在了玉舟前方。光芒散去，显露出赵干与柳晴的身影。2人神色冰冷，眼眸中皆透着凌厉的杀意。赵干负手而立，看着玉舟上略显慌乱的合欢宗众人，不屑地冷哼道：哼，得了天大的机缘就想一走了之，苏如，这世间可没那么便宜的事情。柳晴手持长剑，剑锋直指玉舟，厉声喝道：秘境之中，我5大宗门弟子几乎死绝，唯独你合欢宗毫发无伤，今日若不将事情原委，
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就休怪我们不顾天道盟同盟情面。二人话音落下，结丹期的威压混合着镇山峰月印的沉重压力，如同潮水般向着流云玉州碾压而来。州上庄阳和一众筑基女修顿觉呼吸都变得困难，脸色渐渐发白。这时间，苏如周身灵力爆发，将玉州和弟子们护住。赵干、柳晴的威压被隔绝在外，庄阳等人顿时好受了不少。接着，苏如凤目含煞，怒极反笑：“赵干、柳晴，你们公然拦截同道，强夺机缘，就不怕天道盟制裁吗？”制裁？赵干嗤笑一声，眼神轻蔑：“等你们全都变成死人，谁又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至于机缘，能者居之。苏如，识相的就乖乖留下秘境中的机缘，或许我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此话一出，气氛陡然转至冰点。苏清离、红芍、白芷等人又惊又怒，纷纷祭出法器，灵力暗涌，准备拼死一战。庄阳站在人群中，心脏狂跳，但眼神却异常冷静，体内同样灵力奔腾，准备殊死一战。你当真是要与我和欢宗作对了？苏如紧盯着赵干，表面与之周旋着，暗中给紫苑传音，语气急促而决绝：“紫苑师妹，一旦动起手来，你立刻带着庄阳和师妹们突围，返回宗门，开启护山大阵。无论如何，保住庄阳和合欢仙晶。”紫苑闻言，心头猛地一颤，他哪里不明白苏如的意图，这是要以自身为饵，拼死断后。师姐，紫苑传音欲言又止，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挣扎，最终艰难的回应：“是，师姐。”得到紫苑的回应，苏如心下稍安，又立刻向苏清离传音交代了起来。苏清离俏脸煞白，猛地看向姐姐，眼中盈满了水光，却死死咬住下唇，重重点头。另一边，紫苑已悄然移动脚步，与庄阳并肩而立，清冷的眸光扫过虎视眈眈的赵干和柳晴，传音清晰地落入庄阳耳中：“庄阳，稍后若掌门动手，你紧跟在我身边，随时准备突围，不得犹豫。”庄阳一愣，立刻传音反问：“突围？如何突围？”说话间，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语气震惊：“掌门难道要以身断后，我们岂能弃掌门于不顾？”紫苑心中同样不好受，但他深知这是当下最优的选择，否则不仅是苏如，连同他们还有合欢宗的未来都会。他沉了口气，传音的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甚至恳求：“听话，乖。”一句听话，乖，让庄阳心头猛地一颤，刹那间一股酸涩与无力感涌遍全身。他明白紫苑的意思，也清楚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可这份理智却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口发疼，心情复杂到了极点。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嗖嗖嗖，5道凌厉的剑光破空而至，稳稳停在赵干和柳晴身后。光芒敛去，显露出5名身着天剑门服饰、气息凌厉的筑基后期弟子。己方援兵抵达，赵干底气更足，脸上冷笑更甚，朝着苏如厉声喝道：“苏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还不速速交出秘境所得机缘，否则，呵呵，本座可不会留情。”苏如眼眸中寒光暴涨，灵力和滋养在丹田中的本命法宝隐而不发，他准备不顾一切，先发制人，为庄阳、紫苑还有弟子们创造一线生机。可就在即将动手的刹那，苏如、赵干、柳晴3人脸色同时一变，他们感知到又有强大的气息正在急速靠近。2道结丹遁光，不过瞬息之间，遁光便已抵达近前，光芒散去，露出其中身影。来人竟是玄武谷的2位长老。不多时，又有3名玄武谷筑基后期弟子乘坐飞行法器现身。玄武谷众人的突然出现，让局势瞬间变得微妙而尴尬起来。赵干眉头紧皱，心思急转。玄武谷此时出现，意图明显，必定也是想要分一杯羹。他迅速权衡利弊，脸上挤出一丝略显僵硬的笑容，朝着玄武谷2位长老拱了拱手，清了清嗓子道：“原来是玄武谷的2位道友，来得正好。合欢宗在秘境中独占鳌头，疑似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害得我等门下弟子损失惨重。如今正欲携宝潜逃，我等身为天道盟成员，岂能坐视不管？不如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这机缘该如何公平分配？”他将商量和公平2字咬得极重，又目光灼灼地看向玄武谷长老，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玄武谷那位领头的李长老目光闪烁，扫过被镇山峰月印困住的流云玉州，又看了看脸色凝重的苏如，心中很快便有了计较。他抚须一笑，语气带着几分圆滑：“赵长老所言不无道理，秘境机缘，见者有份吗？苏掌门，贵宗此番收获颇丰，独想未免惹人非议，不如拿出来与我等共同参详参详，也免得伤了和气。”这话看似中立，实则已然站到了天剑门一边。
形成了两大宗门联手逼迫合欢宗的局面。流云豫州上，合欢宗众人的心沉到了谷底。2名天剑门结丹修士，加上几名筑基后期修士，苏如作为结丹中期，尚可一搏，为其他人争取逃生之机。但若是4名结丹修士联手，苏如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玉手紧握，飞速思索着破局之法。可眼下已是绝境，苏如脑中念头飞转，一个个方案浮现，又被否决。硬拼，4名结丹，数名筑基后期，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让合欢宗传承彻底断绝。交出机缘，且不说合欢仙经和庄阳的仙体之秘绝不能暴露，就算交出部分收获，这群恶狼又岂会真的放过他们？正如庄阳之前所说，有些时候退一步非但不是海阔天空，反而会让人以为心虚力怯，引来更多窥伺与欺压。流云豫州上，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红芍、白芷等弟子面覆寒霜，苏青离担忧地望着姐姐苏如的背影，又忍不住看向身旁眉头紧锁的庄阳。紫苑则是悄然握住了庄阳的手，指尖冰凉，传音带着决绝：若是乱起，我燃烧精血催动秘术，你带着仙金和青离他们走，能走一个是一个。庄阳闻言，反手紧紧握住了紫苑冰凉的手，心中涌起一股不甘。归根结底，还是实力不济。若有结丹元婴之力，何至于让掌门和师姐们陷入如此绝境？就在这令人绝望的僵持中，嗖嗖嗖，天边竟再次传来破空之声，所有人的脸色再次变化。赵干、柳晴以及玄武谷的2位长老齐齐转头，只见又是2道遁光激射而来，光芒散去，显露出其中身影，赫然是烈阳山的2位长老，以及他们带来的4名筑基后期弟子。随着烈阳山众修士抵达现场，场面变得更加复杂和尴尬。天剑门和玄武谷的4位长老下意识地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措手不及。赵干的眼眸中更是带着恼怒之色。煮熟的鸭子本来能独享，后来和其他人平分也算能接受，结果又特么来了一个抢食的。反观烈阳山的2位长老，显然也没料到会是这般阵仗。他们原本往合欢宗方向赶，想着追上合欢宗分一杯羹，没想到路上却感知到了天剑门和玄武谷的气息。这下来都来了，也不好直接走，而且很有必要来看看这2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在气氛尴尬之际，烈阳山的那位身材魁梧、声若洪钟的周长老率先开口，打了个哈哈：真是巧啊，诸位为何都聚在此处？莫非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在此商议分配不成？说话间，目光扫过被土黄色光晕笼罩的流云豫州，以及州上严阵以待的合欢宗众人，意思不言而喻。师兄，2方势力还好商量，这下又来一个烈阳山，3方势力纠缠，这该如何是好？柳晴暗中向赵干传音。赵干眼神闪烁，心中飞速盘算，当下这情况必须得把烈阳山也拉上贼船，到时候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事后谁他妈也别想干净。想到这里，赵干强挤出笑容，对着烈阳山周长老道：周道友来得正好，正如你所料，合欢宗在秘境中行踪诡秘，疑似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导致我等门下弟子伤亡惨重，如今却想独吞机缘潜逃。我和柳师妹正与李道友2人向苏掌门讨个公道，既然周道友和吴道友也来了，不如我们3方一同向苏掌门请教一番，务必让他给个合理的交代，所得机缘自然也是见者有份。这番话几乎是照搬了之前对玄武谷的说辞，要将烈阳山也拉下水。玄武谷的李长老目光微动，但并未出言反对，默认了赵干的提议。眼下局面多一个烈阳山，虽然分润的人多了，但逼迫合欢宗就范的力量也更强了。无论如何，先把东西拿到手再说。烈阳山的周长老和身旁那位略显精瘦的吴长老对视一眼，2人心照不宣，反正法不责众，3大宗门联手施压，事后就算天道盟追问，也可以互相推诿，咬定是合欢宗行事不端。机缘当前，岂能空手而归？周长老当即抚掌大笑：赵道友所言极是，我烈阳山弟子亦在秘境中折损颇多，正欲找苏掌门问个明白。既然大家目标一致，那便一同向苏掌门请教吧。3方势力达成默契，形成合围之势，3方凌压，如同3座无形大山，狠狠压向流云豫州。州上和欢宗众人的心彻底沉入深渊，苏如娇躯微微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愤怒到了极点。6名结丹长老加上10数名筑基后期弟子，这几乎是无解的死局。红芍气得浑身发抖，媚眼圆睁，恨不得立刻冲出去与这些人拼了。白芷死死拉住红芍，清冷的脸上也满是绝望。苏青离和其他女修皆是玉手紧握，指甲嵌入掌心。
紫苑周身灵力涌动，准备燃烧精血。庄阳感受着周围师姐们的绝望与决绝，看着前方苏如颤抖的背影，一股前所未有的暴力之气自心底升起。纯阳仙体的灵力在体内疯狂奔涌，五行剑芒蠢蠢欲动，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打不过结丹也得杀几个筑基。就在这千钧一发、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咻咻，远空再次传来了迅捷的破空之声。这次的声势远比之前烈阳山来人时更盛，那遁光中蕴含的灵力波动赫然在结丹后期。又有人来了。霎时间，无论是逼迫合欢宗的三宗修士，还是绝境中的合欢宗众人，全都愣住了，齐刷刷地望向天际。三大宗门6位长老脸上刚刚浮现的志在必得之色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惊疑不定。光芒散尽，现出身形。当看清来人之时，所有人的瞳孔骤然猛缩。来的竟是落霞宗与赤阳门的2位执法长老，他们身后也跟着几名本宗的筑基弟子。此次参加禁地试炼的6宗齐聚，场面瞬间热闹到了顶点，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落霞宗和赤阳门的2位长老显然也没料到会是这般景象，他们本是私下商议，觉得合欢宗此番收获定然惊人，于是便想着分一杯羹，却万万没想到天剑门、玄武谷、烈阳山的人全都在这里，看样子还正准备联手逼迫合欢宗。他们和烈阳山的想法一致，来都来了，也不好走。而且作为天道盟魁首宗门的长老，也不能坐视不理。赵干、李长老、周长老等人见状，心头皆是一紧。魁首宗门来了，事情麻烦了。若是落霞宗和赤阳门要秉公执法，他们三宗今日的行为……就在这各方心思辗转、气氛僵持凝固之际，傲立周首的苏如眼中骤然闪过一抹金光。机会，这是唯一的机会。他忽然上前一步，朗声开口道：“原来是落霞宗和赤阳门的2位长老也到了，真是太好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三宗长老目光齐刷刷地盯向苏如，这女人想说什么？难道要向落霞宗和赤阳门的执法长老告状吗？电光石火之间，玄武谷2名长老交换了一个眼神，转瞬敲定了对策，把责任全部推给天剑门，此事与我玄武谷无关。另一边，烈阳山2个长老同样以最快的速度传音，真要追究就追究天剑门和玄武谷，我烈阳山只是路过，并不知情。而天剑门的赵干和柳晴却是慌乱到了极点。柳晴传音：“师兄，怎么办？”赵干咬牙切齿传音回复：“我又怎地知道？这些混账坏我好事，气煞我也。”苏如将天剑门、玄武谷、烈阳山3宗长老的神态变化尽收眼底，随即他再度开口，缓缓说道：“方才赵长老、李长老、周长老他们正在就秘境中弟子伤亡之事向我和欢宗询问情况，探讨缘由。我等也正感惶恐，不知为何独我宗侥幸无损，生怕引起诸位同道误会。但好在经过探讨，误会已经解除了，其他3宗道友对于结果也都格外满意。正好2位执法长老也来了，便向2位知会一声，免得今后再引起什么不必要的误会。”话音落下，赵干先是一愣，随即立刻反应过来，苏如这是在给所有人递台阶下啊！他连忙顺着杆子往上爬，脸上硬是挤出一丝诚恳的笑容，接话道：“苏掌门所言极是，正是如此。我等心中悲痛门下弟子伤亡，特来向合欢宗同道请教秘境内的详情，绝无他意，绝无他意。”他一边说，一边暗暗给柳晴和其他2宗长老使眼色。柳晴会意，脸上火辣辣的，但还是抢笑着附和：“对对，只是请教而已。”其他2宗都是人老成精，岂会不懂，立刻纷纷开口：“正是，我等只是心中疑惑，特来询问。对，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我等十分满意，绝没有产生其他冲突，还望2位执法长老明鉴。”落霞宗的执法长老见状，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心中暗骂这群人变脸比翻书还快，但面上却不得不维持公正的形象。他清了清嗓子，顺势下了台阶，语气带着一丝尴尬：“原来诸位是在讨论秘境之事，既然如此，那便好好说清楚便是，何必如此剑拔弩张？”说话间，看了眼空中的镇山峰月印，赤阳门长老也点了点头，心中却暗叫可惜，看来想独吞或者强占是不可能了。苏如见时机已到，心中暗暗松了口气，面上依旧从容，继续说道：“关于秘境中的情况，具体细节，若天道盟需要，我和欢宗定当如实禀报。”顿了顿，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抹歉意之色：“但今日讨论已久，我宗门内尚有要事急需处理，既然诸位同道已无其他疑问，那我们便先行告辞了。”
说话间，目光平静地看向赵干，紧接着又抬头望了望依旧悬浮在豫州上空，散发着沉重压力的镇山峰月印。赵干心头一凛，连忙干笑两声，袖袍一挥：“哼，苏掌门宗门有事，自便便是，今日打扰了。”说话间，引动法诀，下一刻，巨大的镇山峰月印嗡鸣一声，土黄色光晕收敛，迅速变小，化作一道流光飞回赵干的储物袋中，镇压之力骤然消失，流云豫州猛地一清。苏如不敢有丝毫耽搁，向落霞宗和赤阳门的2名执法长老拱了拱手后，立刻全力催动豫州。嗡！流云豫州灵光爆发，如同挣脱牢笼的飞鸟，化作长虹，撕裂云层，朝着合欢宗的方向疾驰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在天际尽头。原地高空处，只留下5大宗门的修士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尴尬、失望，以及一丝未能得手的悻悻然。一场看似必死的危局，被苏如凭借极致和对各方心理的精准把握，化解于无形。眼看豫州快要抵达宗门，劫后余生的合欢宗众人才终于松了口气，纷纷瘫坐在地。苏如强撑着的身体也是微微一晃，脸色有些苍白。显然，刚才的应对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庄阳看着掌门，看着众多师姐，心中对力量的渴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唯有自身强大，方能真正掌控命运，否则只能任人摆布，哪怕侥幸逃过一劫，也是治标不治本。不多时，流云豫州穿过合欢宗外围的朦胧粉雾，稳稳降落在主殿前的广场上。灵光敛去，州上众人脚踏实地，一直悬着的心才真正落回到肚子里，但气氛依旧凝重，无人说话。苏如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翻腾的气血和神魂的疲惫，袖袍一挥，先将流云豫州收回，随后凤目寒微，扫过在场所有惊魂未定的弟子，传我掌门令，自即日起，宗门提升至最高级别戒备，护山大阵全面启动，所有阵眼需有筑基后期弟子轮值看守，隐匿、防御、反击禁制全开，绝不允许有丝毫差池。此言一出，众弟子心头皆是一凛。谨遵掌门法令，以苏清离、红芍、白芷等核心弟子为首，所有女修齐声应诺，神色肃然。下达完戒备命令，苏如的目光转向庄阳，眼神复杂，其中有关切，有欣慰，更有沉甸甸的期望。接着视线扫过站在庄阳身侧的紫苑以及其他参与了秘境之行的筑基弟子，语气凝重地再度开口：庄阳、紫苑、青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仙金、以德，事关宗门兴衰，刻不容缓，尔等即刻随我前往议事大殿，详议后续。庄阳闻言，心中一动，手下意识地按了按储物袋，那枚记载着完整合欢仙经的淡粉色玉简证静静躺在其中。一行人沉默地跟在苏如身后，穿过广场，步入议事大殿。沉重的殿门在身后缓缓闭合，将外界的纷扰暂时隔绝。议事大殿内气氛比之外面广场更加肃穆凝重，柔和明亮的珠光自穹顶洒落，映照着端坐于上首掌门玉座，脸色依旧带着一丝苍白的苏如，以及分坐2侧椅子上的紫苑、庄阳、苏清离、红芍、白芷等核心弟子。青罗、茯苓等几位筑基后期女修则坐在稍靠后的位置，个个屏息凝神。殿门紧闭，层层隔音与防护禁制开启，将此地与外界彻底隔绝。苏如目光缓缓扫过下方众人，最终定格在庄阳身上一瞬，而后他深吸一口气，率先打破了沉寂，疲惫的声音中透着沉重：诸位师妹、小师弟，今日之劫虽侥幸度过，但其凶险，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怀璧其罪。天剑门、玄武谷、烈阳山今日能联手拦截，他日未必不会寻衅上门。红芍闻言，柳眉倒竖，俏脸含煞，恨声道：天剑门那群伪君子，还有玄武谷和烈阳山的墙头草，若非掌门师姐极致，我们今日恐怕……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未尽的寒意。一股寒意悄然蔓延。白芷眼神冰冷，接过话茬道：尤其是那天剑门照干，咄咄逼人，杀意最盛。青罗也叹了口气，语气带着忧愤：他们今日未能得手，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只怕此刻几宗私下里已经在商议如何对付我们了。苏清离一直微蹙着眉头，声音带着无奈与一丝嘲讽：恐怕不止他们3家。最后出现的落霞宗和赤阳门看似维持了公正，但他们的心思昭然若揭。所谓的正道魁首，也不过是见利忘义、道貌岸然之辈罢了。这话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所想，落霞宗和赤阳门最后的出现绝非巧合，其意图与另外3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碍于身份和场面未能直接下手而已。这更让合欢宗众人感到四面楚歌，眼下危机重重，彻底被天道盟孤立了。大家说的都不错，
苏如轻叹一声，凤眸中闪过一抹锐利之色。落霞宗和赤阳门的态度暧昧，更需警惕。他们或许不会明火执仗的攻打，但暗中施压，联合制裁，或者等待我们与其他宗门斗个两败俱伤后再来摘桃子，都是极有可能的。最关键的是，他们作为魁首宗门，只要不阻止其他宗门对我和欢宗加害，就已是恶意。说话间，他环视众人，语气斩钉截铁。所以，和欢宗现在必须警惕，必须自强。光有护山大阵被动防御还不够，那只能抵挡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尽快、尽可能的提升实力。唯有拥有令他们忌惮的力量，才能真正守住宗门，守住我们得来不易的机缘。说到这里，苏如的目光再次落回庄阳身上，那目光中充满期待，还隐隐透着一丝紧张。庄阳，此次秘境之行，你居功至伟，现在可将你所得，尤其是那仙金取出与大家一观了。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庄阳身上。大殿内落针可闻，庄阳感受到一道道灼热的视线，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先是从储物袋中珍而重之地取出了那枚淡粉色的玉简合欢仙晶。玉简出现，并未散发出多么惊人的灵力波动，但其上流转的淡淡道韵以及那独特的粉色光泽，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一众女修都修炼过阴阳和合诀，他们都感受到了其上同源却更为深邃浩瀚的气息。掌门，诸位师姐，此物便是合欢仙晶。庄阳双手将玉简奉上，苏如强压着内心的激动，隔空将玉简射入手中，神识沉入片刻，仔细感知气息。随即他猛地睁开美眸，眼中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激动之色，声音轻颤道：没错，是他。道韵完整，阐述阴阳之理，远非我等所修残篇可比。天佑我和欢宗。庄阳，你为宗门立下了不世之功。下方紫苑清冷的眸子也亮了起来，红芍、白芷等人更是面露兴奋与期待。有了完整仙晶，困扰宗门多年的功法缺陷便有了弥补的可能，所有人的道途都将看到新的曙光。庄阳可还有什么收获？苏如再度开口，期待地问道。有。庄阳说着，从储物袋中取出了5块灵石，紧接着又犹豫着要不要取出更多，毕竟眼下宗门危急关头，而且掌门和师姐们对自己那么好，若是私藏重宝，万一害了宗门，那罪过可就大了。然而极乐仙君的告诫犹在耳边，一时间让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正当庄阳内心挣扎之际，苏如惊讶的声音响彻在了大殿之中。这是极品灵石。什么？极品灵石？天啊！我只在古籍上看到过记载，传说中只有大型灵脉核心才有可能孕育的极品灵石，1块就足以抵得上100万下品灵石的灵气总量，其灵力精纯程度远超想象。红芍、白芷、苏清离等人也纷纷惊呼出声，一个个瞪大了美眸，脸上写满了震撼。庄阳听着师姐们震惊的议论，不由得一愣，没想到只是5块极品灵石竟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时间他又听见苏清离喃喃道：极品灵石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寻常的货币范畴，若是修士能将其炼化，哪怕1颗都大有裨益，甚至能帮助突破瓶颈。红芍双眼放光，接话道：何止是修炼，若能拿它来炼制法宝，足以让法宝品质提升一个大档次，威力倍增。白芷眼神锐利，补充道：对于阵法而言，极品灵石更是无上瑰宝，若是将其放入关键阵眼，不仅能极大延长大阵运转的时间，更能显著提升阵法的威力。我宗的千幻迷情阵若是用上，恐怕连结丹后期修士都无法突破，就算强行突破，也必定付出惨重代价。女修们你一言我一语，将极品灵石的种种神效道出，每说一种，庄阳的心就虚一分。他这才真正意识到，从极乐仙君洞府里撬走的那几百块铺地灵石，究竟是何等惊天动地的财富。庄阳，你又一次给了宗门天大的惊喜。苏如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心绪，目光灼灼地看向庄阳，赞许道：5块极品灵石，其价值难以估量。庄阳被夸得脸颊发烫，连忙摆手，声音都有些结巴：掌门言重了，弟子只是侥幸所得。说话间，他心虚地瞄了眼储物袋，5块就有这么大作用了吗？可是自己还有大几百块呢，这要是全都拿出来，怕不是直接把掌门和师姐们吓晕过去。不行，极乐仙君前辈告诫的对，怀璧其罪。虽然信任掌门和诸位师姐，但难保万一消息泄露，这底牌还是先留着吧，等到宗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再拿出来也不迟。庄阳心中暗自做了决定，只是神情的细微变化却落入了始终关注着他的紫苑眼中。
紫苑冰湖般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光芒，却并未点破。仙金与极品灵石之事，列为宗门最高机密，除今日在场之人，绝不可外传。接下来，我等需尽快商议，如何利用这仙金与资源，以最快速度提升我合欢宗的整体实力。苏如说着，将5块极品灵石射入手中，珍而重之的收入一个特制的玉匣中，打下数道封印禁制后，才稍稍平复激动的心情。随即，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枚悬浮于空、散发着淡淡粉色道韵的合欢仙金玉简上。完整的传承近在眼前，关乎宗门未来道途，必须亲自确认其具体内容与修炼要旨。本座先探其详。苏如说了一句，随即分出一缕强大的神识，小心翼翼地沉入玉简之中。起初，他面容肃穆，黛眉微蹙，似乎在理解那些深奥的总纲与阴阳之理。但下一刻，俏脸开始泛起不正常的红晕，红晕从脸颊迅速蔓延至耳根，甚至连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薄粉，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玉手下意识地攥紧，一双向来威严的凤眸中，此刻竟闪烁着慌乱、羞涩以及震惊之色。掌门，您怎么了？红芍见状，好奇地开口问道。还是第一次见到掌门露出如此小女儿态的神情，其他女修也都面露疑惑之色，无不好奇起了合欢仙经的内容。被红芍一叫，苏如猛地从玉简中收回神识，他轻咳一声，强行压下心头的燥热，试图恢复平日的端庄，但那抹残红却一时难以消退。没什么，此仙经内容博大精深，阐述阴阳之道，确实玄妙非常。苏如说完，深吸一口气，随后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了10余枚空白玉简，紧接着手掐法诀，灵力涌动，那枚淡粉色的原始玉简光滑流转，分化出10余道细微的流光，精准地没入那些空白玉简之中。不过片刻功夫便复制完成了。苏如袖袍一挥，这些复制好的玉简便如同被无形之手拖着，分别飞向了殿内的紫苑、庄阳、苏清离、红芍、白芷等弟子面前。嗨，尔等先仔细观摩，了解其核心精义，稍后再议修炼之事。苏如又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无波。众人早已心痒难耐，见玉简飞来，纷纷伸手接过，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神识沉入其中。下一刻，一阵阵惊呼和抽泣声接连响起。红芍刚看了几眼，一双媚眼就瞪得溜圆，俏脸瞬间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下意识地舔了舔有些发干的红唇，眼神变得水汪汪的，喃喃道：这功法果然玄妙啊！苏清离的俏脸上也飞起了2团红云，他飞快地瞥了庄阳一眼，又立刻低下头，耳根通红，握着玉简的手指微微颤抖。其他女修也都是贝齿紧咬下唇，脸颊绯红。此刻就连紫苑清冷绝尘的俏脸上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附上了一层动人的薄红，冰湖般的眸子中漾起层层涟漪，下意识地并拢了双腿，整个议事大殿内温度陡然升高，仿佛变成了蒸笼，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羞涩以及兴奋的气息。一众平日里或娇媚、或清冷、或温婉的绝色女修，此刻个个面泛桃红，眼波流转，姿态各异，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群美修赧图。庄阳看着师姐们这突如其来、整齐划一的变脸，心里好奇到了极点。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了？合欢仙经里有古怪不成？先前在秘境之中，因时间紧迫，只粗略感知了总纲，知道这是门户里共鸣的功法，具体内容还真没细看。于是乎，庄阳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也低头看向自己手中的复制玉简，神识沉入。开篇的总纲依旧玄奥正派，阐述阴阳相济、龙虎交汇的大道之理，但紧接着后面详细记载的修炼法门、具体的行功路线，以及那些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的示意图。可嗨，庄阳只看了几眼，就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脸颊瞬间爆红。这内容，这图文并茂，连姿势、节奏，这叫仙经，这不是纯的。庄阳回过神，忽然感觉数道灼热的目光盯着自己，余光瞥见红芍、白芷、苏清离、青罗，甚至掌门。嗨！突然，苏如又清了清嗓子，从玉座之上缓缓起身，迈出玉足，莲步轻移。他一边向着庄阳走去，一边一本正经地嘱咐众人道：“大家回去好好参悟一下仙经，务必要牢牢掌握，绝不可急于求成。行了，做好宗门戒备，大家可以先散了。庄阳，你留一下。”话音落下，一众女修却无人离开。红芍黛眉微蹙，紧盯着苏如，试探地问了句：“掌门，你留小师弟是想干什么？”
白纸附和道：“是啊，掌门，有什么话还不能当着我们的面说吗？”苏清离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胆子，撇了撇嘴道：“难不成姐姐你是想……”苏如被妹妹和师妹们接连质问，绝美的俏脸上闪过一抹无奈之色。她凤目一瞪，试图拿出掌门的威严：“你们在胡说些什么？本座刘小师弟自然是有正事要交代，关乎宗门未来部署，岂容你们在此胡乱揣测？”苏清离却是不怕，眨了眨美眸，继续试探：“真的只是交代事情？姐姐，你可不能假公济私啊！”苏如瞥了苏清离一眼，心中无奈到了极点。庄阳纯阳仙体一事是绝密，自然要私下说。这是清离不是知道吗？最早还是他发现的呢。清离难道就想不到，我单独留下庄阳是为了仙体之事？不为仙体，难道还是为了……这丫头把我这个掌门当成什么人了？其他女修虽然没说话，但那一双双写满了不幸和警惕的美眸齐刷刷落在苏如身上。就在这僵持之际，一直静立一旁的紫苑缓缓开口，打破了这微妙的气氛：“掌门师姐，我留下旁听应该方便吧？就留我一人，让诸位师妹放心回去研习仙经，还有稳固宗门戒备要紧。”众女修闻言，相互交换了几个眼神。紫苑师姐作为庄阳名正言顺的道侣，又是宗门圣女，由她留下来监督，再合适不过。有紫苑师姐在场，掌门就算有什么小心思，恐怕也难以施展。红勺撇了撇嘴，嘀咕了一句：“有紫苑师姐看着就好。”白芷也微微颔首。苏清离和其他女修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很快，众女修纷纷向苏如和紫苑行礼告退，怀着各种憧憬与羞涩，快步离开了议事大殿。还没等出门，心思就已飞回了各自的洞府。那合欢仙经的内容实在太过玄妙，必须尽快仔细研习，掌握精髓。只有这样，才能早日与庄师弟结为道侣，共同参悟这无上大道。眼见最后一名女弟子的身影消失在殿门外，沉重的殿门缓缓闭合，苏如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大殿内此刻只剩下苏如、紫苑和庄阳三人。不等苏如开口，庄阳主动上前一步，恭敬问道：“掌门，您留下弟子是有什么要紧事吩咐吗？”苏如整理了一下心绪，目光落在庄阳身上：“庄阳，今日之事多亏了你，若非你取得这完整的合欢仙经，宗门未来的道途恐怕依旧黯淡。此恩宗门铭记于心。”庄阳连忙躬身：“掌门言重了，弟子既是宗门一员，自当为宗门尽力。”苏如微微颔首，眼中欣赏之色更浓。沉吟片刻后，神色变得无比郑重，话锋也随之转入了正题：“庄阳，有些事情到了今日，我也不想再瞒你，更无需再瞒你。想必你也早已清楚，宗门并非什么清净门，而是合欢宗。”庄阳神色一肃，坦然迎上苏如的目光，点头道：“是，掌门，紫苑已将真相告知于我了。”苏如对此并不意外，继续道：“既然你已知晓，那我便直言了。合欢宗如今看似归于天道盟麾下，实则处境艰难，如履薄冰。外有各大宗门虎视眈眈，排挤打压，今日秘境之外的拦截便是明证。他们之所以还未曾真正撕破脸皮大举来犯，一方面是我宗如今势弱，在他们看来威胁不大，另一方面也是忌惮我宗闭关的老祖余威尚存，摸不清深浅，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依靠老祖余威终非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提升自身实力，唯有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真正站稳脚跟，免于被他宗随意欺压乃至覆灭的厄运。”庄阳听得心潮澎湃，正色道：“掌门，弟子明白，但有所需，弟子定义不容辞。只是不知弟子能做些什么。”苏如闻言，心中欣慰，但接下来的话却有些难以启齿，思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坦诚相告：“庄阳，你意外来到合欢宗，本是机缘巧合。”苏如俏脸泛红，道：“不瞒你说，我最初存了将你当作炉鼎的心思，借此助门下弟子突破瓶颈，提升修为。”庄阳闻言，心头猛地一跳，虽然早有猜测，但听苏如如此直接的说出来，还是不禁有些愕然。苏如将庄阳的反应看在眼里，连忙安抚道：“不过你也不必紧张，即便是做炉鼎，也绝非竭泽而渔，只是让你与弟子们结为道侣，通过双修之法帮助他们增益，绝不会伤你根基性命。”说话间，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感慨：“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我发现你身负传说中的纯阳仙体，资质逆天，便改变了主意，思忖着倾尽全宗之力培养你，让弟子们为你做炉鼎，助你快速成长。待你将来登临绝顶，自然能反哺宗门，带领合欢宗重现辉煌。但现在情况又有了新的更好的变化，完整的合欢仙经已然取得，
此经玄妙，讲究的是阴阳互补、互利共赢，再无主次之分，亦无采补反噬之忧。如此一来，所谓的炉鼎之说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庄阳听到这里，已然完全明白了苏如的意图，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脸颊不由得微微发烫。所以掌门您的意思是希望弟子与师姐们一同修炼这合欢仙经，共同提升修为。庄阳看着苏如，话虽问得直接，但难掩脸上羞涩之意。苏如看着庄阳泛红的脸颊和努力保持镇定的样子，会心一笑，点了点头道：不错，这正是本座所想，也是目前最有效、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并且在合欢仙经的帮助下，不会再有隐患。庄阳，你可愿意？我……庄阳说着，下意识地看向了紫苑，张了张嘴，想询问什么。毕竟现在和紫苑结成了道侣，要在纳妾，不得问问正宫想法。怎料还没等他开口，紫苑先主动说道：我没有意见，庄阳你自己决定。此话一出，苏如看向庄阳的目光之中多了几分期待。庄阳听紫苑这么说，心头又是一颤。紫苑不介意，那这还说啥了？这种好事难道还要拒绝吗？念头一起，脑海中便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苏清离的温婉关切，红芍的火热大胆，白芷的清冷孤傲，还有青罗、茯苓等诸位师姐的娇颜玉貌。往日里师姐们或明或暗的关照，那些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举动，此刻都有了清晰的答案，他们定然也是愿意的。这明显是双向奔赴。不，这是数百位仙子朝着他一人奔赴而来，他只需要往前挪挪步子，甚至答应一声就行了。思及至此，庄阳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脸颊、耳朵、脖颈瞬间红透，心脏肋骨般狂跳起来。诸位师姐有罗有玉，甚至还有少妇，不会连掌门也？咕咚，庄阳忍不住吞咽了一大口唾沫。皇帝后宫3000又如何？那不过是凡俗帝王，而他眼前的可都是凡人眼中高高在上、容颜绝丽、寿元绵长的仙子，这等待遇，怕是要羡慕死那些修士了。怪不得天剑门等宗门的弟子，一个个看自己的眼神都带着羡慕嫉妒恨呢。苏如和紫苑将庄阳时而羞涩、时而傻笑的模样尽收眼底，苏如忍不住以袖掩唇，强忍笑意。紫苑则是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道：这家伙怕是欢喜的连话都不会说了。良久，苏如见庄阳迟迟不给个准话，只好主动开口询问，声音里带着一丝揶揄：怎么样，庄阳，你的决定是什么？庄阳猛地回过神，连忙深吸几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旖旎的念头，随后清了清嗓子，努力摆出一副严肃正经、以宗门为重的模样，朝着苏如深深一礼，朗声道：弟子庄阳承蒙宗门收留，得掌门与诸位师姐厚爱，在此宗门危急存亡之秋，弟子全听掌门安排，定当竭尽全力与诸位师姐一同参悟大道，提升修为，共度难关。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义正辞严，但那微微颤抖的声音和依旧泛红的脸颊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苏如忍俊不禁，点了点头道：好，既然如此，那便这么说定了。你回去后须得用心参悟这合欢仙经，务求精通。以你与诸位师姐的悟性，快则数日、10几日，慢则1年半载，当能有所小成。待时机成熟，本座便亲自为你们举办双修道侣大典。道侣大典，而且还是接连不断的道侣大典。庄阳光是想想那场面，就忍不住又咽了口唾沫，脑海中开始不受控制的继续盘算起来。下一个会是谁？青离师姐、红芍师姐，还是白芷师姐？青罗师姐和茯苓师姐似乎也不错。就在庄阳心思浮动之际，紫苑忽然开口，声音依旧清冷：掌门师姐，依我之见，当务之急是需先确认这合欢仙经是否真能完美调和阴阳，再无隐患。苏如闻言先是一愣，随即恍然：瞧我光顾着高兴，竟忘了这最要紧的环节，还是师妹你思虑周详。若这仙经仍有瑕疵，一切安排便都是空中楼阁。思索片刻后安排道：既然如此，便由紫苑师妹你先行与庄阳一同修习这合欢仙经。你二人本就是道侣，正是验证此经效果的最佳人选，务必仔细体会灵力流转、神魂交融之变化，确认其确实有效且无虞之后，我等再行后续打算不迟。紫苑微微颔首，紫苑明白。苏如又嘱咐了二人几句关于修炼需谨慎，莫要贪功冒进的话语。紫苑与庄阳躬身行礼，一同御剑而起，化作2道剑光，离开了议事大殿，朝着洞府的方向飞去。剑光穿梭于云雾与山峦之间，庄阳看着前方紫苑窈窕的背影，
嗅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冷香，心头不由得一热。暂且不说那令人遐想的未来，单单是眼下能与紫苑这般清冷绝尘的仙子名正言顺的一同参悟无上妙法，便已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巅峰了。而在他看不见的正面，紫苑清冷绝尘的俏脸上也悄然爬上了一抹淡淡的红晕，冰湖般的眸子里漾起了如春水般的波澜，两道剑光一前一后落入清幽的洞府，灵烛微颤，带来些许山间清气。刚回来，庄阳便迫不及待地取出那枚合欢仙晶的玉简。紫苑却并未着急参悟功法，而是轻拂袖袍，霎时间几道灵光融入洞府的墙壁与门户，数层隔音与防护禁制悄然生成，将内外彻底隔绝。随即他转过身，冰湖般的眸子望向庄阳，轻启朱唇，语气郑重地问道：庄阳，你在秘境之中，除了仙晶与那5块极品灵石，是否还有其他所得？庄阳闻言，心头猛地一跳，脑海中又一次闪过极乐仙君怀璧其罪的道歉。紫苑见状，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之色，但并未逼迫，语气反而缓和了几分。你不说也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修仙界人心叵测，留些底牌并非坏事。说话间，他向前走近2步，来到庄阳面前，仰头看着庄阳略显局促的面庞，再度开口时，声音虽轻，却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与承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的道侣，无论你身负何等秘密，拥有何等机缘，我们2人已是气运相连，神魂相系。未来无论遇到何事，是福是祸，是荣是辱，我都会站在你身边，与你一同承担。庄阳闻言，顿感一股暖流涌入心田，有如此信任自己的道侣，还有什么是不能坦诚相待的？深吸一口气后，他便要将储物袋中那些惊世骇俗的财富和盘托出。紫苑，我……话音未落，紫苑的俏脸却骤然一沉，语气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嗔怪，打断道：笨蛋！庄阳话音戛然，愣在原地，有些摸不着头脑。紫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语气带着几分无奈与告诫：女人说2句软话，你就全信了？万一日后也有别的女人这般对你说花言巧语，实则抱着欺骗利用你的目的，你难道也要傻乎乎的将底牌全都交出去吗？切记身怀重宝，除非生死相托，历经万难考验，否则定要藏好了，绝不可轻易示人。你这般单纯心性，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真是让人放心不下。说完，紫苑不再多言，转身衣裙摆动间带起一缕幽冷的香风，径自向着卧房的方向走去。走到门口时，又脚步微顿，侧过半张清丽的侧颜，嘱咐了一句：抓紧时间参悟仙经吧，若有不明之处，随时可来问我。话音落下，便推门而入，身影消失在门后。庄阳独自站在厅室中，心情如同打翻了5味瓶，复杂难言。良久，他低头看了看储物袋，又抬头望了望紧闭的卧房门，最终长长舒了一口气，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意。会藏好的。卧房之内，紫苑并未立刻开始研习合欢仙经，袖袍一挥，灵光闪烁间，数十个样式各异，沾着些许尘土甚至暗红血渍的储物袋从袖中飞出，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些是他在秘境即将关闭时，凭借结丹期的神识与果决，冒险冲入那片尸横遍野、灵力狂躁的平台，以最快的速度从那些相互厮杀致死的各宗筑基修士身上搜刮而来的。此事唯有他一人知晓。当时情况危急，可奇异的是，当踏入那片区域时，预想中的心智侵蚀并未出现。或许是秘境之力在关闭前夕已然开始溃散，或许是他天阴之体特殊，又或许他是庄阳的道侣，身上有庄阳的气息，让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诡异力量的影响。原因已无从深究，他亦无暇多想。此刻正静下心来，开始仔细处理这批横财。先是取出储物袋中所有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出神识，一遍遍扫过每一件物品，确认上面没有任何追踪印记。修仙界杀人夺宝常见，但因此中招受到反制的也不在少数，不敢有丝毫大意。确认无误后，才开始分门别类。其中下品灵石加起来竟有上万块，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还有一些品相不错的灵植，显然是从秘境中摘得，被他小心地用玉盒收起。各类筑基期的法宝、法器有数十件，品质参差不齐，但不乏精品。符箓、丹药、材料、玉简。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件暗金色流线型的梭状法宝上，此物正是庄阳和红芍偶遇天剑门与玄武谷弟子争抢的那件宝贝。紫苑发现它时，这东西并未在储物袋中，而是被一名天剑门弟子藏在了袖兜里，因乱战掉落在了身边。当下紫苑将其摄入手中，触感冰凉，上面铭刻着古老的花纹，
灵光内敛，却自有一股不凡的韵味。端详了片刻，冰湖般的眸子中闪过一丝讶异，黛眉微蹙。这是飞行法宝？不对。仔细感知后，又察觉到了一股迥异于寻常法宝的苍茫气息，以及一种无法被灵力完全渗透的隔绝感。很快，他心中有了判断。古宝，这竟一件飞行类的古宝。古宝乃是上古修士炼制之物，往往蕴含着独特的威能，威力远超寻常法宝。但与之相对的，他们无法像法宝那样认主，以心神炼化，任谁都能以灵力驱动。而且因其材质和炼制手法的特殊性，无法被收入储物袋中。紫苑尝试着向其注入一丝灵力，暗金梭子微微一颤，表面花纹亮起微光，大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在一定范围内伸缩，果然无法炼化，也无法收纳。他低声自语，对此并不意外，将这暗金梭子缩小至巴掌大小，妥善地放入袖袋之中。好在大小可变，随身携带倒也方便，只是需多加留意，莫要遗失或被识货之人看出端倪便可。这件古宝或许在关键时刻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随后，紫苑继续将所有的物品分门别类，有价值的收入常用的几个储物袋中，至于那些已经空的来自各宗弟子的储物袋，则被焚化殆尽，不留丝毫痕迹。这笔意外之财让他的身家丰厚了不少，也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增添了不少底气。处理完这一切，紫苑轻轻舒了口气，悄然放出神识，看向了厅室。只见庄阳正盘膝坐在蒲团上，双目紧闭，神色专注，周身灵力随着呼吸流转，显然已沉浸在对合欢仙经的研习之中。看到庄阳这般认真的模样，紫苑清冷绝尘的俏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抹浅笑，宛如冰莲出战，动人心魄。他也不再耽搁，取出了那枚复制的合欢仙经玉简，神识沉入，开始仔细参悟起来。洞府之外，笼罩宗门的千幻迷情阵光华流转，隐匿、防御、反击诸般禁制全开，云雾翻涌，将宗门守护的固若金汤。各处要害阵眼皆有筑基后期弟子轮值看守，神色肃穆，不敢有丝毫懈怠。而更多的筑基期弟子此刻手中大多握着一枚新得的玉简，正是那合欢仙经的复制品。速如效率极高，在庄阳他们离开后，便立刻召集长老复制了大量的玉简，并设下严密的禁制，确保功法绝不外传。然后将这些承载着宗门未来希望的玉简分发到了所有筑基期以上弟子的手中。此刻几乎是所有筑基弟子都暂时放下了手中杂物，全心投入到对合欢仙经的研习之中。有人面红耳赤，心跳加速，有人美眸流转，若有所思。与此同时，天剑门主峰大殿之内，气氛肃杀凝重。天剑门掌门端坐在主位之上，那是一位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剑的中年道人，下手两侧分别坐着脸色铁青的赵干、面腹寒霜的柳晴，以及另外4、5位气息浑厚的长老。其中一位坐在赵干下手的中年男子，面容与死去的周通有5、6分相似，正是周通的亲叔叔，天剑门长老之一周伯。掌门，诸位长老。赵干率先开口，声音愤懑。今日之事，想必大家都已清楚。合欢宗那群妖女不知用了何种卑鄙手段，竟能在那般凶险的秘境中全身而退，而我5大宗门弟子却几乎伤亡殆尽，尤其是我天剑门弟子全军覆没，这绝非巧合。说话间，他猛地一拍身旁的玄铁暗击，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更可恨的是，我那师侄周通天资卓越，本有大好前程，竟也折损其中，定是被合欢宗妖女所害，可悲可叹，可恶至极啊！什么？头儿他是被合欢宗妖女所杀？周伯闻言豁然抬头，眼中血丝密布，死死盯着赵干。他一生无子，视周通如己出，倾尽资源培养。听闻噩耗，已是心如刀绞。此刻再闻真相，更是杀意英凶，千真万确。赵干重重点头，语气悲愤：若非合欢宗行事诡秘，暗藏祸心，周通贤只怎会遭此毒手？再者说，若非合欢宗妖女们所为，为何独他们安然无恙？柳晴适时接过话茬，声音冰冷：掌门，赵师兄所言极是，而且合欢宗此番秘境之行能全员无损，必定得了诸多机缘和宝贝，其他各宗损失惨重，唯独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柳晴的话勾起了在场不少人的贪念。然而天剑门内也是有谨慎之人，一位身形微胖、眼神精明的长老抚须沉吟道：合欢宗所得机缘确实令人心动，但他们如今已回归宗门，有护山大阵守护，而且天道盟规矩森严，严禁同盟宗门私下大规模攻伐，我等若贸然动手，只怕……此言差矣。
赵干立刻反驳道：“合欢宗仗着他们那不知死活的老祖余威，都能苟延残喘至今，如今又得了天大机缘，实力若是再增长，以后可就不好办了。”说话间，他环视众人，压低声音道：“要想对合欢宗下手，如今便是最好的机会。更何况，诸位以为只有我天剑门对合欢宗的机缘动心吗？”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所有长老的注意。赵干冷笑一声，继续道：“玄武谷、烈阳山，他们的心思与我们一般无二。若非落霞宗和赤阳门那两个老家伙突然出现，打乱了局面，当时我们三方联手，早已将合欢宗拿下。”提到落霞宗和赤阳门，柳琴脸上露出一抹讥讽之色。各位长老，你们不会真以为那两个所谓的魁首宗门是什么正人君子吧？他们前去寻合欢宗，难道是为了主持公道？哼，当时他们不过是碍于身份和场面，不好直接下手罢了。若当时只有他们自己在场，恐怕吃相比我们还要难看。杀人夺宝之事，未必做不出来。突然，周勃站起身，周身剑气激荡。掌门，赵长老、刘长老说的对，合欢宗不除，必成大患。托儿的血仇也不能不报，那些机缘宝贝更不能落入那群妖女之手，否则我天剑门颜面何存？未来何存？说着，他朝掌门拱手抱拳，恳请掌门下令，联合其他宗门共伐合欢宗，即便不能明着灭其道统，也要逼他们交出机缘，交出杀害托儿的凶手，否则我周勃誓不罢休。看着情绪激动的周勃，又看了看一脸义愤填膺的赵干和柳晴，再想到合欢宗可能拥有的惊人宝藏，殿内其余长老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炽热起来。天剑门掌门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开口：“周长老，托儿之仇亦是宗门之仇，那合欢宗却已成为心腹之患。”说话间，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了赵干和柳晴的身上。赵长老、刘长老，联络其他宗门之事，便由你二人负责，务必陈明利害。至于落霞宗和赤阳门，他顿了顿，眼中金光一闪，暂且不必理会。他们既要维持魁首颜面，便由他们去。只要我等动作够快，造成既定事实，他们事后即便不满，也无可奈何。说不定还会趁势分一杯羹，默认此事。不过一切暂需暗中进行，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那合欢宗的护山大阵不容小觑。苏如也非一羽之辈，要么不动，要动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让其再无翻身可能。赵干、柳晴等人齐声应默。是，谨遵掌门法令。半月后深夜，庄阳紫苑洞府卧房之内，旖旎春色尚未完全散去，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珠光柔和，映照着床榻上相拥的两人。庄阳半靠在床头，搂抱着紫苑的香肩，紫苑则依偎在庄阳怀中。素来清冷绝尘的俏脸上，此刻布满了动人的红晕，娇艳不可方物。她呼吸略显急促紊乱，胸前起伏不定，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道切磋。短暂的静谧后，紫苑稍稍平复了呼吸，抬起了依旧水光潋滟的美眸，看向庄阳，声音略微沙哑：“合欢仙经效果果然神妙非凡，我不仅重回结丹期，而且实力比先前强了不止一星半点。结丹初期的境界，无论灵力还是神识，都堪比结丹中期了。庄阳，你呢？你觉得如何？”此刻庄阳还在回味方才种种，闻言下意识脱口而出：“很舒爽。”紫苑俏脸爆红，连耳根和脖梗都染上了艳丽的粉色。她羞恼地伸出纤纤玉指，在庄阳腰上不轻不重地掐了一把，嗔怪道：“笨蛋，我问你修为境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庄阳一愣，尴尬得无地自容，连忙收敛心神，内视己身，丹田之内灵湖浩瀚，比半月之前又壮大了近乎1倍，境界赫然已稳固在筑基后期，神识更是达到了结丹中期水准，并且能清晰地感觉到在那灵湖深处有一丝凝聚升华的契机正在孕育，只差临门一脚便能引发质变，凝聚金丹。筑基后期境界非常稳固。庄阳回过神来，忙不迭地向紫苑汇报道，而且距离结丹只有半步之遥了。听到庄阳确切的回答，紫苑眼中闪过一抹欣慰之色，柔声道：“那就好，不枉费这10几次试验，看来仙经确实玄妙，与你我皆有大益。”1周前，二人参悟合欢仙经，有所小成之后，便开始了亲身实践，各种姿势都本着严谨的态度尝试了一遍，力求掌握精髓，成果也是斐然。不仅紫苑修为恢复并稳固在结丹初期，庄阳更是进步神速。虽说庄阳的境界依旧是筑基后期，但刚踏入筑基后期，与筑基后期的巅峰状态亦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何况
庄阳身负仙体，五行灵根皆备，倘若自行苦修，提升境界，所需资财与时间远比寻常修士多得多。但身处合欢宗，又有仙金相助，修行起来事半功倍。庄阳搂紧了怀中温软的娇躯，心头一热，试探地说道：“既然效果如此显著，那我们要不要再巩固一下？”温热的气息喷洒在紫苑敏感的耳廓，让她娇躯微微一颤。紫苑翻了个风情万种的白眼，这家伙还真是食髓知味。不过嘛，片刻后，她红唇微张，一句随你就要脱口而出。然而就在这一刹那，紫苑脸色骤然一变，那双刚刚还漾着春水的美眸瞬间恢复了冰湖般的清澈与锐利。庄阳的神色也严肃了起来，他同样感知到了一股弥漫着杀意的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合欢宗后山逼近。卧房内，方才的旖旎与温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紧张与凛然。与此同时，合欢宗上空一直静静运转的千幻迷情阵产生了阵阵波动，粉色的云雾剧烈翻涌起来，道道灵光在云雾中急速流转，发出了低沉的嗡鸣，如同警报。合欢宗后山，原本静谧的山林之间聚集了数十道身影，强大的灵压惊起了无数飞鸟走兽。为首的赫然是9道散发着结丹期威压的身影：天剑门赵干、柳晴、周伯，玄武谷的李长老和一位姓王的长老，烈阳山的周长老和吴长老，以及磐石宗的2位身材魁梧、肌肉虬结的长老。这2人乃是被赵干私下以重力拉拢而来，9位结丹修士的力量足以横扫没有元婴修士坐镇的小型宗门。而在他们身后隐隐绰绰是来自4宗的50余名筑基中后期弟子，个个眼神锐利，杀气腾腾。赵干率先开口，眼眸眯成了一道缝隙：“诸位，据我所知，如今他们宗门内仅有3名结丹期修士，掌门苏如，外加2个常年闭关、潜力耗尽的老女人。至于那紫苑，哼，修为跌落，不过筑基中期。”周伯双眼赤红，接过话茬：“哼，合欢宗的筑基弟子数量也少得可怜，且都是女流之辈，如何抵挡我等4宗精锐？今日定要叫他们血债血偿。”玄武谷的李长老抚须点头，眼中却带着一丝谨慎：“2位道友所言不差，合欢宗的战力确实不足为惧，只是他们这护山大阵千幻迷情阵颇为诡异，据说全力运转时，连结丹后期修士陷入其中也一时难以脱身，我等不得不防啊。”烈阳山的周长老哈哈一笑：“李长老未免太过小心，再诡异的阵法也需有人主持，需灵力支撑。我等9人联手，再加上数十筑基弟子结阵辅助，还怕轰不开这龟壳。”这时，磐石宗那位领头的黑莲长老瓮声瓮气的开口：“出力的事情好说，我磐石宗有的是力气，不过承诺的机缘宝贝可要说到做到，我磐石宗不做白工。”赵干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此刻正是用人之际，只好耐着性子堆起笑容保证：“石长老放心，赵某以自身声誉担保，答应贵宗的条件绝无更改。待攻破此阵，剿灭合欢宗，所有收获按事先约定分配。若有额外珍贵古宝功法，再行商议。”一众长老微微颔首，而柳晴始终默不作声，一直算计着破阵之法。赵干见众人再无异议，目光转向柳晴，语气客气了几分：“柳师妹，你是阵法大家，破阵之事便全权交由你指挥，我等皆听你号令。”“好说。”柳晴嘴角轻扬，自信道：“此阵核心在于换货，赵师兄、周师兄，你2人主攻砍位；李长老、王长老，你2人施展玄武秘法，侵蚀离位阵基，扰乱其灵力流转；周长老、吴长老，烈阳真火灼烧阵位，逼出其变化；石长老，你与贵宗同门，全力轰击艮位，以力破巧。”片刻间，他便将破阵之法安排得井井有条，针对大阵不同属性，采用了相克的攻击方式。柳晴最后补充道，语带杀意：“至于其他人，天剑门筑基弟子听令，结4象阵于外围，辅助我等破阵，同时防止合欢宗妖女突围。其余宗门筑基弟子配合我天剑门掩护。”此话一出，各个长老都对自家筑基弟子做了安排。待到各方准备完毕，赵干狞笑了一声，眼眸陡然发狠：“诸位，我们趁此夜色，速战速决，务必在明日朝阳升起之前，让合欢宗化作一片焦土。动手！”随着他一声令下，9位结丹修士身上同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灵压，9人手段尽出，悍然轰向千幻迷情阵。同时50余名筑基弟子也齐齐动手，各宗结成的战阵光华冲天，磅礴的灵力如同百川归海，注入到9位结丹修士的攻击之中，使其威力再增。一道道雷霆万钧的攻击落在大阵光幕之上，
千幻迷情阵产生了剧烈波动。然而，就在第一轮攻势落下，旧力已尽心力未生之际，合欢宗内3道结丹遁光疾驰而来，紧随其后的是数十道颜色各异的筑基剑光。合欢宗一众女修转瞬在护山大阵的内侧空中裂开了阵势，为首一人宫装曳地，凤目寒煞，正是合欢宗掌门苏如。他身旁是2位同样散发着结丹气息、少妇模样的宫装执法长老，在他们身后的是苏清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等作为宗门中留砥柱的筑基女修。一众女修个个俏脸寒霜，手持法器，严阵以待，人数与来犯之敌基本持平。虽说顶尖战力逊色了不少，但眼神中的决绝与战意却丝毫不弱。苏如冰冷的目光穿透大阵光幕，紧盯着外围正准备发动第2轮攻击的赵干等人，清越的声音带着滔天的怒意响彻夜空。赵干等勾结在一起，夜袭我宗，安的是什么心？勾结被撞破，面对苏如的质问，赵干脸上非但没有愧色，反而发出一阵猖狂的大笑。苏如，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糊涂？识相的就立刻打开大阵，将你们在秘境中得到的机缘宝贝统统交出来。玄武谷李长老阴恻恻的附和：苏掌门，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乖乖交出所有试炼收获，我等或可考虑放你门下弟子一条生路。烈阳山周长老声如洪钟，带着火气，跟他们废什么话？敬酒不吃罚酒，直接轰破这龟壳，鸡犬不留。磐石宗的10长老更是直接怒吼道：动手！破阵之后各凭本事。面对七嘴八舌的施压与威胁，苏如周身灵力澎湃，毫不退缩，声音斩钉截铁：想要我和欢宗的机缘，痴心妄想，今日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绝不让尔等恶徒得逞。话音落下，身侧2位执法长老以及所有筑基女修同样灵力激荡，眼神决绝，已然做好了死战的准备。冥顽不灵，那就休怪我等心狠手辣了。赵干又是一声狞笑，眼中杀机暴涨，加大攻势，给我轰碎这大阵。9位结丹修士再次凝聚灵力，更猛烈的攻击狂风暴雨般倾泻在千幻迷情阵的光幕之上，大阵剧烈震颤，粉色的云雾翻腾不休，灵光急速闪烁，护山大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苏如见状，银牙一咬，欲与2位执法长老冲出大阵，与敌人殊死一搏。师姐且慢！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白色遁光疾驰而来，落在了苏如身侧，正是紫苑。师妹，你……苏如身形一顿，看向紫苑的目光中多了一抹惊喜之色。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紫苑的修为就已经恢复了。大阵外，赵干也有所察觉，眼眸骤然眯起。结丹期，哼，你们这圣女的修为倒是恢复得快，不过多你一个结丹初期又能如何？不过是螳臂当车，改变不了今日和欢宗覆灭的结局。柳琴伸出舌尖舔了舔红唇，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不过短短半月，修为竟能从筑基中期恢复到结丹初期，这般神速，看来和欢宗在秘境里得到的宝贝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人啊！此言一出，玄武谷、烈阳山、磐石宗的诸位长老眼神更加灼热，攻击不由得更狠了3分。机缘就在眼前，谁能不疯狂？苏如见阵外攻势愈发狂暴，俏脸之上喜色一僵，心又沉了下去，立刻传音对紫苑道：紫苑师妹，看来仙晶的确神效，当务之急是务必保全仙晶，为宗门延续香火。师妹们，就拜托给你了。借助那5块极品灵石，强行提升大阵威力，应该能多抵挡不少时间。你立刻带上青离、红芍等几个核心弟子，想办法绕路前往天道盟总部说明情况。虽说天道盟其他宗门一丘之貉，同样欺压我和欢宗，可是到如今也只能寄希望于落霞宗和赤阳门为了维持盟内平衡，前来制衡这群混账了。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为宗门保留一丝火种的办法。然而紫苑却摇了摇头，传音道：师姐，不必如此悲观，庄阳让我来告诉你，我们有胜算，小师弟有办法。苏如一愣，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又以神识探查，并未发现庄阳的身影。紫苑不再多言，开始迅速向苏如传音，讲述庄阳与他商议的计划。苏如听着听着，脸上的绝望与决绝渐渐被惊愕之色取代。与此同时，大阵之外攻击愈发猛烈，各种污言秽语和嘲讽也接连响起。哈哈，看他们那样子，果然都是一群女流之辈，只会躲在龟壳里，难当大用，没有男人撑腰就是不行啊！关键时候连个能站出来的男人都没有，你们合欢宗注定要覆灭在今晚。几个长老七嘴八舌地说着，赵干更是目光淫邪的在苏如和众多女修身上扫过，舔着嘴唇高声喊道：
苏如，何必负隅顽抗？只要你们肯投靠我，做我的侍妾，我赵干保证，定在诸位道友面前为你们求情，给合欢宗一条活路。到时候，你们也算是有男人依靠了，岂不比现在香消玉殒强？这番无耻之言，引得其他几个宗门的长老也发出阵阵猥琐的哄笑。是啊，我也正缺侍妾呢。识相点，主动投入本座怀中，本座饶你们不死。面对赵干等人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与猖狂叫嚣，苏如懒得做口舌之争，只是暗中传音，安抚弟子们情绪，以及向紫苑确认计划的施行。合欢宗的沉默与无视，彻底激怒了赵干等人。哼，死到临头还敢装腔作势！赵干脸上挂不住，恼羞成怒，厉声喝道：“全力攻击，给我轰碎这层遮羞布，看他们还能硬气到几时！”杀！9位结丹长老再无保留，体内灵力疯狂倾泻，法宝、法术的光芒照亮了半边夜空，狠狠轰在千幻迷情阵的光幕之上。50余名筑基弟子也拼命催动战阵，将自身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攻击洪流之中。在这狂暴无比的攻击下，千幻迷情阵的光幕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剧烈的涟漪疯狂扩散，粉色的云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稀薄，笼罩的范围也开始缓缓向内收缩。他们撑不住了，大阵要破了！烈阳山周长老见状，兴奋的大吼。玄武谷李长老也抚须冷笑，灵力不济，阵法收缩，这是溃败的前兆。诸位加把劲，一鼓作气。赵干眼中闪烁着残忍与兴奋的光芒，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大阵破碎后合欢宗众女羞在他脚下瑟瑟发抖的场景。收缩阵型，向前压迫，别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今日便要踏平这合欢宗。4宗修士们一边维持着狂暴的攻击，一边整体向前推进，向着那不断收缩的粉色光幕压迫而去。合欢宗这边随着大阵的收缩，苏如、紫苑等人也指挥着门下弟子缓缓向主峰方向后退，阵型有些凌乱，好似因灵力不支而被迫后撤一般。这一幕更是让赵干等人确信胜券在握，攻势愈发狂猛，推进的速度也快了不少。然而就在4宗修士深入合欢宗后山区域时，柳琴眉头忽然皱起，神识捕捉到一丝古怪的阵法波动，并非来自前方即将破碎的大阵，而是来自他们的后方和侧翼。他猛地回头望向来时的方向以及两侧的山林，不知何时，一层闪烁着粉色灵光的巨大光幕，如同一个倒扣的巨碗，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所有人连同内部那正在收缩的千幻迷情阵一起笼罩在了其中。霎时间，一股寒意从柳琴的脚底直冲天灵盖，他脸色巨变，失声惊呼：“不好，中计了，这是陷阱！”这一声惊呼如同晴天霹雳，在4宗修士之中炸响。赵干、周伯、李长老、周长老、石长老，所有结丹修士的攻击下意识的一致，纷纷顺着柳琴的目光望去。当他们看清那不知何时出现、散发着令人心悸气息的五彩光幕时，所有人脸上的猖狂、兴奋、贪婪之色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惊骇。这是又一层千幻迷情阵，什么时候布下的？我们被反包围了！恐慌迅速在4宗修士之中蔓延。前有未破的千幻迷情阵，后有新出现的大阵，他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瓮中之鳖。原本正在败退的合欢宗女修们忽然停下了后退的动作，下一刻，一道严肃的男子声音响彻在了夜空之中：“诸位前辈，对晚辈为你们准备的葬身之地，可还满意？”赵干瞳孔骤缩，猛地抬头，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脸上满是惊疑不定。这个声音是合欢宗的那个小畜生，叫庄阳的小子。其他几位长老也是面面相觑，神识疯狂扫视四周，却难以锁定声音的具体位置。他在哪？一个筑基期的小辈也敢在此大放厥词？柳琴黛眉紧蹙，他凭借对阵法的敏锐感知，迅速判断出了声音的源头，语气带着一丝凝重。他不在我们神识范围内，声音是通过合欢宗护山大阵传导的，他很可能在控制大阵，就在阵眼核心处。什么？周伯长一愣，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柳师妹，你糊涂了。一个筑基初期的小子控制如此庞大的护山大阵，就算他是100万里无一的阵法奇才，操控这等规模的大阵，所需的神识和灵力也绝非筑基初期能够支撑，至少也得是筑基后期甚至结丹期才能勉强运转。柳琴被周伯问的一致，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是啊，这不合理。从新晋弟子比试到秘境开启，不过1个月时间，从炼气大圆满突破到筑基初期已是矫天之幸，这又仅仅过了半个月，绝无可能达到筑基后期。可眼前的事实是，庄阳的声音确实是从阵眼处传来，
莫非他身旁有结丹期的修士相助？可和欢宗的结丹期修士，甚至筑基后期修士，不都在眼前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柳琴感觉认知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百思不得其解。管他怎么回事，赵干从最初的惊骇中回过神来，脸上重新浮现出狠厉之色，装神弄鬼。区区一个筑基小辈操控的阵法，又能强到哪里去？我等联手，难道还破不开这层乌龟壳？待破阵之后，定要将这小畜生抽魂炼魄，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色厉内荏的咆哮之后，赵干急于挽回颜面，竟不顾柳琴之前的指挥，独自抱起发难。看招！怒吼一声过后，祭出了本命飞剑，同时那方镇山风月印再次浮现，带着磅礴的土系灵力，悍然砸向那粉色光幕，给本作破。然而他的飞剑和宝印刚触及光幕，异变陡生，光幕并未硬汉其风，而是骤然涌出大股粉红色的雾气，这雾气仿佛拥有生命，转眼就将赵干的飞剑和宝印缠绕包裹。飞剑上的灵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发出哀鸣镇山风月印更是如同陷入了无边泥沼，下落之时骤缓，与赵干的心神联系也变得断断续续。赵干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拉扯之力从雾气中传来，不仅法宝受制，连他自身的灵力好似都要被那诡异的粉雾吸走。他脸色大变，拼命催动灵力想要收回法宝，却发现一时竟难以挣脱。怎么可能？赵干又惊又怒。就在这时，庄阳那平静中带着讥讽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无形的巴掌扇在赵干的脸上。赵前辈，莫非以为我和欢宗的护山大阵只会被动防御不成？轻敌冒进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话音未落，那粉色大阵灵光暴涨，竟化作了数道闪烁着灵光的粉色锁链，朝着赵干本人缠绕而来。赵干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切断与法宝的联系，身形暴退。然而还是没能避开，被粉色锁链束缚在了半空，犹如陷入了蛛网的飞虫。那两件法宝更是彻底失去了掌控，被粉色锁链死死捆缚在光幕之上。师兄，赵长老！柳琴和周勃见状同时惊呼。柳琴反应极快，立刻喊道：诸位，快助赵师兄脱困，这阵法诡异，需合力破之。周勃更是心急如焚，不待其他人反应，已然催动剑罡，一道凌厉的剑气斩向缠绕赵干法宝的粉色锁链，同时自身灵力涌出，试图帮赵干稳定气息，挣脱束缚。柳琴也立刻出手，数道破阵灵光打向锁链的关键节点。然而那粉色锁链极其难缠，蕴含的力量远超他们想象。周勃和柳琴的救援非但没能立刻斩断锁链，他们自身的灵力反而也被那锁链吸住，如同陷入了流沙，需要持续输出灵力才能维持自身不被拖拽进去。两人脸色顿时也变得难看起来。柳琴心中骇然，知道单靠他们三人难以脱身，急忙看向一旁还在观望的玄武谷、烈阳山和磐石宗长老，语气带着一丝恳求与利诱：几位长老，还请出手相助，只要助我天剑门脱此困境，待破阵之后，我天剑门所得机缘份额，愿再让出一成，由3位平分。玄武谷的李长老和王长老闻言，眼神闪烁，明显有些异动，正准备出手。可就在这时，庄阳的声音再次响起：诸位前辈，晚辈深知此次争端皆由天剑门一己私欲挑起，裹挟诸位而来。我和欢宗恩怨分明，只针对天剑门。至于玄武谷、烈阳山、磐石宗的前辈与诸位道友，若此刻愿意离去，我宗绝不阻拦。晚辈在此立下心魔誓言，晚辈日后绝不因此事追究。此话一出，笼罩后路的粉色光幕之上，靠近玄武谷、烈阳山弟子聚集的方向，灵光流转，眨眼的功夫便裂开了一个仅容数人并排通过的缺口，缺口之外便是自由的山林与夜空。这一下，玄武谷的李长老和王长老彻底动摇了两人飞速传音交流。李师兄，你看，王师弟，情况不对。这和欢宗早有准备，阵法诡异，那庄阳小子更是邪门，天剑门明显是被算计了，赵干更是陷了进去。可天剑门承诺的好处，命都没了，要好处何用？不如趁此机会保存实力，速退。师兄所言极是。电光石火间，两人已然达成共识。赵长老、柳仙子，非是我等不愿相助，实在是宗门弟子安危为重，恕不奉陪了。李长老朝着被困的赵干三人匆匆一拱手，语气带着虚伪的歉意，随即便毫不迟疑的一挥手：玄武谷弟子，随我撤。话音未落，他已身先士卒，遁光率先冲出了那个缺口，王长老紧随其后。玄武谷的10几名筑基弟子见状，哪里还敢停留，纷纷驾驭剑光逃离，眨眼间便走了个干干净净。烈阳山的周长老和吴长老见状，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决断。烈阳山，撤！他们甚至懒得找借口，直接带着门下弟子迅速消失在缺口之外。转眼之间，场中便只剩下了天剑门3个被困的结丹和盘石宗的2位长老，以及他们门下少量弟子。柳琴和周勃看着不远处的逃生缺口，心急如焚。他们何尝不想立刻脱身？但赵干还被阵法之力死死缠住，若此刻撤去灵力，赵干恐怕瞬间就会被那粉色锁链彻底吞噬，相当于被赵干这个猪队友给拖住了。盘石宗的10长老脸色铁青，看着逃之夭夭的玄武谷和烈阳山，又看了看苦苦支撑的赵干3人。他盘石宗向来以义气著称，此刻若是也跑了，传出去名声可就毁了。他咬了咬牙，对身旁同伴道：妈的，我们不能像那群软蛋一样帮赵长老脱困。然而话音刚落，庄阳的声音又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语带戏谑。看来这位盘石宗的前辈是打定主意要陪着天剑门一条道走到黑了。既然如此，那就对不住了。说话间，阵法缺口开始缓缓收缩。10长老和另一位长老以及盘石宗弟子们见状，脸色陡然变得煞白，看着那越来越小的缺口，又感受着合欢宗大阵散发出的越来越强的压迫感。再看看身边士气低落的弟子，以及被死死缠住、脱身希望渺茫的天剑门3人，什么义气，什么承诺，在生死存亡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时间，另一位长老又向10长老传音道：老10，此事本就隐秘，玄武谷和烈阳山逃出去了，也绝不会声张，我们走吧。10长老快速点了点头，急声道：赵长老，对不住了。说完不再犹豫，朗声喊了句：盘石宗，撤！2位盘石宗结丹长老以最快的速度在缺口彻底闭合前狼狈不堪地冲了出去。粉色光幕上的缺口弥合，将内外再次隔绝。合欢宗后山这片战场上，只剩下天剑门的赵干、柳琴、周勃3人，以及他们带来的10几名天剑门筑基弟子，如同待宰的羔羊，被困在了这座精心准备的死亡牢笼之中。原本4宗联手，气势汹汹的讨伐大军，在庄阳寥寥数语和阵法变化之下，顷刻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苏如、紫苑以及所有合欢宗女修悬立于那层千幻迷情阵的光幕之内，冷冷注视着孤立无援、面色惨白的天剑门众人。现在该清算一下我们之间的账了，天剑门的诸位前辈。庄阳冰冷的声音又一次从大阵中传出，杀机凛然。柳琴闻言，娇躯狠狠一颤，环顾四周，大阵彻底闭合。赵干气息不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而周勃双目赤红，却难掩恐惧。完了，全完了。他心里清楚，再硬拼下去，今日绝无幸理。求生的本能让他放下了结丹修士的尊严，朝着那层光幕后的苏如急声喊道：苏掌门，今日之事是我等猪油蒙心，我柳琴愿以心魔起誓，只要贵宗放我们离去，我等从此绝不与合欢宗为敌。周勃见柳琴服软，也连忙跟着喊道：对，都是赵干这厮的主意。苏掌门，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要找就找赵干，我周勃也愿发誓，从此不与合欢宗为敌。什么侄子之仇，自己命都要没了，周通那厮死就死了。他甚至在心里安慰自己，修仙之路本就该舍弃亲情，一心向道。你们！赵干气得浑身发抖，没想到柳琴会服软，周勃更是把他卖得干干净净。想要怒斥，但感受到周身那越收越紧、不断侵蚀灵力的粉色锁链，到嘴边的狠话又咽了回去，脸色灰败。然而苏如看着他们这副摇尾乞怜的丑态，凤眸之中只有冰冷的杀意，没有丝毫动摇。杀人夺宝不成，便想几句求饶接过，天下哪有这般便宜的事。说话间，目光扫过赵干，更是杀机凛然。尤其是你，赵干，屡次3番挑衅，污言秽语，今日新仇旧恨一并清算。合欢宗弟子听令。苏如轻斥一声，声震四野，绞杀入侵之敌，谨遵掌门法令。众人齐齐应声。紧接着，苏清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等筑基女修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与杀意，他们身形闪动，如同穿花蝴蝶，借助阵法的掩护和增幅，结成一个个小型战阵，悍然杀向了那群惊慌失措的天剑门筑基弟子。姐妹们，杀！为宗门雪耻。合欢宗女修们配合极为默契，阵法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攻击环境和灵力补充。反观天剑门弟子身处绝地，士气崩溃，又被大阵之力不断压制干扰，一身实力能发挥出3成就算不错。霎时间，剑气纵横，法术轰鸣，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天剑门弟子如同被收割的麦子，不断有人倒下，从高空坠落。
战局呈现出一面倒的碾压态势。而在更高层面的结丹战场上，苏如与那2位风韵犹存的少妇执法长老，以及修为恢复到结丹初期的紫苑，4人联手对上了试图负隅顽抗的柳晴和周勃。苏如直接找上了柳晴，玉手一翻，一柄流光溢彩的羽扇出现在手中，这是他的本命法宝七灵破法扇，轻轻一扇便是漫天七彩霞光，如同匹练般刷向柳晴，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微微扭曲。柳晴不敢怠慢，急忙祭出一面八卦镜，镜光闪耀，形成层层光盾，试图抵挡。同时他袖中飞出无数细如牛毛的碧绿针影，如同毒蜂般袭向苏如，正是他的本命法宝碧灵针。2位少妇执法长老则配合默契，一人手持玉如意，挥洒出青蒙蒙的以目青光，缠绕束缚周勃的行动；另一人则祭出一对鸳鸯刀，刀光如血，带着森然寒气，专攻周勃要害。周勃双目赤红，状若疯魔，心知今日难以善了，索性拼命，怒吼着催动本命飞剑，剑罡暴涨，不顾自身防御，疯狂攻向2位执法长老，完全是2败俱伤的打法。而紫苑并未参与正面对抗，而是游走在战场边缘，看准时机，趁着周勃被2位执法长老牵制，就力已尽心力未生之际，猛地祭出了一柄飞剑。咻！剑影速度快到极致，直接从周勃后心一穿而过。周勃身体猛地一僵，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口出现的碗口大洞，鲜血混杂着破碎的内脏狂涌而出。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话没说出口，却涌出了一大口鲜血，转眼染红了整个下巴和衣襟。紧接着身体直挺挺地从空中栽落下去，气息全无。周长老，赵干目眦欲裂，想要救援，可依旧被那粉色锁链和不断袭来的阵法攻击死死拖住，自身难保。而柳晴见周勃被杀，心中骇然，知道大势已去。他猛地咬牙，不顾苏如刷来的七彩霞光，硬生生承受了一击，身形借势暴退，同时甩出数张珍贵的高阶雷暴符，试图炸开一条生路。想走，哪有那么容易？苏如冷哼一声，七灵扇再次挥动，霞光如同有生命般化作一只巨大的七彩手掌，挡住了雷暴符的电光，然后于事不减，向着柳晴当头抓下。同时2位执法长老和紫苑也出手，玉如意的青光缠绕其足，鸳鸯刀的寒光封其退路，紫苑法术直逼其丹田。不！柳晴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下一刻便被七彩巨手狠狠攥住，全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紧接着金丹被紫苑一击震得几乎溃散，2位执法长老又趁势补上一击，彻底击碎了柳晴的金丹。随着金丹碎裂，柳晴也香消玉殒。而此刻下方的战斗也接近尾声，在和欢宗女修们默契的围杀下，10几名天剑门筑基弟子已然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整个战场只剩下被粉色锁链死死缠绕的赵干还在徒劳挣扎。他看着门下弟子死伤殆尽，周勃、柳晴陨落，顿时绝望到了极点。苏如、苏掌门，饶命！我愿臣服，我愿！赵干涕泪横流，望着苏如，语无伦次地求饶道。苏如悬浮在空中，美眸微眯，冷漠地看着赵干，如同看着一只蝼蚁。现在求饶，晚了。随即甚至懒得亲自动手，只是对着虚空淡淡说了一句：庄阳，送赵长老上路。话音落下，缠绕着赵干的粉色锁链骤然爆发出刺目的光芒，猛地收紧。赵干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身体扭曲变形，最终在锁链的灵光中轰然炸开，化作一团血雾，神魂俱灭。他那方被锁住的镇山风月印和本命飞剑灵光彻底暗淡，变成了无主之物，被阵法之力卷走。夜风吹过，带着浓郁的血腥气。合欢宗后山渐渐恢复了寂静，天剑门3位结丹长老陨落，所有筑基弟子尽数伏诛。而合欢宗这边借助庄阳操控的大阵和众志成城的反击，竟无一陨落，仅有数人受了些轻伤。劫后余生的庆幸如同潮水般涌上合欢宗每一位女修的心头。众人从高空处降落，不少人脱力瘫坐在地，望着满地的狼藉和敌人的尸骸，不敢相信真的守住了宗门，并且是以如此雷霆万钧之势反杀了来犯之敌。苏如身姿挺拔，保持着掌门的威严，开始下达指令。青离、红芍带领弟子们迅速打扫战场，收缴所有战利品，清理痕迹，注意检查是否有漏网之鱼，追踪印记或传讯手段。是，掌门。苏青离和红芍立刻领命，开始组织人手。安排完后，苏如缓缓抬起头，望向那依旧在夜空中缓缓流转的宗门大阵，俏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感激与赞叹。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难掩兴奋，对着虚空开口道：庄阳，
此次宗门能度过此劫，你当居首功。说完，便等待着那个清朗声音的回应，期待着庄阳现身前来与他们会合。然而数息过去，夜空寂静，只有风声呜咽，没有庄阳的回答。苏如微微蹙起了黛眉，心中掠过一丝不安。紫苑也察觉到了异常，他与庄阳有同心气，隐隐感觉那道联系似乎变得有些微弱和紊乱，于是着急开口，清冷的声音呼唤道：庄阳，危机已经解除，你可以过来了。见此期间，2位执法长老苏清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所有女修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目光齐齐望向主峰阵眼的方向。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阴云般笼罩在众人心头。不好！紫苑脸色骤变，顾不得许多，周身清冷盾光亮起，如同离弦之箭般，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主峰阵眼的核心位置疾驰而去。苏如心中也是一紧，立刻对2位执法长老吩咐道：2位师妹，此地善后交由你们负责了，我过去看看。说话间便架起盾光，紧随着苏如和紫苑的身影而去。苏清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等女修见状，也都匆匆驾驭剑光跟了上去。其他女修也想跟上查看情况，关心庄阳的现状。突然，2位执法长老开口道：诸位，有苏掌门他们去就足够了，这里也缺不了人，按部就班的打扫战场吧。是。其他女修虽然也万分挂念，但听长老这么说，只得压下心中的焦虑，继续忙碌了起来。只是时不时望向主峰的目光充满了忧愁。2位执法长老看着众人远去的身影，又互相对视一眼，也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担忧。年长些的执法长老轻叹一声：庄阳那孩子可千万别出事啊！主峰深处，一处被复杂符文笼罩的隐秘洞窟内，这里正是护山大阵的核心阵眼所在。紫苑第一个闯入其中时，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心脏猛地一抽。只见庄阳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仰面倒在地上，气息微弱，已然陷入了深度昏迷。而且周身灵力波动极其紊乱，时而澎湃，时而枯竭，五色灵光在体表明灭不定，好似失去了控制一般。紧随其后的苏如、苏清离等人看到此景，也都花容失色，惊呼出声：庄师弟，小师弟！众人立刻围了上去。青罗作为宗门内对阵道研究最深的人，曾经还教导过庄阳阵法，立刻开始观察分析了起来。他迅速扫视了一眼周围尚未完全平息的阵基符文，又仔细感知了一下庄阳的状态，俏脸上露出了骇然与心疼之色。这大阵威力巨大，但对于操纵者的灵力要求极高，消耗也极其恐怖。按理说，想要独自一人运转自如，至少需要结丹期的灵力支撑和神识掌控。我之前还以为是庄师弟身边有其他师姐师妹协助操控，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人硬扛下来的。他这是催动阵法太过勉强，灵力与神识双双透支了。青罗一边叹息，一边向众人说道，黛眉蹙成了疙瘩。紫苑闻言，娇躯猛地一颤，他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庄阳，冰湖般的眸子里满是懊悔与自责，喃喃道：都怪我不好，我对阵法了解不深，当时情况紧急，他说他有把握让我去前线助战，我竟然救。要是我留下来，哪怕只是分担一部分灵力输出，他或许也不会。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苏如强行镇定下来，看向了擅长丹道与医术的白芷，白芷，你快给庄阳看看。白芷立刻点头，快步走上前，蹲下身子，仔细探查起来洞窟内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白芷，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担忧。片刻之后，白芷的黛眉越蹙越紧，清冷的脸上露出了极为凝重和困惑的神色。怎么样？苏如忍不住急切地问道。苏清离也紧张地抓住了衣角。白芷，庄师弟他……红芍更是急得直跺脚。白芷，你快说啊，小师弟到底怎么了？白芷缓缓收回手，抬起头，语气沉重地说道：庄师弟灵力与神识透支固然严重，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体内灵力紊乱的情况。顿了顿，详细解释道：庄师弟是五行杂灵根，五行灵根本应五行灵力均衡相生，但他体内的木、土、水三系灵力异常澎湃活跃，而火、金两系灵力却相对萎靡衰弱。不出意外，应当是天生的隐疾。这种失衡在平时或许还不明显，但此次他操纵大阵，自身灵力消耗巨大，如同堤坝泄洪，将内在的失衡彻底引爆，这才是导致他昏迷的根本原因。紫苑在听到木、土、水三系灵力异常澎湃时，娇躯便是剧烈一震。他是天阴之体，拥有水、木、土三系灵根，这几日与庄阳一同修炼合欢仙经，阴阳交汇，灵力互渡。在双修过程中，
拥有3种属性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渡入庄阳体内，使得他对应的3系灵力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和增长，最终导致了如今这般严重的失衡局面。想通了其中关窍，紫苑的脸色变得比庄阳还要苍白，贝齿紧紧咬住了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苏如也是心头一沉，悄悄看向了旁边的紫苑。这并非是庄阳有什么天生隐疾，而是后天所为。没想到庄阳这特殊的体质与道侣双修，竟还隐藏着这等凶险。紫苑师妹，苏如沉了口气，开始和紫苑传音交流了起来。与此同时，红芍焦急地询问白芷道：“白芷，该如何解救庄师弟，助他化解危机？”白芷神色凝重，回答道：“服用补充火系精细的灵力丹药，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此话一出，苏青离顿时面露惊讶之色。能直接补充灵力的丹药可都是极为珍贵的，需要的主材至少也要100年以上。他在禁地之中倒是采摘到了不少珍稀灵植，年份也都1000年甚至万年，格外珍贵。但细想起来，没有符合条件的啊。青离，你在禁地试炼里不是采摘了不少灵植吗？红芍看向苏青离，目光期待。苏青离却是长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方才已经想过了，在禁地试炼里采摘的灵植没有金火属性的，你们看看吧。说完，他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了所有灵植，摆在了地上。白芷快速扫视一圈，目光从期待渐渐变成了失望。红芍见状，急得俏脸涨红，心念急转。片刻后，又急声道：“青离，你带回来的这些灵植都是1000年万年份的，随便一株都价值连城。我们卖掉几株吧，换来的灵石足够买补充火精灵力的丹药了。如果没有丹药，买灵植也好，救庄师弟要紧啊。”苏青离连连点头，为了救庄阳，他愿意拿出所有珍藏。然而这时候白芷却苦涩地摇了摇头：“没用的，且不说寻找并出售珍稀灵植需要时间，庄师弟等不了那么久。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快速补充大量火精灵力的丹药，极为罕见难寻，存量极少。就算我们有灵石，侥幸买到了一些，也不足以解决庄师弟如此严重的失衡。”听见这话，红芍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一把抓住白芷的手臂，追问道：“白芷，你刚才说庄师弟等不了那么久，到底是多久？直接给个准话吧。”白芷眼眶泛红，泪珠在里面打转。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力气才让声音不至于崩溃，带着哭腔道：“照他体内灵力冲突相互倾轧的速度，恐怕撑不过3日。若3日之内无法扭转失衡，待到五行彻底崩乱，灵力反噬，便会身死道消。”话音落下，红芍如遭雷击，抓住白芷的手无力的滑落，踉跄着后退一步，喃喃道：“3天，只有3天。”苏青离直接瘫软在地，泪水无声的滑落。青罗和茯苓都无力地靠在了墙上，洞窟内的气氛降至冰点。好不容易守住了宗门，却要眼睁睁看着最大的功臣宗门的未来希望就这样。就在这万念俱灰之际，一直沉默守在庄阳身边和苏如传音沟通后的紫苑忽然抬起了头，他看向白芷：“白芷师妹，你确定只要补充足够的金火属性灵力就能救他，是吗？”白芷被问得一怔，下意识点头：“理论上是如此，可是……”紫苑语气斩钉截铁：“既然丹药和药材难寻，那不用丹药，直接由身具金火灵根的修士将自身灵力渡给他，是否可行？”此话一出，不仅是白芷、苏青离等人都愣住了。茯苓黛眉微蹙：“紫苑师姐，修士之间直接渡送灵力，效率极其低下，这是修仙界的常识啊。灵力离体便会迅速散逸，能被对方吸纳的百不存一，还会对渡送者造成不小的损耗。若此法可行，高阶修士直接给低阶弟子灌顶传功，便可批量制造高手了，又何须苦苦修炼？即便是我和欢宗的阴阳和合诀，也是借助对方阴阳之气滋养自身灵力，并不能直接夺取灵力的。这话说得合情合理，更是修仙界公认的法则。然而紫苑却好似没有听到一样，又低下头，深深地看着昏迷的庄阳。如果庄阳他身负的并非简单的杂灵根，而是某种能够打破常识的特殊体质呢？特殊体质？白芷、红芍、青罗和茯苓皆是一怔，面露疑惑。苏青离则是面露恍然之色。先前因为担忧以及了解到的情况甚少，完全没有往庄阳体质上去考虑。现在听紫苑这么一说，抽丝剥茧，恍然大悟，这一切原来是因为庄阳体质的原因。如此看来，失衡的灵力、磅礴的木、水、土3系灵根，是因为紫苑师姐和他。思及至此，苏青离俏脸涨红，同时心中也升起了一丝希望。福祸相依，庄阳有救了。这时间一直沉默的苏如也开口了：“
你们有所不知，庄阳身负特殊体质，乃是万古罕见的纯阳仙体。纯阳仙体，红芍、白芷、青罗和茯苓四人面面相觑。他们修为尚浅，阅历不足，并未接触过这等只在古老传说中出现的名词，俏脸上都写满了茫然之色。但红芍心思最为活络，试探地问道：“掌门，这仙体是不是意味着旁人能直接渡灵力给庄师弟了？之前他和紫苑师姐修炼时，是不是也是紫苑师姐给庄师弟渡了灵力？”回想起紫苑修为的跌落，庄阳的突飞猛进，心中已有了模糊的猜测。苏如见他们已然卷入此事，便不再隐瞒，点头确认道：“不错，此仙体霸道无比，若旁人试图以他为炉鼎，施展阴阳和合诀进行采补，非但无法成功，反而会触发仙体反噬，自身灵力会不受控制的被庄阳汲取。”此言一出，几人顿时露出恍然与震惊交织的神色。这么说，庄师弟体内那异常澎湃的木、水、土三系灵力，是因为……红芍又下意识地开口。话未说完，几人已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庄阳身旁的紫苑。紫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清冷的俏脸上难得浮现一丝窘迫，目光微微挪开，轻声解释道：“之前确实如此，不过修习了完整的合欢仙经后，情况已然不同。对于另一方而言，不再有修为跌落的副作用，而是真正的灵力互渡，阴阳互补。庄阳体质特殊，能直接吸收我的灵力，而我则是借助他的灵力来辅助炼化，提纯自身的灵力，拓宽根基。哎呀，此事说来复杂，现在不是细究这个的时候。”他含糊其辞，试图将话题拉回正轨，但那罪魁祸首的身份已是昭然若揭。红芍几人暗暗点头，心中明了，庄阳此番灵力失衡，根源恐怕就在于这些日子里与紫苑频繁双修所致。这时苏如神色一正，语气变得无比严肃，目光扫过红芍、白芷、青罗、茯苓四人，沉声道：“纯阳仙体之事，关乎庄阳性命，更关乎宗门未来兴衰，乃是最高机密。今日让你们知晓，亦是信任。我需要你们以自身道心立下誓言，绝不将此事泄露半分。”感受到苏如话语中的沉重，红芍四人脸色也肃穆起来。他们深知此事重大，毫不犹豫，纷纷并指立誓：“我红芍、白芷、青罗、茯苓以道心起誓，今日所知庄阳师弟身负纯阳仙体之事，绝不外泄于他人知晓。如有违背，甘受心魔反噬，道基崩碎，永堕轮回。”见四人郑重立下道心誓言，苏如紧绷的心弦稍松。他再次看向医术最为精湛的白芷，确认道：“白芷，如此一来，理论上是可行的吧？今火属性的修士运转阴阳和合诀，接触庄阳，触发仙体反噬，引导仙体吸纳灵力，便能以此弥补失衡。”白芷仔细思索了片刻，结合对庄阳身体状况的判断，最终肯定地点了点头。若庄师弟的体质真如掌门所言，那此法确实可行，这也是眼下唯一能快速救小师弟的途径。顿了顿，俏脸泛红，声音低了几分：“只是这度送灵力的方式，庄师弟现在还昏迷着，无法主动配合，恐怕就只能靠我们自行去。”话未说完，意思却已不言而喻：“我来。”红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性子最是火辣直接，此刻救人心切，更是毫无扭捏，挺起傲人的胸脯，朗声道：“掌门，我是单属性火灵根。”苏清离闻言却是面露尴尬与失落，小声道：“哎，我是木灵根。”青罗也是叹息一声：“我是土灵根，无用。”一向文静少语的茯苓眼眸骤然一亮，上前一步，语气惊喜道：“掌门，我是金灵根，我可以负责补充精细灵力。”苏如看着眼前主动请缨、眼神坚定的红芍和茯苓，心中又是欣慰又是尴尬。他清了清嗓子，神色凝重，声音带着一丝窘迫：“红芍、茯苓，你们有此心意，本座甚慰。但有些情况，我必须提前告知你们。你们要知道，小师弟如今昏迷不醒，根本无法主动运转合欢仙经。即便你们已经掌握了仙经法门，但若只是你们单方面运转功法去引导，其结果与阴阳和合诀无异。到时候并非真正的双修互补，而是作为炉鼎被小师弟采补。”他顿了顿，看着两人的脸色，继续说道：“这意味着你们势必会修为跌落。”话音落下，红芍却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道：“没关系，修为跌落就跌落，只要能救小师弟，耗光我的灵力，跌落到炼气期，我也愿意。”他眼中没有丝毫退缩，只有一往无前的决绝。茯苓也立刻点头附和，声音虽轻却异常坚定：“我也是。庄师弟为宗门立下如此大功，更是我们的同门师弟，救他是应该的。”苏如看着他们这般不顾自身前程的模样，心中感动，但脸上的尴尬之色却更浓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你们可知小师弟体内那磅礴的木、水、土三系灵力源头来自何处？说话间，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一旁的紫苑，虽然很快移开，但意思不言而喻，来自结丹期修士，其灵力精纯度远超你们筑基期。若由你们来触发反噬，平衡庄阳体内的灵力失衡，所需的灵力量是极大的，到时候你们的修为恐怕会暴跌至炼气期，甚至伤及道基。苏如本以为能让红芍和茯苓知难而退，怎料红芍却是更急了，跺脚道：掌门，我都说了我不在乎，耗光就耗光，伤及道基我也认了。事不宜迟，快让我来救小师弟吧。他心急如焚，说话间竟开始去解自己的外衣丝绦，这事情隐秘，麻烦你们回避一下。另一边，茯苓也开始解起了腰间的丝带。胡闹！苏如俏脸一红，连忙摆手打断他们的动作，非要逼我把话说明白吗？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不合适。红芍闻言，动作一顿，抬起美眸，不解地看着苏如。掌门，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救小师弟了吗？可是好不容易才有办法救他啊，我牺牲一下无所谓的，大不了以后从头再修炼呗。茯苓也急切地看着苏如，眼中满是困惑。一旁的苏青离、青罗和白芷此刻也是错愕万分，不明白苏如为何在关键时刻阻止这唯一的希望。感受着众人疑惑、焦急，甚至带着不满的目光，苏如庄重绝美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一直蔓延到耳根。她有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目光游移，并非不救，而是换人来救。不瞒你们说，本座的资质远不如你们这些天灵根的天之娇女，但灵根属性是金火双灵根，金火双灵根。此言一出，洞窟内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红芍、茯苓、苏青离、青罗、白芷都齐齐愣住了，随即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复杂神色。掌门苏如竟然是金火双灵根，恰好完美对应庄阳此刻最急需补充的两种属性灵力，而且他是结丹中期修士，无论是灵力的精纯度、总量，还是对合欢仙经的理解，都远胜他们。由苏如来触发庄阳的仙体反噬，进行灵力渡送，不仅能有效地补充失衡的灵力，同时自身修为跌落的幅度也必然远低于他们。这的确是眼下最完美、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但扭扭捏捏了这么久，掌门原来是要自己上，这是闹的。众女修看着苏如强装镇定却依旧泛红的脸颊，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好。苏如也看着众人呆若木鸡的样子，脸上红晕更盛，但事已至此，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板起脸，恢复了几分掌门的威严，声音却微微颤抖：此事事关重大，由本座亲自施为，最为稳妥。你们且先退到外间护法，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来。话音落下，众人不再迟疑，纷纷躬身退出洞窟。紫苑走在最后，和苏如目光交汇，眼神中带着信任、支持，还有一丝将重要之人托付出去的复杂情绪。最终轻声道：师姐，拜托了。苏如微微颔首，待紫苑离开后，轻轻合上了洞口的石门，沉重的石门隔绝了内外。下一刻，玉手连连挥动，一道道隔音与防护禁制光华流转，层层叠叠地布满了整个洞窟，将此地彻底变成了与世隔绝的私密空间。洞窟顶部透出的月光映照着苏如绝美布满红霞的容颜，她莲步轻移走向昏迷不醒的庄阳，每一步都好似踏在心跳上。纤纤玉指轻颤，解开了宫装最上方的盘口，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很快，华贵的掌门宫装顺着她光滑细腻的肌肤缓缓滑落，堆叠在了身后，露出其下素白色的中衣。接着，中衣的系带也被轻轻拉开，最终所有的束缚进去，肌肤胜雪，曲线玲珑起伏，空气中弥漫开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不知过了多久，庄阳的意识回笼，沉重的眼皮微微颤动，终于缓缓睁开了一条缝隙，模糊的视线逐渐聚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洞窟顶部，他感觉好似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但之前那种五脏六腑被撕裂，灵力在体内疯狂冲突搅动的剧痛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浑身酸软无力，肌肉胀痛。发生了什么？意识渐渐清晰，转动眼珠打量四周，然而就在余光不经意瞥向身侧时，整个人却猛地僵住了。身旁躺着一道窈窕的倩影，女人背对着庄阳，乌黑如瀑的青丝随意披散，遮掩着部分光滑细腻的肌肤，但那优美的肩颈线条和曼妙婀娜腰肢清晰可见。一袭薄如蝉翼的素白轻纱随意地覆盖在玲珑起伏的曲线上，更添几分朦胧的诱惑。是紫苑吗？
庄阳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毕竟他们已是道侣，但又感觉不对，这背影似乎比紫苑更显丰腴成熟一些，青丝散落间的风韵也截然不同。就在他心中惊疑不定之际，那道背影的主人好似感应到了他的注视，娇躯微微一动，然后缓缓转了过来，一张绝美雍容、布满未褪红霞的俏脸映入了庄阳的眼帘。那双平日里威严的凤眸，此刻水光潋滟，透着慌乱、羞涩以及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不是紫苑，竟是掌门苏如。庄阳只觉大脑嗡的一声变得一片空白，眼睛更是瞪得滚圆，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他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绯红动人的娇颜。苏如看着庄阳这副震惊到失魂落魄的模样，本就滚烫的脸颊更是如同火烧。他强忍着钻入地缝的冲动，努力维持着掌门的仪态，声音却带着颤抖：“小师弟，你醒了，感觉如何？体内灵力可还平稳？”庄阳闻言稍稍回过神来，喉结艰难滚动了一下，干涩的喉咙终于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掌门，我们这是……”说话间下意识的内视几身，丹田之内原本浩瀚却紊乱的灵湖已然平息，变得更为广阔深邃。让他震惊的是，灵湖深处一点璀璨夺目的金光正在缓缓凝聚，那是金丹即将成型的征兆。我的修为，庄阳喃喃自语，震惊不已。见庄阳注意力被转移，苏如心中稍定，连忙顺着他的话解释道：“你因与紫苑修炼过度，体内五行灵力失衡，木、水、土三季过盛，金、火衰竭，危在旦夕，唯有补充金、火灵力方能解救。红芍与茯苓虽有心，但他们修为不足，若强行施为，恐伤及道基。我恰好是金火双灵根，修为也足够承受反噬，故而由我出手，触发你仙体本能，为你注入了所需灵力。好在我也只是跌落了些许修为，一个小境界而已，不足为虑。”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叙述，但说话间脸颊依旧不可抑制地泛起更深的红晕，目光也有些闪烁。庄阳闻言，脑海中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轮廓，原来昏迷后竟发生了如此凶险之事，而救自己的人竟然是掌门。对了，掌门，天剑门来犯。突然庄阳想到了什么，连忙询问道。苏如嫣然一笑，柔声道：“放心，危机已经解除，你操纵大阵立下奇功，天剑门赵干、周勃、柳琴伏诛，宗门无恙，弟子们也仅有轻伤。”说着，玉手轻招，散落在地上的宫装飞起，迅速而优雅地穿戴整齐，转眼间便重新恢复了雍容华贵的掌门仪态。只是俏脸、脖颈、耳根处的绯红一时难以消退。庄阳得知宗门安然无恙，长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心神彻底放松下来，然后也手忙脚乱地捡起衣物穿好。一时间二人相顾无言，气氛微妙而沉默。庄阳犹豫了片刻，率先打破僵局，朝着苏如深深一揖：“弟子多谢掌门救命之恩。”苏如脸上的红霞未退，凤眸中水光流转：“客气作甚，以后你也不必再叫我掌门了。”啊！庄阳一愣，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苏如。苏如清了清嗓子，声音羞怯：“我原因已付于你，天也快亮了，准备一下，我们便举行道侣大典吧。”道侣大典？何掌门？庄阳被苏如的话语惊得七荤八素，呆立在了原地，久久不能回神。苏如见状，心中的羞意反倒云散烟消，只觉哭笑不得。当天中午，消息便雷厉风行地宣布了下去，整个合欢宗一片哗然。主殿广场之上，人头攒动，所有弟子聚集于此，脸上写满了震惊以及浓浓的八卦之色。天啊，掌门竟然也要和庄师弟结为道侣，那今后庄师弟的地位岂不是？不过庄师弟立下了不世之功，救了整个宗门，而且他模样俊朗，可是这也太……弟子们议论纷纷，目光不断在高台之上扫视。人群前列，苏青离、红芍、白芷、青罗、茯苓几人站在一起，神色更是复杂无比。尤其是苏青离，他看着高台上自家姐姐那强装镇定却难掩羞意的侧脸，忍不住撇了撇嘴，用只有身边几人能听到的声音嘀咕道：“按照贡献点排名，明明我才是第二个，姐姐排第3才对，怎么还带插队的？”红芍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掰着手指头算：“紫苑师姐是第一，掌门这算是特殊情况提前了，毕竟昨天他和庄师弟指不定怎么折腾呢。”白芷脸上没什么表情，随口安慰了一句：“青离，别着急，很快就到你了，按照排队顺序，你是下一个。”青罗和茯苓也都点了点头，反正掌门插队，
影响的只有苏清离一个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突然，洪韶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美眸陡然一亮，他压低声音对着身旁4人兴奋地说道：“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跟庄师弟结道侣，似乎要按照规矩来才行了。”白芷闻言，立马明白了洪韶的意思。对，必须5行灵根平衡，否则会导致小师弟灵力紊乱。青罗若有所思，紫苑师姐是天阴之体，灵力有水、木、土3系，而掌门是金火双灵根，他们2个加起来5行属性正好齐全，而且修为相差不多，也足以平衡。苏清离闻言则是一愣，下意识说道：“我是木灵根。”青罗道：“我是土灵根。”茯苓轻声道：“我是金灵根。”白芷美眸也是一亮，补充道：“我是水灵根。”洪韶一拍手，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声音激动道：“我是火灵根，咱们5个修为都差不多，而且加在一起5种灵根齐聚。”说话间，环视其余4人，美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如此算来，只要我们5个一起和小师弟结为道侣，一同修炼合欢仙经，那5行灵力岂不是也能完美平衡？此话一出，其余4人的脸上陡然飞满了红霞。一起结为道侣，苏清离心跳加速，白芷也是耳根泛红，青罗和茯苓更是面面相觑。这个提议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但仔细想来，似乎又必须这样。倘若是单独一人和庄阳结道侣，那练起功来对庄阳有副作用。只有他们5个修为相近，灵根不同，且又能凑齐5行的，一起和庄阳结道侣，才能杜绝隐患。5女凑在一起，眼神交流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悄然达成。就在他们暗中谋划着集体道侣大计之时，高台之上，仪式已经开始，依旧是那座白玉祭坛，依旧是苏如亲自主持，流程与上次和紫苑结为道侣时大同小异。苏如吟唱咒文，祭坛符文亮起，气息笼罩全场。他左右手指间分别点向自己和庄阳的眉心，同心气成。最后，苏如转过身，面向全场弟子，尽管脸上红晕未消，但依旧维持着掌门的威仪，朗声道：“自今日起，本座与庄阳便是我和欢宗公认的道侣。”广场上在短暂的寂静后，响起了参差不齐的恭贺声：“恭贺掌门，恭贺庄师弟，祝掌门与庄师弟永结同心，大道同行。”庄阳与苏如的道侣大典落下帷幕，祭坛光华敛去，众弟子纷纷离开，偌大的广场很快变得空旷起来。然而，却有6道身影依旧留在原地，正是紫苑以及洪韶、苏清离、白芷、青罗、茯苓5人。紫苑眸光扫过5位神色各异、欲言又止的师妹，心中了然，却未点破。她身形一动，化作一道白色遁光，轻盈地落在高台之上，来到庄阳与苏如面前。苏如脸上红晕尚未完全消退，见紫苑过来，便知有事，轻声问道：“紫苑师妹，有何指教？”紫苑目光扫过苏如和庄阳，最终落回到了苏如的俏脸上，语气平静：“掌门师姐，既已和庄阳结为道侣，不知今后我们住在何处？你我的洞府显然都不够住了。”苏如闻言一愣，倒是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与紫苑皆是庄阳的道侣，终究是要住在一起的，总不能分居2处，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就在苏如沉吟之际，庄阳试探性的提议道：“要不我们去静心阁，那里原本就是我的住处，房间也足够宽敞。”紫苑点了点头，接过了话茬：“我都可以，静心阁确实不错，环境清幽，空间也足够，不光是我和掌门师姐，就算……”说着，目光似有若无地扫了一眼台下正竖起耳朵听的5人，语气平淡无波：“再多几个人，想来也住得下。”庄阳连忙点头：“对对，住得下，绝对住得下。”苏如见2人都倾向于静心阁，也觉得那里确实是个合适的选择，便点头同意也好，那便住在静心阁吧，再重新收拾布置一下。住宿问题解决，庄阳想起正事，神色一正，对苏如和紫苑说道：“掌门，紫苑，接下来几日，我打算闭关，全力冲击结丹之境，还望……”话音未落，苏如凤眸瞥了庄阳一眼，语带娇嗔，打断道：“还叫掌门，怎么不改口？”庄阳心头一荡，清了清嗓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改口道：“如儿、月儿，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护法周全。”此话一出，苏如和紫苑的俏脸皆是一红。如儿、月儿，没想到庄阳叫得这么亲密。苏如心念急转，看样子这小师弟已经不再单纯，心思也变得活络了起来了。不过说来也是，都已经结了2个道侣，而且庄阳和紫苑的经验完全在自己之上，更不用说宗门里那些只会口花花、实战经验完全为零的小丫头们。苏如回过神来，嫣然一笑，媚声道：“好说，你安心闭关便是，
有我与紫苑师妹在，定保你无虞。紫苑也微微颔首，表示同意。就在这时，台下等候已久的红芍五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终于按捺不住，一起走上了高台。他们脸上都带着红晕，眼神躲闪，又忍不住偷偷去看庄阳。庄阳、苏如和紫苑的目光同时投向这5位联袂而来的女修，尤其是庄阳，看着这5位风情各异却皆是绝色的师姐一起走过来，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拍，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一个念头更是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这5位师姐不会对我也有想法吧？但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就被他自己迅速掐灭了，并非是怀疑他们没有想法，而是把骂掐掉。肯定有想法，而且庄阳扪心自问，自己的想法恐怕还在他们之上。面对如此多的绝色仙子，身为一个正常男子，怎么可能没有旖旎念头？远的不说，就说方才在道侣仪式上，他看着台下那数百位莺莺燕燕、环肥燕瘦的师姐，心里早就不知道盘算过多少遍了，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来合欢宗真是来对了。甚至暗暗感谢起当初那个走错宗门的自己，要是真进了清净门，天天青灯古卷，戒律清规，哪能有如今这般大道可期、幸福无边的光景。很快，红芍作为5人中最大胆的，挺了挺胸，率先开口对庄阳道：小师弟，恭喜恭喜啊，又结良缘。苏经理小声附和：恭喜姐姐，恭喜庄师弟。白芷、青罗、茯苓也都行礼祝贺。庄阳微微一笑：多谢几位师姐。苏如也道：多谢几位师妹，你们可有什么事？红芍与其余4女对视一眼，最终还是由他硬着头皮道：掌门，小师弟之前不是灵力失衡吗？就算是修习合欢仙经，也需要维持5行灵力稳定。刚才我们正聊着这事呢，这不聊不要紧，一聊却发现，嘿，5个人加在一起，恰好是金、木、水、火、土5行灵根俱全。嘿嘿，您说这巧不巧？您看，要不要我们也一起帮小师弟维持5行平衡？苏如和紫苑微微一怔，随即看向5人的眼神都变得意味深长了起来。好家伙，这是组团来了！还没等2人回应，庄阳却先开口道：5位师姐有心了，待师弟我成功结丹之后，定当与诸位师姐好好探讨，深入研究这5行相生相克、平衡互补之大道。此话一出，苏如和紫苑又是一愣，这么主动。红芍5人则喜上眉梢，异口同声地说道：小师弟，那咱们可说定了。一定一定。庄阳心中豪情万丈，仿佛看到了未来道侣成群共参大道的辉煌前景。当天傍晚，暮色四合，静心阁内暖意融融，主卧那张特意更换的足够宽敞的雕花木床上，庄阳半倚着柔软的锦垫，左臂揽着雍容华贵的苏如，右臂则是环抱着清冷绝尘的紫苑，脸上带着慵懒满足的笑意。体内灵力在合欢仙经运转后愈发圆融，随时可以进行结丹。苏如卸下了白日里掌门的威严，温顺的蜷在庄阳身侧，纤纤玉指轻轻划过庄阳结实匀称的腹肌，凤眸中眼波流转，戏谑的开口道：白天在广场上面对红芍他们5个，你答应的倒是爽快主动的很啊。语气听不出喜怒，却带着一股撩人心弦的魅意。庄阳闻言低头看着怀中佳人，脸部红心不跳，义正辞严的说道：我身为合欢宗一员，自当以宗门大业为重。红芍师姐他们主动提出以5行灵力助我平衡道基，此乃互利共赢之事，于宗门团结，与我个人修行皆有裨益，自然要主动应下，岂能推诿？唯有早日修行有所成就，方能更好的回报宗门，庇护诸位师姐啊。苏如被这番高论逗得忍俊不禁，娇嗔道：明明是心里乐开了花，偏要说的这般大义凛然。庄阳撇了撇嘴，一脸无辜加诚恳：如儿明鉴，我句句发自肺腑。咱们合欢宗走的不就是这阴阳和合、共参大道的路子吗？只要道心坚定，一心向道，这些肌肤之亲、红粉骷髅，不过都是助我等攀登大道的外物罢了。心中一片清静，不起波澜。苏如还想调侃几句，一直安静靠在另一侧闭目调息的紫苑却忽然睁开眸子道：庄阳说的倒是心里话，师姐你还不够了解他。当真？苏如一愣，可某人急不可耐，气喘吁吁的模样，不像是个心静如水的啊。一码归一码。紫苑淡淡道：倘若庄阳不够积极，就该轮到师姐你不高兴了。苏如蹙了蹙黛眉，这死，好像仔细想来，庄阳的话似乎又有那么一点道理，搞得他都有些动摇了。嗨嗨，我方才也是为了闭关冲击结丹做准备，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抓紧时间巩固一下根基，也算是顺道帮如儿了解一下
仙金运转的诸般妙处。最关键的是，确保闭关之时万无一失。庄阳煞有介事地说着，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些。紫苑柔声开口，向庄阳保证道：“你且安心闭关，我与师姐定会护你周全。”苏如也抬起水光潋滟的眸子，望向庄阳的眼神中满是柔情蜜意。待你结丹之后，你便是宗门长老了，合欢宗便又多了几分底气。庄阳微微颔首，看着怀中两位风情各异却同样倾国倾城的道侣，想到即将开启的闭关之路，心中无限憧憬。虽说入宗还不到1年时间，但修为突飞猛进，倘若换作其他宗门，恐怕还止步于炼气期。可眼下竟要结丹了，而且势在必行，这合欢宗当真是妙不可言。次日，庄阳准备闭关冲击结丹之境。阁内一间特意清理出来的宽敞静室内，庄阳盘膝坐于中央蒲团之上，神情肃穆。苏如与紫苑则一左一右静坐护法，确保万无一失。月儿、如儿，这次结丹就拜托你们了。庄阳看向身旁两位风华绝代的道侣，淡淡道。苏如闻言嫣然一笑，你我之间何须客气，安心冲击便是。顿了顿，似是想起什么，又道：结丹乃是修行路上第一道真正的大坎，灵力化业为固，凝聚金丹，风险不小。我手里倒是有一道凝海金丹的丹方，此丹能在结丹时辅助凝练灵力，提升至少2成结丹成功率。庄阳眼睛一亮，竟有如此丹药，那药材可齐备？苏如微微颔首，此丹所需主要凝海花，故园灵芝颇为罕见，年份要求也高。不过青离在秘境中收获颇丰，其中就有这几味药材。说完便不再犹豫，玉手一翻，一枚闪烁着灵光的传讯符出现在掌心，又将符箓置于唇边，低声说了几句，接着并指如笔，在虚空中迅速勾勒出几道符文，融入符箓之中。最后屈指一弹，传讯符化作一道流光，飞向了外间。不多时，竟是外传来了苏青离的声音：姐姐，庄师弟，紫苑师姐，我来了。进。苏如话音落下，苏青离快步走入，脸上带着关切：青离，你之前在秘境所得可有凝海花、固元灵芝、金髓草？苏如将凝海金丹所需的几味主药和辅药依次报出。苏青离闻言，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个玉盒。有，姐姐说的这几样我都有采摘到，年份虽然参差不齐，但至少都是500年以上的。说着打开玉盒，里面存放的药材灵气氤氲，形态各异，正是炼制凝海金丹所需。庄阳看着这些药材，心中一动，又问道：青离师姐，你那里可有炼制筑基丹的药材？苏青离闻言一愣，下意识点头：有是有，玉髓枝、血晶草这几样主要我都采到了不少。庄师弟，你不是已经筑基了吗？还要筑基丹何用？庄阳微微一笑：并非我用，我是想着宗门内还有许多炼气期的师姐，若能多炼制些筑基丹，助他们早日筑基，宗门整体实力也能提升一些。此话一出，苏如、紫苑、苏青离3女眼中都掠过一丝惊讶与赞许。他们没想到庄阳心中挂念的不仅是自身修为，还有整个宗门的未来，这份心胸与担当不由得让他们刮目相看。苏如欣慰点头，柔声道：你有此心甚好，不过话锋一转，语气多了一丝玩味，你既已即将结丹，按照修仙界惯例，修为高者为尊，虽说咱们合欢宗内对修为高的都以师姐相称，不甚拘泥，但对于那些修为确实低于你的同门，你该改口叫师妹了，否则他们压力可就大了。庄阳恍然，连忙改口：如儿提醒的是给诸多炼气期的师妹们用。苏青离也眼唇轻笑：那我这个修为不如你的，也该叫你一声庄师兄了。庄阳连忙摆手：青离师姐说笑了，咱们各论各的，各论各的。玩笑过后，庄阳神色一正：药材有了，但数量恐怕还不足以惠及众多师妹，无妨，看我的。他让苏青离将炼制凝海金丹和筑基丹的药材置于身前空地，随后屏息凝神，双手虚按在那些药材之上，转眼间掌心散发出了丝丝缕缕的5色灵力，笼罩住了那些药材。不多时，令人惊叹的景象发生了，这些药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分株，凝海花旁边迅速冒出了新的嫩芽，然后茁壮成长，不过数十息功夫便化作了另一株同样灵气盎然的成熟体。固元灵芝更是如同军毯般蔓延开来，1生2，2生3，不仅仅是分株繁殖，它们的年份也在纯阳之气的滋养下飞速增长。原本500-600年的药材，灵光愈发浓郁，药香扑鼻，很快便突破了1000年界限，并且还在稳步提升。半日时间悄然而过，当庄阳缓缓收工时，
净室内原本只有寥寥数份的药材，已然堆积成了2座散发着浓郁药香的小山。一座是炼制宁海金丹的药材，另一座则是炼制筑基丹的药材，每一株都至少是1000年以上的年份，灵光流转，品质极高。除此之外，庄阳还顺手催生了一大堆炼制凝气丹的普通药材，足够炼制数千颗凝气丹。苏如、紫苑、苏清离3人站在一旁，全程目睹。即便早已知道庄阳体质特殊，此刻也不禁再次为之震撼，啧啧称奇。这便是纯阳仙体的造化之力，如同神迹。苏如喃喃自语，美眸中异彩连连。紫苑看着这些灵植，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等催发生机的能力，若是对上妖族那些植物化形的大妖，他摇了摇头，将这个有些离题的念头压下。药材足够了。这时，庄阳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笑道。说完，便服用了几颗丹药，开始打坐调息，恢复灵力。苏如回过神来，则立刻向苏清离安排道：清离，你将这些筑基丹和凝气丹的药材全部拿去丹房，交给白芷和几位精通炼丹的师妹，让他们即刻开炉，全力炼制。务必要炼制出足够数量的筑基丹和凝气丹。炼制完成后，将凝气丹分发给所有炼气7弟子，助他们修炼。筑基丹则作为奖励，赐予那些达到炼气大圆满、有望突破的弟子。记住，凝气丹需叮嘱他们慢慢炼化吸收，切不可贪多冒进。并非所有人都像庄阳一样拥有纯阳仙体，可以快速吸收药力。对于普通修士而言，循序渐进，夯实基础才是正道。是，姐姐，我这就去。苏清离连忙应下，将药材分门别类的储物袋中，快步离开了净室。待苏清离离去，净室内便只剩下庄阳、苏如和紫苑3人，以及那堆专门为宁海金丹准备的年份超标的顶级药材。接下来便是炼制着宁海金丹了。苏如挽起袖口，露出2截雪白的皓腕，转头看向紫苑道：此丹炼制不易，需以文武之火交替淬炼。紫苑师妹，你……话音未落，紫苑微微蹙眉，坦然道：师姐，我于丹道一途涉猎不深，恐怕帮不上太多忙，便在旁守护，防止外界干扰吧。苏如闻言了然点头。他作为掌门，需要处理宗门大小事务，各方面都有所涉猎，而紫苑更专注于自身功法的修行，加之年龄确实比他小上不少，修炼时日尚短，未能分心他顾也是正常。无妨，由我来炼制即可。苏如说着，取出一个3足2耳的赤红色高级丹鼎。我也可以帮忙炼制。庄阳收敛心神，看向苏如，2人默契的同时出手，将灵力注入丹鼎之下，点燃了炉火。苏如手法娴熟，将一味味药材按照特定顺序和时机投入鼎中，庄阳则全力配合，精准调控着丹火的温度。丹鼎之内药液翻滚，灵光氤氲，奇异的药香逐渐弥漫开来，沁人心脾。紫苑手一旁设下禁制，放出神识，笼罩住整个静心阁。静心阁内丹香愈发浓郁，云雾在静室中缭绕。庄阳全神贯注，纯阳仙体对灵力的掌控力，在此刻展现的灵力禁制，不仅能完美配合苏如对火候的要求，甚至能敏锐感知到药液中每一丝细微的变化，适时调整火候，使得药力融合更加完美，杂质被剔除得更为彻底。苏如心中暗赞，原本还担心庄阳初次炼制高阶丹药会有些生疏，没想到表现远超预期。那份举重若轻的掌控力，仿佛经营丹道数百年的老手，有他相助，炼丹的成功率与丹药品质都能提升不少。紫苑静坐一旁，虽不参与炼丹，但神识始终笼罩四方，确保没有任何干扰。时间一点点流逝，鼎内的药液逐渐浓缩，颜色也从薄杂变得纯粹，最终化作一团金色光晕。凝丹之时到了。苏如说着，双手法诀变换。庄阳心领神会，体内灵力汹涌而出，加大了淬炼的火候。嗡！丹鼎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鼎盖微微震颤。下一刻，鼎盖冲天而起，3道金色流光自鼎内激射而出。苏如早有准备，袖袍一挥，灵力如同罗网，将流光笼罩。最终灵光见脸，显露出本体，那是3颗龙眼大小，表面有着天然云纹，内部灵力涌动的丹药宁海金丹成，而且一出炉便是3颗极品。苏如将3颗丹药射入手中，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有此丹相助，你结丹之事当有90%把握。庄阳也是心中一喜，接过丹药郑重收好，炼丹既成，便不再耽搁。庄阳调整好状态，在净室中央的蒲团上盘膝坐下。苏如与紫苑分别占据净室一角，为其护法。庄阳先取出1颗宁海金丹，仰头服下，丹药入口即化，涌入4肢百骸。
最终百川归海，汇入丹田灵湖。庄阳感受到药力完全化开，状态调整至巅峰，便不再犹豫，引导着灵湖向着中心一点压缩凝聚。这是一个水磨功夫，急不得也乱不得。苏如和紫苑能清晰地感受到净室内的灵气开始向庄阳汇聚。与此同时，天剑门议事大殿，昔日至少有5、6位结丹长老坐镇的大殿，此刻却显得异常空旷冷清，只有掌门以及另外2位负责传功的孙长老和掌管戒律的马长老。天剑门掌门端坐主位，眉头紧锁。已经过去2天2夜了，赵干、柳晴、周伯3人，连同他们带去的10几名筑基精锐弟子，竟如人间蒸发了一般，音讯全无。掌门师兄，这都2天了，赵师兄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孙长老性子较为急躁，忍不住开口，脸上写满了担忧。合欢宗虽然示弱，但苏如毕竟是结丹中期，若是他们早有防备，设下陷阱。孙师弟，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马长老出声反驳，你可别忘了，除了咱们宗门之外，玄武谷和烈阳山，甚至盘石宗也参与了。光是结丹期加起来就有9人之多，就算合欢宗有护山大阵，也绝无可能胜过9位结丹期联手。定是那合欢宗库藏惊人，赵师兄他们正在清点收获，一时忘了传讯回来罢了。清点收获需要1天2夜。孙长老十分怀疑，心中依旧忐忑，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于牵强了吧？马长老张了张嘴，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忽然天剑门掌门猛地一拍扶手，肃静。他目光扫过2位长老，沉声道：在此妄加猜测毫无意义，本座已分别派遣弟子前往玄武谷、烈阳山打探消息，是福是祸，很快便知。话音刚落，殿外便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报！一名筑基弟子神色慌张地冲进大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启禀掌门，弟子从玄武谷打探回来了。讲。天剑门掌门目光一凝，那弟子喘着粗气，连忙回禀：弟子在玄武谷暗中询问了数名相熟的道友，他们皆言前夜至今，他们谷内的李长老、王长老一直都在谷内闭关或处理事务，从未离开过，也并未接到我宗赵长老等人的任何联络讯息。他们甚至不知道赵长老等人前去合欢宗之事。什么？孙长老和马长老同时惊呼出声，脸上写满了诧异。天剑门掌门瞳孔骤缩，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怪事，你可打探清楚了？玄武谷那2位长老前夜真的未曾离开宗门？千真万确，弟子不敢妄言。那探子弟子肯定道。就在这时，又一名弟子连滚爬爬地冲了进来，脸色煞白。掌门，弟子从烈阳山打探回来了。说。天剑门掌门的视线落在新进来的弟子身上，语气急迫道：烈阳山的人说，他们宗门的周长老和吴长老前夜在宗门内主持弟子考核，未曾外出。他们否认与我宗长老有过约定，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轰！消息如同惊雷炸响。玄武谷否认，烈阳山也否认了。联想到赵干3人连同数十精锐弟子至今音讯全无，最有可能的情况便是前夜遭遇变故，玄武谷、烈阳山长老见势不妙，抽身而退，将天剑门出卖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马长老脸上血色尽退，孙长老也喃喃道：完了，3位结丹长老，数十筑基精锐，我天剑门元气大伤啊！天剑门掌门身体微微晃动，勉强扶住座椅才站稳。此刻的他脸色铁青，眼中满是惊怒。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区区合欢宗如何能有如此雷霆手段？难道说他们那位闭关的老祖其实早已出关，或者他们得到了什么强大的助力？掌门师兄。这时间，马长老和孙长老齐齐看向了天剑门掌门。天剑门掌门沉了口气，本座亲自去盘石宗一趟，问明缘由。倘若真是合欢宗害了我宗的3位长老，势必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天剑门掌门驾驭遁光，不过个把时辰便已抵达盘石宗山门之外。盘石宗坐落于一片巍峨石山之中，宗门建筑多以巨岩垒砌，风格粗犷厚重，与天剑门的凌厉锋锐截然不同。他刚按下遁光，就有值守的盘石宗弟子迎了上来。盘石宗弟子见来人身上散发出的结丹后期威压，以及身上标志性的服饰，不敢怠慢，连忙躬身行礼。晚辈拜见天剑门前辈，不知前辈驾临，有何贵干？天剑门掌门沉声道：本座天剑门掌门剑痴，有要事需面见贵宗铁勒掌门，通传一下吧。那弟子闻言，神色更显恭敬。原来是剑痴掌门驾临，请随晚辈至迎客殿稍后。晚辈立刻去通禀掌门。剑痴微微颔首，跟随引路的弟子来到了一处空旷
以整块黑石雕琢而成的迎客大殿，并未等待太久，便听到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哈哈，剑痴道友，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真是稀客，稀客啊！磐石宗掌门铁勒，人未至，声先到，笑声洪亮。剑痴抬头望去，只见一位身材异常魁梧、肌肉虬结、面容粗犷、穿着无袖皮袄、露出古铜色双臂的中年大汉龙行虎步而来。来人正是磐石宗掌门铁勒。剑痴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得不挤出一丝笑容，起身拱手道：“铁勒道友，冒昧来访，打扰了。”“哎，道友说的哪里话？你我两宗同气连枝，何来打扰一说？”铁勒大手一挥，示意剑痴坐下，自己也大大咧咧地坐在主位，又看似随意地问道：“道友此番前来，可有什么要事？”剑痴心中焦急，也懒得过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题：“铁勒道友，明人不说暗话，前夜我宗赵干、柳晴、周伯3位长老，连同数十名筑基弟子，前往合欢宗，至今音讯全无。据本座所知，贵宗的10长老似乎也曾同行，不知铁勒道友可知晓其中内情？我宗3位长老如今是生是死，还请道友如实相告。”铁勒闻言，脸上热情的笑容微微一僵，随即装出了一副茫然模样，问道：“哦，竟有此事？赵干道友他们失踪了？前夜10长老……”说话间眉头皱起，又做沉思状，最终摇了摇头，一脸无辜地看向剑痴：“剑痴道友，你是不是弄错了？前夜我宗10长老一直在宗门内指导弟子修炼磐石体术，并未外出，更不曾与贵宗长老有什么约定前往合欢宗啊。”剑痴看着铁勒那副装傻充愣的模样，心中怒火升腾，拳头暗自攥紧。他强压下火气，声音愈发冰冷：“铁勒道友，此事关系重大，并非儿戏。本座既然亲自前来，自然是掌握了一些风声，还望道友看在两宗往日交情上，能给个明白话。”铁勒撇了撇嘴，语气带着几分不悦：“剑痴道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信不过铁某？我说不知便是不知，难不成道友还要强行给我磐石宗扣上什么罪名不成？”两人目光在空中碰撞，气氛变得有些剑拔弩张。剑痴心知，若无足够代价，这老狐狸绝不会松口，于是深吸一口气，袖袍一拂，尺许长的寒玉盒出现在手中。玉盒通体剔透，散发着丝丝寒气，隐约可见其中盛放着一物。铁勒道友，剑痴将玉盒悬空，推向铁勒，声音低沉：“此物乃是我早年游历所得一株80年份的玉髓枝。”玉髓枝3字一出，铁勒瞳孔骤然收缩，连呼吸都为之抑制。剑痴又轻轻抬指，隔空将盒盖缓缓打开，霎时间，一股奇异药香弥漫开来。只见玉盒之内躺着一节约墨手指粗细的根茎，正是炼制辅助结丹的丹药宁海金丹的一味主药玉髓枝。80年份，只差20年便能达到入药的要求，其价值至少数万下品灵石。剑痴道友，为何突然取出这等宝贝啊？铁勒开口询问，一直盯着玉髓枝，目光仿佛粘在上面了一样。剑痴见铁勒眼中流露出的贪婪之色，心中冷笑，面上却一片诚恳：“此物赠与贵宗，求一个答案。我只要得知真相即可，绝不会将贵宗卷入此事之中，所有后果由我天剑门一力承担。”铁勒闻言若有所思，80年份的玉髓枝，这份礼太重了，重到让他无法拒绝。更何况剑痴还承诺不将磐石宗牵扯进去。片刻后，他一把将寒玉盒接过，迅速盖上，收入储物袋中，动作行云流水，生怕剑痴反悔。嗨，铁勒干咳2声，脸上堆起笑容：“剑痴道友如此诚意，我铁勒若是再隐瞒，倒显得不近人情了。罢了罢了。”说话间，他扯着嗓子朝殿外喊了一声：“唤10长老来。”不多时，10长老顿光赶到。铁勒面带笑意，看着10长老嘱咐道：“10长老，剑痴掌门诚意十足，只想知道前夜在合欢宗发生了什么，并且保证不会将磐石宗牵扯进来。既如此，你便把你知道的跟剑痴道友说说吧。”听见这话，10长老心下了然，立刻上前一步。他先是朝着剑痴拱了拱手，然后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为难之色，说道：“剑痴掌门，非是我等当初不仗义，实在是……实在是情况危急，不得已而为之啊。那夜，我等4宗联手，确实按照计划围攻合欢宗。起初一切顺利，合欢宗的千幻迷情阵眼看就要被攻破，怎料他们竟设下了陷阱。就在我们全力攻击大阵时，外围不知何时又升起了一层更强的千幻迷情阵，将我们所有人反包围在了其中。那阵法诡异无比，赵干长老一时不察，竟被阵法所化的锁链困住。柳青长老和周伯长老救援，也险些陷落。千钧一发之际，合欢宗那小子通过阵法传音分化瓦解，
承诺只要玄武谷、烈阳山和我们立刻离开，便打开缺口，绝不追究。玄武谷和烈阳山那两个墙头草见势不妙，立刻就带人跑了。我盘石宗本想出手相助，但眼看大势已去，赵长老他们又被死死缠住，为了保存宗门实力，也只好。说到这里，他重重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剑池掌门，别怪我们不仁义，主要是当时情况太过危急，那合欢宗早有准备，阵法威力远超想象。若是再迟疑片刻，恐怕我盘石宗的人都要栽在那个鬼地方。剑池听得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心头恨意狂涌。合欢宗竟设下了陷阱，玄武谷、烈阳山、盘石宗也都是群背信弃义的混蛋。他强忍着滔天怒火，忽然觉察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厉声问道：等等，你说操纵大阵的是那小子，那个叫庄阳的？没错，就是他。石长老重重点了点头。合欢宗就他一个难修，绝不可能出错。但这怎么可能？剑池冷声道：据本座所知，他1个月前还只是练气期，即便侥幸筑基，如今撑死筑基初期，怎么可能操控得了能困住9位结丹修士的护山大阵？石长老叹了口气，柳琴长老当时判断声音是从阵眼核心处传来，因此操纵大阵的也只能是他了。的确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此子邪门得很，短短10日修为进诡异不说，对阵法的掌控力更是骇人听闻。赵干长老的镇山风月印和本命飞剑都被那阵法之力给生生夺了去。庄阳，剑痴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眼中寒光爆射。一个原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练气小辈，竟然成了导致他天剑门元气大伤3位结丹长老陨落的罪魁祸首之一，简直荒谬至极。但磐石宗师长老言之凿凿，且付出了玉髓之的代价，由不得他不信。合欢宗必须付出代价，此子也绝不能留。思及至此，剑痴猛地站起身，周身杀气纵横。他朝着铁勒和石长老拱了拱手，多谢2位告知实情，今日之事出得你口，入得我耳，天剑门铭记于心，告辞。说完，不待铁勒和石长老回应，身形便化作一道遁光，冲天而起，转瞬消失在磐石宗天际。与此同时，静心阁静室内，灵气漩涡渐渐平息，最终化作道道涟漪，彻底融入盘座中央的庄阳体内。他紧闭的双眸倏然睁开，眼底深处五彩光华一闪而逝，旋即恢复清明。一股远比筑基期磅礴、凝练，带着淡淡威压的气息，自然而然地散发开来。结丹成，恭喜夫君，金丹大道已成。苏如率先开口，凤眸中满是欣喜。紫苑虽未言语，但冰湖般的眸子里也漾开了笑意，轻轻颔首。庄阳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只觉得周身通泰，灵台清明。丹田之内，一枚圆融无瑕、散发着五色光芒的金丹正缓缓旋转，每一次转动都吞吐着海量的灵气，输送到四肢百骸。感受着体内浩瀚的力量，庄阳正欲说话，却见苏如脸色微变，惊讶道：你这灵力波动，刚入结丹，为何如此雄厚？几乎堪比结丹中期修士了。紫苑也凝神感知，难以置信道：恐怕不止，几乎要达到结丹中期的巅峰层次。两女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撼。纯阳仙体的修炼速度与根基厚度，简直骇人听闻。庄阳闻言也仔细内视了一番，点头道：确实感觉灵力比之前澎湃了数倍不止。说话间又心念一动，神识向外蔓延，静心阁内的一切纤毫毕现，继而穿透墙壁，覆盖四周，向外延伸。片刻后，他收回神识，淡定地说道：神识探查清晰范围约在30里左右，若是模糊感应，大概能触及50-60里外。30里清晰，50-60里模糊。苏如惊诧道：这已是结丹后期修士才能具备的神识强度了。紫苑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结丹初期的修为，结丹中期的灵力，结丹后期的神识范围，这等底蕴，即便顶级大宗门的核心真传也望尘莫及。庄阳见两女反应如此之大，反倒是谦虚了起来，说道：如儿，月儿过誉了。我虽然侥幸结丹，灵力、神识或许比同阶强上那么一些，但自知实战经验为零，斗法技巧、临阵应变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最关键的是，一直以来都是靠着本能和棘手粗浅剑诀应对，并未修习过高深的功法，根基算不得稳。这番话也算是发自肺腑。修为暴涨固然可喜，但空有力量而无法完美驾驭，便是空中楼阁，如同孩童舞剑，伤人也伤己。当下若真与结丹修士生死相搏，短板会立刻暴露无遗。苏如闻言连连点头，俏脸上露出欣慰之色。能在此刻保持清醒，不骄不躁，
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这份心性远比天赋更令人赞赏。夫君所言极是。苏如语气郑重起来，修为是根本，但运用修为的法门同样至关重要。你现在已是结丹修士，当务之急便是确定一门契合自身的主修功法，潜心修习，将暴涨的修为彻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力。顿了顿，凤眸中闪过一丝金光，继续道：而且一旦功法确定，你便需要开始着手寻找合适的材料，炼制属于自己的本命法宝了。本命法宝？庄阳眼神一亮。不错。紫苑接话解释道，本命法宝与修士心神相连，伴随修士成长，威力绝非寻常法器法宝可比。唯有祭炼了本命法宝，结丹期修士的实力才能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苏如补充道，你身负五行灵根，纯阳仙体，选择功法和炼制本命法宝都需充分考虑这一点，力求发挥最大的优势。寻常的单属性功法于你而言反而是束缚。庄阳深以为意，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在极乐仙君洞府中得到的那部五行剑诀。此法诀包罗五行，玄妙精深，更是与他之前修炼的几门剑诀一脉相承，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当下便不再犹豫，将从秘境中得到的五行剑诀玉简取出，递给苏如和紫苑观看。如儿、月儿，你们看这部五行剑诀如何？苏如和紫苑看见玉简，神识沉入其中，片刻后，两人脸上都露出惊容。五行轮转，相生相克，好生玄妙的剑道法门。苏如赞叹，此法绝非寻常宗门所能拥有，其立意高远，若能修成，威力不可限量，确实是最适合你的功法。紫苑也点头认可。以此法为根基，你的本命法宝或许可以朝着五行兼备或可演化五行的方向构思。庄阳心中大定，好，那我便先闭关一段时日，将这五行剑诀参悟一番。苏如与紫苑见庄阳主意已定，便不再打扰他参悟，悄然退出了净室之外。廊下清风拂过，苏如凤眸中流光溢彩，忍不住轻声感叹，纯阳仙体果真厉害，眨眼功夫金丹就结成了。要知道你我当初可是闭关了许久。对了，夫君此番进的试炼所得机缘恐怕也远超我等想象，光是那部五行剑诀，其精妙深奥，便绝非寻常宗门传承可比，定是上古大能所留。他当时只拿出了合欢仙晶和几块极品灵石，想必还有更多隐秘。紫苑微微一笑，如冰莲微战，语气平和。夫君自然与众不同，他身怀重宝，且懂得了隐藏，知晓财不露白的道理，总比出来宗门时那般赤诚，或者说毫无心机，对任何人都不设防要好得多。苏如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嫣然一笑，点了点头。师妹此言倒是不假，懂得藏拙，才能走得更远。日后你我二人，乃至整个合欢宗，可都要多多倚仗他了。顿了顿，语气转为郑重，待夫君此次闭关结束，便正式宣告全宗，立他为宗门长老。二人是面对面在交谈，并未使用传音。净室之内，庄阳盘膝而坐，嘴角微微上扬，远超同阶的强大神识，将外面两位道侣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明白，苏如和紫苑并非疏忽，而是刻意如此。这是一种全然不设防的信任，是将宗门与自身未来毫无保留托付给他的姿态。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望，让他心头暖流涌动，定不能辜负如儿和苑儿，还有门内诸位。庄阳喃喃自语，收敛心绪，并未急于立刻参悟五行剑诀，而是心念一动，从储物袋中取出了诸多得自极乐仙君洞府的古老手札。这些手札记录着仙君的见闻与感悟，包罗万象，其中或许就有关于本命法宝的指点。神识沉入手札，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仔细搜寻与五行剑诀、本命法宝的相关记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庄阳眼神骤然一亮，目光牢牢锁定在手札某一页的技术上。五运斩灵剑。庄阳低声念出手札上记载的法宝名称，心神被其描述所吸引。根据手札所言，这五运斩灵剑乃是修炼五行剑诀修士的本命法宝，其炼制核心在于熔炼5种不同属性的法宝或灵材作为基底，辅以对应属性的灵矿，再融入修士自身精血与神魂印记祭炼而成。此剑一旦炼成，玄妙无穷，可凭心意分化出蕴含5行属性的剑芒。剑芒凝练如实质飞剑，威力惊人，分化数量与修士自身境界、灵力浑厚程度及神识强度息息相关。手札中提到，若修炼至元婴境界，最多可同时分化操控360道五行剑芒，布下惊天剑阵，乃至剑幕，绞杀一切。更让庄阳心动的是，这五运斩灵剑并非一成不变，它不仅可以像其他本命法宝那般温养在丹田，随着主人境界提升而增强威力，使其内在成长，还可以寻找更强大的五行属性法宝，
灵材重新熔炼入剑体之中，对相应的属性剑芒进行淬炼与升级，达到外在强化的效果。雷霄诛邪、青木续航、寒破封魂、焰星强攻、震月镇压，五行轮转，变化由心。庄阳越看越是兴奋，这五运斩灵剑完美契合了他的功法和体质需求。仅一把剑，实战起来却变化无穷，足以应对各种复杂战况，可谓一把更比6把强。就是它了。庄阳心中一定，兴奋之余开始思索炼制材料。心念一动，那方从天剑门召干处得来的镇山峰月印便出现在手中。这方宝印乃是通过大阵掠夺而来，土系法宝，品质不俗，正好可以作为炼制五运斩灵剑土形部分的材料之一。庄阳摩挲着宝印，感受着其中沉淀的厚重土系灵力，满意的点了点头。土形材料有了着落，剩下的金、木、水、火4种属性的合适法宝或灵材，就需要日后徐徐图之，耐心寻找了。这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将镇山峰月印小心收好，庄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终于将心神沉浸到了五行剑诀的参悟之中。当务之急是先将这部无上法门领悟透彻，打下坚实根基。静室之内陷入了长久的寂静。掌门殿内，苏如端坐于御案之后，神情专注地处理着宗门大小事务。身为掌门，自然不能终日沉溺于与道侣的温存之中。宗门的发展、资源的调配、弟子的培养，桩桩件件都需他劳心费神。忽然，殿外传来了阵阵脚步声和交谈声。他抬起头，只见以苏青离和红芍为首，白芷、青罗、茯苓紧随其后，5位姿容绝丽、风情各异的师妹正联袂而来。苏如美眸中闪过一丝讶异，这5人平日里虽也常来禀事，但如此整齐划一、结伴前来的情况却不多见。你们来找我，可有要事？苏如黛眉微蹙，主动询问道。话音落下，红芍扭动着水蛇腰，率先走到御案前，笑盈盈地说道：掌门师姐，瞧您这话说的，没有要事还不能来看看您了吗？我们是看您日理万机，心疼您，特意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苏青离、白芷几人也纷纷附和，言辞恳切，眼神却都有些飘忽，时不时瞟向静心阁的方向。苏如见状，岂会看不出他们那点小心思？好整以暇地往后靠了靠，凤眸扫过5人，故意板起脸，摇了摇头：少来这套，有什么话就直说，别绕弯子，否则我可不会主动点破，到时候憋坏了可别怪我啊。红芍俏脸一红，讪讪地撇了撇嘴，随即又娇媚一笑，凑得更近了些，语气夸张道：哎呀，掌门师姐，我们这不是关心您吗？您看看您，脸色红润有光泽，眼波流转含春水，看上去比之前吃住颜丹后效果还好，至少又年轻了好几岁呢。白芷一本正经地在旁边附和道，这定然是得到了庄师弟的悉心滋养，效果显著。不等苏如回答，苏青离又立马接着道：姐姐，2位师姐话糙理不糙，而且之前我们几人皆感知到静心阁方像有强大的灵力汇聚，金丹气息勃发，天照隐现。如果所料不差，庄师弟，按照规矩，我们该称一声庄师兄了，他应当已经成功结丹了吧？青罗和茯苓也是屏息凝神，紧张又期盼地望着苏如。苏如被5位师妹，尤其是自己的亲妹妹这般调侃，又用这种暧昧的眼神盯着，纵使身为掌门，也不禁感到脸颊微微发烫，脑海中更是不由自主地闪过之前的旖旎风光。他轻咳一声，强作镇定：夫君他确实已成功结丹，如今正在进士巩固修为，参悟心得的功法。夫君，红芍语气玩味：掌门，你叫的可真肉麻啊。白芷也道：掌门好大胆。苏青离和青罗、茯苓俏脸涨红，都红到了耳朵根。没想到苏如对庄阳的称呼这么快就变了，还叫得这么直接自然，如此坦荡，想必是基于2人先前更为坦荡的经历。行了，苏如俏脸同样涨红，你们到底有没有事情？没事就各忙各的去，别在这打扰我了。红芍闻言舔了舔红唇，笑盈盈地说道：掌门师姐别生气，我这就说嘛，庄师兄他出关之后，关于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五行平衡之事，您看。苏如看着红芍，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待他出关稳固境界之后，一切自然都有安排，放心吧。此话一出，红芍、苏青离、白芷、青罗、茯苓5人顿时喜上眉梢，互相交换着欣喜的眼神，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后与庄阳一同参悟大道的美妙前景。多谢掌门师姐，5人异口同声，声音里都带着雀跃。苏如轻轻一叹，随即挥了挥手，笑骂道：行了，别都杵在我这儿了，宗门事务繁多，既然来了就别想闲着，都给我帮忙处理些杂物去。
是，掌门师姐。五人此刻心情大好，应答得格外响亮。你们现在开始就……苏如正准备给眼前这5个心思活络的师妹分配些具体事务，也好让他们收收心。但话刚开了个头，忽然一道慵懒中带着威严的女子声音直接在他识海中响起：“苏如，来后山妙音洞一趟。”这声音，苏如娇躯微微一震，脸上轻松调侃的神色收敛，变得肃然无比。是太上长老妙玉夫人。太上长老不是正在闭死关，尝试突破元婴中期的瓶颈吗？此刻突然传音召见，而且是让他直接去其闭关的洞府。难道太上长老已经是元后大修士，准备出关了？还是说有其他什么？苏如心念电转，不敢有丝毫怠慢，先转头看向了还在眼巴巴等着安排工作的红芍5人，神色一正，语气急促道：“本座有要事需立刻处理，你们自行找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看着忙就行。”说完，不待红芍5人回应，便化作了一道遁光，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合欢宗后山禁地的方向疾驰而去。殿内5人面面相觑，红芍眨了眨媚眼，疑惑道：“掌门师姐这么着急，是去找庄师兄了吗？可这方向不对啊。”苏青离蹙着黛眉，摇了摇头：“不像，姐姐神色严肃，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与此同时，静心阁另一间静室中，紫苑正学习着阵法知识，忽然眼底闪过一抹诧异与凝重之色，同样的声音也在他识海中响起：“玉儿，速来妙音洞。”是母亲，妙玉夫人。紫苑立刻起身，黛眉紧蹙：“母亲提前出关了，是突破了，还是遇到什么关隘？”不敢耽搁，袖袍一挥，收起玉简，周身清冷遁光亮起，化作一道白虹，离开了静心阁。他紧随着苏如遁光的方向，直奔后山妙音洞而去。2道结丹期的遁光一前一后，划破合欢宗的上空，引得不少弟子驻足观望，窃窃私语。红芍5人站在掌门殿门口，看着苏如和紫苑这2位宗门核心一前一后匆忙赶赴后山，心中隐隐猜到了什么。苏青离若有所思，那是后山禁地方向，莫非是太上长老？青罗语气带着一丝担忧，连紫苑师姐也去了，看来真的是有大事发生。茯苓轻轻叹息，希望不是什么坏事吧。5人相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先前因为庄阳结丹和未来道侣之事带来的喜悦，被这股突如其来的紧张气氛冲淡了不少。他们不再多言，默默分散开，开始着手处理起宗门的一些日常事务，心中却都不由自主地牵挂着后山的动静。合欢宗后山禁地，被浓郁灵雾和层层禁制守护的山谷深处，有一座看似普通、石门紧闭的洞府。这里正是合欢宗太上长老妙玉夫人的闭关之地妙音洞。苏如和紫苑的遁光前后落在洞府门前，2人相视一眼，眉眼间皆带着凝重之色。苏如深吸一口气，率先上前一步，朝着紧闭的洞府石门恭敬地行了一礼，朱唇轻启：“弟子苏如拜见太上。”“来了，进来吧。”话音未落，一道慵懒富有磁性的女声从洞府内传来。声音响起的同时，笼罩在洞府周围的浓郁灵雾微微波动，层层叠叠的禁制光华悄然褪去。紧接着，沉重的石门发出低沉的嗡鸣，自行向内缓缓洞开，露出了其后幽深的甬道。苏如和紫苑不敢怠慢，立刻一前一后，快步走入其中。石门在身后悄然闭合，将外界的一切隔绝。甬道内并不昏暗，两侧石壁上镶嵌着的夜明珠照亮前路。这里与合欢宗其他地方的气息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雅的淡香，带着一股能凝心静气的韵味。穿过甬道，眼前豁然开朗，是一处颇为宽敞的厅室。厅内陈设简洁雅致，玉几、蒲团、香炉皆摆放得一丝不苟，地面光可见人，纤尘不染，四周墙壁亦是素白，整个环境清静素雅，透着返璞归真的静谧。就在苏如和紫苑刚刚站定时，内侧一间静室的珠帘被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掀开，一道窈窕的身影缓步从中走了出来。来人身着一袭简单的素白长裙，却丝毫不掩其曼妙动人的身姿曲线。云鬓微松，紧挽着一根木簪，几缕青丝垂落颊边，平添几分慵懒风情。五官精致动人，看上去不过27、8年纪，肌肤胜雪，一双眼眸似醉非醉，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此人正是闭关数十年合欢宗的太上长老妙玉夫人，也是紫苑的亲生母亲。母亲。紫苑见到妙玉夫人，清冷的嗓音微微放柔，上前一步恭敬行礼。苏如也连忙躬身，语气无比恭敬：“弟子苏如拜见太上长老。”妙玉夫人的目光在苏如和紫苑身上轻轻扫过，语气平淡：“不必多礼，唤你们前来是要告知你们一件事。
本座寿元将近。什么？苏如猛地抬头，美眸中满是惊骇之色。紫苑更是娇躯巨震，清冷的容颜瞬间血色尽退，失声道：“母亲，您已是元婴中期，想千年寿元，如今不过700余岁，正值鼎盛，怎么可能？”妙玉夫人轻轻摇头：“100年前，为庇护宗门周全，我本源消耗过巨，暗伤沉积，早已损及根基，影响了寿元。如今算来，只剩下不到10年光景了。”不到10年，紫苑喃喃重复着，眼眶泛红，泪水不受控制地盈满了眼眶。元婴修士，千年寿元，母亲竟已走到尽头。苏如从最初的震惊中迅速回过神来，心思电转间，猛地想起一事，急忙上前一步，语气急切道：“太上长老，弟子有一事需向您汇报。数月前，有一少年意外闯入我宗，名为庄阳，他身负传说中的纯阳仙体。他语速极快，将庄阳如何入宗，如何在新晋弟子比试中获胜，为宗门争取到了禁地试炼资格，以及在禁地秘境中寻回合欢仙晶等事，简明扼要的道出。期间，他还特地强调了庄阳的重要性和与其他弟子融洽的关系。”说完，下意识地看向了紫苑。紫苑会意，被泪水模糊的视线陡然清明，连忙附和道：“母亲苏如师姐所言千真万确，庄阳乃是纯阳仙体，若有他相助，凭借仙晶玄妙，说不定能助您一举突破到元婴后期。”妙玉夫人闻言，脸上并未露出意外之色，只是微微一笑，语气依旧平淡：“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晓，你们的心意我也明白。”说话间，他目光又落在紫苑身上，带着一丝怜爱：“月儿，你如今已是庄阳那小子的道侣，我这个做母亲的再去寻他相助，于情于理，成何体统？”紫苑一愣，随即用力咬着下唇，倔强地说道：“女儿不介意，只要能救母亲，女儿什么都不介意。不要胡闹了。”妙玉夫人轻叹一声道：“即便我不顾颜面，此事亦不可行，何况侥幸突破到元婴后期，又能如何呢？闭关这些年，我早已真至元婴中期巅峰，距离后期不过一步之遥。若非旧伤所累，再给我30-50年进修，我自有把握突破。可即便成了元婴后期大修士，寿元也并不会因此增长，除非能突破到那传说中的化神境界。”化神这2个字重如山峦，压在了苏如和紫苑的心头。他们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心情沉重无比。化神境界，那是指存在于古老典籍和传说中的境界，缥缈无踪。此界已知的最强者，也不过是几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元婴后期大修士。突破化神，谈何容易？那几乎是断绝了所有希望。母亲，紫苑的泪水再次涌出，声音哽咽。妙玉夫人走上前，轻轻将女儿揽入怀中，抚摸着她的青丝，声音温柔：“生老病死，乃是天地常伦。我等修士逆天争命，夺天地造化以延寿，比那凡人已是多活了数百载岁月，见识了更多风景，也该知足了。”顿了顿，语气转为凝重，看向苏如：“如今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月儿，便是这颗欢宗基业。我作画之后，消息务必保密，能瞒多久是多久。希望凭着我这把老骨头最后的一点余威，还能再震慑那些虎视眈眈的宵小之辈一些时日吧。苏如，宗门日后便要辛苦你了。”苏如闻言，鼻尖一酸，强忍着没有落泪，深深一礼后，声音坚定：“太上长老放心，苏如必竭尽全力护佑宗门，至死方休。”数月光阴弹指而过，庄阳从禁室内迈步而出，闭关结束，已然对五行剑诀有所小成。他刚走出禁室，便看到了苏如和紫苑的身影，两女容颜依旧绝丽，可眉宇间却隐隐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俏脸上都带着倦意与闷闷不乐。“夫君，你出关了，功法参悟可还顺利？”苏如率先回过神来，向着庄阳走去，声音依旧柔媚。“夫君。”紫苑也轻声唤道：“宗门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你们都心事重重的。”庄阳敏锐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眉头微皱，直接问道。苏如上前一步，挽住庄阳的手臂，语气故作轻松地说道：“宗门一切安好，若真要说有什么大事，那便是天剑门的掌门剑痴那老家伙，这几个月来时常在宗门外围徘徊，以神识窥探。不过夫君放心，他的神识都被牢牢屏蔽在外，并未探查到什么。”“这样啊。”庄阳回应一声，看着苏如无懈可击的笑容，以及紫苑微微垂下的眼帘，心中的疑虑并未消散。思索间，抬手轻轻挥动，设下了数道隔音与屏蔽禁制，将外界彻底隔绝。做完这一切，庄阳缓缓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目光扫过苏如和紫苑，神色一正：“月儿，如儿，如今宗门之事，无论大小，无论吉凶，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吗？”
两女闻言皆是一愣，这才发现庄阳经过此次闭关后，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上的青涩之气彻底褪去，眼神变得深邃，气息稳山岳。此刻端坐于此，竟让他们一时有些恍惚。是啊，庄阳已然是结丹修士，不再是需要他们呵护的小师弟，而是一位可以倚靠、可以共担风雨的伴侣。苏如脸上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流露出了一丝犹豫和挣扎。紫苑轻叹一声道：夫君说得对，此事本就不该瞒你，你已是宗门的未来，宗门的一切兴衰荣辱都需与你共同承担。庄阳微微颔首：月儿，有什么事情你但说无妨。紫苑深吸一口气，将数月前妙玉夫人召见他们之事悉数说出。母亲她如今已是油尽灯枯之兆，即便有仙晶与你的纯阳仙体，也难逆天改命了。随着紫苑的叙述，空气好似凝固了一般，庄阳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了震惊与凝重之色，终于明白苏如和紫苑郁郁寡欢的原因。太上长老、元婴修士作画，对于任何一个宗门而言都是动摇根基的巨大危机，更何况合欢宗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部还实力不济了。庄阳沉默不语，消化着惊人的消息，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说什么空洞的安慰之言。良久，庄阳抬起头看向紫苑，沉声问道：月儿，太上长老如今在何处闭关？紫苑下意识答道：在后山禁地的妙音洞。好，你们在此等我。庄阳丢下这句话，周身五色灵光一闪，化作一道绚丽的遁光，毫不犹豫地冲出静心阁，直奔后山而去。苏如看着庄阳消失的方向，脸上露出一丝担忧与迟疑，看向紫苑：师妹，太上长老再三叮嘱，此事务必保密，你就这样告诉夫君是否？紫苑轻轻叹息一声，冰湖般的眸子里是看透的决然。师姐，未来宗门还能指望谁呢？若连夫君都需隐瞒，处处提防，我们又该如何指望他又如何会肩负起宗门的未来？苏如闻言沉默下来，实际上他心中也是如此想的，只是有些话不便主动开口。而紫苑是妙玉夫人的女儿，由紫苑亲自点破这层窗户纸，再合适不过。另一边，庄阳的五色遁光划破长空，引得不少宗门弟子驻足仰望，议论纷纷。快看，那是谁的遁光？好奇特，是庄阳师兄，是庄阳师兄出关了！天啊，庄师兄果然结丹成功了！他这是要去哪里？方向好像是后山禁地。弟子们的惊叹与激动，庄阳无心理会，他速度极快，不过片刻便已落在妙音洞那紧闭的石门前。刚站稳身形，还未开口通传，洞府周围的静止光华便悄然隐去，沉重的石门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自行向内敞开。与此同时，一道慵懒磁性的女声悠悠响起：庄阳，进来吧。庄阳心神一凛，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迈步踏入其中，穿过幽静的甬道，来到那间清静的厅室。珠帘晃动，窈窕动人的素白身影已然站在那里，一双美眸正含笑打量着庄阳。庄阳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位宗门的太上长老，元婴修士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抬眼望去，只见对方看上去年轻貌美，风姿绰约，哪里像是一位寿元将近的老前辈，心中不由闪过一丝惊异。月儿不是说太上长老已700多岁了吗？这……忽然妙玉夫人红唇微勾，露出一抹浅笑，声音带着几分调侃：我和欢宗弟子都会在特定年龄服用驻颜丹，维持容貌并非难事，不必大惊小怪。庄阳一愣，下意识脱口而出：太上长老，您会读心术？读心术？妙玉夫人被逗得轻笑出声，眼波流转，更添风情。你这晚辈还真是有意思，世间哪有什么读心功法？若想知晓他人所思，除非施展搜魂术。我能知道，只因你心中所想都写在脸上了而已。说话间，他上下打量着庄阳，又语气欣慰地说道：宗门难得有一位男弟子，更是身负传说中的纯阳仙体。好啊，看来上苍终于是眷顾了我合欢宗一次。庄阳闻言，神色认真地说道：太上长老，晚辈以为这并非是上苍眷顾我合欢宗，而是宗门氛围和睦，师姐师妹们真诚相待，让晚辈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才心甘情愿留下。否则即便晚辈误入宗门，恐怕也早已想办法离开了。合欢宗比起那些自诩正道，实则行事卑劣、勾心斗角的宗门，强了何止100倍。妙玉夫人听着庄阳的话，脸上的笑意渐渐敛去，她沉默了片刻，轻轻踱步，声音带着历经沧桑的淡然：利益罢了。这世间宗门哪有什么纯粹的正道、魔道之分呢？所谓的无非是资源，是传承，
是道统延续。倘若我和欢宗没有落魄，而是和那些宗门实力、地位一样，或许也会做出与他们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我宗一直以来都被打压，处于弱势。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庄阳，目光深邃。有些时候，你看到的好，感受到的温暖，可能只是身处逆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抱团取暖，是苦中作乐换来的一丝慰藉。若非如此，在这残酷的修仙界中，宗门怕是早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话未说完，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苦笑，带着几分自嘲与无奈。庄阳静静地听着，脸上并未露出失望或诧异，反而浮现出一抹理解的微笑。他再次躬身，语气平和：晚辈明白，感谢太上长老的坦诚。不过晚辈始终相信，论技不论心，无论初衷如何，宗门能做到让弟子感受到温暖与归属，能在困境中依旧维持着这份不得已而为之的善意，已然很好了。妙玉夫人微微一怔，看向庄阳的目光中欣赏之色更浓。此子不仅天赋异禀，心性亦是非同一般。他不再纠结于此，转而问道：好了，小家伙，你急匆匆赶来见我，恐怕不只是为了与老身谈心，也不是单纯想见我这位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一面吧？说吧，所谓何事？庄阳神色一怔，整理了一下衣袍，随即在妙玉夫人略带探究的目光中后退一步，然后朝着她深深一揖到地，行了一个极为郑重的大礼，最终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一字一句石破天惊。晚辈斗胆，请太上长老提前赴死。庄阳，你这是何意？妙玉夫人并未动怒，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庄阳，等待他的解释。庄阳神色不变，目光坦然地迎上妙玉夫人的视线。与其等太上长老您作画的消息泄露，引来群狼环伺，宗门覆灭，不如主动出击，借此机会一举铲除隐患。唯有如此，或可挽狂澜于既倒，救合欢宗于水火之中。妙玉夫人沉了口气，缓缓坐到了御椅之上，素手轻抬。详细说说吧。数个时辰在深入的商讨与推演中悄然流逝。庄阳将脑海中酝酿的计划，从最初的诱因、核心步骤、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到相应的备用方案，都条理清晰，事无巨细地向妙玉夫人阐述。本以为要说服一位元婴中期、执掌宗门数百年的太上长老采纳如此激进，甚至可称忤逆的计划，必定要费尽唇舌，甚至可能面临斥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妙玉夫人听得极为专注，期间只偶尔提出几个关键问题，点出她计划中可能存在疏漏之处。待全部讲完，妙玉夫人沉吟片刻，那双看透事情的眸子里竟闪过一抹赞赏之色。风险不小，可一旦成功，足以改变天道盟，改变玄天北域的格局。妙玉夫人微微颔首，语带果决，便依你之计行事。庄阳见如此轻易便得到了首肯，反倒有些恍惚，原本准备好的更多说辞都噎在了喉间。这位太上长老的魄力，对宗门存亡的深切忧虑，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强烈。这等果决以及对宗门毫无保留的付出，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原本留在合欢宗，更多是因为师姐们的温情，而此刻他心中那份对宗门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实。就在这时，妙玉夫人再度开口，语气郑重：庄阳，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你便能洞察时局，想出这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划，可见你心智不凡，非池中之物。而且短短不足2年，你已从一介凡人真至结丹，未来大道必不可限量。顿了顿，声音微微低沉，多了一丝恳切。合欢宗还有我女儿紫苑，从今往后就拜托给你了。庄阳闻言，心头巨震，旋即以最郑重的姿态深深一揖到底，声音铿锵有力，如同立誓。太上长老放心，庄阳在此立誓，只要一息尚存，定护合欢宗周全，护紫苑周全。好，好，好！妙玉夫人连道3声好，眼中似有晶莹闪过，却瞬间被压下。她袖袍一挥，3道流光自其袖中飞出，悬浮于庄阳面前。第一件是一件色泽暗红的披风，此乃古宝血影披风，乃是上古异兽遁空血蚕之丝府以虚空晶石炼制而成，催动之下可极大提升遁速，关键时刻或可助你保命远遁。第二件是一枚通体温润、雕刻着曼陀罗花纹的令牌，此乃我合欢宗太上长老信物妙玉令，见此令如见我本人，可调动宗门一切资源，关键时刻或许能起到些作用。第三件则是一本古朴书籍，此书记载着我合欢宗自开派祖师以来的历史兴衰、诸多隐秘，以及宗门历代前辈在外开辟或发现的几处隐秘宝库的方位与开启之法。不过年代久远，不知是否已被他人发现，但若尚存，待时机成熟，可带领弟子前往取用，以壮宗门。这些东西
原本是想着再过些时日留给月儿或是苏如的，可现在看来，留给你似乎更为合适。希望他们能在未来助你一臂之力。庄阳伸出双手，郑重地将3样东西接过。血影披风轻若无物，妙玉令温润微凉。而那本看似普通的书籍，庄阳拿在手里，却感觉重若千钧。这不仅仅是3件宝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是合欢宗千年传承的寄托，是妙玉夫人对他毫无保留的期许。庄阳将3样东西紧紧握在手中，再次抬头看向妙玉夫人时，眼神坚定道：“晚辈定不负太上长老期望。”庄阳辞别了妙玉夫人，化作5色遁光离开妙音洞，朝着静心阁返回。飞遁途中，神识探查到了10几里外的一处云层中隐藏着一道剑意纵横的气息，对方正在护山大阵外窥探着合欢宗，正是天剑门掌门剑痴。庄阳眼中寒光一闪，遁光骤然停在半空，悬浮于云雾之间，接着转身朝着剑痴藏身的方向冷冷望去。正好，庄阳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狠厉与决断，计划的序幕便从你开始。心念一动，堪比结丹后期的强悍神识不再收敛，轰然爆发而出。利用护山大阵单向隔绝的特性，神识悍然穿透大阵光幕，朝剑痴所在的方向狠狠扫去。合欢宗护山大阵外，隐匿于云层之中的剑痴正眉头紧锁。这数月来，他每隔几日便会来此探查，奈何合欢宗的千幻迷情阵着实玄妙，神识根本无法穿透，只能在外围干着急。但他贼心不死，每次前来都试图捕捉哪怕一丝一毫的异常波动，借此推断赵干等人的下落，以及合欢宗内部的虚实。当下就在他全神贯注之际，异变陡生，一股强横陌生的神识毫无征兆地从合欢宗内部穿透大阵，好似冷刀一般扫过他所在的区域。什么人？剑痴心中大惊，条件反射般的激发了护身剑罡，遁光向后暴退数里，脸色变得凝重无比。而后尝试以神识反向追踪探查，但在护山大阵的阻隔下，他的神识根本无法深入分毫，撞上大阵后便如同水波般荡开，只能在外面徒劳的盘旋。怎么可能？这神识强度结丹后期，而且奇异凛然，并不像女修那般，绝非苏如，也非紫苑和那2个执法长老。合欢宗内何时又多了一位结丹修士，而且还是后期修士？剑痴心中骇然，惊疑不定。然而这时异变再生，神识裹挟着一道冰冷的传音传入了剑痴的识海之中。剑痴掌门，你屡次三番鬼鬼祟祟窥伺我合欢宗地界，究竟是何用意？剑痴瞳孔骤缩，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名字：庄阳。是那个小子，他不是应该只有筑基期吗？可这神识明明是结丹期才能有的强度，而且是结丹后期，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个叫庄阳的小子1年多以前在新晋弟子比试时还只是炼气期，禁地试炼时是筑基期，这才又过去多久？怎么可能？剑痴的心绪如同惊涛骇浪，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完全违背了修仙界的常识，颠覆了他200余年的认知。除非……忽然一个念头升起，剑痴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难看。除非合欢宗在禁地秘境中获得了某些难以想象、无法估量的惊天机缘，那是能让人无视修炼瓶颈，在极短时间内修为暴涨的逆天秘宝。思及至此，剑痴的心中升腾起了炽热的贪婪、嫉妒之火。到底是什么秘宝？什么机缘？他咬牙切齿，面容都因嫉恨而扭曲。老夫苦修200余载，历经无数艰险，才堪堪达到结丹后期。他一个黄口小，凭什么？凭什么能有如此造化？恐怕还不只是他，还有合欢宗的其他人。若真是如此，那合欢宗将……正当他心念急转，被这疯狂的猜测冲击的心神摇曳之际，庄阳冰冷的声音如同惊雷再次响彻：“还在这待着做什么？还不快滚！”话音落下，强横的神识再次扫来，这一次神识之中还裹挟着数道凌厉锋锐的剑意。剑痴感受到了毫不掩饰的杀意，身躯猛地一颤，紧接着便下意识地催动遁光，如同丧家之犬般朝天剑门的方向亡命飞遁。庄阳神色平静，仿佛方才只是随手驱赶了一只凡人的苍蝇。天剑门掌门，鼠辈罢了，不过如此。计划序幕已然拉开，便不多耽搁，转身继续回往静心阁。接下来还要将那个关乎宗门存亡的计划详细告知苏如和紫苑。而另一边，直到遁出数百里，剑痴才稍稍放缓速度，抬手擦了擦额头上不知何时渗出的冷汗，随即屈辱和愤怒交织，齐齐涌上心头。
让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本座堂堂天剑门掌门，结丹后期修士，竟被一个修行不足2年的后辈小子给吓住了，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不，这并非是那庄阳厉害，而是合欢宗获得的机缘强大。此事必须立刻回禀太上长老，绝非我一人所能决断。剑痴不再犹豫，将遁速提升到极致，全速赶往天剑门。天剑门后山禁地，剑意窟，此处乃是天剑门太上长老唯一的元婴修士的清修之所。洞窟入口看似普通，却隐有凌厉的剑意弥漫，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一道略显仓促的遁光自天际落下，光芒敛去，显露出剑痴略显苍白和惊魂未定的面容。他快步走到洞窟石门前，直接半跪于地，声音微颤，扬声求见。弟子剑痴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老祖。片刻沉寂后，笼罩洞口的无形剑意径直散去，沉重的石门划开。随后一道苍老却不失威严的声音从幽深的洞窟内传出：何事如此惊慌失措？进来说话。是，弟子多谢老祖。剑痴如蒙大赦，连忙爬起身，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袍后，快步走入了剑意窟。穿过甬道，眼前是一处极为宽敞的洞府厅室，与合欢宗妙音洞的清雅静谧截然不同。这剑意窟内充满了肃杀与凌厉之气，厅室四壁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剑痕，每一道痕迹都残留着森然剑意。更令人心惊的是，地面之上插着数以百计的长剑，在那剑林中央唯有一小片空地，放置着一张由巨石粗略雕琢而成的石椅。石椅之上端坐着一位老者，老者须发皆白，身穿一袭朴素的灰色长袍，周身并无强大凌压外放，却与整个洞府的剑意融为一体，仿佛他本身就是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兵。此人正是天剑门的擎天巨柱，元婴初期修士意剑老祖。事实上，玄天北域这片地区的天道盟12家宗门，在此方浩瀚的玄天大陆上都算不得大型宗门。那些真正称霸一方的大宗门内，往往有数位元婴期的太上长老坐镇，更有甚者还存在元婴后期的大修士。而天道盟这12家宗门，除了魁首赤阳门、落霞宗以及已然式微的合欢宗，这3家的太上长老是元婴中期修为外，其余9家包括天剑门在内，都仅有一位元婴初期的老祖支撑门面。虽说单独一家宗门的实力不强，但这12家中型宗门联合起来抱团取暖，也构成了天道盟这股不容小觑的势力，让玄天北域其他宗门、散修乃至玄天南域的一些大宗门都不敢轻易窥伺。此刻易剑老祖锐利如剑的目光落在匆匆进来的剑痴身上，眉头微皱，语气严肃地问道：身为掌门，如此沉不住气，成何体统？究竟何事？速速道来。是，老祖。剑痴不敢抬头，连忙将赵干3人的遭遇以及他在合欢宗探查的经历，最关键之的是庄阳修为暴涨和合欢宗获得逆天机缘之事，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禀报告知。随着剑痴的讲述，易剑老祖的脸上渐渐泛起波澜。剑痴话音落下，易剑老祖若有所思地说道：不足2年时间，一个炼气期的小辈修为进到了结丹后期，此事前所未有，简直骇人听闻。老祖就算给弟子10万个胆子，弟子也不敢向老祖撒谎。剑痴语气坚决，赵干3位长老之事，原本玄武谷、烈阳山、盘石宗3宗只想撇清关系，还是弟子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玉髓枝，才将盘石宗10长老的嘴巴撬开。至于庄阳的修为，是弟子不久前亲眼所见，绝不可能出错，还望老祖明鉴。